自人类与妖族相互受敌，战争不断。500年前，西方诸国在佛门的带领下，向南疆的万妖族宣战，史称甲子荡妖。自此，妖族气运受损，渐渐衰微。大凤从此一飞冲天，繁荣昌盛。这是在哪儿？我昨天不是在酒吧跟警队同事亲吻？想喝！几日前，玉刀侍卫许平志护送一批税银到户部，途中15万两税银全数发生。已经不在了，穿越了。圣上勃然大怒，亲自下令，许平志5日后斩首。女眷纵女教许基安字宁燕，自幼便被二叔许平志抚养长大，靠许平志的关系，成为了长乐县县衙的捕快，一并京兆府大牢发配边陲。妈，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啊！西藤，西藤，西藤爸爸，你出来呀！没有系统，这是什么狗屁剧情啊！越狱？不行不行，区区9品5副小越狱就是痴人说梦。靠宗族，对不对？如果宗族有用的话，至少不会连累我这个侄儿。等等，根据大风律法，将功补过可免除死罪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唯一的机会便是找回银子。吵什么吵？安静点儿！一炷香时间啊！劳烦大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我爹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都打点好了，安心上路吧。那你呢？我可是云麓书院的新晋举人，我有书院师长护着，不需要发配，管好你自己就行。真的是来送我最后一程？难道他？对了，你有税银案的卷宗吗？你要这个干嘛？我想知道案发经过，死也要死得明白。就你屁事！去了边陲，你还是收敛收敛脾气吧。保重。恐怕他已经被革除功名，还得入贱籍，子子孙孙不得科举，不得翻身。且许家女眷2日后送入净房寺，受尽连署。许新年是读书人，他还如何有脸在京城活下去？好好活下去？难道想自尽？活下去，咱们还有一线生机。圣上命我等在许平志斩首前追回税银，只剩2天。许平志那边人际交往和财政状况等都摸了一遍，并没有什么疑点。哼，一介武夫，只一个劲儿的嚷嚷着冤枉，他连税银是怎么丢的都不知道。我用望气术看过他，他没有说谎。但税银丢失，许平志渎职，死罪难逃。唉。舒服了。大人，
大人，司天监的弟子给您的信件，还有包子。我的人说，沿途20里没有在河内观测到妖气，岸边也没有妖气。15万两白银能飞到哪里去？这都3天了，我们连对方的踪迹都没找到，找不回来税银，这锅谁来背？3日前，玉刀卫许平志负责押送一批税银进京。辰时1刻，队伍行至拱南街时，刚过桥，忽然掀起一阵怪风，马匹受惊，冲入街边的河里，河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河水炸起6丈高，逐浪滔天。士卒跃入河中寻找白银，却只找回了1250两白银，其余的白银一而飞。这妖所为，那我就毫无办法了。真的是妖物所为吗？不是妖物，那妖风怎么来？银子怎么就凭空消失？怎么会炸起数丈高的水？但是，妖物劫走税银的原因是什么？说到妖物，明明是人肉更好吃，没有银子做什么？肉？哼！等会儿，我先吃完包子。银子在妖类眼里未必有活生生的人诱人，哪怕想要银子，偷窃或抢劫都比劫走税银稳妥。言之有理，不排除是受人指使。那谁会指使妖类窃取税银？理由是什么？也许幕后主使需要一笔巨款，但又不能肆无忌惮的敛财。但税银押运路线是随机决定的。而妖物却能提前在河中埋伏，押运队伍中极有可能有内应。去云路书院找儒家圣人来问心。你是看不起我们司天监的望气术吗？我都说了，在场押运税银的士卒都是毫不知情的。武夫真是粗鄙。日落前我得甩开这破差事，幸亏找长公主。虫子的闪当时一流。李大人，不如去请教魏公。你们文官有京察，我们打更人义勇，这便是魏公给我的考核。可现在朝野上下都在看着我们呢。我曾想过穿越回古代，好日子把酒言欢，还可以趁机撩妹一番。听说妖女个个千姿百媚，身段灵敏，不知道有没有猫娘狗娘？我先推一下，妖物为什么要窃取税银？人肉不香吗？就算缺银子，也没必要盯着税银。税银案有2个最明显的线索，一是妖风，除了武夫之外，各大修炼体系都拥有刮风的能力。因此，武夫出身的二叔嫌疑就减轻了，但不排除他与别人合谋。2是爆炸，高段位的修行者战斗引发爆炸很正常，但在这个案件中不存在武力拼斗，因此爆炸的出现不合理，除非我跟京兆府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换个思路，假设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为事件，也许破绽不在最显眼的2个线索里，而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痕迹上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吵吵嚷嚷的，嫌命长是吧？告诉你们府尹，
我有税银案的重要线索。我亲自去求魏公。李大人，把卷宗给我，我与你一起去。有我们大凤的大国手出马，你俩就不用被陛下问责了。但是在魏公心里减分，可比被陛下问责要严重多了耶。夫人大人，据狱卒禀报，许平志侄儿许七安说有税银案的重要线索。什么？把人提过来。飞袍应该是服役，4品官员。这位胸口绣银罗的大叔，塔庚人族似的。我去，这姑娘好颜值，不知道嫁人没？自古豪杰爱高山，未闻骏马踏平川。你这一马平川的身材，真是板上钉钉啊！见过大人。许七安，3日前下狱的时候，你可没说自己有重要线索，你可知隐瞒不报的后果？大人，刚刚许家二郎来找我，我问他要了卷宗，草民便从卷宗推理出了案件的真相。凭卷宗就能推理出真相？你这个毛头小子，简直是在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让得200。且慢，你说说看。据城门守卫的口供，我二叔在卯时2刻进城，辰时1刻，队伍就抵达了案发地点广南街。哼，定是妖物藏于河中，伺机抢走税银是吧？不，妖风和爆炸都只是障眼法，税银案并不是妖物所为，而是人为。你怎么证明？我二叔押送税银15万两，敢问3位大人，15万两白银重几斤？有话你就说。是9375斤。你们这群人速算能力有点 low 啊！1两、2两、3两，这能说明什么？从城门口到广南街路程多少？30里。途中经过几个闹市？4个。母马绞成入伙。哇，时间对不上。广南街距离南城门有30里，以驽马的脚力，沿途要经过4个闹市，卯时2刻进城，不可能在辰时1刻抵达广南街。可当时目睹案件的百姓都说是辰时，不可能有假。没错，这是何解？因为押送根本不是银子。荒谬！马匹冲入河中，肉眼可见白花花的银子滚入水中，这能有假？眼见不一定为实，请给草民一次机会，为大人解惑，请大人借纸笔一用。可恶，毛鼻子可真麻烦啊！好了，大人，请按照草民的要求准备纸上之物。虽然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，但这字儿写的是真的丑。我看看，还以为是什么啊？或是粗鄙的武夫写的寻常东西罢了。给我看看。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务必给本官满意的答复。若是草民祝大人破了此案，可否替草民上书陛下，免去我许家的罪责？替父戴罪立功，自然免去罪责。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那就是高中化学知识提取金属钠，用水融化粗盐，生宣覆盖在杯口，徐徐倒入盐水，过滤后将瓷杯架在蜡烛上炙烤，用竹签不停搅拌，直至盐水蒸干。但接下来才是最难的，
电、氯化钠的溶脂，搁在古代这两个根本不可能完成，但在这个时期，有一个职业可以做到：炼金术师。大人是司天监的弟子。哼，没错，家师便是司天监监正，家师可是……麻烦姐姐帮我融化这些结晶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可真会使唤人，让你见识见识我师父法器的厉害。停！通电不，雷法，控制好电压，这个步骤很难。臭小子，要是没有东西出现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！停！我这是欧豪附体了吧？竟然一次就成功了！几位大人，银子制备成功了。这东西比银子轻很多，但外观却极其相似。案发那天，正是有人用这个东西以假乱真冒充了银子。果然轻了很多。你是炼金术师？不，我不是，我只是化学的搬运工。就算银子被替换成这样，那爆炸又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河里藏着妖物？假银子入水怎么会爆炸？大人请看，若是把它扔水里，这假银子遇水会爆炸。正如卷宗所述。这么说，从一开始就是幕后主使利用爆炸和妖风来调查方向。难怪司天监的望气术也观测不到妖物。废话，谁也别想逃过我们司天监的望气术。碎银落水后，氏族只寻回1000多两白银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银子都是铺在最上层掩人耳目的。这个叫许七安的，居然把所有疑点都对上了。许七安，这次你做得很。啊！糟了！啊，你做得很好，舒服了。这位大人竟如此赏识我。既然如此，那真银子去哪儿了？税银出库入京，层层转手。要问罪的话，大批官员得入狱。可是税银一路押送入京，重重关卡，若是假的，早该发现了。唯一的可能是最近才调包的。最近，本人被教。府尹大人，可不要忘了您对草民的承诺。希望税银能在我流放前追回。许家的结局，神仙难救。喂，拿这个给你吃。等等，从哪儿偷出来的？这是在收买我？为什么盐能变成银子啊？草民曾在古籍中见过将盐变成银子的炼金术。那本古籍在哪儿？著作者是谁？人民教育出版社。古籍已毁，在下虽记得其中的内容，但草民危在旦夕，实在没有心情为人师。你这人倒是滑头。我们司天监不干涉朝政，怎么处置你，还得陛下说了算。你们收我为徒不就行了？以鉴政大人的地位，要一个连坐人犯，想来是没问题的。你明明是个武夫，为何要当术士？因为仰慕鉴政大人的风采。你骗人！那你先把古籍的内容告诉我。内容有些深奥，恐怕你无法理解，需要细致入微的讲解，方能根深蒂固。放眼九州之下，论炼金术，我司天监术士当为魁首。一价青绿钾钠银，2价氧钙钡镁锌，3铝四硅5价磷，铜汞2价最常见，24碳246价硫醛铀，35价氮战醛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耍我！大人，还有，我们司天监只收童子。我也是童子啊！跟我回地牢吧。
人说的是年龄。期限到了吗？明智，老爷，便是死，也不会进教坊司那种鬼地方的。夫人，是我对不住你和孩子，还有我侄儿。下辈子我许平志给夫人你做牛做马。只是想不到，我许平志一生爱国忠君，却落得满门忠烈。哎，签字画押后就可以离开了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许大人，这是您的官服，收啊。老爷，是新年，我们的儿子，逼着他这几日在外奔走，帮我们打点关系，朝廷才网开一面。啊，对呀，按道理，就算免了死罪，也不该是官复原职啊。这位大人，可知朝廷为何免了本官的罪过？案子破了，税银已追回，子嗣已为父戴罪立功。年儿，真的是年儿。老爷，年儿助朝廷追回了税银。是你侄子许七安，他助府尹大人破了税银案。宁燕，娘亲，你很冷吗？居然是那个兔崽子！娘，我快掉下去了！行了，快签字吧，人还在后门等着呢。娘亲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归院楼吃饭呀？这个嘛，二叔，啊，宁燕，二叔，一巴掌差点没让我当场去世。我去，我竟然有这么个清丽脱俗的妹妹！大哥，对了，记得还有一个。大哥，今天没糖给你，我自己也才从牢房里出来。牢房是什么呀？就是你这几天睡觉的地方。这个妖妹子怎么太聪明的样子？肯定是遗传了她娘。宁烨，这次做的不错。例如，原主的婶婶，好像和原主非常不对付。让我每年吃掉我100多两银子，你这兔崽子还有脸皮对我唧唧歪歪，给我滚出去！好，今天就搬出去。既然出人头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也太尴尬了吧！这是婶婶版的默契少年球。婶婶别急着道谢，等回家吃了饭再说一次。你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！不能招来官府的注意。3岁识字，5岁背诗，10岁熟读圣人经典，14岁进入云麓书院，18岁的举人，我简直就是天纵奇才，7世男儿，愿轰轰烈烈的死，吃路的活。大凤京城被誉为天下首善之城。老板，陈贵2两银子。哇，真不便宜。要不这个是？老爷，不知道年儿怎么样了？年儿此时想必还在为我们奔走吧？啊，等他回来，给他一个惊喜。
糟糕，没想自尽。新年生是逍遥人，死是桀骜鬼。生是年儿的生。许新年才华横溢，可天道不公，全不生我许新年，大风万古如长夜。年儿，想不到年儿，年儿，仇竟是我自己。年儿， 600年前，大凤立初代司天剑剑证为各大体系划分了品级，原主就是五福体系的9品炼精境，二叔是8品巅峰炼气境。司天剑是独属于大凤王朝的修行体系，且异常高调，因此司天剑的术士体系倒是更清楚一些。其中6品炼金术师的发明与创造入了千家万户。至于这个世界的其他修炼体系，穿越过来却只了解到这个世界的九牛一毛。不过也不能怪原主，从小生活在京城，知道的有限。不像我是个四处奔走的刑警。要不是我在酒吧的时候掰了，酒精中毒，快叫救护车！哇！好不容易升职，眼瞅着就要飞黄腾达了。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。糟糕！电脑硬盘里120G 的资料没有删掉，哎呀，太社死了！我许新年，生是逍遥人，死是桀骜鬼。天不生我许新年，大风万古如长夜。大哥，娘亲骗人！娘亲说，如果能回家，就带我去桂月楼。爹爹刚才也说了桂月楼。不许你可以啊，是祸水东引了。桂月楼是京城顶级的酒楼，出入皆是达官显贵，不招待平民和富商。桂月楼的消费嘛，小豆丁就是婶婶的命。只是一句戏言，就志同都骗，婶婶言而无信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快吃饭吧。去。这么丢脸的事我问不出口啊，没准年儿呢？年儿啊，凌月啊，你老偷看伟兄干嘛？我想知道大哥是怎么从卷宗里看破案子的。问出来了。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除了巧合，任何人为的案件都能找出蛛丝马迹。首先，我通过押送税银的路程和银子的重量，察觉出了税银的问题。之后，原来如此，做的还不错。大哥，好厉害！原来是这样，我竟然没发现。你能发现才怪啊！你个粗皮，连称量都不会。他们清点银子的时候，是不是带了守护？似乎是有啊。供词里怎么没说？哎呀，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有何可说？哼，都怪姓陆的当时递了我一壶桂花蜜，我的酒量深不可测，于是贪杯喝了点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呀。猪队友！如果卷宗上有这条，何苦死那么多脑细胞？如此看来，陷害爹的十有八九是那个姓陆的。
是我糊涂，差点害了全家。20年前也是。20年前，大凤联手西域各国与北方的草蛮子、西南方的南蛮子决战于沙海关，各方投入的战卒达100万人。从开战到结束，仅用了半年，百万生灵淹没，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之一，史称山海战。当年我与你爹在山海战役中抵贵而战，林女说过要一起活下来的。平治，你眼里就白土。若被大哥替我挡刀，死的就是我呀。所以我让年儿去读书，让你练武，其实是存了私心的。二叔，娘亲，我饿了。好，娘亲，我们前几天为什么要住黑房子呀？每天都吃不饱。他把大牢叫成黑房子，是爹做错了事。哦，我昨天饿醒了，抓了只虫子，头上有这个。我们让一个稚童受这种苦，实在是太失败了。你吃了，林英啊，都怪娘无能，娘不能好好保护你。我后来听见娘的肚子咕咕叫，然后我塞娘嘴里啦，娘吃的可快啦，嘿嘿，塞娘嘴里啦，娘嘴里啦，娘嘴里啦，娘嘴里啦。我吃饱了。是，饱了。为什么又失败了呀？万师兄，再用点力啊！肯定是盐的剂量不对，太难了呀！三位师妹怎么还不来啊？这群人竟然还在练假银子。自从睡银案告破后，殿下觉得假银子危害极大，责令司天监炼制假银子。于是炼金术师们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。才会师妹，才会师妹，完了。师兄们炼制的过程没有问题啊。虽然我在徐府炼出来一次，但事后我私底下尝试了很多次，都失败了。各位师兄稍安勿躁，我给诸位师兄传授一句口诀，望师兄们牢记。一加青绿甲氮盐2加氧钙钡镁锌3铝4钴5加磷铜铂2加菜长加23铁24氘24六加硫氦铀235加氮全阵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位高人告诉我的秘诀，你们自己慢慢悟吧。才会学走啊，师妹！我也不懂，就跑去找师傅。师尊又在喝酒呢，真是个糟老头子。采薇来了。师傅啊！师傅，假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为师也不知啊。世上还有师傅不知道的东西？为师不知道的太多太多了。那您知道假银子是谁炼制的吗？师傅，司天监是术士体系的发源地，天底下的炼金术师，即使不是出身司天监，也必定和司天监有渊源。
这和19年前的小贼有关系吗？这个，为师自然是知道的。啊！许清安，你是人还是鬼？哦，说不定是行尸走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将功赎罪啊！是啊，虚惊一场啊！宁燕，这你可得请客喝酒啊！是啊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请客，请客，没问题。听说临水街那家勾栏新进了一批清官，要不今晚一起？请就算了，勾栏睡觉还要我请，过分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抱歉，最近家境贫寒，我就不。也这么……算了，还有案子没办完呢。头儿的脸色不太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这几天康平街出了一起命案，一个颇有前世的商贾死了，据说那位商贾和某位大人有关系，所以县令老爷大发雷霆，每天都逮着王捕头痛骂，今天必须给我把凶手抓到。哎，头儿，喝杯茶，冷静冷静。最近太倒霉了，今天还掉了1000银子。原来那钱是你呀！哎，头儿，我这倒是有个招，咱们要不摸个鱼？没办法了，去挑几个作奸犯科的老混子回来吧。哎，好。等等，头儿，不能白白便宜了凶手。宁燕，你别多事，头天天被县老爷骂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桃儿，宁燕家里刚遭遇大难，难免有些敏感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那你告诉我怎么查？卷宗给我。死者张有瑞，今年51岁，是住在康平街的狗大货，发妻早亡，续弦了一位比自己小20岁的良家妇女。张有瑞除了亡妻留下的一个独子，此外再无子嗣。差了20岁，这就是所谓的只要努力赚钱，你未来的妻子还得上幼儿园。4天前，张有瑞下乡收租，银饰所有赶回家中，屋中沉睡的妻子突然听到外面一声惨叫，妻子开窗一看，张有瑞已死在院内，妻子只看到一道黑影翻墙而去。巡夜的士卒问了吗？当晚巡夜的士卒在各个城墙都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丢了多少银子？没丢，死者身上的碎银铜钱，金米粮一点没丢。果然不对劲。请问徐捕快查出凶手了吗？嘿嘿嘿，别急啊，头儿，等我问完3个问题。1. 卷宗中说张宅外墙上留了脚印，为什么会留下脚印？这不废话，因为墙边就是花圃。那卷宗上为什么没有进入院子的脚印，亦或是抹去脚印的痕迹？许是那贼人轻功过人，并不会留下脚印，但杀人后太过匆忙，才留下了脚印。是有这个可能，但如果贼人有这份轻功的话，那他逃走时根本没有必要一脚踏在墙上借力。第2个问题，卷宗说死者是被钝器重创后脑当场死，那凶手为什么选择钝器，而不是杀人更干脆利索的刀剑？或许贼人最初并不想杀人。不对，钝器击中后脑，一击毙命，是起了杀心的。凶手当时没有趁手的武器。没有趁手的武器。最后一点，也是我比较在意，大夫诊断出张氏怀有身孕。哎，真是可怜，孩子没出生就没了父亲。是啊，这怪群众能不能不要插嘴呀？张杨氏与死者差了20岁，嫁给死者有小10年了。
怎么独独在这个时候怀孕？也许孩子根本就不是死者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清楚！桃儿，也许这不是入宅盗窃，而是偷情杀人案。张杨氏背着丈夫偷情，奸夫要么是外面的汉子，要么是死者的儿子。两人趁着死者外出收租，双方秘密幽会。谁料到死者竟然提前归来，当场捉奸。双方手死，奸夫一怒之下抓起钝器，打死了死者。张杨氏和奸夫匆忙处理了现场，并将死者拖到院中，伪装成贼人入宅偷盗。如果贼人真的是求财，就绝对不会在那天晚上动手，而是会等着死者把收租的银子兑换成银票再下手。你为什么觉得奸夫有可能是死者的儿子？我怀疑他的理有2点。第一点，死者的儿子张宪说，当晚他在书房看账，张杨是被惨叫惊醒，而他一个醒着的人却没有听见半点动静。第二点，如果找不到贼人潜入时在花圃留下的痕迹，那么这个所谓的贼人很可能是不存在的。以此推测，凶手就是死者的儿子。升堂为大人是如何杀死张有瑞的？从实招来。大人何出此言？草民怎么会杀害生父？王捕快已经推理出真相来了，还想狡辩？我问你，事发时你在何处？草民在书房看账目。可有人证？深更半夜，哪来的人证？那你为何没听到那院子内的动静？大人，我离院子有些距离，并没有听见任何声音。你这是在狡辩。草民不敢欺骗大人。切，不行，换一个。张杨氏，官问你，你与张有瑞成亲10年，无所出，为何如今又有了身孕？是不是你与继子苟且，谋杀亲夫？大人，民妇冤枉了。民妇身子不好，是近些年日日调理，才患上的丈夫不用。大人怎么凭此断定凶手？朱县令啊，像你这么审案子肯定翻了呀。你说看到黑影杀人后翻墙离去，为何捕快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花草践踏的痕迹？大人，贼人如何潜入宅里？母亲如何知道？你们查不出来，也不能把罪责强加给我母子2人啊！好你个母子啊！你没有你这来的伺候吗？巧舌如簧，来人，给我上刑！大人，这是要屈打成招。家书审知礼部给事中，大人就不怕弹劾吗？你敢威胁本官？来人，杖责2十！就算张宪招供，案件上交刑部，唯一就有可能依靠亲戚发案，到时候反而可能给朱县令扣一个屈打成招的包子，这样不行。喂，许七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朱老爷，暂时休堂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别紧张，只是随便聊聊。请喝茶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以你的年纪，这么多年怀不上崽，多半是张有瑞的问题。都是民妇的错，是民妇肚子不争气。话说张有瑞平时去青楼吗？自是常去。你可慎言呐，50多岁常去青楼，金库空虚，我几乎可以确认你肚子里的孩子是隔壁老王的了。唉，皇上很理解你了，
张有瑞年过半百，流连青楼冷落你，红杏出墙也是情理之中。但杀人就不对了。李父不知道差爷在说什么。我看过卷宗，张宪比你小了足足7岁。差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老鹰吃小鸡啊。民妇不懂。那就说一些你懂的。张杨氏，你独守空闺难耐寂寞，于是勾引继子，做出了无耻背德之事。你趁张有瑞下乡收租，与继子偷情，谁知张有瑞提前归来，撞破你俩奸情，于是你失手杀死了张有瑞。为了掩盖罪行，甚至伪装成贼人盗窃杀人。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他心慌。哼，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吗？难道这不可能？是不是觉得你的奸夫不可能认罪？你们自以为处理的天衣无缝，其实破绽百出。其一，张宪只在墙上留了出去的脚印，却没有入宅留下的脚印。贼人若有不错的身法，那逃离时更会激发潜能，根本不会留下脚印。其二，张有瑞死于钝器打击，而非利器。试问哪个入宅偷窃的贼人会不带武器？其三，为什么县衙会一口咬定是你们杀了张有瑞，而不是贼人？因为你们犯了个错误。张有瑞的尸体双脚朝着屋子，头朝外，致命伤在后脑，这说明凶手是从他身后动手，用钝器袭击了他。一回来就袭击杀人，然后双手空空回去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破绽。对了，张宪还说了，是你寡廉鲜耻勾引他本不欲与你继续纠缠，可你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。那天晚上是杨真真趁乱打死了张有瑞，不是我。张宪知道破绽这么多，在劫难逃，便向县令老爷认罪，愿意献上500两银子疏通关系，把罪责推到你的头上，让你一人承担谋杀亲夫的罪恶。张宪是什么人，你最清楚。张宪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不相信这种无关爱情、只有欲望的关系会有多牢靠。而且张宪是个富二代，有家产又年轻，到处都是海的味道，何苦为了一个女子牺牲？但是县令老爷廉洁正义，他不偏信张宪的片面之词，命我过来问讯。如果你坦白从宽，县令老爷许诺免你死罪。当真？当真。其实我骗了杨真真。依照大风律法，通奸谋杀亲夫者，女子凌迟处死，奸夫则斩首示众，不可能免除死罪。见到杨真真供词的张宪措手不及，再也无法狡辩，绝望的招供。宁燕，本官会记你一功，好本事。都是大人教导有方，小人只是学了些微末伎俩。没道理啊！当初这小子初来乍到，性格憨实倔强，只会闷头做事，是真正的愣头青。怎么转眼间就断案如神了呢？桃儿，你们出来了！宁燕，为了感谢你替我解决了大难题，今儿我就带你去勾栏耍耍，开个荤。哎，头儿，你要长大了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去了。过了身，我这辈子都到不了练气境。说到勾栏，也就是所谓的妓馆，面向的是平民百姓。青楼更加高档，客户群体是富商和达官显贵。说到青楼文化，就绝对绕不开教坊司。教坊司的娘们是真的漂亮，都是宦官家眷，
个个细皮嫩肉，能掐出水来。年初时，我随县城大人到里面耍，侥幸见过福山姑娘，真是花容月貌。你们上次见到福香姑娘了吗？桃儿，当晚要不是已经有了恩客，我就已经和他。这一碗多少银子？30两。这么贵，都可以买几个小娘子在家里，一起打麻将。老子嗅到了才去叫紡翠睡花魁。穿越过来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开始写日记。大凤12尾，阳月2。没错，我得换个活法。在这里混得太好未必是好事，但是混得不服，日子也不好过。今天看着同僚拿着牌票去敲诈商人，心里不是很舒服。大人，您高抬贵手。但我知道，这是社会常态，我无法改变任何事物。阳月4日，二叔告诉我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，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糟。阳月5日，王捕头带我去勾栏里耍，这令我对勾栏的印象有所改变。他是一个听曲听戏兼灵肉交融的角色，我万分惆怅，因为我还在练经经，不懂不是啊。让我在勾栏捡到了1000银子。说起来，最近是不是走了狗屎运了？6日在衙门捡到1000银子，勾栏听曲。7日在勾栏又捡到1000银子，勾栏听曲。8日在集市上捡到1000银子，勾栏听曲。9日今天没有捡到银子，我支付了1000的票子。快快慢走！演账钱的地方再也不来了。今日找二叔借钱，二叔个穷鬼也没钱。许新年先表达了自己的不屑，随后嘲讽了我，最后给了我5000银子。天不是我许新年，大凤万古如长夜。除了有些毒舌和傲娇，我这堂弟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不能辜负堂弟的心意。勾栏听曲儿。14日与李典史喝酒，他说镇北王的王妃是当朝第一美人，到底有多美？他形容不出来。问了二叔，他竭尽全力用他贫瘠的词汇量形容了王妃的美貌，有容乃大，这让我产生了一丢丢的兴趣和期待。已经连续几天没有捡到银子了，银子，这样下去，何时才能去叫房子睡花魁？我必须要有钱，我必须要有钱。这个世界有火药，有火铳，皂角没有了，笑还出奇可。对了，玻璃，我还可以烧玻璃，这群古代人肯定没见过。想到玻璃也有了，怎么又发现了一个赚钱计划？那就是改良纸张。只要改良纸张成功，日进斗金，吃最好的食物，是最美的花魁，这将不是梦。纸的制作流程，今日与同僚去茶馆偷懒，听说书先生讲故事。如果把后世的武侠小说4大名著网文写出来，我躺着也能赚钱呢。我真是个小机灵鬼。但我太天真了，一部小说解释上百万字，我有毛病怎么写啊？2月28日，天气雨，时至今日一事无成，我给祖国丢脸，给穿越者丢脸了。
今日俸禄发下来了，勾栏听取。我打算先好好工作，经商的事慢慢来。就这样，加油！啊！我随手投了那么多次都能全中，运气实在太好了。我这身体绝对有问题，而且连续1个月，总共捡了1两2钱银子。最古怪的是，每次都只捡1钱银子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原主根本没有惊人的运气。他要有的话，婶婶就不会嫌弃他，好侄儿，而是会把他当祖宗养公主。不错，全家都不奋斗，靠他捡钱过日子。你今天捡钱了吗？大姑，买糖糖。这种来历不明的馈赠，真是让人心慌不踏实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啊，不好，今天休沐，去二叔家吃个免费早餐，钱得花在该花的地方，例如勾栏听曲看小姐姐。哎，好端端的一个早晨，这倒霉侄儿怎么跑过来了？我的这份早餐，林音，脸晶晶的五夫胃口比常人大，这种饭量只能半饱，分大哥一只肉包好不好啊？不要！果然，别急嘛，大哥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的肉包放在你这里，那这4个肉包是不是我们都有份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平分呢？我原本的，我的加大锅的，大锅成交！真棒！你2个包子，大哥2个包子，然后大哥再送你半根油条，那你是不是赚了？哎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闺女？娘儿，终于出来了。娘儿，好端端的关房间里做什么诗啊？年儿，莫理会外人的风言风语，赶紧吃早饭。许新年又在头疼作诗的事了。许新年走的是儒家修行之道，他在读的云麓书院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地。云麓书院的开派祖师是圣人门徒，是仅存的可以修儒道的书院。许新年的开窍镜属于儒家体系的第9品，能增长记忆力，学习能力加强，但悟性依旧是障渣。辞教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到第8境修身境啊？暂无头绪，师长说要自悟，可以参考开窍镜。你开窍镜是怎么修成的？将圣人经典倒背如流，化为己用。那不就是背书吗？那修身境的话，是不是得锤炼体魄？这人好烦！我正在试着从修身境体现出来的能力反推行之法。那有没有成功呢？母亲，书院里一位长辈出事了，我们学子明日要为他送行赠诗。这样啊？不是假装听不见。我还没写出来送行诗。唉，二哥没有诗才。别胡说，你二哥才华横溢，诗词之道没放心里罢了。嗨，随便写几句呗。你那天脱口而出的诗便很有气魄呀。那位长辈是名满天下的大儒，极善诗词。除了对长者的敬仰，其实我也存了结交人脉的想法。若能让那位前辈赏识，益处多多。可以呀。心高气傲的许新年终于意识到 PY 交易的好处了。我当初若能结交这位文坛前辈，或许就能救你们逃脱大牢，不至于求救无门。你外祖父也如你这般，
只会写文章，毫无诗词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父亲的错喽。今年能考上举人，全是我李家的功劳，因为他随我。是。娘亲，我还要吃包子。你看看林莹，就是随了你，至今都没启蒙。现在照你这意思，是说我许家基因笨喽？你当初要是读书的料，也不会去学武，连字都写得歪歪扭扭，更别提写诗了。没话说了吧？写诗是吗？今日就让婶婶知道，我许家个个都是人才。宁燕，读书人的事儿我们就别掺和了。别学你大哥啊，一天就知道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真说是，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不错，身手又进步了。二叔过奖，但是要想再进一步，只有找炼神境的高手帮你开天门，晋升8品炼气境才行。哎，我在山海之役中积累了战功，才换来军中高手为我开天门，踏入炼气境。回家第2年便有了新年。如今世道还算太平，你连积累战功的机会都没有。二叔，你想说什么？还说了一堆。二叔想看你成家，娶妻生子。从古至今，长辈对我没说的话总是如此相似。除了靠积攒功勋，还有另一种办法：砸钱。侠以武犯禁，因此朝廷对武夫数量严格管控，明文规定，炼神境的高手不得私下为任何人开天门。然而，如今大凤官僚风气极差，贪官污吏横行，因此仍有不少炼神境高手会在黑市上交易。我想办法赚钱，便是为了用银子代替功勋。鬼子，我有这铁棒有何用？老爷，你今天休沐，带林英和林月出去逛逛吧。爹爹，逛街街，逛街街。我约了同僚吃饭，待会儿就要走了。宁燕，你带他们出去玩吧。大哥出去。好啊，正好闲来无事。话说回来，不知道小老弟那边怎样了？子阳先生终于出山了，若能得他赏识，将来我们必定官运亨通。好好抓住这次机会。是啊，一点没错。这首诗我准备了好久。哎，四舅，你准备好诗了吗？潦草准备了半首，剩下半首呢？我啦！永叔，你太过于功利了。这不是功利，学海与宦海一样，苦作舟，钻营为桨。永叔说的没错，而今官场腐败，虚实内和贪官愚弄百姓，连逆停待。我想改变局面，现在就得活络些。一群只会媚上欺下、玩弄权谋的小人。是啊，200年不到，就把天下祸害成这般模样。唉，终究还是被人挤出官场了。云麓书院作为儒家圣人大弟子开创的学院，一直都是儒家正统。200年前，因为争国本事件，被当时的皇帝所厌弃。云麓书院的一位先生趁机自立门户，成立国子监，取代云麓书院成为了朝廷官员的主要输送机构。儒家正统之争也因此延续了200年。我此去是为云麓书院开疆扩土，奠定官场根基。但想重振书院往日风采，需要我等齐心协力，更需要优秀的年轻人。诸位学生，有没有人愿意赋诗送一送子阳居士啊？博得头筹者，可得我随身玉佩。学生朱退之
愿赋诗一首，为子阳居士送行。天哪，子阳居士的玉佩，随身玉佩。学生愿赋诗一首，为先生送行。学生愿赋诗一首，学生也有诗一首。至尊王爷，当初的儒家在各大体系中立于不败之地，然而到了现在，怎么回事啊，小老弟？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呀？先生，我有一诗。喂，回来！你出来做什么？你小子！学生辞旧，有一诗为子阳居士送行。这是许辞旧，我的学生，兵法策论出类拔萃，是个可造之才，但是个不会作诗的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天下谁人绝世之师君？好诗，绝了！后半句呢？此诗只有半阙。你们是人吗？哈哈哈，无妨无妨，半阙已是惊为天人。张兄，你这学生不错。虽是半阙的七言诗，但大放如今诗词衰弱，这首诗定会名声大噪。许辞旧，这诗可有名字？别问了，这诗是我有感而发，名字你就将就着想吧。没有。莫急莫急，这首诗既然是为我送行的，那老夫替你想一个。真羡慕。那就叫岳阳亭送杨公之轻舟。学生赠诗，诗名当以字或号代称，只有同辈好友才能写明。全凭先生做主。我陈老贼，为了杨明已经不要脸了！你个臭老头！此诗并非我所作，乃另有他人。什么？如此？是谁？是我们学院的吗？是家兄。怎么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？不光是你，我也没听过。你听说过吗？不好，我被粗皮老爹影响了，我不该把粗皮老哥说出来的。读书人是骄傲的，大家若知道大哥不过是一衙役，要出绝品西域，我们算什么？家兄在家苦读经典，不在云麓书院和国子监。性格寡淡，不喜名，不喜功，只愿好守穷经。如此气节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哇，这就是紫玉佩吗？如此大才，不能明珠蒙尘啊！陈青、景言，你们觉得呢？快走，赶紧走。这徒弟我收定了。辞旧啊，老夫忽然起了收徒之心，今日索性无事，带我去见见你的兄长。辞旧，看在咱俩师徒之情，想必你哥将来再做一首，比如无师张慎之类，甚好。兵法不是主流，别祸害人家了。棋道就是主流了，还不是输不起，在魏渊手里无一胜绩。老贼，你闭嘴！老夫向来爱惜人才，这学生老夫收定了。老匹夫，你那是爱惜人才，你那是铲他尸残。我吃老贼，信不信老夫浩然正气战死你？来呀，好像老夫没有似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和大哥一起出去逛街。自从顺银案后，大哥和我们关系突然改善了，不像以前那般冷漠了。
我忽然想到一条生财之道，我可以改良衣服，让你们的衣服更加勾人。估计我会被我们斩首吧。姐糖葫芦，糖葫芦！家里刚遭逢大难，钱财耗尽，姐姐身上没钱了。大哥也没带银子，不过很快就有了。来了，捡到银子了，吃糖葫芦！真不科学呀！恰好是勾栏听取的钱，难道我天天破勾栏是天意？不管了，先用了再说。3串糖葫芦。好嘞！大哥，我要内串大。找回您的铜板。大哥，谢谢。大妹妹长得真养眼呢。大哥，你的糖葫芦甜吗？刚刚不是才给你吃吗？你想吃啊？大哥怎么知道？糖葫芦吃多了，嘴里可是会长虫儿的。会长什么虫啊？白白胖胖、浑身油腻的虫儿。那一定是很好吃。拿走拿走。谢谢大哥。老爷，在下说，小主人上来听曲儿啊！大哥，楼上的娘子们好漂亮呀！上来玩，快来！老爷，人家都想你了呀。进去也得支付2钱银子的酒钱，便宜的大概5、6钱，贵的要1、2两。大哥，娘子们是做生意的，当然要穿得漂亮体面些了。他们做什么生意呀？哎呀，那边的鱼丸店好像不错，我过去给你们买吃。等我，我要2。子健，大哥真好。啦，今日无事，勾栏听曲儿。来了，大哥给你们买了鱼丸。你们干嘛？大姐，小娘子要去哪儿呢？别走啊，小美人儿，你走不掉的。来陪我们公子玩玩呗。不准欺负我姐姐！吵死了！没见奶的小屁孩儿！让我拿你踩扁！混账，都对付你！公子，没事吧？公子怎么样了？公子没事吧？都散开！这是血。别怕，大哥在这里，没事了。哥，林一，我的马呀！这可是我最心爱的宝马呀！林月，带林一去长乐县衙门敲鼓，就说是我让你去的，然后让王捕头派人去御刀卫朱百户家请二叔，在皇陵街。快，就是他！大哥小心！怎么了这是？这怕是惹到公子哥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小心引火上身。是你杀我的马？是我还想杀你。血蹄乌龙标，军中副将级以上地位才能骑，相当于现代的兰博基尼。在古代能开得起兰博基尼的，那绝对是1级的官二代。能打败官二代的，只有官二代。在下许仙安，御刀卫百户许平志的侄儿。方才2位是我妹妹，不知道他们哪里得罪了公子，我为救幼妹，才误杀了公子的爱驹，许某定会赔偿。许平志，是丢了睡银那个？正是。废了他，留口气便成。为忍经初起，到奈何不了我。走，司命佳期。这撒混
机器。哼，姓许的，下跪磕头喊我2声爷爷，本公子饶你一命。虽然他们会合机器，但我可是炼精巅峰。爷爷，太奶奶的滋味很不错。杀了他，一口气也别留！该我了。有人！我可知我管你是谁！我欺负我妹子，都不可饶恕！不然都别动！不然，你们都别动！好，很好，我也教公子一个道：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让开！衙门办事，谢大人等统统离开！混账东西，竟敢在长乐县当街斗殴，给我统统带走！是，别动，都别动！你们抓我做什么？还不快放开我！你们可知本公子是谁？给我安静点！那王八犊子身份不简单，你想好怎么解决没？我没有选择。哎呦，这不是周公子吗？周侍郎可好啊？此人当街行凶，还想杀我，速速将他拿下！周公子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混账东西，连户部侍郎周大人的公子也敢打，你有几个脑子啊你？许七安，你这次糊涂了呀！周公子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家人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他一个小人物计较啊！他居然是户部侍郎的儿子，在大凤王朝官场，一位官员的能耐有多大，看的不是品级，而是背景和权力。一二品官员很多，但真正站在权力巅峰的其实就一小撮人。6部的尚书和侍郎就在此列，就算是二叔，一个御刀卫的百户，在户部侍郎面前，我不配，什么都不是。打了户部侍郎的儿子，这事闹大了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你不抓他是吧？我自己来。别，周公子，把这小子给我抓了！是，走了。谁敢在县衙内施暴，扼杀勿论！姓朱的，你敢斗我的人？周公子不要误会，本官只是还有程序没有走完。本官这里收到一份送书，雨灵月状告公子您纵马行凶，霸凌良家女子。哼，我当什么是？纵马行凶？我伤到谁了？霸凌良家女子？我有动那女人一根手指头？那也许是他认错人了。许宁燕，我尽力了。老朱，你别怂啊！头儿，兄弟，我们今天再见难逃了。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你说，你先借我1两银子。你要来做什么？头儿，你现在骑马速去我家，到我床边的柜子里取一本书，一本蓝皮书，千万别拿错了。你拿了书之后，立刻去司天监帮我找一位叫采薇的姑娘，帮我捎一句话：许七安有难，速救。等等，司天监那地方当是我这种人能去？不行，我就知道。头儿，我要是出了事，这些银子可就没人还你了。你西安，老王，靠你了，我的勾栏知己。你谁啊？滚出去！周公子，我刚从林月那里了解了，此事能了吗？我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徐百户好大的官威呀！
完了，居然来了位！怎么，我家公子要是不罢休，想血溅五部？练神境的高手，7品练神境，比我高了2个品级。您是？不敢，老夫只是州府的一个老奴罢了。老前辈客气了，这事儿都是误会。经查在即，大家以和为贵啊！老前辈，您觉得呢？谁不知道宰相门前7品官呢？只是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还影响不到老爷的经查。况且州府向来以德服人，一切以朝廷规章制度办事。刑部缉拿人犯，闲杂人等退避，若干涉，同罪处置。哎呀，这位公子，本官问你，人犯在何处呀？把这狗东西给我锁了！拿下！大人，我侄儿何罪之有？本官身为刑部郎中，向来秉公执法，有没有罪，本官自有定夺。带走！你们别说了，陈叔，我要你小子死！老奴会办妥的。我要告御状！可恶啊！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没用的，你一个御刀卫百户，既见不到圣上，也没上奏的权利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赶紧去找辞旧。他是云麓书院的举子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云麓书院虽然在官场备受打压，但在那里头的可不是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那是一群圣人门徒。许新年之所以能在税银案中免于流放，靠的就是云麓书院的那群人。毕竟他们不但擅长以理服人，更擅长以理服人呢。司天监的监正大人关心象定立法，是可以与天上的仙人沟通的谪仙人物。而且司天监的炼金术师为百姓造福，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敬仰的神仙。神仙住的地方没人敢来，除了我。上千道的许宁燕，再找找看有没有顶替的。上面记载的材料现在可不易寻得了。哦，你是何人？来这儿干嘛？我是长乐县衙门的捕头。啊，又失败了。宋师兄，连你也不行吗？瞎说！宋师兄怎么可能失败？宋师兄这是在为无数次的失败做总结。只要宋师兄能吃透其中奥妙，咱们司天监就又多掌握了一项本事。宋师兄加油！是失败了。若能与创造炼金术的天才结交就好了。宋师兄，宋师兄，这里啊！刚才有个捕头来找采薇师姐，有一位朋友让我把这本书捎给采薇姑娘，他说许七安有难，速救。许七安，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啊。这字儿简直丑出天际了。等价交换，爱德华·艾尔利克，是暗号还是某种炼金术领域的暗语？这是在教人踏入炼金术的领域。哼，狂妄至极！炼金术一直都是言传身教，口口相传，天资愚钝者30-50年都一事无成。司天监至今都没有一套正经的教科书，我就不信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宋师兄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他在看这里是什么？怎么看得浑身发抖啊？师兄又在思考什么令人无法接受的炼金术了吧？是啊，去年他试图把猫的血肉炼化成术，这样的话，砍掉猫的头也能重新长回来。但被监正老师关禁闭了1个月。宋七是不会放弃的。啊，
银子的炼制方法，这水银关键的一步，真相就在后面了。没有啦！许吉安有难，速救！我知道了，这是一个交换。诸位师弟，听我说，这是一个让司天剑飞速崛起的机会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。炼金术或许会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。那次可真惊险！辞救！辞救！爹，事态紧急，你听我说，你大哥他现在被关入衙门，刑部监评。大哥被押去了刑部。老师，慕白先生，家兄有难，请老师和慕白先生出手相救。是那位写出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识人不识君”才子，岂有此理！啊，辞旧，你兄长的事就交给我吧。你与你老师先回学院。闲杂人等不要多事，我学生的事我会处理。这个时候就不要斗嘴了呀！老师，慕白先生，家兄已经被带去刑部了，请速去，事后生变啊！先不跟你吵，关窗救我弟子要紧。此乃千里良驹，能日行千里。这弟子老夫收定了。咽下去！我这马又大又壮，但是千里驹，它还有6条腿。先走一步了。无耻老贼，哪有6蹄的马？嘿嘿，我说有就有。那我这匹马有8蹄。哇！无耻老贼，非要跟我抢弟子是吗？我这马车轻如薄纸，随风而飞。喂，老贼，你过来呀！竟如此无耻之人！我的马车，喂，夏云。读书人可真能吹牛啊！这不是吹牛，这是儒家五品德行。他还有另一个名字，来自监正大人酒后的嘲讽，儒以文乱法。根据京城衙门的案牍库资料发现，权贵欺男霸女的案子数不胜数，但这些事还没传到皇帝老儿的耳里，便被压下来了。他们只是想速战速决地解决我，再以全家的性命逼二叔忍辱负重。这样就算在京察期间，他们也不怕被政敌攻坚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一直以来都想错了。中产阶级固然过得滋润，但一旦惹到那些大人物，便万劫不复。想要活出人样，我得拥有权力和力量。喂，死出来！该吃断头饭了！发生了什么？孙尚书可在？陈继兄、景言兄，你们到我刑部何事？刑部今天抓了我一名弟子，叫许其安，劳烦孙尚书放人。抓了云麓书院的学生。在本场上，国子监将云麓书院打压得抬不起头，因为国子监是朝廷公办学院。大人，您是力道如何？但云麓书院掌握着儒家修行体系，并不是让人随意揉捏的软柿子。云麓书院的这群老东西
是出了名的护短，除非他们口中的弟子真的作奸犯科，不然我们刑部的人谁敢主动去找茬？少主大人，外面来了一群4天界的白衣，硬闯衙门，我们拦不住。尚书大人，我们来刑部是要一个人。谁？今日刚被刑部无故捉拿的许七安。又是许七安，这人到底何方神圣？迎来云麓书院的大儒就算了，怎么连监正的弟子也来了？毕竟在大奉，没人愿意得罪监正。即使是自诩儒家正统的云麓书院，被喝醉酒的监正嘲讽以文乱法，也得捏着鼻子认。奇怪，西南文书里没有许七安这个人啊。是，许七安是谁啊？对了啊，睡营破案呢，就是许七安。他一介武夫，怎么和儒家还有司天监扯上关系了？没有，谁去抓的人？我好像记得是黄老中。大人，事出突然，卑职没来得及去缉拿文书。周公子派人递交送书，说有贼人当街殴打他，还说要让他血溅5步。妄信！卑职就决定先将人拿下，免得前途。敢在术士面前说谎！圣人曰：“君子当诚。”我说谎的我真是卑鄙无耻！周公子要找死许七安，要让他死在刑部大牢，以泄心头之恨。我想问周公子一个人情，说出来，收服了。卑鄙无耻！本官定写折子弹劾你！传我命令。当街行凶，对方还是户部侍郎的公子。我如果签字画押了，刑罚最轻的都是流放。但这姓周的随便运作一下，判我个菜市场斩首都有可能。姓许的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先画押，再受刑，还是先受刑，再画押？整死我！哎呦，这表情真是吓死我了！陈叔，万一他又要血溅5步怎么办啊？少爷放心，一只蝼蚁而已。这下可不妙！天界的凯洛姑娘怎么还没赶来救我？你们说我明明写的非常有诱惑力，不可能啊！再不来救我，我真就要废了。对了，听说你自幼被二叔许平志养大，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！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是你们一手策划的。在认罪书里加上这一条。好嘞，现在重写。他查过我。这里是刑部，不是户部。周公子想审犯人，回户部审吧。你谁啊？敢打扰本公子？如果户部也想管刑狱的话，你什么口气？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？刑部孙尚书传令，即刻放人。终于来了。你该庆幸没有对我用刑，看来有必要给你们重新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监正新收的弟子。监正的弟子？怎么可能？许七安见过几位师兄？师兄，这人在说啥子？啊，奇怪，那个对音小美人怎么不在？书是你写的？正是，但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。等离开了刑部，师兄想问什么，一面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孙大人，司天监的人怎么？他们是直接来问我要人的。不是吧？他真的是监正的弟子？尚书大人，那2位大儒，那2位也是来要人的。你就是许七安？老子文武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可是你写的。晚辈拙作，让前辈见笑了。晚辈许七安，字宁燕。事情既然结束了，我们先离开刑部，跟我回司天监！快！好，这是学生这么做，必须拿下。终于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处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在刑部动手？孙大人，快拿下这贼人呐！书救我！拍死我！当着我师兄们和刑部诸位大人的面，当着2位大儒的面，赶紧拍死我这只蝼蚁！果然，在这里，只有官二代才能对付官二代。这，千万有没事啊！这，不知老师他们救出大哥没？二叔，宁燕，你没事吧？可吓死老子了！让二叔担心了。哼，谁担心你了？多谢老师和慕白先生相救。慈九啊，你大哥如此识才，怎么就做了衙役呢？大哥觉得呢？这个，无妨。宁燕啊，有没有兴趣来云麓书院修儒道啊？好家伙，认识不到2刻钟，宁燕都叫上了。那家伙可以败在老夫门下啊！这俩演的是哪一出啊？慈舅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不说是。承蒙2位前辈厚爱，宁燕虽修武道，但学海无涯，前晚辈读书确实有天赋。我若去了书院，必定后来者居上，超过此境。别自恋了，老师与慕白先生看中的是你的诗词《绵阳亭送杨公之轻舟》。踩雷了！没想到他们收徒看中的不是我一表人才和人品坚挺，而是伤我的事。这2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呐！多谢2位先生抬爱，宁燕一心向学，就却之不恭了。恰好近日突发灵感，酝酿了几首好诗，等了却眼下这桩事，宁燕定到云麓书院拜访2位老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2人就在云麓书院等你了。你一定要来啊！好。对了，慈舅啊，你1年来迟迟无法突破到修身境，回去把圣人语录抄300遍，最后给我300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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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0遍。为师就先回去了。300遍！哇，前辈好厉害的样子！这老贼故意在我徒弟面前炫技。老夫3寸之内不属于此地，属于城门口。师兄，
这两位大儒是什么境界？听年儿说是儒家五品德行。德行境，只要我牛皮吹得够大，世上就没有我做不到的事。德行境能规范人的行为举止，用言语操纵他人。此境最核心的能力是初步掌握了言出法随的真谛，能一定程度上篡改事物的规律。因此，它还有一个名字：以文乱法。真令人羡慕啊！各大体系都有神意，只有武夫好勇斗狠。所以说武夫都是粗坯。二郎，大哥有一事相求。说。他日，二郎到了德行境，我需要你对我说，大哥的貂蝉在哪里？哦，大哥的貂蝉在腰上。武夫都是粗坯。宁愿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似乎有点厉害。我们站旁边很久了。好的。观星楼作为京城最高的建筑，其建造所耗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是大凤王朝一年税收的1/3。它由司天监的炼金术师与工部联手设计建造，耗时12年，天底下独一份。凡是第一次见到观星楼的人，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奇迹。可是，你明明是第一次来观星楼，怎么你的样子并不惊讶？因为我见惯了高楼大厦呀。难怪我二叔常说我自幼心有静气，常常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这也许就是天赋吧。很好，只有这份静气才配与我宋清谋士。这人说的什么意思？许谦，你怎么又惹事了？你之前不在观星楼？我到长公主那儿打秋风了。你好像还没吃饭。宋师兄，你带他回去吧，等他吃饱了再送回来。我仿佛看到了许灵英长大以后的样子。话说税银案已经结案了，你知道是谁调包了你二叔的税银吗？我只是一个小捕快。换掉税银的是御刀卫的千户陆昌之，还有户部的主事郑欣。所以户部侍郎周显平是他们的靠山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姓周的听到我的名字后，他心里要置我于死地。因为我破了税银，换了他老子的大事，为了他，我有口气免他。也许今天发生的事，本来就是他蓄谋已久的。户部周侍郎的府邸在内城，徐府在外城，两地相隔遥远，姓周的偏偏遛弯遛到徐府附近。姓周的既然调查过我，走，那他肯定认得林月的长相，还陪我们公子调戏良家女子是演戏，真正的目的是找茬。借由这个理由整死我。虽然经查临近，但整死一个微不足道的虚吏，难不成还能撼动堂堂正3品的户部侍郎？看来，自从我破了税银案的那天起，我就已经得罪了户部侍郎。亏得我还想着远离皇权，当一个妻妾成群的富家翁，过着枯燥朴实无华的生活。要不是二郎正好要送诗给学院长辈，要不是我前些天忽然心血来潮，凭着记忆写了一点化学知识，我现在可能已经凉了，甚至连自己被弄死的真正原因都不知道，只当是惹到了纨绔二代。但这接二连三的巧合太奇怪了，是运气。采薇姑娘，你会忘气？我会。8品术士叫忘气师，忘气术是我们术士最基础的能力，后续的种种神意都建立在忘气的基础上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术士的9品不是忘气师，而是医者吗？总不会是你们术士都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吧？世间万物都有气数，其中以人为最，人生8苦、7情6欲都是气数。医者救死扶伤，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人的生老病死，久而久之，便会诞生出一双
可以看穿气数的青铜。我就喜欢这种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姑娘。那你能看看我的气数吗？什么意思？被望气术盯着的感觉很不舒服。气柱淡红中夹杂着黑气，什么意思？红色代表你是吃官家饭的，但色泽偏淡，说明你是底层蓄力。黑气则是厄运的象征，这点你应该深有体会。难道就没有其他颜色，比如象征天命之子的颜色？你这话在我面前说便好，若被有心人听了，就是大不敬之罪。除了皇帝，没人敢自称天命之子。大不敬也就算了，这人哪来的底气？或许我的欧皇体质与气数无关，他看不出来，也有可能是段位问题。就是这样。又想偷吃，我吃饱了再给你吃。哈，吃饱？这面桌子都被你干掉一半了，你的肚子是黑洞吗？对了，户部侍郎如今处境如何？前些日子弹劾周侍郎，但折子被陛下压下来了。至于调换税银的那2人，他们畏罪自杀了。所以是你证据了。趁现在再打听点大凤朝堂的事。采薇姑娘，我还想问一下。好烦呀！我们司天监不过问朝堂之事的。好像打击到他当老师的自尊心了。那换一个问题，那你这一桌花了多少银子？我给了店家4两银子，他找回我1两3钱60个铜板。那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原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会算数呀。嘿嘿，给你吃。你这菜的味道一般哎。瞎说，这家醉心居是南城那边最好的酒楼了。我吃过更好吃的。你有空来我家，我做好吃的给你。好。接下来的是过去无数次都卡住的环节。最后一步。屏住呼吸，屏住呼吸，要屏住呼吸。成功了！道歉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次终于成功了！成了！师兄，教教我们。许宁烨，你知道原因？天死了！那天采薇姑娘一次就令我加盐，就是走了多水运。因为有我在身边，并且涉及到了我。你们这个问题不该问我。作为一个成熟的炼金术师，我想你应该能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。问题的关键？前面的步骤明明都没有变，真正改变的应该是……我懂了，许宁烨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炼金术天才。你虽然没见过我们之前的失败，但你早就知道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了，对吧？不，我只知道你思想渐渐敌化。关键是师兄，你懂了什么？是雷击的强度。原来如此。没错，我把它命名为电压。电压？电压是什么东西？电压又叫电势差或电位差，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。那便换个说法，电与水流是一样的，它会向着低点流动。这杯子里的水倒在谁身上都没事，但如果是一挂瀑布，人置身其中，就会被水的冲击力击断骨，甚至失去生命。电也是如此，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电压。原来如此，这也是写在那本炼金秘籍上的。问得好，没错，那本炼金秘籍只有我看过研究过。我让人送来司天监的笔记上的内容，不过是沧海一粟。
那本炼金秘籍不但记载着知识，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炼金术。而我决定将炼金秘籍分享给司天剑。但是永远不要忘记，炼金术的原则是等价交换。没错。那你想要多少银子？粗俗，炼金术岂是银子可以衡量？不要钱才是最贵的。真是个娇滴滴的小娘子啊！许小姐莫急，徐百户大人会救出宁燕的。锦州的简直是仗势欺人，我看他简直不是人。宁燕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对，宁燕是个值得让人尊敬的人。尊敬？万不腾，能与我说说关于我大哥的事吗？像我们这种当差的人，手底下哪有干净的？不对普通百姓出手，就算有良心了。至于那些富商，向他们捞油水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他不会，平民也好，富商也好，从不去敲诈勒索。前阵子考虑到许家遭逢大难，我决定带他捞一笔。他笑嘻嘻的答应。事后我分了5000银子给他，收好了，谢谢他。可他后来悄悄还给人家了。门口有银子。奇怪，刚刚谁敲的门？要说他懂事儿吧，水至清则无鱼；要说他不懂事，又很会来事儿，和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，所以他出了事儿，大家都难受。万般见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我从小就崇拜二哥。无以悦吾，你二哥是许家唯一的读书种子，是将来的顶梁柱。二哥还在4年修为，考中了举人，我更崇拜二哥了。直到水银案全家入狱，大哥在绝境中为全家开辟出了一条生路。以及最近发生的种种，我才知道这个大哥是何等的可靠，并超越了二哥。月，爹，二哥，爹，二哥，宁燕没事了吗？我请了老师，还有慕白先生，以及司天剑的白衣。什么？难怪司天剑的白衣也在那里。啊！二哥认识司天剑的白衣？虎父无犬子，虎父无犬子啊！令郎天资聪颖，不但得到云麓书院的重视，还与司天剑的白衣们有交情往来，前途无量啊！嗨，毕竟是我许平志的儿子。你们似乎误会了，前途无量倒是没错。慕白先生不是我请的，是大哥自己的关系。司天监的白衣我也不认识，同样是大哥自己找来的。哦，是大哥，大哥他真的越来越神秘了。这里奇怪的玩意儿挺多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项伟大的实验，它的本体是猫，我试图把它和树木融合在一起，让它获得断肢重生的能力。本来都马上成功了，但还有个致命的弱点，是心脏无法重生。它也彻底变成了树木，不会动，不会思考，只能养在水里。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？你是魔鬼吗？啊，你也觉得有问题？我只是觉得你走错了方向，因为我也思考过这方面的炼金术，但我把它命名为杂交技术。杂交技术，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做起，杂交同类的物种，比如把2个不同品种的猫杂交，让它们生下全新的物种。
也许会产生全新的优良的品种，也许会是反向的。但这正是炼金术的魅力，你说呢？你刚才说炼金术了？你刚才说炼金术？我认为炼金术不仅限于没有生命的物体，生灵也是炼金术领域内的，所以我改变了这只猫。但老师不同意，生命不在炼金术的领域之内，滚！为此，他还把我关禁闭了很久。老师，我不服！见证大人干得漂亮啊！如果你想反驳见证大人，又不想关禁闭的话，你可以从植物方面入手。植物也是生命，但性质又减轻了许多。我在炼金古籍上看过一种与你想法不谋而合的炼金术。哎呀，你继续说呀，宋师兄，这里的玩意儿挺不错呀。我记得炼金术不变的原则是什么来着？我送你3件礼物。宋师兄是个爽快人。以你现在的炼金境水平，我觉得这件物品适合你。在偷袭的情况下，它能击破炼气境5夫的护体真气，但不包括炼气境巅峰。啊，这把军弩最珍贵的地方是，它刻了阵法。阵法？阵法会增幅箭矢的威力，对炼神境高手造成威胁，但只能使用3次，之后阵法就会消散。这是法器？法器是大凤王朝独有的武器，也是大凤王朝敢自居天下正统的底气。这么看来，法器与司天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也不算什么秘密了。你知道4品术士叫什么吗？我连自己5夫体系的第7品是什么都还不知道。是阵师。炼金术师炼制出的东西都是凡物，阵师在其上刻制阵法，它变成了法器。哦，我懂了。布置9品药师是在为8品旺气师打基础，8品旺气师为7品风水师打基础，但7品风水师却与6品炼金术师毫无关系。其实6品炼金术师是与4品阵师是相辅相成的。炼金术师炼制出强力武力，阵师加工成法器。术士这个体系有点东西啊。难怪见证大人在大凤的地位如此崇高，这酒不错。我一定要把楚采薇泡到手。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想在这冰冷的社会里收获一份真挚的爱情。第2件护心镜，它可以抵挡5夫炼气境高手的攻击。最后一件蚀骨灼心，把毒药涂抹在剑矢上，能要了炼神境高手的命。这3件东西我都很喜欢。那这种炼金术叫嫁接，和我日记里的发财实验一样，理论知识比较丰富，但实践能力，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实践的人不是我。假如宋清失败了，那也是他自己能力弱；假如成功了，这就是嫁接，功劳全是我的。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一本炼金古籍，神书啊，简直是神书啊！今天收获不错，我可以用其中一件法器到黑石上换取开天门的报酬。果然，白嫖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快乐源泉。明天公兰听曲儿去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。望苍天，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？那3人好凶啊！下次还是不要唱歌词这么狂的歌了。
道理是这么个道理。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这地埋不了我的心，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，我要那诸佛烟消云散，及时行乐。魏公。是。魏公，老师喝多了酒，正在午睡，还得请您在茶室等待片刻。方才登楼时，偶遇一个有趣的年轻人，似乎不是司天监的弟子。哦，他啊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，不过挺有趣。打更人这个组织从事刑侦、逮捕、审问等活动，同时参与收集军情、策反敌将等工作。它不属于六部，也不属于军事系统，它是皇室的情报组织。打更人凶名赫赫，在文武百官眼中宛如虎狼，整人不需要理由。大封的所有官员都听说过一句话：白天不做亏心事，晚上不怕打更人。万一许明也无意中惹了他，有趣？怎么个有趣法？天才，一个炼金术的天才。如果他没有走错修行之路，如果他拜入司天监，史书上会有他的名字。哼，天才。夫人，昨天我去找大郎，发现他没有冬衣，穿的还是秋衣呢。你想说什么？也给大郎做一件冬衣吧。休想！那小兔崽子逮着机会就气我，我给他做衣服，儿都没有。人天来家里吃饭，也不知道补贴点家用。大郎的俸米不是给府里了吗？就他那饭量，也就看看自己够。羊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老话说的真是半点没错。干嘛？出事儿了！娘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凌音只是睡着了，你送她回房睡觉吧。怎么出去一趟就这样了？还有宁夜，他没事，他已经从刑部出来了，这件事暂时算是解决了。这回要不是大哥，我们就危险了。他脾气是倔了些，可对待家人也没差过。要换成一般人，为什么这么拼命？你老是瞅他不顺眼，觉得他习武花的银子多，还觉得他说话不中听，老是和你作对。可你曾想过，他寄人篱下20年，就真的那么好过了？他心里就不敏感吗？大哥，要是宁燕真的回不来了，你就真的不心疼？我母亲，母亲虽然总是一口一个吞金兽、倒霉货的称呼大哥，但其实母亲终归还是把大哥放心上的。啊！毕竟养了大哥近20年，也养出感情来了。换成是你儿子陪着，这次说不定连他也一起被掳走欺负了，绝对会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鸡腿，好多的鸡腿。绿娥，把老爷和二郎的冬衣各缩减1件。等大郎回来后，量一量他的尺寸。嘿，夫人改变主意了。在你眼里，我是那种刻薄的婶婶吗？你是啊。你说啥？救命啊！
我又要开始写日记了。冬月16日，这是个值得铭记的一天，因为我终于决定放弃有钱人朴实无华又枯燥的生活。生活如此艰辛，我需要权力，需要武力。对此，我有3个想法：一，改变修行路线，走儒道。只要把2位大儒舔舒服，相信他们会鼎力支持我，比我自己在武夫道路摸爬滚打要好很多。唉，别人穿越用诗装叉，而我是用诗词做浆，可能这就是欧皇的与众不同。但缺点是，又要回忆起被高3生活所支配的恐惧，而我未必是读书的料。2，努力一把，把飞天剑的采薇姑娘勾搭到手。有了见证大人撑腰，我就算不努力也能过得有滋有润。缺点是我可能会告别3妻4妾，告别勾栏听曲的惬意生活。这牺牲有点大呀。3，把司天剑得到的法器卖出去1件，换取开天门的机会。缺点是炼气境依旧斗不过户部侍郎。目前还是先抱紧司天剑和云露书院的大腿，再谋划后续吧。我有预感，睡莲案的风波不会就此结束。你说什么风啊？我在练武呀，大姑，你是在挑衅我吗？练武？可能是早上经历的事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阴影。这个5岁的孩子觉得自己应该学武。我是啊，挑衅你怎么了？爹爹说人争一口气，武夫也是，这叫做尊严。对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吵死了！给你一根鸡腿，算你输了。好的呀。你的尊严呢？大姑，尊严是什么呀？有前途啊。尊严啊，就是好吃的鸡腿。对于今天下午的事，你们怎么看？啊，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你想说那个周公子可能还会报复？不会，若是平常也就罢了，但今天有云露书院的大儒以及司天剑的白衣出面，我料那个姓周的不敢再搅风搅雨。但我今天在司天剑得到一个消息，睡银案的幕后黑手是周侍郎。这么看来，今天发生的事并非偶然，而是周丽刻意报复。可以，不愧是能考中举人的读书人，脑子很好。如果今天这里只有二叔，是兄弟就跟我去砍人。二郎有什么看法呢？哼，考我，当然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小样，可以呀。没想到许辞就会说出这种杀伐果断的。骚气里无知又狂妄的想法，别说你区一个举人，你就算中了状元，也惹不起户部侍郎。爹，我真是你儿子吗？我觉得二郎的想法是对的。我们得罪的不是周丽，而是户部侍郎周显平。周丽也许不敢再打击报复，但是户部侍郎呢？我们不但坏了他的好事，还打伤了他的嫡子这笔账。只要是个有烟火气的人，就绝对没道理忍。况且，徐府在周侍郎眼里，与蝼蚁何异？不妥，我们斗不过周侍郎的。宁愿你结识了司天剑的白衣，新年是云露书院的学生，靠这2层关系，只要我们安分守己，便没人敢招惹。二叔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司天剑的白衣不插手朝堂政事。睡银案时，我不也是云露书院的学生？今天大哥能回来，是因为周丽不占理，手段太低级。但如果是那周侍郎出手，再来一次银睡案，合理合法的让许家满门抄斩。司天剑和云露书院，难不成还能为我们劫狱？为了我们对抗大奉律法？可是，
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对付户部侍郎？堂堂正三品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个淳朴的穿越者。怎么办呀？二郎觉得呢？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：税银被劫，皇上雷霆震耳，现在是对银子很重视，理当会严惩分。那两个瘪犊子不是畏罪自杀了吗？闭上你的嘴！我能想到的是2种可能：一，户部侍郎背后还有靠山；二，皇上有所顾虑，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。大哥说过，户部给世珍弹劾周侍郎贪墨国库钱粮，那他为什么没有弹劾另一位侍郎，没有弹劾户部尚书？难道周侍郎的政敌在对付他？老师说过，从古至今，帝王术的核心永远是平衡。皇上没有动周侍郎，说明这事。帝王心术放在平时或许管用，但眼下京察在即，要是能抓住周侍郎的把柄，就有极大的可能把他干掉。京察是组织，就算是皇上也不能放弃。儒家的屠龙术核心就是理智2字，所以周侍郎的政敌不会就此罢休。屠龙术，这还是那个粗皮的快手堂哥？别乱想，我只是古装剧看得多。那大哥觉得应该怎么做？你还是不肯服输啊！周侍郎为什么要制造税银案？肯定不是贪污，因为贪污随时都可以，何必顶着京察的风口浪尖？除非他急需一笔银子，需要这笔钱来填补窟窿，而填补窟窿的原因，正是为了应付京察。所以我们要找出周侍郎贪污税银的真正原因。所以我们要破案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要记录这件事，让姓周的无所遁形。嘿，我许平志也不笨。父亲是觉得以你御刀卫百户的身份，可以接触户部的卷宗，可以堂而皇之的查户部侍郎。当然不可能，多谢耳熟能雷。那大哥觉得该怎么办？驱虎吞狼，对付周侍郎的主力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至于怎么做，我还没想好。大哥说的还算不错。再退一步，我们不用去对付周侍郎。堂堂3品大员，心机手腕都有，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对付，但是人就有弱点，只要我们好好想想，一定能找出弱点。周立，那我们就制造罪名，给周显平的政敌递刀子，让他们助我等斩杀周显平。大佬，刀已备好，请慢用。京察在即，如果周侍郎的公子做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，作为父亲，周显平难辞其咎。爹，你怎么掉我挖的坑里了？逆子！皇帝愿意保1次，未必愿意保第2次。我儿辞就有首辅之资。自然。难道你侄儿我就没有首辅之资？二郎啊，所以说书生空谈误国，你也难逃窠臼。好，那请大哥赐教了，我倒要看看。咱们要思考的不是怎么算计周立，而是去观察周立，收集信息，然后汇总起来，大胆的制定计划，再小心翼翼的推敲过程，来判断计划的可行性。辞旧，你有举人功名，能接触到士林学子，了解一些官场的信息。你去搜集周立的情报，事无巨细，不要错漏。二叔，周府在内城，御刀卫平时要负责内外城的夜巡，你负责监视周府的动静，
不要你自己来做，找值得信任的心腹去盯着。周丽一天里去了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事，接触了什么人，我都要知道。好，原来宁燕也是个足智多谋、办事靠谱的孩子。那你呢？我要为徐府谋一条后路。辞旧，晚点我们再商量细节，顺便向你打听一些事。于是，大哥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哦，今晚我在辞旧屋里留宿。大哥，你睡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大哥，你顶到我了。收一收你的主子。周子，咱们多久没有同他而睡了？睡着。10岁之后，自从你每年习武花费100两，和我娘关系闹僵之后，咱们也就跟着生疏了。咱们现在还能睡在一起，明月妹子就永远没可能了。其实也不怪婶婶，一刀未的差事捞不到什么油水，二叔费尽心力加上俸禄，1年也才200多两银子，一半都喂给了我，另一半才是你们的开销。婶婶心里有怨气是难免的。这次危机如果渡不过去，许家可能就真的完了。周侍郎如果倒不了，清查过后，就是徐府灾难降临之时。我会安排好后路的，大不了经查之后，我们全家离开京城，我和二叔身手好，到哪儿都不愁没生路。只是二郎你苦读10年才考中举人的。哼，功名利禄，过眼云烟。我是读书人，读的是圣贤书，修的是圣贤道，岂会在乎区区功名？二郎啊，你竟有这般觉悟！天不生我许昔年，大风万古如长夜。哎，我的被子呢？哎，辞旧，把被子分我一些。寒冬腊月的，就算大哥是炼精精也很难受的。嗨。妹妹长大了呀。往日里二哥不走这边，爹娘的主屋也不在这边，大哥怎么会在内院？都被大哥看到了。结账。差爷，您这就客气了。您能来我这儿用早食，是我的福气。真不要，吃了这么多，这差爷吃了4、5个人的量啊！不用，哪能收您的钱呢？我坐着消食一会儿，你走开吧，别打扰我。好嘞。今天都白做了。大凤王朝的制度积弊已久，虚力一日不整治，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不起来。从古至今，对老百姓加害最深的，永远是大人物们看不见的苍蝇。终于走了，真是倒霉呀！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吃饭给钱的虚力，还多给了。二郎，你把衣服脱下来。你要干嘛？咱们换换，你的比较好看。穿好了就出发。你在想屁吃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京郊60里外的青云山。辞教，大哥一直很好奇，你说圣人是1品吗？你觉得我会知道？不知道就不知道，摆这么骄傲的表情干嘛？那圣人活了多久？你可知道？享年82岁。82岁，堂堂圣人，儒道的开创者，就算没有1品也不会差，只活了82岁。虽然对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而言算是高寿，
但这个世界武力值不同寻常啊，连圣人都不能长生久世。云麓书院不收留外人，这是规矩，即使是我也无法让老师同意。大哥真有把握？事在人为。我走错了，我要重来，我不管。落子无悔，这是规矩。圣人曰：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圣人是这个意思吗？难道不是？老贼，你想与我论道，那可以。咱们今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老夫也不是吃素长大的。敢不敢再来一局？来就来，谁怕谁？唉，两个臭棋篓子，别吵了。院长呢？长公主来了，院长陪着呢。唉，再过3个月便是春闱，学院的学子们读书的兴致却不高。昨夜我去宿舍转了一圈，挑灯苦读者寥寥无几，仅有的几盏灯火，照的也是棋盘。谁是玩物丧志？无耻老贼！输了就是玩物丧志，赢了就耀武扬威，不与李慕白一样，玩不起。与我何干？云麓书院的学子仕途艰难，即使考中举人进士，也很难在官场平步青云，往往是被打发到穷乡僻壤为官，或丢到某个犄角旮沓里发霉，这极大的打击了学院学子的科举热情。此风不可长，得把学子们的科举热情提起来，就算苦苦支撑，也得撑下去。云麓书院不能绝了官场这条路。开堂劝学吧，让院长出面。院长年年劝学，一鼓作气再而衰，不会有太大效果了。得换个新颖的方式，让学子自发苦读，重视春闱，写文章如何？吃力不讨好。那就只有诗词了。自古诗词动人心，做一首震耳发聩的诗词，比开堂劝学效果好多了。但大凤如林，诗词衰弱已久。杨子谦若是没赴任青州，这个活儿倒是可以推给他。景言兄比我更适合在朝为官。老匹夫，你在嘲讽我踢皮球？你行你来。先生，您的学生许辞旧来了。许辞旧，他来干嘛？圣人语录300遍抄完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说起来，老夫近来新收了一个学生，是这许辞旧的堂兄，实在惊世骇俗。那也是我的学生。那首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诗人，你们为名利遮了眼哦，还有妒忌。哈哈哈！杨子谦之名必定因为这首诗流传后世，确实让人艳羡。可家具难得，多少读书人一生也就寥寥几首好诗，能载入史册的更是没有。除了一句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已经是神来之笔。闻之欣然，还指望再来一首？过于在意名利，久而久之，你们肚子里的浩然正气怎么存续？幼嫔所言极是，读书人3不朽，纵使要名垂青史，也该堂堂正正的走大道，而非捷径。是我二人偏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学生见过老师。坐吧。宁燕，你来学院是因为有家具要给为师鉴赏？学生来此，遂有一事相求。我们决定在展开行动前，把家中女眷送到云麓书院来，这样哪怕真被户部侍郎报复，云麓书院也能庇护徐府女眷。当然，我们隐瞒了要报复户部侍郎的想法，只说顺义安幕后主使极有可能是周侍郎，而对方如果挨过经查，必定报复徐府。书院禁止外人留宿，这是规矩。长公主不也时时住在书院？长公主何等身份？书院禁止外人留宿，
除非皇亲国戚。二郎的毒舌还是那么犀利。景琰兄，你这学生，我倒有点期待他将来踏入立命境。那可太恐怖了。你是许宁燕，正是学生。听说你颇有识才，不如这样，如果你能现场做出一首让我们3人都满意的诗，老夫就做主，让徐府女眷赞助书院，保他们周全。啊，写诗？你们这是逼我白嫖你们？率性作诗还是固定题材？劝学，果然不可能率性作诗，否则我分分钟再拿出一首千古绝唱。在劝学相关的领域理论知名度的话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不对，这首诗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宋朝皇帝写的。而云麓书院毕业的学子向来仕途艰难，辞旧考中举人时就感慨过，不知道将来会被外放到哪个穷乡僻壤。我若抄这首诗，不是戳云麓书院的心窝子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大哥，我就知道，学生献丑吗？辞旧，替我磨墨。给。哎，辞旧为我代笔。我那手书法写起来字像狗爬，认真写字像狗认真爬。3更灯火，5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宁燕果然有绝世诗才，不愧是我的学生，文字朴素却意味深长。3更灯火5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景琰兄，还记得我们年轻时在学院求学的日子吗？我年少时家贫，每天只能吃2个馒头，时常半夜里饿得饥肠辘辘，强撑着挑灯苦读。这就是你3天2头偷我鸡卵的理由。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？那是借，我后来不是还你了？哼，贫苦时一枚鸡卵，不至于如今千斤万两。你的是攻击辞旧，分为之后，不管名字如何，鸡怎么能下蛋？都有出仕的资格。有考虑过将来吗？我虽不为官，但在大凤官场也有几分脸面，倒是可以为你谋划留京，不必谢我。如果真要报答，老夫确实有个想法。没事的话，宁燕啊，你转投老夫门下吧。不成，老贼，厉声总是惊人的相似。2位先生，宁燕确实有问题请教。晚辈卡在炼精境很长一段岁月，始终没有资源和机会踏入炼气境，请先生帮我开天门。我等修的是儒道，怎么帮你开天门？五夫气机如何体内循环，怎么走经脉，这是你们武夫才知道的事。既然开天门需要炼神境以上的高手帮忙，那最开始的人是怎么开的天门？没想到体系之间的差异比我想象的还大。你觉得武道之路是某个人开创的，是一蹴而就的？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开辟出来的。也许最开始炼精境就已经是巅峰，有人机缘巧合之下开了天门，于是炼气境变成了武道的巅峰，经年累月才形成完善的武道体系。机缘巧合？炼神境高手帮忙开天门是最安全、最便捷的方法，但这不是唯一。婴儿诞生时含着一股先天真气，随着年岁增长，天门闭合，先天真气藏于体内。
要想重新掌握这股气息，就得把闭合的天门再度打开。方法有许多种，除了耳熟能详的开天门之外，还有2种方法：一，吐纳法。吐纳法需自幼修习，日日泡药浴，洗涤经脉，贯通天门。10几年下来，耗费金钱无数，这法子已经被淘汰。2，借外力打开天门，是最初的前辈们采用的笨法子，如吞妖丹。妖丹是妖族道行精华凝聚，内蕴磅礴能量。吞了妖丹，磅礴的力量会强行打通奇经八脉，但因为无法控制，所以是九死一生的法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虽然没有白嫖到手，但也算自摸了一把，这波不亏。谢先生们授课。这是拳术又精灵又礼貌，说话又好听。这就确实是3更灯火5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惭愧啊！秋闱之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挑灯夜读了。这是乍一看朴素平常，却揭示着深刻的道理，发人深省啊！我以前沉迷手谈游山，看到这首诗，我才意识到将来绝对会后悔的。这首诗出自哪位大儒之手？都说诗词无用，殊不知诗词最动人心。许宁燕当真是绝世诗才，他只用1盏茶的功夫，这份水准，别说如今，便是纵观历史也能名列其宝。如此才华，竟然学了武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可惜呀，他已是及官之年，转修儒道为时晚矣。凭辞旧说，2人年幼时，其父便定下辞旧读书，宁业习武。真是个大聪明。那许平志不当仁慈，白白荒废了一个读书种子，实在可恨可恶！啊去！一首天下谁人不识君，如今再出一首劝学诗，难道我大凤如林的诗词之道要再次崛起了吗？哇，这首劝学诗必定流传更广，时时训诫读书人。怎么没有署名啊？是哪位大儒所作？此诗必定流传甚广，没有署名。没有署名，没有署名。纯净兄，哎，方才还在此处，在那里。庚子末，辛丑初，吾师慕白，劝学有感，作此诗。这也能凑？是老贼！快放下笔！半年未见，院长发间隐私又增添了许多。都是烦恼丝。今日上山，闻书院弟子吟诵一首诗：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如此佳作，本宫听了甚是欣喜，不知是哪位大儒新作？这位长公主与寻常女子不同，她从小跟着魏渊学下棋，跟着张慎学兵法，跟着陈泰学治国，圣人经典他倒背如流，文章策论不输国子监学子。博闻强识，学富五车。18岁时，皇帝特许他参与翰林院的编书工作。长公主试图重编前朝史书，惹来群臣抗议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云麓书院人才济济，却不及人家率性而作。不，整个大凤如林都以思想麻木古板，缺了灵气，而诗词最注重灵气。院长这话倒是让本宫困惑了。做出此诗者，非读书人，乃长乐县一名虚吏。
院长真不考虑出仕？儒家以人为本，寿元不长，院长莫要再荒废年华了。荒废年华，若是能为后世子孙开辟一条求学之路，老夫何乐不为？可惜竹林悟道10余载，呕心沥血，亦跨不过城市亚圣画下的天堑。院长执念太深了，何至于此？父皇邀您出仕，是打算重新重用云麓书院。您若真为了云麓书院的学子着想，就不该拒绝的。是越来越驾驭不住魏渊了，还是那帮诸子贵胄的屠龙术越来越犀利？是为了大奉的百姓，为了天下苍生。百姓，苍生。山海战役之后，大奉的国力日渐衰弱，天灾连年不断，尸位素餐者不计其数，虚吏之祸愈发明显。朝堂诸公只知党争，袖手空谈者数之不尽，实干兴邦者寥寥无几。院长，大奉缺一位缝补匠。3年前，北方蛮子撕毁条约，屡犯边境，劫掠百姓；南方蛮夷毁坏驿路，偷袭军镇，妄图夺回失地，幸遇诸国冷眼旁观。佛门以此要挟，欲传教中原。院长，身为读书人，难道不应该一展抱负，重振国威吗？非我不愿，时机未到。长公主，请随吧。院长，大事不妙！啊！李慕白、张慎还有陈泰3人打起来了。你一句老匹夫，他一句无耻老贼，瞧着是动真怒了。院长带我一同前往。无1丈之内，属圣人学宫。怎么回事？李慕白，这个无耻之徒，当日与我抢学生就罢了，今日竟做出如此卑鄙之事，圣人的学问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身为老师，帮弟子润色文章诗词有何问题？明明是你这个老匹夫嫉妒我的才华。你可闭嘴吧！老夫都看不下去了。姓张的和我急眼，尚有缘由，但关你陈泰什么事？一边凉过去。看来比拼浩然正气是难分高下了。老夫前些年游历天下，也不是没有收获的。老夫还在呢。这是什么6品儒生镜，能够学习其他体系的绝学，并将之付诸笔端，载入书籍之中。张胜施展的是古诗的手段，李慕白纸上的妙龄女郎应该是巫师体系。至于陈泰施展的，如果我没看错，是道门的金丹。没想到有一天居然能看见大儒们打架，真是千载难逢，太罕见了。哇！无耻老贼，既然如此，你裤子掉了，李慕白！所有人，裤子都掉！此地禁止同门相残，此地禁止浮空，都给我滚下来！院长，怎么回事？只是在治学上产生了意见分歧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于是就换了种方式。院长，我举报，他们骗你。这行小子原来都想成名啊！等等，他们刚才对我隐瞒是什么意思？我是那种人。老师，这首诗是何人所作？
为了造福天下苍生，本宫已下令，大凤打更人从9月23日起开始加更，甚至会在国庆期间9月30日到10月5日连续6连更，重振大凤国威时机已到。各位学子准备好了吗？他叫许其安，也是我的学生，是老夫的学生。绵阳庭送杨千之青帚也是他所作。许其安，这名字似乎听谁提起过。如此大才，却当一名快手，过于屈才了。即使只会作诗，也够本宫养在府上，当一位幕僚。他人在何处？他呀，吴山去了。据石碑记载，此人生于600年前，活跃于大凤开国之初。彼时前朝君王昏聩，官吏贪污腐败，豪伐鱼肉百姓，中原各地狼烟四起，叛军割据。当时的大周朝廷与各地叛军进行了长达10几年的拉锯战，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困苦不堪。二品大儒进的钱钟在外游历3年，亲眼见证了民不聊生的景象。他满腔愤怒地携民怨至大周京城，以血肉之躯撞散了大周为数不多的国运。而后大凤立国，平定战乱，四海安康。携民怨撞碎一国气运，即使是王朝末年气运衰弱，依旧非人力可为。二品大儒竟这么厉害，我怎么没在3位大儒身上看到？谁告诉你老师他们是二品大儒进的？他们只是4品君子剑。大儒有2种意思，一是指学问深厚且有名望的读书人，另一种专指儒道的2品进。2品进，例如我们属于前者。云麓书院可有2品大儒？听说200年来最多只出过3品立命进，我们学院的院长就是3品立命。哦，还不错嘛。还有那3位老先生的性格似乎有些浮夸和不正经，缺乏一点沉稳。他们以前不是这样，君子进之后是3品立命进，这或许和立命进有关。子阳居士也是如此，突然转变性子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我听老师说，子阳居士只差半步便是立命。大哥，我昨天想了很久，如果不是你，爹已经被问斩，女眷冲入教坊司。如果不是你，林月和林英昨天就危险了，很可能遭了信州的欺负。如果不是你，许家可能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侥幸里，然后有一天忽然被灭门。谢谢。他就是云麓书院名字的由来。读书人就是雅致，白鹿为坐骑，不是坐骑，是妻子。也没差。书院的云志里记载，这只白鹿是妖，时常在圣人座下聆听经典。后来化形成人，便陪伴在亚圣身边，一人一妖自幼相处，感情甚笃，最终结为夫妻。人妖之恋在当时不容于世，现在一人，但是圣人知道后没有棒打鸳鸯，反而赞同他们的婚事。可见只要有情，人与妖亦能长相厮守。自古人妖之恋皆有魂号，如天人合一，所以这位亚圣的魂号指鹿为马，马子的马高。仗义死节报君恩，流芳百世万古名。成慧。这块碑是国子监那位亚圣留在这里的。此事要从200年前那一场争国本事件说起。太子者，国之根本。当时仁宗在位，太子之位空悬10余年。争太子之位的2位皇子中，一位是嫡长子，另一位是贵子所生的庶出皇子。那位贵人甚是妩媚妖艳，深得仁宗宠爱。仁宗打算立庶出的皇子为太子，却遭遇了满朝文武的反对。立长不立幼，立嫡不立庶，是自古以来的规矩，就算是皇帝也不能违背。大哥说得很对，礼制是读书人惯用的屠龙术。仁宗多次下旨，但都被内阁封驳回去。而当时带领满朝文武
正是云麓书院的读书人。这场国本之争，双方拉锯了整整6年，期间内阁首辅换了4人，朝堂上官员走了一批又一批。这时候，一位云麓书院的读书人接替了内阁首辅的位置，却毅然投入到了仁宗麾下。他顶着谩骂为仁宗解决了此事，闹得沸沸腾腾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。而云麓书院因为此事被仁宗厌恶，仁宗他意识到云麓书院的存在不利于皇权的统治。这时陈会提出组建国子监，由朝廷培养人才，儒家的衰弱也至此开始。这就是云麓书院和国子监关于儒家正统之争的由来。国子监是国立大学，云麓书院是私立，私立怎么可能干得过国立？大哥有什么感想？我指的是争国本这件事，与学术无关。是觉得涉及到学术的话，大哥这样的泥腿子答不上来。哼，表面是争国本，实际上是权力之争。读书人想施展抱负，必须手握大权，而一个国家的权力体量是固定的。当你手握更大的权力时，便有其他人失去权力。党争的最高境界是架空皇帝，成为无冕之王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？你继续说。很对，但这话不能乱说。儒家的屠龙术再怎么厉害，终究还是皇权更强一些。把持朝政只是一时的，到最后都会被清除，因为臣子永远是臣子。有何破解之法？无解。朝堂如战场，党争一时爽，全家火葬场。不过大哥这里还有一个思路，钱大儒的事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当你能对一国气运造成影响，你就能从依附皇权的读书人，变成了能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强者。二郎聪慧过人，孺子可教。明明是我在考他。云麓书院虽然断绝仕途，但仍旧是掌握着儒家修行体系的圣地。至于整个儒家体系开始衰弱，200年来最多只出过3品，是因为3品之后儒家体系必须入场为官，还是涉及到儒家气运之类的东西？这块碑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立在这里？这是儒家正统之争的后续，或者说是一部分。那位程亚圣经才绝艳，他建立国子监后，为了超越云麓书院，历时13年，创建了一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教育体系。存天理灭人欲。没错，程亚圣认为世间万物都依循着某个规律，理是世间最本质的东西，也是最正确的。万物依存于理，才能蓬勃发展。但是人在世间万物的纠纷交错中，会迷失自己，迷失理。于是程亚圣的圣人集注制定了一套规矩，读书人遵循这套规矩，便不会出错，便是应和天地规律的。这套规矩将忠孝节义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为大义当舍生，为保洁当赴死。那辞就觉得呢？这是对是错？对还是错？对还是错？我明白了，是思想进步，所以才有了这块碑。云麓书院和国子监之争是学术之争，是理念之争。这块碑屹立在亚圣学宫200年，它始终不倒，它一日不倒，云麓书院就一日胜不过国子监。院长枯坐学院10几年，好守穷经，试图反驳碑文上记载的东西，试图创立一套更成熟、更正确的理念。但他失败了，因为它代表着真理，代表着正确。是，不止院长，书院历代大儒先生都在和这块墓碑较劲，可亚圣的思想岂是等闲之人可以驳斥？那边上那块空白的碑是院长立在那里的，但10几年来，他从未上面落笔。不过桌上的笔和砚台倒是留了下来，或许是院长也抱着一丝期待吧。可惜院长期待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。我曾经以为我可以也在石碑上题过字。辞旧，
大哥问你，君王重还是天下苍生重？自然是天下苍生。那你读书是为什么？自当是忠君报。名垂青史，真的是读书人的毕生追求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凭什么？辞旧，替我磨墨。这次我要自己写。本来就是混口饭吃的小本生，起早贪黑勉强糊口，明明肉疼的要死，却不敢要银子，可怜的像条狗。大凤王朝的蓄力问题积弊已久，满殿衣冠禽兽一口一个忠君爱国，却从未对底层的百姓垂下怜悯的目光。超凡武力的存在，让封建王朝的弊病展现得愈发淋漓尽致，也让底层百姓连揭竿反抗的勇气都没有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辞旧，这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事。自尽？怎么了？没了，是错觉，没什么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惹祸了。惹什么祸？惹什么祸呀？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从没有来过亚圣学宫。读书人，你等等我！关键时刻还是读书人应变能力强。我刚才算不算是为学院破开了一个千古难题？顶多是200年的难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如果是初入学院的我，会建议你留在原地，等着接受学院师生的膜拜和感激。但现在的我，只想带你赶紧离开。不辞而别是此刻最佳的选择。云麓书院与国子监是道统之争，大哥接受云麓书院感恩戴德的同时，必定招来国子监出身的读书人的敌视。满朝诸子贵都是国子监，一个税银案就疑惑无穷了，而这比100个税银案还危险麻烦。辞旧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很好，二郎不是迂腐的读书人，这或许是他精读兵法的缘故。辞旧，你是真的够粗鄙。只要我们离开，事后相信书院不会肆意宣扬，会替我们保密。快看，怎么回事？亲戚是亚圣学宫的方向啊！院长和3位先生呢？但城市亚圣的碑文，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崩裂？院长，亚圣学宫清气冲天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石碑怎么裂了？好事啊！这意味着镇压云麓书院气运的封印产生了动摇。在亚圣不出的年代，居然有人能撼动城市石碑。院长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才是一个读书人真正该做的事儿啊！为官当为民、为国、为天下苍生，不该为一姓之家、为少数几人醍醐灌顶。醍醐灌顶啊！这是谁写的？你们先出去，有什么话事后再议。君子缄默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方才亚圣学宫精气冲天，10丈之内被隔绝内外。公主莫问了，此事我等暂时也摸不着头绪。长公公，
云麓书院清气冲天，亚圣学宫被封禁，将此事禀告给魏公，让他盯紧书院，查明此事。是。还有，替本宫查一个人，长乐县衙快手许吉安。师傅，我什么时候能踏入6品，成为炼金术师呀？你什么时候不顾着吃，肯安心修行，时机就到了。哎呀，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了呀。对了，那假银很容易燃烧，且丢水里就爆炸，根本无法保存嘛。这样不好向皇帝交差啊。皇帝老儿吃饱了撑着，让他滚犊子就是。我儿可不敢说这话，您自己去。师傅，4师兄都快魔怔了，你也不管管，没事总往城外跑，说什么炼金术奥义的大门已经朝他敞开了。哎，师傅，我觉得许七安这个小快手挺不错，咱就不能把他说到4天剑？哦，您不知道他是谁？哎，就是破了摄影案的人。对了，师傅，什么是嫁接啊？海威啊，师傅你说，吃东西都堵不住你的嘴吗？师傅，您怎么老是往那边看？海威啊，师傅有些遗憾。师傅您说，师傅怎么就不会儒家的禁言术？师傅我错了，你快骗回来！师傅就再教你一个道理，在炼金术的领域里，绝大部分转换都是不可逆的。我再也不来骗你这个糟老头子！我问过了，当时并没有学生在亚圣学宫附近，也不知道有谁进去了。石碑上的字迹不属于书院任何一位学子，能写出这么丑的字，我不认为是我们学院教出来的。倘若不是学院的弟子，而今天又在学院内的，就只有恰好在游山的许辞旧和许宁言兄弟俩。难道……一想到那块碑文，真是惭愧呀！我这些年早已断了仕途的念头，一心只想流芳百世，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纯净兄高风亮节，劝学师就交给我来指导吧。为国为民，与名垂青史也不矛盾了。你快立命了！刹那顿悟，豁然开朗。3品立命境是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境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。院长赵守的道是为儒家开创新的流派，为天下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打破思想禁锢，找出一条新的道路。所以他一日达不成这个目标，便一日无法突破到2品境。自今日起，亚圣学宫禁止学子入内，这件事不准外传，君子当3缄其口。是。大哥是否该解释一下？你明明只是启蒙，如何说出那般惊天地泣鬼神的话？哼，那是读书人才能说的话，例如我。瞧把你得意的！我人皆相许，我有读书高士吧？好歹是9年义务教育，而且还是资深键盘侠。这李天志怎么样？你们这些读书人在我面前值得算屁！你们读书人也受着某种思想的熏陶，久而久之，即使意识到不对，也很难挣脱出来。这是思想禁锢。思想禁锢。云麓书院的院长同样被思想禁锢，被城市的学术影响。他想要突破，想要找到新的路，但他自己身在漩涡，又如何带领天下读书人脱离漩涡呢？真正能做到的，只有身在漩涡之外的人。可能正是因为大哥我没读过多少书，才能剑走偏锋，标新立异，不受城市理学的禁锢。大哥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。小老弟悟性很强大，可惜啊，你没有继承我许家的优良基因，你继承的是李家的。忽然不想跟大哥说话了。
这要是娘听了，这小混球就是个老娘八字相冲。这金步摇，我送公子了，求您以后别再来了。这多不好意思。终于走了。虽说解开字谜，首饰可以半折出首饰宝气轩的特色，但这公子这么一搞，在下可以为娘子们解字谜，但省下来的银子得分我一半哦。公子真厉害，猜什么都中。哎呀，那位公子怎么走了？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呢。再不走，老夫血本无归了。有人在跟踪我，暗藏着敌意，是个高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对我抱有敌意，暗中监视的只有周府。拜访云露书院的打算是正确的，即使我和二叔身手都不如，但家中女眷是累赘，对付周府的计划刻不容缓。哪儿来的鹅？娘让人买的，说自己家养，娘应该是自家养，比外面买要便宜。没有大鹅吗？大鹅在那边，我去赶出来。大哥，你帮我一下。哎呀，此就和二叔在书房啊。我与大哥已经打点妥当，明日就可以送娘和妹妹去书院，正好可以请书院的先生教林英启蒙。林英听到这个好消息，一定高兴的哭出来。对了，有件事要告诉二叔，我刚回来时被人跟踪了。辞旧，你呢？就算被人跟踪，我一个九品开窍境的书生又如何发现？宁燕，今晚你留宿府里，我们叔侄俩住得近些，这样好照应。我晚些时候再出门一趟，让于道尉晚上加强附近的巡逻。这倒霉侄儿又想做什么？宝气轩的金步摇，还算你有点良心，拿来吧。妹子，送你的。谢谢大哥。消消气，别跟这个臭小子一般见识。宁燕，你有银子补贴家用多好，犯得着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家里又不缺一短食，爹爹吃的饭里还有大哥的凤米在里面呢。宁燕，你哪来的银子？我看妹妹头上的首饰过于廉价，便记在心里，所以节时攒了些银子，再加上宝气轩有猜字谜半价的游戏，怎么好说首饰是白嫖来的吧？记在心里，这个家里只有大哥才把我放在心尖上。过了年，宁燕就20了吧？老爷得给宁燕配一门婚事。什么？绿娥就不错，打小就在府里养大，与宁燕也是青梅竹马。娘，你别擅作主张了，大哥的婚事就让他自己和爹爹商量吧。娘，你在大哥心里什么地位，自己没数吗？宁燕与绿娥郎才女貌，知根知底，轮得到你一个妹妹反对？没有，知根知底就过分，还没到那一步。娘是觉得绿娥嫁了大哥，既免了彩礼，又有了理由让大哥搬出去生活。你这孩子从小就不会说话，不愧是我耿直的小老弟。夫人，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嘛。行了行了，这事儿你不用操心。不踏入炼气境，宁燕不会近女色的。你至于吗？气到现在。你家那个小崽子一点良心都没有，就知道气我。当初我从你手里接过他时，他还是小猫一样大，是谁把他拉扯大的啊？宁燕让我给你的。
你俩是谁都不肯低头认输，他也不好意思给你。这分量居然比闺女的更重，所以放在桌上没有拿出来。那小王八蛋还是有些良心的。小姐，你在窗边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小姐，你是在等什么吗？没等什么。小姐，快过来梳妆，准备出发了。迟等，你烦死了。娘亲，我们到了吗？我们是太草木皆兵了，从昨晚到现在都风平浪静。如果昨日跟踪大哥的真是周府的人，那么他们已经错过了2次最好下手的机会。但也有可能在周侍郎眼里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对付，或者还有更大的麻烦缠身。但有件事我们必须要面对，周侍郎不出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大哥，这是哪里呀？这里呀，是二哥的书院。我们准备把你送去读书，以后都不准回家了。读书。你大哥他是王八蛋，是骗你的，吵死了！慕白先生，张胜老师呢？哦，他闭关了。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院子。谢先生。舍妹正处在启蒙阶段，先生能否允许她在书院读书一段时间？可以。那么，我们把这2天各自收集到的情报汇总一下，制定对付周府的计划。周丽这几天很安分，大概是被周侍郎警告过了，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举动，整天与一群衙内纵情声色，出入在赌坊、酒楼、教坊司等地。周丽频繁出入某个宅子，那宅子没有挂匾，应该是他在外面买的私宅，里头住着一个丫鬟、一个婆子、一个看门的老头，还有一个女人。那女人10有8九是他养在外面的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学院的弟子虽然与国子监的学子不是一路人，但个人可以有交情，同期的举人偶尔会聚在一起。周丽这个人性格嚣张跋扈，与国子监的许多同窗都有嫌隙，发生过冲突。但他绝对不是无脑纨绔，与他有嫌隙的人背景都很一般。周丽虽然办事方法并不高明，但有一定的心机和城府。他的嚣张跋扈只针对背景和势力比自己低的人，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付他的难度。周丽对教坊司的福香姑娘迷恋已久，逢着去教坊司一定要找福香姑娘，但屡屡在打茶为时落选。福香姑娘，那教坊司的花魁，王捕头说睡一晚这辈子就值了的美人。我原本觉得可以再玩一次驱虎吞狼，利用周丽与同窗的矛盾来制定计划，但那些同窗分量不够，而以周丽的谨慎，让他去惹层次更高的衙内，难度太大，几乎不可能实现。周丽去教坊司的次数极多，如果想套出更多情报，那位福香姑娘是个极好的突破口。辞旧，你别陷入思维误区。对付周丽，我们不可能有太复杂和精妙的计划，因为彼此间的差距太大。读书人最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算计人的时候会给自己增加难度，去思考布局的精妙，手段的高超，尤其是自视甚高且熟读兵法的许辞旧。大哥有什么高见？简单，越简单越好。真正没有痕迹的犯罪是激情杀人，涉及的人不要多。第二，事情不要太复杂。如果周丽与某位衙内起了冲突，
而那位衙内的父辈又恰好是周侍郎扳手腕，此就你会怎么做？美人计，借刀杀人，瞒天过海，激将法。好了，别算计了。我们可以乔装，然后逮着机会直接暴揍那衙内一顿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宁燕这主意深得我心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不代表无效，更多时候留白反而有好处。最近我得罪什么人了？周丽，你他娘的王八蛋！而这种事，周丽肯定不会这不重要，大家自由新政，反而矛盾激化了，如何？还不错。那大哥收到什么情报了？我打听到周侍郎的政敌是谁了。户部尚书。户部尚书，周侍郎的上级。难怪户部周侍郎要谋划税银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被头头穿小鞋，急需一笔巨额的银子来填补亏空。正是因为同在户部，所以户部尚书能逮住周侍郎的狐狸尾巴。宁燕，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的？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告诉我的，而代价只是这小美人很好收买，这是优点。缺点就是她无心朝政，司天监也不插手朝政，因此知道的有限。这么看来，我们收集的信息还不足以制定出详细的计划。下一步怎么做？我建议去教坊司，从花魁福香那里打探消息。但这件事我肯定不行，我从不去烟花之地。我肯定也不能去，因为我还没踏入炼气境。看我干嘛？老子是会去教坊司的人吗？老子字都不认识，去了自讨没趣。大哥写的诗在教坊司极受欢迎。你大哥是个连勾栏都不去的老实人，让他去教坊司打探，别到时候陷在里面，事儿没办成，身子还被女人占了去。没错。徐二叔拒绝去教坊司，除了那里是文人地盘，不喜欢粗坯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许慈就拒绝去教坊司，除了学子要注意名声和风评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许七安拒绝去教坊司，除了从不去勾栏听曲外，还有一个原因。社会性死亡。内城和外城不同，外城没有宵禁，内城住的都是体面人。为了达官显贵们的安全，黄昏击鼓之后，街上就不能再有人。众所周知，教坊司是夜里上班的，这意味着去教坊司可不仅仅是打探消息，你还得留宿在里头。而在座的3个男人都是有人设的，正人君子许辞旧，不去勾栏许七安，顾家爱妻许平志。即使事出有因，做就是做了，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我在想什么？教坊司的事先搁置，我们继续打探消息。况且我们也不确定福香姑娘那里是否会有有利的消息。后天重新汇总消息，如果没有额外收获，我们再考虑去教坊司。好，还是我牺牲一下，明晚去一趟教坊司吧。这个时代能住在内城的，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去教坊司这种文人的地方，当然得穿回小老弟的衣服。婶婶一心想变卖城外的房产，搬到内城来住，可惜有个吞金兽的侄儿，让婶婶无缘住在里头。老娘裂了！永康街，京城主干道之一。二叔说过很大，没想到这么大，10架马车并排都毫无压力。主干道如此宽敞是有讲究的。皇帝或宗室贵胄出行，会有侍卫提前清场。即使有刺客想藏在2侧的楼房里放冷箭，200米的宽度足以让大部分军奴火铳失去用武之地。这马车，我估计奋斗一辈子买不起人家一个车轮子。又没中，该我了。投壶。老大，我家主人说了，黄金60两，买你摊上的所有东西。只是投壶没投中，直接氪金了吗？规矩就是规矩。这个老道，别的东西先不说，但是金锭银锭摆在摊上没被人抢走，这老道就绝不简单。哎呀，不投了，主人让我们走。老道，多少钱玩一次？1000银子，30步外蒙眼背身投。30步外投壶对于炼金境的武夫而言难度不大，但背过身且蒙上眼的情况下，会让武者的手感降低。
增加命中难度，几乎不可能透中。但我有绝对的自信，因为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捡到银子了。金锭银锭全是我的。啊，进了！进了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停车！老大，这金锭银锭都是我的了。公子3支皆中，2选1。我不要，我只要银子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这2件是罕见的宝物，且是黄白俗物能媲美。公子莫要被金银蒙蔽了双眼。我就是想要这些俗物。你这宝物有什么作用啊？老道不知，只知他们是在等待有缘人。宝物不宝物的，谁说的准呢？银子多实惠。这位公子，我家主人请你帮个忙。你们主人想要什么？那串菩提珠，我家主人愿意出黄金60两。成交。主人说您可以多投几次，银子都由我们出，若是失败也无妨。一次见。这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人，一身书生打扮，但绝对是个高手啊！这2件宝物都是你的了。你们要的手串，多谢公子。黄金60两到手。也不知道车里坐的是什么大人。老道人呢？神神秘秘的。算了，先去把金子兑成银票。在这里，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是1:8，60两黄金就是480两白银。这些银子在内城估计只能买个小院子，大宅子没个1万两白银别想拿下了。但用来扇婶婶的俏脸蛋，绰绰有余。你敢？为什么每次赚钱都不由自主的想着要用银票扇婶婶？原主对婶婶的怨念也太强了。快黄昏了，教坊司应该准备开门营业了。除了扇婶婶，480两还可以赎一名档次低些的青楼花魁。带我回家好吗？但这样不划算。480两，我可以轮流临幸多位花魁，促膝长谈数月。而为一位花魁赎身，耗尽家财不说，还得负责他的吃穿用度。以我目前的工资，只够养1个正妻。再说，我才不会给青楼女子赎身，公车私用，天打雷劈。哇，这就是著名的大宝教会所，教坊司。王捕头说过，正常的青楼是1座2层或3层的建筑，附带1、2个别院，便算是相当有规格的了。但教坊司不需要，因为这一片的院子都是教坊司的，就是这么财大气粗。教坊司是有门槛的，最低消费5两银子，勾栏只需要1钱。但这不是与姑娘共度一宵的价格，而是开桌费。因此，教坊司的客人主要有3种：一、豪绅巨贾，这类客人最舍得花钱。嘿嘿嘿，王老板，你也来了，你家母虎知道吗？多谢关心。因为平日社会地位低下的他们，对犯官女眷有着狂热的执着。二、官员，教坊司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下班喝茶聚会的地方，只要有应酬，就喜欢往教坊司走。哎呦，这不是礼部的张大人吗？张大人，一起！值得一提的是，礼部的官员可以白嫖，因为教坊司归礼部管。三、读书人，这类人比豪绅巨贾要斯文，喜欢吟诗作对，又没有当官的难伺候，所以最受教坊司姑娘的喜欢。教坊司的姑娘也分3种：一、犯官女眷，这类女子是最惨的，被迫沦落风尘，受人欺辱；二、战争中掳来的女子；三、
教坊司招募的女子。身材不错，勉强可以。真是活到老学到老，王捕头乃无师也。在下长乐县秀才杨凌，久闻福香姑娘大名，特来拜访。美丽的夜生活开始啦！教坊司的花魁总共有12位，根据品并才色分为4等，福香姑娘属于第1等，号称诗琴双绝。10两银子，因此这里的开桌费比普通院子贵1倍。公子这边请，大茶围已经开始了。哎呦，刘大人才思泉涌啊！哎呀，喝呀！好，干，多好啊！下一位到谁了？这我尚未想出。把酒把酒啊！下一个该谁了？对诗啊！好，不少干！在下长乐县秀才杨凌，各位兄台有礼，请继续。第一次来，看着挺面生啊！久闻福香花魁大名，特来一芳华。这个女人很 nice 呀！哎，到我了！冰冷酒1点、2点、3点。哎，这么快吗？杨公子，到你了。对对子不太拿手啊，但是对的工整就很难了。有了，丁香花，百头、千头、万头，妙啊！这下联可以啊。脸上的笑容过于直言化，坐姿有些僵硬，只有在劝酒时才饮酒。评价完立刻不再看了。这位花魁娘子对我们的水平看不上眼呢，一直在耐着性子陪伴。公子，您就坐这儿吧。啊，又有人来了。呀，这公子真俊。好巧，两位认识啊？也只是认识啊，有过几面之缘。想来许兄还记得杨某，我们在长乐县见过。在下许平安，长乐县学子。啊，幸会。又有人来了？难道？想多了。嘿，两个兔崽子不是说没时间吗？死救也就罢了，毕竟他的内心真实想法我也算了解一二。你可是从来不去勾揽的。二人不是说基本值班吗？以前每次我和婶婶闹矛盾，可就说这辈子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是八辈子的福气，不愿意和氏成真，还不是来了？大哥不是从不去勾拦吗？我说我的袍子怎么不见了？爹不是说深爱着娘，从不进烟花之地吗？小猫岁大叔的弟弟，我的妈呀！我也真危死了！我不应该在桌上，我应该在桌底。但反正射死的不止我一个人。妙呀，自愧不如。赵兄大才呀，不愧是国子监的读书人，竟然没一个人能对上。过奖了。这位赵公子还挺有才华的，而这3位，花九泉对对子轮番来了一遍，就是没有诗词。不然我可以吊打在场任何一位。大凤诗词衰弱，读书人不擅长作诗作词，大茶为时自然就会避开不擅长。小女子有些乏了，先行告退，几位慢饮。这场打茶围结束，如果花魁娘子瞧中了，就会让婢子将其留下，引入屋中；如果没有瞧中，婢子就会送客，然后开启下一轮打茶围。我家娘子请赵公子进屋喝茶。怎么办？咱们仨打茶围30两银子没了，哪怕是找这个院子的丫鬟陪睡，3人也得好几两。快想想办法！这是钱的问题吗？
这是什么消息都被套出来的问题？等等，无香花魁的称号，诗琴双绝。是。子舅，问婢女拿笔墨纸砚，你替我代写。啊，我要作诗。娘子，赵公子已经在隔壁茶室候着了。听外头的客人说，他是国子监的秀才。秀才有何稀奇的？不过以赵公子的才气，考取举人也不在话下。我就知道娘子喜欢这种有才华的公子。像那凡人的周丽，还不是凭着父亲的官位，便耀武扬威。那赵公子才华横溢，让娘子好好招待，说不定将来能成为一段佳话，名留青史。哎呀，连我也取笑。女子想名垂青史，何其困难！多少读书人渴望不可求之事。娘子，外面那位姓杨的客人让奴婢送了首诗过来。没规矩的东西！娘子已经选了赵公子，岂可更改？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？你即刻将此事交给福香娘子，说杨某在此地等候。放桌上吧。出去告诉客人，福香心领了。哎，你去请赵公子进来吧。是。慢着！啊！谁送来的诗？哪位公子？你快说！好像姓杨。娘子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娘子，你这边不要自可出门！你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莫要让那公子走了！快追回来！娘子稍安勿躁，奴婢立刻去请那位公子。疏影横斜，水清清，暗香浮动，月黄昏。赠福香，赠福香。都散场了，走。福香姑娘不买你的账公子，区区一个女人，如何懂诗词经俗？不可能啊，他没道理会拒绝我呀。这首诗要是赠与云麓书院的两位大儒，他们能把我当亲儿子养。杨公子，是您做的诗。来了，是我。我将娘子有请，公子请随我进屋。这不合规矩啊！怎么进去两人？刚才那丫鬟好像说到诗了，我恰好看见她与旁边那位俊俏小哥写了什么。两位，你们与方才那位兄台写了什么诗？随手一句打油诗而已。我听那位公子说自己书法生疏，写不出好字，才劳烦这位公子帮忙代笔。哼，切，不说就不说。此处不可留，让人瞧出我们三人有关系就不妙了。我懂。原本留宿在影梅小阁的话，那些婢子只要1两银子就够了，但现在只能去别院找其他女子，低价是5两银子，这里包括了打茶围的钱。咦，奇怪，二郎这次没有习惯性的毒舌反问我，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但不问也好。二郎，银子你拿去。爹练精进的时候就不惧寒暑，就算在路边睡一宿也不碍事。你身子骨可经不起夜里的寒风。睡银案是许家倾家荡产，生活依然拮据。我不要。你就拿着吧。爹，我说了不要。大茶围是文雅如大家闺秀，在踏边是妩媚勾人欲说还休。公子何故如此看着奴家？听闻福香姑娘天姿绝色，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美人。以前我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杨公子莫要取笑奴家。我在茶室等了许久，为何福香姑娘还不见我？赵公子莫怪，娘子已经选了他人。福香姑娘分明是选了我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？消遣人是吗？你若不给我个说法，休怪本公子不客气。平儿，
既然赵公子不服气，你就把诗带出去，让他看看。诗？什么诗？赵兄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赵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输了，输的心服口服。赵兄，那人是写了首诗对吧？到底什么诗能让福香姑娘破坏规矩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书从何说起啊？倒是快说呀，急死人了！众芳摇落独宣言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树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此事一出，休杀千古咏美人。各位，小生要去别处打插围了，将诗词传扬出去。在下也告退了。为大凤诗坛扬名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还有我也去。走，下一场。奴家要谢过公子，倘若将来奴家能名垂青史，定是公子的功劳。你要怎么谢我？公子长夜漫漫，不妨先听奴家为你弹奏一曲，助助雅兴。得先打开话题。福香姑娘国色天香，难道没有人为你赎身吗？教坊司的姑娘哪里是说赎身就能赎身的？即便是遇到个有情郎，礼部也不会同意的。教坊司当红花魁赎身很难，因为是官妓，要走一大堆流程，上下打点，耗费的银子远胜其他青楼花魁。寻常青楼的花魁大概500两至1000两，教坊司的花魁也许还要翻1倍，甚至更多。我现在这中等偏上的收入，也得不吃不喝攒10年。也是，以福香姑娘的美貌，在大凤京城也挑不出第二个。公子不要取笑人家了，人家不过是蒲柳之姿。这大凤京城第一美人是镇北王妃。镇北王妃，又是这个女人。那位王妃出身江南书香门第，9岁那年随父母到玉佛寺烧香，住持赠了她一首诗：出世惊魂压众芳，雍容清寂沐夕阳。万众推崇成国色，魂系人间惹帝王。从此名声大噪。13岁时被送入皇宫，但当今圣上潜心修道，早已不近女色。19年前，山海关大捷，当今圣上的亲弟弟镇北王作为第2大功臣，圣上便将那位京城第一美人赠予他。第1大功臣是谁？魏公。当初魏公是3军统帅，若非他是宦官，王妃也就不是王妃了。原来是他，魏渊这个人太有名了。虽是宦官，但经才绝艳，文能治国，武能平乱。若非是宦官，考个状元当个首辅，轻而易举。周丽此人好色荒唐，胸无点墨。每次他参与打茶围，奴家就当他不存在。教坊司归礼部管，他一个户部侍郎的公子，奴家也不怵他。好色荒唐从何说起？寻花问柳不是常态吗？此事倒是涉及一些官场秘闻了，人家也是听其他官人说起。杨公子莫要外传。在去年的元宵灯会上，周丽看中了一位姑娘，趁人多眼杂，周丽便上前非礼，还让人打伤了女方身边的护从。谁想那姑娘是威武侯的庶女，那位庶女的生母与威武侯的发妻是亲姐妹，因此那庶女颇受主母喜欢，与嫡女待遇相差不大。我不会放过那淫贼。威武侯告了御状，户部侍郎上书解释，双方扯皮多日，最后圣上裁定周侍郎教子不严，罚俸1年，赔偿威武侯5000两。周丽禁足3月，若有再犯，严惩不贷。如有再犯，严惩不贷。假设周丽垂涎威武侯庶女美色已久，因前阵子吃了亏，心情苦闷，脑子一热之下，又打起了威武侯庶女的主意，于是派人掳走了威武侯庶女藏在外面的私宅里，打算淫乐，事后杀人灭口。当然，目的是栽赃陷害，我没必要杀了一个无辜的姑娘。
公子，难道要和人家坐一整晚吗？我还不能破身啊！不做一整晚难不成还做一整晚？官人，公子莫非是未经人事？我前世也是经历过的。福香姑娘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神技？什么神技？沾枕3秒就能酣睡。不信。那你离我远些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好，1、2、3。杨公子，锦六，等等，我的银票呢？难道是影梅小阁里的丫鬟趁我睡着时偷走了银票？我的银票怎么跑镜子里了？你他妈给我吐出来，不然老子砸碎了你！啊，银票从里面出来了，所以这镜子还真他妈是个宝贝。是我翁皇运气滔天，还是那道士刻意将镜子赠予我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他发现了我莫名其妙的气运？不对啊，司天剑精通旺气术的采薇都没有发现我的特殊。道士，我对道门体系完全不熟悉啊，这莫名的馈赠让人心里难安。公子不等娘子醒来吗？我有急事。公子不洗漱再走吗？怎么去那么久？刚回来就洗澡，教坊司不能洗。有收获吗？这样，哦，再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哦，大哥，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你如何绑走那位威武侯的庶女。先派人盯着，然后找机会下手。武侯的庶女出行不会有太多的护从跟随，然后制造混乱，趁机绑人。可是白天动手的话，很难在众目睽睽中把人绑走。一旦惹来巡城的御刀卫，我们反而自食其果。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醒醒！你怎么混在这里？我刚刚明明在为大郎烧水，他在屋里沐浴。大郎忽然叫我进屋，来人，然后就记不起来了，就是头有点疼。屁股疼吗？不疼。还好还好。钟师兄，炼金术奇才许七安来了，想见您。来得正好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怀疑你。这几天我把你祖宗18代都查了个遍。当着人家的面说查他祖宗18代，真的合适吗？查的怎么样啊？太干净了。给你看看我最近的研究。我都编好游方高人的稿，你竟然不问啊？上次我告诉他植物嫁接理论，这家伙还举一反三。但是人与马嫁接，大凤从此不用考虑战马资源，士兵们不用担心没有优秀战马，因为我们是成熟的士兵，自己可以当战马，捕捉禽类妖族与人类配种，制造可以充当空军的半妖。嘿嘿，这次来司天剑是有事想求宋师兄帮忙，但说无妨。我得罪了周侍郎的事，你应该知道。啊，采薇与我说了，但我不能帮你。司天剑不插手朝政，陛下不允许。再说，一位手握实权的侍郎已经超过我的能力上限。
宋师兄别急，我需要你做的很简单。啊，这不可能！宋某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，绝不做这种事。是我考虑不周。我们继续说说你的嫁接理论吧。恕我直言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你听说过元素周期表吗？二小姐，轿子备好了。今日行程，先去城隍庙上香吃斋饭，再去文远伯府与闺中密友喝茶聊天。怎么回事？啊！都让开！这把疯了！发生了什么？出错了！你走了，你走了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怎么样？二小姐不见了！我被劫持了。哎，我刚才偷偷验过货了，这娘们儿漂亮。你真贱，竟然不喊我一起！她还是个雏儿。废话，这位威武侯的二女儿还待字闺中。他们知道我爹是威武侯，竟然还敢绑架我。你说周公子会怎么处理这娘们儿？一直养着好像不太保险。想多了，等周公子玩腻了，就一把勒死，在这院子里埋了，谁知道？但咱们还能跟着喝几口汤。这娘们细皮嫩肉，比高栏里的女子水灵多了。要不是周公子尝个鲜，现在咱们就把她办了。谁让人家是户部侍郎的公子？走，喝酒去。这不好吧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马上就黄昏了，咱们买了酒就回来。周公子，我是冷的公子。趁现在，在外面被锁住了。荤话说的不错哦。他会不会出不来？为什么要把院门给锁？强大的求生欲会激发人的潜能，他出得来。不锁门，门禁就太重了。这座小院就是周丽在外面买的私宅，而原本住在里面的女人和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门房，现在都被我关在镜子里。那面玉石小镜可以容纳物品以及活物，我已经试过。看，这不就出来了？逃，得赶紧逃！我是威武侯的女儿，我被劫持了，你们快救我！瞧瞧那边，谁劫持了你？周丽，户部周侍郎的公子周丽。宵禁了，辞旧，我们走吧，找个客栈休息，明天回家等消息。陛下，祖上为先皇披荆斩棘，出生入死，后人之举遭人欺凌，陛下不护，岂非寒了天下将士之心？我什么时候劫持的张家二小姐啊？爹，我没有。我吼你血口喷人！先杖责30再说。周丽，关押威武侯庶女的院子可是你的私宅。是，但是既是你的院子，那就不必再说，签字画押。不是我做的呀！少爷，我们不会让你有事的。
周律无罪，是贼人栽赃陷害，又是有罪，证据呢？是啊，你拿出证据，工作的。我奉陛下旨意，前来协助办案。周丽，你可有劫持威武侯庶女张玉英？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怎样？说谎！什么？周侍郎终于倒台了。有件事情想请教大哥。好奇为什么周丽会认下这个罪，或者说威武侯等朝堂大佬会看不穿这个不算高明的栽赃嫁祸？对于周侍郎的政敌而言，周丽不管是不是冤枉，并不重要。他们会抓住这个筹码，咬死周侍郎。以前威武侯斗不过周侍郎，是因为没有帮手，眼下就是天赐的良机，所以他那天负甲上殿，闹得满朝议论纷纷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这事并不是周丽做的，周侍郎和他同党，心知肚，理当做出应对之策。你当我那天为什么要去司天监？还记得司天监8品叫什么？梦气师。当初税银案就有司天监的术士参与案件的追踪审理。这案子乍一看不合理，但如果细查又会发现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。大哥我这方面是专业的，再加上党争关系，案子注定又麻烦又难查。那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当然是找司天监的术士。所以大哥收买了司天监的术士。出笔炼金术师的事，怎么能叫收买啊？是等价交换。元素周期表，许其安，你真是个炼金术的天才。辞旧，你记住，这天底下除血亲之外，任何的朋友和敌人，都是因为利益二字，尤其在官场。将来你入朝为官，大哥希望你能做能臣，而不是清官啊！记住，和光同尘。和光同尘。倘若我将来迷失在权力的迷雾中，那是你自己的造化。当然，如果你成了祸乱朝纲的奸臣，大哥会清理门户的。好，他日大哥要是成了为祸一方的武部，我也如此。二叔，你要为我们做见证。滚！张口闭口同是曹哥，当老子不存在！与你说过多少次，握笔姿势要端正。知道啦，先生。那你倒是改回来呀！改什么？还是不写字了，你随我念三字经吧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什么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性本善。你中间停什么？我忘记了嘛。你，我就不信教不会你了。云麓书院何时多了稚童？长公主，稚童无礼，长公主莫怪。这2位是书院学子的家眷，家中有事，便让女眷们暂住书院。哪位学子？家兄许新年。许新年，许七安的堂弟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快1旬了。1旬，恰好大概1旬前，许七安与周侍郎的公子在闹市发生冲突，把女眷送来书院，而家中男人依旧留在京城。这是打算谋划什么？1旬不见，院长气色天差地别。圣人说，学无长幼，达者为先。看来和那天亚圣殿亲戚冲销有关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院长可知周侍郎被罢官充军一事？对于大凤官场来说，这只是党争拉开序幕的第1步。书院里能与老夫手谈的人不多，长公主今日既然来了，就陪老夫下一局。与本宫下棋，院长何必自取其辱？没想到老夫闭关数日，京城就出了首惊世佳作。遣词之优美，神韵之卓然，应验那首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也相差甚远。这杨林是谁？有此才华，我竟从未耳闻。似乎是长乐县的一位秀才，于教坊司中。这位女化回浮香。
我觉得应该立刻通知院长，这样的人才绝对不能埋没了。有理。慈秀，看来为师让你抄写的圣人语录，对你裨益甚深啊！抄写圣人语录有助于踏入修神境，老夫怎么没有发现？确实触摸到了修真境的门槛，但那是在见到大哥写在石碑上的4句之后。当然，这事不好当众说出来，哪怕大家对那4句话的出处心知肚明。你二人住在京城，可知最近京城出了首绝世佳作？宁燕，你虽有诗才，但也不要自傲，须知天下读书人藏龙卧虎啊！老匹夫就替我们收了个好学生。虽说现在的读书人缺了些灵气，但终归是有个例的。那杨林未必能再做出第2首，但以宁燕的诗才，将来定有第3首、第4首。对，宁燕无需与他较真。这首诗也是我大哥做的。小老弟，你皮痒了，居然直接把我卖了！什么？杨凌是我的化名。你去教坊司做什么？少年慕爱。千古绝唱，你用在一个风尘女子身上，她配吗？是，用在你身上就好了。有梅便有梅，引梅小阁赠福香，简直俗不可耐，生生糟蹋了一首好诗。如果改成云麓书院赠慕白先生，你应该就笑出猪叫声了吧？将来有好诗好词，一定先让2位老师修改润色。既然宁燕有2个老师了，那为什么不能有3个？怎么突然涌出一股凉意？妹妹在书院启蒙多日，不知可有成效？你那妹妹当真是心智坚定，坚不可摧呀！一旬之间，教她的先生换了4个，都发誓这辈子不为志同启蒙。林音啊，林音，不愧是你。爹爹，你终于来接我回家了。看来林音在书院启蒙受苦了，书院的先生一定非常严厉。大哥身为长子，你终于来了，喜爱林我可怜的女儿所不及的投入到父亲的怀抱，而夹在中间的我，一旬没见，妹妹清简了许多。大哥，回家吧。老爷，我不在府里这段时间，有没有出去鬼混？没有。又没问你们。大哥今天休沐，约我出去逛逛吧。哦，不行，万一又遇到周丽那种流氓，我今日也休沐。明月，爹陪你出去吧。算了，忽然觉得头有些晕。老爷，啊！门外，大更人来了。在大凤王朝，打更人这3个字，往往与问罪、入狱、抄家等血淋淋的字眼挂钩。哪个是许七安？跟我们走一趟。是我。2位大人，我侄儿犯了什么错？白天不做亏心事，晚上不怕打更人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打更人找我干什么？为了周丽的案子？不可能。虽然我不保证能完美犯罪，但在没有监控设施的大凤王朝，不可能查出是我绑架的张家2小姐。即使有蛛丝马迹，也不会这么快就锁定。嘿嘿，小人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仰慕大人为国为民，劳苦功高，奉上10两银子，请大人喝茶。大人能否告知小人发生了什么？打更人规矩森严，受贿超过10两，杖责50；超过50两，流放；超过100两，斩首。你觉得我会为了10两银子挨板子？得加钱。收了30两，你我各10两，
剩下师俩今晚去教司方打茶围。我只是奉命带你回去问话，具体内幕不太清楚。我的30两白银。到了衙门，你牢记一句话：该说的东西不要隐瞒，不该说的打死别说。问他们，这道理难道我自己不知道？到了。不知道我会不会被送进打个人的大狱？那里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还是静观其变。进去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自求多福。又见面了。我问你答，若是说谎，大刑伺候。回答问题之前，先整理衣冠，是最基本的礼仪。你知道税银案的幕后主使是前周侍郎吗？听司天监的采薇姑娘说起过。那你知道周丽对付你，也是出于报复？想到了，那天司天监白衣们冲入刑部救我，众目睽睽，这个无法否认。你知道周丽想置你于死地吗？知道。所以为了不被周家报复，你绑架了威武侯的庶女，嫁祸给周丽。果然是为了这件事。啊！大人说的话，小人听不懂。威武侯庶女被劫持那日，你未在长乐县衙门当值，去了何处？小人勾栏听曲去了。小人的确渎职，时常偷溜去勾栏听曲。这一点，王捕头等虚力可以作证，因为大伙都是这么摸鱼的。那你怎么解释评书的事？衙门发放评书的记录里，多次显示你去了内城。小人冤枉，小人从未去过内城，从未在衙门取过评书。他们在夸我进内城都是托人办的评书，手脚干净着，而委托人是杨凌，和我许七安有什么关系？论其审问技巧，我也是专业的。从他的这些回答里，我们居然没有抓住任何的蛛丝马迹。不错，如果不是我们提前掌握了证据，光凭刚才的对话，说不准已经相信你了。又是在诓我，语气还很有把握似的。10月初1壬戌日，许七安自元禄书院返回，与宝气轩购金步摇2只，途中遭人跟踪，疑似周府的人。当晚，吴金退周府刺客。10月初2，癸亥日，以女眷至元禄书院庇护。10月初5，丙寅日，进内城，入教坊司，留素隐梅小哥一夜，赠福香，疑似许七安所作。10月初7，戊辰日，驾马车冲撞威武侯庶女，以未知手段接走威武侯庶女。哼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大个人在跟踪我，在我去书院那天就跟踪我了。这些天所有的谋划都被大个人看在眼里。完了，不合理。既然大个人目睹了全过程，为什么不揭穿我，反而要等到周侍郎倒台之后才请我过来喝茶？小人认罪，一切都是小人干的。两位大人如何处置？悉听尊便。许七安，你很聪明，非常敏锐。如果你在刚刚的试探中露出破绽，或者在铁证面前被摧垮心智，那么迎接你的是真正的制裁。而现在迎接你的是打更人的邀请。打更人的邀请？我？当时在府衙后堂，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。只是打更人有规矩，练气竟是底线。是因为我手段够脏，心思够缜密，所以不可录取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是长公主推荐了你。长公主？好像在云鹿书院里听说过的，但我们从未见过。他为何向打更人推举我？除了这些，两位大人不举报我的原因是……你应该知道打更人的职责。打更人的职责？监察百官。汉末国库钱粮的周侍郎与打更人不是一个阵营，甚至周侍郎的倒台也有打更人组织在推波助澜。周侍郎迟早要完，只是你的小小计谋帮我们加快了进度。孙大人，按之前约定好的，这个人我收下了。你跟他还是跟我？我们俩都是银罗，
但他这个人死认里不知变通，跟着他的铜锣过得一般，而跟着我的铜锣，最多3年就能在内城买一栋还算不错的小院。工作3年，首都1套房。当初税银案时，李大人给了我将功赎过的机会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。我想在他手底下做事。唉，懂得知恩图报是好事儿。本官李玉春，你可以直接叫我头，喊李大人也可以。喊你春哥行不行？李大人，在我麾下做事要无愧于心，这一点你切记。在打更人里，最底层的是白毅，其次是铜锣，是正经的打更人，至少练气境，往上就是银锣，银锣之上是金锣。打更人最高层次的职位，大凤京城只有10位金锣，直接听令于魏公，而打更人的职责是监察百官，守护京城。你现在是炼金境巅峰，我有2个建议：一，慢慢积累功勋，等待机会；二，支付400两银子，我帮你开天门。我选第2个。哦，挺有钱的嘛。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借给我的。你可以呀，进来一趟成同僚了。我叫宋霆锋。周广孝，跟着李头做事啊，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破事儿。坏处就是捞钱的时候要谨慎，不要太过分。那你能把30两银子还我吗？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啊？办完入职手续后，还需进行最后一项流程——测试资质。测试资质？摸水晶石吗？资质测试是魏公定的规矩，设立的流程，分别是智、力以及问心。愿以身心奉尘煞，不为自身求利益。这是魏公写的，用来警醒告诫我们。很显然，这并没有什么用。你还没练气境，战力就不需要测了，先测试智力。假装没听见。1炷香时间内猜出哪个盒子里有东西，你可以挑选其中1人询问，但只能问1个问题，而他们之中只有1个人说真话。这个问题很难，你仔细想。虽然魏公说这只是小游戏了，但能猜对的人很少。我虽然事后悟透了，但已经过了1炷香的时间。据说只有金罗大人们才能在20息之内悟透这题。哎，这种简单的逻辑题，我上辈子不知道啃过多少。测试开始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告诉我什么？没有东西。东西在这只锦盒里。哦，正确。多久？不算丽媛愣神的功夫，12息。他能破税银案，看来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。问心关在楼上，你从这里一直走到顶层就成。这一关没有要求，但你要记住随心而走。过于做作的话，评分会降低。评分？资质测试评分4等，甲、乙、丙、丁，资质越好，自然越容易被栽培。我是乙，我是丙，我俩在外面等你。呵呵，我是个大壮丁。啊，怎么楼梯口有面铜镜在这儿？这镜子有问题，会让人强行进入贤者世界。这座圣人雕塑与云露书院的差不多。我知道问心观的真正含义，测试道德品质。那面镜子的作用是让人无法做出违背心意的举动，故意上香礼拜。糟糕，我没有礼佛，没有拜道尊，没有拜圣人。这说明我是个不敬神、不礼佛、不屑四书五经的人。第5层的这位，我一定要拜，不拜我就完蛋了。一个无君无父、无视神佛的人，是不容于这个时代的。哪个人是隶属于皇帝的间谍、护卫机构？他可以不敬三教，但不能不忠于皇帝。我这种人间之心，我乃会被踢出大个人衙门，
送你，还会翻我陷害周丽的旧账。拜，拳皇，给我拜！啊！魏公设立卫星官时，有过一个交代：倘若有人连续5楼不叩不拜，那定是十恶不赦之徒。可再给一次机会呗。于是魏公又给了一个机会，单独设立了第6关。只是那一关从未有人去过。你放松身体，别抽筋了，随我到后面来。大人，请。杀尽敌酋100万兵，腰间宝剑血犹兴。归来手持黄金锏，满朝文武未敢言。魏渊放这首诗在这里干什么？斗诗？不可能。知道了，魏渊这2首诗都有尽忠报国、威压百官的意思。这首诗摆在这里是为了共情。倘若那个无君无师的十恶不赦之徒真的秉性恶劣，在问心关里，他是无法对抗自己的本心，强行写出共情诗的。反之，说明他还有珍贵的品德在身。魏渊愿意给一次机会。李默伺候。好。我虽然心中闻君，亦不屑敬神礼佛，是个地道的唯物主义者，但我非十恶不赦之徒。我心中有正义，脚下有原则。我从未鱼肉百姓，从未依仗虚礼身份敲诈勒索。即使这是社会常态，你要共情，我便赋诗一首，如你所愿。耳时耳录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。哇，上天难欺。问心关已结束，结果出来前，大人莫要离开衙门。每一位打更人的资质都需魏公亲自裁定。小人这就给魏公送去。终于结束了。跪了几次？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喝茶休息一下。何止不太好，我感觉自己在生死边缘徘徊2回了。去教坊司请福香花魁。这个梦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。再给你请个勾栏女子敲肩揉腿。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在此处看风景，不比在室内看书更有意思。能看的书越来越少呢。我近来听说司天监多了一本蓝皮书，上面记载着天地万物的本质，甚是好奇。杨艳，再过1旬就是陛下祭祖的日子，通知下去，加紧内城的巡逻，缩减内城的通商。义父，你真不打算争户部侍郎的位置，安插自己的人？这是必要的退让。魏公，这是新晋铜锣的资质测试，请您评判。倩柔，当初你答题时用了几息？15息，杨艳是19息。这位新晋铜锣是12息。12息，还不错。能在短时间内勘破税银案，这份才智不奇怪。捧核的丽媛愣了5息左右。不可能！也就是说，思考的时间只有7息，何等敏锐的思维！义父，这人给我吧。是在你名下，他跟着银罗李玉春。你们见过他？那天在司天监。原来是他，口出狂言的小子。此人是长公主推举的。长公主？虽是炼精巅峰，但我瞧他心思活络，是个能做事的，就特许他加入打更人。义父，怎么了？问心关一口气走到5层，竟是个比我还狂的小子。义父，怎么处置？哼，耳时耳录，民脂民膏，狂妄！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义父觉得呢？有朝一日，那小铜锣升到了金锣，你们与他辩论去了。
义父觉得那小子将来能成为金罗。只要他是武夫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三教各有规矩，术士受人间气运拖累，巫蛊亦然。当世之中，唯有武夫最纯粹。我虽厌恶武者以力犯禁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越是桀骜的武者，越能勇猛精进，心中无所敬，无所畏，才敢颠倒乾坤。桀骜不驯为武夫，胸怀天下为侠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贾胜，大更人建立以来，得此评价者屈指可数。脱光衣服，坐进去。终于要踏入炼气境，传闻这洗髓液就值150两银子。你没有破身吧？没有。头，你是炼神境？嗯。那炼神境后面是铜皮铁骨，对吧？名字不好听，为什么不叫金刚境？显得我们武者都是没文化的泥土子。佛门3品叫金刚。原来如此。头，天下诸多修行体系，哪个最强？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强的。懂了。不过，天下所有体系都有一个共识：武者最粗鄙，最上不得台面。因为武夫只有怪力，却没有神意。这只是表面，里头还有更大的秘密。涉及到修行体系的上限，这些知识你有空可以自己去藏书阁看。不过反正我要在这里盯着你，便与你说道说道。在你的认识里，1品是不是体系的极限？难道不是？不全是。各大修行体系的等级原本没有那么清晰的标准，直到圣人晚年把天下修行体系划分为9品，然后一直沿用至今。但是圣人并没有把他自己划入到品级里，除了圣人，还有4位在品级之外，古神、巫神、道尊、佛陀，他们被誉为万劫不磨，永生不死。我听说圣人只活了82岁，按照头你的说法，他应该长生不死才对，所以其中有夸大的成分。其他体系都有超越品级的存在，但武夫没有。1品武夫就是当世之最。所以大家都觉得武夫是最粗鄙的体系。不对啊，司天剑的术士也没有。但不可否认，术士是所有体系中贡献最大的。术士9品医者，妙手回春，救死扶伤；术士7品风水师，堪舆地形，为百姓和王公贵族选墓地，布置家宅；术士6品炼金术师，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，满足了老百姓物质需求。其中宋清同学是其中翘楚，他为人寿事业呕心沥血。此外，司天剑的术士还负责更新制定黄历。相比起其他体系，术士简直是为国为民的榜样。头儿，我的身体突然开始疼了。疼就对了，洗精伐髓，再过1炷香，你会感觉自己正被千刀万剐。到那时，就是我为你开天门的时候。所以，我们皇帝陛下20几年来潜心修道，是为了长生不死。当今圣上封了一位绝色道姑为国师，并潜心求道20几年，是举国上下皆知的事。甚至有落魄文人写了皇帝陛下与绝色道姑双修验史。武夫虽然没有超越品级的存在，但应该能延年益寿吧？何必追逐虚无缥缈的长生呢？你炼精用了多久？17年。慢了些。拥有充足资源的世家子弟，16岁左右就能炼精巅峰。考虑到身体发育问题，15岁是极限。但是，就算是世家子弟，也未必能顺利踏入炼气境。因为除了需要每日打熬体魄的义务，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美色这一关。越是钟鸣鼎食，越容易陷在美色里。而炼精境只是武夫体系的初始，要达到高品境界，延年益寿，这有多难？我懂。那福香姑娘肯定早晚骂我一遍禽兽不如。头儿，我快到极限了。差不多可以了。药浴的作用是刺激你的身体，让沉睡的气机觉醒。开天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
资质好的，我只需要运转气机，在你体内走3个周天，你就能自己寻出气感，从此内外交感，晋升炼气境。资质越差，气机运转的次数就越多，而正常人的极限是9个周天。如果第8个周天你还无法自寻气感，那你就不适合武夫这条路。我很期待你的资质。只运转了1周天就能自寻气感？好像蛮简单的。你自己运转几个周天试试，我看看情况。身体里有一股新生的力量在四处乱窜。舒坦，气机外放，这是炼气境初期的神意，很好。你继续运转周天，搬运是强大气机的修炼法门，同时也不能松懈对体魄的打磨。我出去一趟。我遇上的是绝世天才，我得去问问魏公，资质测试他是几等？如果是以上，没准能晋级甲等。甲等可是金罗的资质，他会成为打更人重点培养对象。但他没有参加战力考核，以上是不可能的。是我想多了。魏公，正说到你呢，幸运的得了一位人才。人才？许其安，魏公对他竟如此褒奖，可我还没把运转1周天的事情告诉他呀。小人想知道许其安的评级，顺便向魏公禀报一件小事。你自己看，你收他在麾下，确实该知道他的评级，但不要想太多，也别太在意，平常心就好。当然，记得不要到处宣扬。假上？怎么可能是假上？我在打更人当差10多年，从未见过有假上评价。即使是金罗，资质也只是甲而已。许其安是炼精境，战力那一关是没资格测试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仅凭2个测试，就获得了甲上的资质评价。难怪要禁我的嘴。这事要是宣扬出去，哪个打更人能服？记得守口如瓶。你有何事向我禀告？我已经为许其安开天门了，按照规矩收了他400两，还回去吧。甲上资质的人才本就有资源清洗，他天资不错，几周天寻出气感。1周天？不可能！下去吧。是。需要特别关照吗？无需拔苗助长，且看着吧。倩柔，你与他年纪差的不大，他如今还无法与你相提并论，往后就说不准了。挺好，也让你有些动力。李大人，什么事儿笑成这样？小事小事。我现在的状态，感觉能打10个以前的我。原来二姑和我切磋时根本没认真，还假装一副用心对待的姿态。要是他使出全力，我恐怕会当场去世。大哥，哎呀，你别走来走去的，晃得我头疼。老爷，你去跑跑关系，也比干坐着好。好什么关系？打更人带走大哥的目的还不知道，现在不是打脸的时候。这小兔崽子就知道惹事，就知道惹事。老爷，大郎让人带话来了。大郎说他已经成了打更人，今晚不回家了，莫要挂念。成了打更人。这铜锣是独属于打更人的制式法器，既可以充当盾牌护住要害，也可以敲击锣面，发出震荡音波。哎，这不是增强版的铜锣吗？听起来好像一般。宋清送我的护心镜可是能抵挡炼神镜攻击3次，铜皮铁骨镜1次。司天剑出品？当然，法器只有司天剑的4品阵势能炼制。你明天准时来点卯。头说呀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们了。邹大人、朱大人，李璎珞传唤。春哥，春哥真是个精致的老男人。太康县的大黄山出现了妖物踪迹，吃了不少人。你们去跑一趟，查明情况。如果妖物境界过高，当场格杀。京兆府6扇门的人会协同办案，
他们已经在横门外等着了。好，许七安你也去，积累点经验。你的战力测试不是没做吗？这就当是实战了。一起走。有无之人，我刚一认职就碰到这事儿，我到底是欧皇还是废旧？京城有2个副国县，太康县和长乐县。太康县北边有一座大黄山，主峰高1000多米，山脉纵横10几里，内藏丰富石灰岩，养活了周边数百上千的灰户。年中开始，大黄山领域的河流中出了一只妖物，经常上岸吞吃活人，已经有不少灰户命丧妖物口中。没了，卷宗缺乏详细情况，这应该是刚上报的案子，所以需要我们去调查完善卷宗。灵验，配刀往上挤2寸，法官的位置不够正，往左歪1寸。是，神经病啊！这种熟悉的脚感。走啊！好，银子跟住了。我丢了3000银子。3位大人，卑职吕青，我已命人把马匹牵到城门口，咱们上马车说话。一个练气劲，2个练精进。税银案是我母亲赵府经手的，我记得他，许七安。此人颇有能力，我屡次劝说府尹大人招揽他到府衙任职，却没想到已经加入了打更人。说起来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为什么当初税银案没有移交刑部，而是京兆府和打更人协同了。因为刑部与户部的周侍郎眉来眼去，有同党。卷宗内容简陋，很多细节没有说清楚。案子是你们府衙先接手的，我们相互交流一下。好，妖物是6、7月份出现的。最开始，当地的灰户时常失踪，家人找寻时，在河边发现了怪物的爪印以及血迹。之后，接二连三的灰户失踪，河岸边的爪印也越来越多。当地的村长集结了灰户们，在河里撒网，打算捕杀妖物，但没有成功，渔网很轻易就被咬破了。这2期了，6、7月份的事儿，怎么现在才上报？妖物只是进山的灰户，没有袭击村落，所以一开始太康县令没有在意，直到死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才派遣捕手联合灰户捕杀妖物，但一无所获。随着经查将近，太康县令不但不处理案子，反而打算压下来。越是经查过后再说，别让那些灰户乱说话。灰户们不敢上山烧灰，但赋税依旧要缴，实在没有法子，灰户们便绕远路进山，避开河流。结果出了意外，这次进山烧灰的20余人再也没有回来。如今灰户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告到了我们府衙。有大黄山和附近村落的地图吗？带了。考虑到妖物境界未知，我们打算先自行探查，不带当地的灰户，免得出了意外无法顾及。我有个猜测，他袭击百姓是有规律的，或者说有很强的目的性。这或许不是一起简单的妖物作乱，他最开始只是吞噬靠近河边的灰物，随后范围开始扩大，以河流向两岸向外辐射，一直到进山吞噬灰物。这并非是单纯的为了猎食。首先，大黄山这条河绵延数百里，河内不缺鱼虾，野兽的择食是根据环境来决定，而不是自身口味。身边如果不缺食物，他绝对不会舍近求远，特意进山猎食百姓。其次，他若是个有智慧的妖物，与野兽不同，就是喜欢吃人，那他就不会对附近的村庄视而不见。但是他没有，他只吞噬进入大黄山附近的灰物。根据行为心理学分析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驱赶。行为心理学？难道大黄山里有什么让他在乎的东西？到了，这条就是流进大黄山脚下的河流。哦，东西给我。这就是妖物的脚印。给你们仨炸药，以爪印为中心，我们去下流丢炸药包。你们去上游，看能不能把妖物逼出河。大凤王朝对火药的管理非常严重，不仅配方保密，连制造火药所需要的材料也全数被朝廷垄断。
即使是打更人以及吕青等府衙快手，对火药的成分也只是略知一二。如果司天剑的术士在，一下子就能锁定妖物的位置。哼，司天剑的术士比我们打更人更高贵，只听令于圣上。这种小案子，别指望能劳动他们。司天剑的术士很高贵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吕捕头，看来他是不会出来。我建议进山看看。进山检查灰户们采集石灰岩的地区。走。我们都搜寻了这么久了，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找到。妖物不出水，搜山的话人手不够。吕捕头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选一个人去找附近的村长，剩下的留守在这里。如果没有收获，我负责去司天剑找术士帮忙。说的这么有把握，司天剑这个智能他的。小人终于等到几位大人了，你们再不来，村里百姓就揭不开锅了。本官问你，最后进山的那10余人死在了何处？在南边，是从河流的反方向进去的。那边也有烧灰的窑子，零星几个点儿，没有这边多。带我们去。是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进窑子看一下。情况不对，挖得太深了，这哪里是窑子，分明是人为开凿出的隧道。窑子不用挖这么深，这明显是在开凿什么东西。石壁上也没有烟熏火燎的痕迹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开采的是这东西，这好像不是石灰岩吧？齐安，你搞什么鬼？硝石，硝石是制作火药的主材料。药，我要是大凤的秘术，乃镇四海诸国的手段之一。但凡与火药相关的配方、材料，大凤都管制得非常严格。大黄山发现了硝石矿，并有开采的痕迹。不妙，立刻回京城上报此事。绑起来带走。大人冤枉，小人真的毫不知情啊。李长应该是不知情，否则不会带我们来。所以妖物驱赶灰户的原因是硝石矿。许齐安，小心！完全不进，传奇力道，炼神境。苏君夜，什么情况？你进去，别出来！打死我都不出来！手上都是鳞片。这是炼神境的药，好痛！不痛了。你们用军弩助阵，攻击他眼睛、下颚、口腔。是，好。闷葫芦，我的铜锣法器你拿去，一面铜锣无法抵挡妖物的舌头，你负责正面牵制，自己小心。行。虽然铜锣可以抵挡炼神境全力一击，可刚才妖物是在许明彦毫无防备下偷袭得手，还有可能被震碎了心脏。通灵只有1天的话，未免也太惨烈了。闷葫芦，趁现在！哎，大兄弟，你等等！我来。炼神境真难对付。炼神境的武者妖族拥有旺盛的精神力，可以辐射四周，让周遭的解毒仙毫必陷于脑内，任何跟踪、埋伏、锁定、杀意，都无法逃脱炼神境武者的洞察。什么情况？他怎么突然翻了个身？炼神境的偷袭洞察，可我们都没攻击他。可恶！
我刚准备射击，他就感知到了。偷袭对炼神境的高手不管用，最稳妥的办法是继续等待机会，让他们重创妖物，降低他的灵权。但按照目前来看，3位炼气境加2位炼精境根本打不过一头炼神境的妖物。成功了！这么拼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没死。哼，差点。如果不是宋清给我的护心镜，单靠那面铜锣的话，我童子身还没破就殉职了。作为一个穿越者，可太丢脸了。小心！好险！扯平了。许宁烨，你没死。是蛊毒，你们也抹在刀刃上。你哪弄来的这东西？这东西有用吗？我好了。放下！尸蛊毒有效。哼，该反击了。没葫芦。好。没事吧？断了几根肋骨。后队，小心这东西又吐舌！哎，跑了！追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前面是河，妖物一旦入水，再想消灭就困难了。喝着正法丸的君母是司天剑的法器，他跟人只有铜锣是法器，他这是自己的私产。竟能预判出妖物下水后的位置，并准确射穿大脑，这份敏锐的洞察和判断力简直可怕，而且还非常谦逊低调。我一向运气好，比那些看不起女人的男人强多了。原来就是你这妖孽在祸害我们！狗东西，狗东西！行了行了，我有话问你，南边那个山窟什么时候开采的？那是以前留下的窑，南边石灰岩不多，路又不好走，很多年前就废弃了。老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采成这样的。那边以前经常有人走吗？倒也不绝人迹。你且先回去，等待府衙传唤。你直接说偶尔有人走不就成了？跟我拽什么尾？嘿，他似乎对你很有好感，一路上都在同僚面前称赞你。你想说什么？有屁就放！吕捕头在京城六扇门里颇有些名气，至今尚未婚嫁。每个男人都渴望成为某条路上的独行者，不是吗？嘿嘿嘿。待你努力。吕捕头大概30出头，在这个时代属于大龄剩女吧。哎呀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只适合教坊司。对了，刚才你那一招是什么？校风剑法。剑法？你用的不是刀吗？谁说刀不能施展剑法？是啊，谁说没有枪头就插不死人呢？几位大人请留步！大人请留步！这半年来，我们真的快活不下去了。如果不是几位大人替我们铲除了妖孽，交不起赋税，咱们只能出逃当流民去了。这是我们全村凑出来的所有鸡蛋，大人，您收下吧。全村凑出来的所有鸡蛋。好，走吧。我如果坚持不了，大山告诉我，不拿百姓一针一线，估计会吓坏他们。办得不错，许西安，你立大功了。春哥亲手给我们整理的衣服就是那么的整整齐齐。说回正题，大黄山消石矿这件事，你们怎么看？
根据许灵燕的分析，妖物是有意识的驱赶挥狐，而我们又在山里发现了消石矿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至于其他的话，头儿，砍人我在行，办案嘛，许妮，这个你在行，你来。那我做个补充，我现在可以肯定，妖物驱赶周边灰户的原因，就是为了独占消石矿。只是有一个问题想不通，妖物为什么会盯上消石矿？这东西除了可以用药，再就是制作火药。火药是妖族，是妖族。我们填写完受伤文书，就可以休息2天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工伤啊，不，带薪休假。走，今晚去教坊司。闷葫芦，你的伤势不要紧。教坊司的女子很懂得伺候人，还想说回家呢，但二叔人知道哪个人要职业，而是转身，他显然不会关注我回不回家，他整天只会对着我哼哼唧唧。许妮，你怎么想的？教坊司这么多院子你不选，选影梅小阁？福香姑娘的打茶围是10两银子，而且她极少陪客，通常连着几天都只有打茶围的客人，而没有入幕之宾。福香姑娘看不上我们的，浪费银子。银子我来出。那还不赶紧呢？我来一雪前耻了。公子们，请到这边入座。杨林杨公子在吗？啊，谁叫我？杨林杨公子在吗？哎，兄台，这位杨凌是何许人？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，听过吧？此诗一出，便被当下的读书人称为千古以来咏梅绝句。这是只有我们读书人才能做出的佳句。那公子为何在此地寻人？因为这首千古绝唱就是在影梅小阁问世的，是杨凌杨公子赠予福香姑娘。怪不好意思的。难怪影梅小阁近来恩客如云，难怪福香姑娘总是不出面。是啊，听说福香姑娘已经轻易不陪客了，今晚也没出来。那杨公子只在教坊司出现过一次，便杳无音讯。国子监派人去长乐县找他，结果查无此人。竟有这样怪事！我天天来影梅小阁，就是为了等他。哎，不只是我，京城学子都想结交此人。才能轮到我。哎呀，这下可好，福香姑娘已经不是我们可觊觎的了。我这算不算无形中哄抬实价？可惜你破案厉害，写诗不行。你若能与那杨凌一样写一首千古绝句，哼，福香姑娘倒贴都愿意。哎，倒贴？书生呕出佳句，赠予风尘女子，她就会身价大涨。而那些年少出名的读书人，更是风尘女子争相吹捧的对象。别说不要银子，就算倒贴也是愿意的。云麓书院的子阳居士当年就颇有诗才，考中状元后，在教坊司流连3月。子阳居士，还有诗的大儒，1钱银子都没出。怎么了？许宁燕，你怎么了？是杨公子，得赶紧告诉娘子。哎，小娘子别走啊！福香姑娘，哎，福香姑娘来了。奴家献舞一曲，为客人们助一助雅兴。福香刚才看我了，是看我的。福香姑娘舞姿真好啊，美，太美了！这是段儿，要是能给我跳一曲《极乐净土》就好了。福香姑娘很少跳舞，弹琴倒是经常。你初来教坊司，能见到她的舞，这银子花得值。见丑了，奴家便先行告退。这要是能宿在他屋子里就好了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杨公子，我家娘子请你入屋喝茶。杨公子，
杨公子，杨公子这边请。明日卯时，院门口不见不散。杨公子，大名啊！你是杨凌，你就是杨凌。杨兄，在下窦婴，杨公子，他就是杨凌。我看风赏个脸。几日不见，公子愈发神俊了。只要你喜欢，我的改变就是值得的。哼，净会说些好听的哄骗奴家。公子明明是瞧不上我的，哪有男人能抱着我一整晚什么都不做的？那天有点累，冷不冷？冷。杨公子，讨厌。对了，周侍郎罢官流放的事儿，杨公子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似乎是被威武侯弹劾了。似乎是因为那位周公子贼心不死，劫持了威武侯的庶女。所以说美色是刮骨刀，福相起疑了，未必是疑心，但肯定有好奇心。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天刚刚说完周丽的陈年往事，周丽就真的对威武侯庶女出手。我得增强这个女人对我的好感，让她打心底倾向我，免得哪天对某位官员说起了我的事。刚才看姑娘跳舞，心里忽然有所触动，偶得几句。今年欢笑复明明，秋月春风等闲动。公子是在戳奴家心窝吗？公子好狠的心！原来杨公子这么厉害！早啊，两位，福香姑娘如何？哦，叫我润居士。我回来了。夫人，你看，大郎买的，给婶婶和妹妹们买了绸缎做衣裳。哼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平安回来就好。大哥，大过，我看到姐姐昨天偷偷躲着哭了。明月，大哥能平安回来，明月妹子，真好。大过，有给我带吃的吗？明月，小心！大过，再来一次，好玩。宁燕，你踏入炼气境了。没想到宁燕你已经经历这些，还好没事。长公主为什么会派人跟踪你？也许是那天在书院的外人里，只有我。亚圣学宫发生异象的当天，长公主也在学院里，她不可能不关注此事。长公主心思深沉的很，她不但在云麓书院求学多年，与陆渊更是半个师徒关系。她的棋艺超绝，举荐你为大更人，绝非是一时兴起随手落个闲棋。大哥将来如果被她召见，切记一定要小心，谨慎对待。能被心高气傲的许慈就如此重视忌惮，说明这位长公主不是个简单人。对了，我踏入8品修身境了。修身境的儒生有什么神意？意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我的内心竟然涌起了豪情万丈，并且迸发出孤身对抗千万军马的勇气。修身是磨砺文档过程，这个境界的儒生，一言一行都让人信服。比如大哥刚才就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，于是不自觉的会照做。将来我入朝为官，断案不比你差。不，我是靠真本事，你那是靠作弊。这么看来，儒家的8品修身境相当于是一个勇气 buff， 言出法随的雏形。嘿嘿嘿，辞旧，大哥待你不薄，大哥的貂蝉。辞旧，爹也。哎呀，为我的小儿补个觉先。怎么回事？枕头底下传来的这种心悸感，是这玉石小径传来的。什么东西？酒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镜子叫酒？不，如果是镜子的自我灵性，那不会问出你在哪里这句话，因为我和你睡在一张床上。
天天都不公正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：一，镜子是什么宝贝？除了收纳物品之外，还能接收信息。啊，这是信息吗？如果是，那么是谁发的？还能接收信息的话，这不就是一部古代版的通讯手机吗？三，老道士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把镜子赠予我？四，该不该回应？算了，先不管了，晚上还得跟捕快同僚朱县令他们去吃告别宴。能成为打更人，是我们长乐县的福气呀。宁燕呢，也是我长乐县衙门出来的人，我以前就很看好你。如果我能继续往上爬，朱县令大概是我官场上第一个相当可以信赖的人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各位官爷，小娘子们来了，选一位侍寝吧。哇！宁燕，你先挑。不用了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论姿色，那还得是福香姑娘。凌月，哦，我睡着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大哥回来了。放日记的抽屉没有打开的痕迹，还好。或许我可以考虑用英文写日记。大哥怎么没回家吃饭？爹说大哥肯定是逛青楼去了。二叔真多。没有，只是正常的应酬。我去了打更人衙门，所以请同僚们吃饭。原来是这样呀！既然大哥已经吃过了，那我这就回去，厨房里还热着菜呢。没想到在这个家里，除了二叔，就这个妹妹对我最好，突然有点感动。夜深了，大哥送你吧。来，这里进。墙？不会是……大哥等等！看，一下子就到家了呢。多谢大哥，大哥抱我了。看路呀，刘月妹子。完事儿，我去睡觉。御史小径传来的心悸感又来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又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消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过来，不解决的话总觉得是个隐患，还是得回复信息。首先，镜子现在是我的所有，如果能彻底摸透镜子的功能和神意，对我来说是好事。其次，如果这条信息是那位老道士发的，我就能顺势弄清对方为什么要把宝贝送给我。但这要怎么输入呢？先试试语音输入。在洗澡。语音不行，那手写试试。啊，可以了。通过触碰传递思维。3，代表的是我这面镜子的序号。对方是9，他也有一面镜子。啊？看来金莲师兄应该是那位赐予我镜子的道长，这位9号称为师兄，两人应该是同门。至于他口中的天地会，怎么一时间还要反清复明啊？我不是天地会的人，这镜子是一个老道士送给我的。道长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。送你镜子的道长身在何处？不知道。这是地宗的法宝。抱歉，一无所知。道门分天、地、人3宗。原来是道门的人，天地会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去，意思是那老道士把锅推给我了。我只是个小小的打更人，为什么舍弃地书能自保？天地会的人
能锁定地叔的位置。诛仙，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这是个能充当储物戒指的宝贝，但它伴随的风险太大了。好，怎么还给你？道长客气了，物归原主是在下应尽的责任。不，贫道没有说过。在下绝非索要钱财，只是宝物物归原主，黄金自然也得物归原主，价交换是吧？Nice！ 冈人衙门在内城，距离徐府太远，如果步行去上班的话，到打更人衙门都快吃午饭了。于是，原本是取二叔坐骑的我，现在换了新的主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只小母马，骑在我上面的是我的新主人，以后请多多关照呀。头，我想去暗读库。好，你手底下的新人啊？哎，什么评级啊？以下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衙门就是需要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。哎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丽媛啊。明白。打更人的衙门暗读库分为4个区域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。铜锣只能去丁字房查阅暗读。丁是基层，文件数量也是最大的，因为越是机密的文件，数量越少。道门的源头来自道尊，道尊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。相传道尊是上古奇人，他一气化3清，分别是元始天尊、道德天尊、灵宝天尊，暗合天地人3才。这便是道门天地人3宗的由来，其中天人2宗势如水火，都自诩是道门正宗，恨不得把对方的脑浆子拿出来。地宗最是寡淡，门人风格非常低调，不争名不夺利。对此不了解的人都以为道门只有天人2宗。这年头，道统之争估计是最大的矛盾。地宗拜的是道德天尊，修的是无量功德，他们云游天下，低调做人。做好事不留名，得了功德就走。果然，地宗咸鱼是有道理的。功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与运气是同源的。功德，所以那个地宗的老道士能看出我的特殊之处，知道我是个福星高照的欧皇，便心安理得的把烫手山芋甩给了我。你不是修功德的吗？怎么竟干些缺德事啊？所以我身上那古怪的运气也是一种功德。可是许家祖上18代都是小百姓，就二叔这一代稍稍有起色。修的原来是个手拿菜刀砍电线，一路发电闪电的傻批，好事没怎么做，战场上倒是砍了不少人。大人是在查仁宗的资料？不，我查的是地宗。啊，等等，仁宗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咱们的国师就是仁宗当代的道手啊！魏大人对那位女子道手甚是不喜。以前只知道当今圣上诚意修道，渴求长生不死，方有一位天仙般的道徒做国师，没想到竟是仁宗道手。京城就像小小的水塘，却挤满了蛟龙。司天监的术士，道门仁宗，打更人，儒家云雾书院，大奉军方，朝堂文官集团。难怪9号说天地会的人不敢进京城。练起来试试，这是个热气。你再给我找一找天地会的资料，还有地书。地书你知道吗？天地至宝啊！还有，如果我想去甲乙丙3号库房，该通过什么渠道申请？乙和丙号库房分别对应金罗和银罗，至于甲字库房，得有魏公的手书才能进入。不过，您要找的天地会和地书资料，丁号库房就有。天地会听着便是个江湖组织，而地书是传说中上古法宝。两者都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，大人您稍等。江湖组织千万，其中一部分组织经营一些灰色收入，但都还算听话，愿意服从朝廷管束。个别一些底蕴特别深厚的江湖势力，不太买朝廷的账，但他们的存在也起到了稳定一方的作用，偶尔还会自发剿匪。天地会就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江湖组织。关于他的记载，最早出现在甲子期。那年云州大旱，流民落草为寇，四处劫掠。当地江湖势力联合朝廷剿匪，天地会就是其中之一。
这天地会看起来还是挺有侠义的，但也可能是为了博取名声。天地会不是活跃组织，相关记载寥寥无几啊。但既然能逼到地宗高手逃进京城，说明它是个很大风险势的组织。这样的组织能瞒住打更人的情报也合情合理。我是不是应该禀报城门，丰富一下打更人暗毒库？我的黄金500两不就黄了吗？地书这样的宝贝，万一哪位金龙看上，直接让我上交国库。让我再看看地书的资料。地书是上古至宝，历来无法考证，只知是哪位出生年代无法考证的道尊遗留。此类上古宝物多是天地孕育而生，非人力能领悟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：滴血认主。这个套路用来上去是滴血认主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啊！这是哪儿？这8个光点象征着其他镜子，加上我正好9面镜子，9号是哪个光点？随便点一个加好友吧。回来了。这个6号应该就是我刚才点中的那个光点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9号在骗我。如果9号是骗我的，原因呢？6号既然知道9号骗我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是谁？凭什么说9号不可信？你是天地会的人，对不对？竟然这么痛快的承认了。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我和9号有联系？你先帮我等一下呗。难怪9号不急着催我物归原主，还把主动权交给我，让我来选地点。难怪昨天我问9号，天地会的人是不是可以借地书锁定我位置时，他转移了话题。我选择交易，他可以黑吃黑干掉我；我不选择交易，他也能拖延时间，一直到锁定我的位置。那老子的500两黄金，谁都不信。6号未必是好人，他没准在反套路我。我要那么好忽悠，景象就白赌了。等等，地书是天地会的朋友，9号是地宗的人，地宗觊觎地书。根据打更人内部资料记载，地书是道门地宗的朋友，而天地会只是江湖组织，这说法显然有问题。何出此言？我给你一个地址，你让人送到那里。此事涉及到地宗一桩秘密，我非地宗门人，不方便透露。目前我有3个选择：一，认可6号把镜子送回去，我可以雇人送，这样既不用考虑6号的身份，又不怕9号的锁定，从此脱身。2，与9号交易缺点是可能会面临黑吃黑的危险，好处是一旦赌对，500两黄金到手。3，把地书上交打更人，换取功勋。我才刚加入打更人，没有功劳，没有资源，正好可以用地书换一个锦绣前程。先把镜子里的东迅速禀告魏公，铜锣许七安有重大事件汇报。铜锣有事，去找直属。铜锣不在，情况紧急，速去。这件事，我不打算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我是有家人的，必须淡化我在这件事上的痕迹，让天地会和地宗的人忽视我。卑职参见魏公。何事？卑职有一重大发现，特来禀告。
此乃地书，道门地宗至宝。地书，你是怎么得到它的？黄金500两，小人只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谋求利益。大佬，您关注的点是不是奇怪了些？考虑好了吗？什么时候交易？哼，镜子已经滴血认主，只有你能回复。告诉他，交易地点在内城桂月楼鸾凤鹤鸣养间，时间1个时辰后。魏公，回复了。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、住址，应对的不错，下去吧。这件事会有人去办。是。那我的500两黄金，不，功勋呢？原本打算去勾栏听听小曲，抚慰一下痛失500两和镜子的心情。之所以掉头来教坊司，主要是距离近，绝不是因为勾栏吃饭听曲要好几钱，而佛乡这里免费。杨公子原来是打更人呀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喜欢的。我和9号的聊天内容，6号怎么知道？这地书是古代版的 QQ 全部成。早知道滴血认主，我就挨个加好友。天地会和地宗似乎有渊源，门派分裂，你别乱动。那我就不客气。门没锁，进来吧。就他这身打扮，肯定进不了内城，8成是进了桂月楼才偷偷换上的。袍子里可能藏着武器。东西呢？我好像说过，这面镜子我花500两黄金。什么镜子他娘的要500两黄金？镜子，给。大更人给的任务完成，按照承诺，将功赎过，他们会找人顶替我死囚的身份。不好，果然没那么简单。这是个高手，直接破窗出去，不信他敢在内城闹市区当街杀人。什么时候？帮主，幸不辱命，你带回来了一个敌人。帮主，杨艳，你这只魏青衣养在身边的狗，别多管闲事。偏要管？哼，别怪贫道不客气。地宗修的是功德，什么时候会这些鬼魅伎俩？贫道送你去问道德天尊。我这百鬼阵进来容易，出去可就难了。纵使你是4品武夫，也得生生耗死在这里。这阵法与司天剑的阵法是完全不同的2个领域。司天剑的阵法是借天地之势，可长久存在；道门的阵法则以人力布置，无法长久。这个百鬼阵非常棘手，在各大修行体系里，道门是元神领域的执牛耳者。道门6品阴神在古代也叫鬼差，夜间勾人魂魄，主宰凡人生死。这百鬼阵就是类似这样的手段。武夫虽然也有魔力元神，但只是叠加防御，让元神变得坚韧，缺乏相关领域的攻击手段。我听说道门8品叫石器，可驱使法宝，召唤天雷，不让我体验一下？就来！
5副6品的铜皮铁骨，你为什么还不还手？我在等我的枪，他来了。既然内部无法破阵，那就从外攻破。居然破了百鬼阵！啊，不好！啊！好一条魏源身边的狗，给贫道等着！让他逃了，先回京城吧。阴神无法在白日里长期活动，没了肉身，实力大打折扣。得下去找副肉身，顺便吞噬魂魄，滋补滋补。什么？中气了！是你，金莲。镜子已经认你为主，暂时交给你保管。最先与你联系的确实是地宗的人，对你存了必杀之心。啊！杨金罗已经把人击退，你暂时不会有危险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你家附近都会有打更人的暗桩盯着。什么？大佬，你竟没把这事办妥当，还让人跑了，留下这么大的隐患！地宗阴神无影无形，难以杀死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义父，我留不住阴神。何必要留呢？你不擅长，自然有人擅长。虽说地叔滴血认主，但既然老道士能把镜子赠予我，说明滴血认主并不是不可改变的。我一个铜锣，没道理把这么重要的宝贝交给我保管吧？既然有暗桩盯着我家，那婶婶和妹子们的安全暂时不用担忧。先不管了。春哥，我给你买了草豆。春哥，头，朱广孝养伤，宋霆锋偷闲，你怎么不在家待着？索性也没事，便来衙门熟悉熟悉环境。头，你是在查萧石矿的案子？这件案子目前由我负责，案子详情不能与你说，我挑些能与你说的。初步怀疑是万妖国余孽潜伏在京城附近。万妖国？万妖国虽然成了历史，但这些年来，万妖国的余孽一直千方百计的想要复国，想要夺回国土。但佛门统帅西域诸国实力强大，鼎盛时期的万妖国都不是对手。想要复国，必然得有其他手段。所以主意打到我们大凤的火药上，所以那妖物才驱赶附近的挥霍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很忙。没了，头，您忙。今晚是去找福香呢，找福香呢，还是找福香呢？这不行不行，现在应该是存钱买房子，把二叔他们接到内城住，这样更安全。虽然福香花魁对我情深意重，坚持不要银子，但丫鬟五阶的赏钱还是要给。这个点回家刚好能吃上婶婶的晚饭，嘿嘿嘿。哦，长夜漫漫，要干点什么呢？这个时代没有手机和电脑，又缺乏夜生活，除了去教坊司，也只有在深夜里写篇日记来消磨时间了。上次一别，你还是个练精境的武夫，想到现在已是练气境，施主果然是福星高照之人。我们又见面了。道长夜闯民宅，寓意何为？贫道是来与施主说一声，贫道的师弟子莲已经羽化，施主再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你杀了他？
贫道是助他羽化。那你今晚是来助我羽化的？9号死在了这个道士手里，他如果能独自对付紫莲，根本不用舍弃宝贝。这老道士极有可能来了一场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问题是，他怎么提前设好埋伏击杀紫莲？我知道了，这老道能摸到徐府，说明早就跟踪过我了。因此，对于我是打更人的身份，对于打更人的部署，当然也清楚。道长是来回收地书的？我已经有了，这是贫道那师弟执掌的9号碎片，如今总算物归原主。至于施主那面，就当是贫道送你的谢礼。地书碎片总共9块，贫道分别赠予了不同的人。施主也是贫道相中之人，那7个不同的人组成了天地会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有各自的身份，来自5湖4海。施主要是好奇，可以自己问，贫道不会泄露任何人的身份，包括你。贫道今晚来此，便是邀请你加入天地会。邀请我进天地会？这老道又想打什么坏主意？我只是个炼气境初期的武者，何德何能让道长如此看重？贫道方才说了，施主是福星高照之人。果然，这老道士能看穿我古怪的气运。请道长解惑。前些日子，贫道受了重创，无奈躲进京城。直觉告诉我，会遇上一个能助我解决危机的人。贫道在路边等了许久，终于等来了施主。不过，贫道只知施主福星高照，却不知根脚在何处。倒是当时马车里的那女子，气象瑰丽万千，神华内敛，世间少有。施主赠她一枚手串，你2人将来会有一段渊源。说的头头是道，却又毫不点题，这不是神棍吗？你也像选我一样，选中天地会的其他7个人？是。我能问原因吗？可以，只是听了贫道接下来的一番话，施主可就没有退路了。你说，贫道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拯救地宗。拯救地宗？施主不觉得奇怪吗？地宗修功德之力，贫道那位紫莲师弟却想置你于死地，杀死了代替你交易的死囚，这与地宗修行功德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。9号杀死了我的替身。唉，地宗当代道手入魔了，影响了几乎所有人，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小部分门人没有被道手影响，而庇护我们的就是地书。入魔？地宗修功德，身为一派之主的道宗，肯定有无量功德，这样的人竟入魔了？成业功德，败业功德。道德天尊开创地宗时，留下过一句戒言：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你说人话呀？施主觉得救人一命，是不是功德？难道不是？如果你救了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呢？该遭天谴，却因你出手相救活了下来，继续做恶事，这还是行善吗？人性多变，公案交织，不能因为见到过黑暗就愤世嫉俗，业绩光明。我不可能在救人之前，刨根问底的去查人家的过去。施主能说出这番话，我才真正放心把地书托付于你。常人行此原则，自是没错。
但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最可怕的因果。功德积累越深，因果越重。道手一生都在行善积德，甲子前他渡劫失败，因果反噬，堕入了魔道。所谓物极必反，便是此理。想以功德正道，就必须承受相应的因果。一念成仙，一念成魔，这是每一位地宗门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。原来地宗还有这样的隐秘。如果我身上的福气和地宗是同出一源，那我是不是也有入魔的危险？天人两宗不管吗？怎么说都是道门。地宗有成魔的隐患，你认为同出道门的天人两宗就没有相似的隐患？再说，这是我地宗的事，与他们何干？所以天人两宗的隐患是什么呀？那道长成立天地会，杀道手，清理门户。地宗道手什么境界？2品。你快把镜子拿回去！我天不正不受借来之时。老道修功德数十载，大本事没有，看人还是很准的。天地会中，包括施主在内的8人，将来都非池中之物。你们分处5湖4海，将来总有一天会相遇。早些加入天地会，结下香火之情，省得将来天骄相争，出现死伤。倘若真如老道士所说，天地会里个个都是人才，是天之骄子，那我混在这个圈子里，在关键时刻定能起到重要作用。好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可以通过地书向我求援，也可以通过地书向其他成员求助。如果他们在京城的话，互帮互助是天地会成立的宗旨。另外，地书持有者以地书序号为名。阴神？目前看来，这位地宗的高手对我并无恶意，但老六布局深远，无法从表面看穿他们的真正谋划。他把镜子赠予我，借打更人之手对付同门，然后渔翁得利，成为最大得利者。单凭这点，就说明老道士是个老六。哼哼，但是能对付老六的，只有老六。想在京城混，必须得抱住这根大腿。长夜漫漫，作为天地会新人的我，得来个猛星报道。先加一遍好友，嘿嘿嘿，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日一枚，请多关照。好尴尬，没人理我。诸位，在下陈近南，请多指教。赢回了。陈兄，我通过地书联络了金莲道长，知晓了大概。多谢你协助道长化解此次危机。是6号，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小事一桩？那天看他和紫莲的交谈中，处处表现得激动，境界明显是不高的，但他却能借助金莲道长击杀紫莲，夺回9号地书。这个3号，他可能本身实力不强，但背景深不可测。2号，陈近南小兄弟，喂，你这不能说出了我的性别，还暗示了我的年龄，亏我还在半人妖或者高人。哦，3号，哪个衙门混的呀？我会告诉你才有鬼呢。衙门？
京城衙门不过是一群尸位素餐的家伙吧？3号似乎对衙门非常不屑，语气有点狂傲。可以排除是哪更人？是司天监，还是云路书院？京城官方势力就那么几个，首先排除仁宗，金莲道长不会与仁宗合作。这语气，吴家那群自诩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很像。没错，模仿的就是许新年的语气。对了，1号也在京城，没准你俩认识呢。1号，我知道你在镜子前看着，今儿的事儿有听说吗？有气，有气。2号拉1号下时，同时向我传递一个信息：1号和你都在京城。然而，作为3号的我，并不知道其他人的信息。2号可以不透露1号的信息的。2号明显是在针对1号，而1号立刻以牙还牙，彰显自己渠道的同时，对2号做出反击。2号在云州剿匪。云州匪患怎么可能平息？大凤的皇帝就是个没脑子的猴子，成日想着修仙，不知人间疾苦。这话听起来，2号应该不是吃朝廷凤。周侍郎落马，争斗开始了。不过周侍郎的倒台颇有些荒诞不羁，独子色令智昏，企图玷污威武侯的2女儿。我发这番话除了向2号传递信息外，同时也在试探1号。倘若1号出来纠正我的话，换了个话题。这1号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要查甲子日那天的事？而且金莲道长为什么在意云路书院的变化？这是国子监读书人才关心的事，和一个地图的老道士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了。道长为何在意云路书院的变故？我想知道程亚圣的石碑有没有裂。这很重要。相当重要。它裂开了。当然我才不会告诉你这个老李。对了，有件事想请教诸位。炼金术师是否是司天监独有？3号问出这个问题，证明他不是司天监的弟子。3号很可能是云路书院的读书人，是某位深受学院长辈重视的学子，不然也请不来高品强者击杀自怜。哼，我这番话一出，你们定会觉得我是云路书院的学子。等将来你们察觉到我可能是打更人，又会发现我真的是云路书院的学子，或者你们还会发现我是司天监炼金术师们的人生导师。玩狼人杀我是认真的。这个我来回答吧。600年前是没有术士体系的，直到大凤开国后，司天监才出现了术士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司天监衍生的炼金术师几乎没有。不对，应该还是有的，只是很少。要不然凭我当初掏出的那本蓝皮书，炼金术师们就该觉得奇怪。难怪炼金术师们对我的化学理论知识如此渴求。他们明明都很强大，因为门派历史短，所以没有形成一套全面的理论基础课程。另外，睡岩案幕后的炼金术师到底是谁？司天监对睡岩案中涉及的炼金术师似乎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，不闻不问，这一点很不科学。规矩，一问一答。你问。
哦，想试探我的社会地位。寻常的儒家学子并不知道儒家二品叫什么，当时那位二品钱钟大儒的生平事迹碑中也没有详细说清楚他的境界。但二郎跟我说过，二郎之所以知道，因为他是大儒张慎看中的学生，是秋闱高中的举人，这在云麓书院学子里已是精英层次。倘若我不是云麓书院的学子，这个试探同样有效。非儒家学子也知道二品的话，社会地位只会更高。要是我回答不出来，大概会被这群家伙嫌弃层次不够。儒家二品叫大儒。太没礼貌了吧，一个都没回复，下线不会说一声，一群没素质的玩偶。话说回来，地宗到手入魔是在一甲子前，天地会也是甲子前出现的。其中天地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，成员之间彼此联络却又彼此防备，但大家毕竟散布在五湖四海，甚至未必是大凤王朝的人，彼此间保留点戒心也正常。目前的好处是信息分享，这不就是聊天平台吗？线上聊得好了，将来会有线下面基的机会。2号在云州太远了，身份地位应该不低，不然怎么查阅各府各县的户籍？1号也在京城，是真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比我这个水会要强。6号之前他警告我不要回应9号的时候，说过他也在京城。1号和6号是我接下来要上线的对象，其他4、5、7、8暂时没有上线。这狼人杀有趣，有趣。自从仁宗到手被封为国师后，大本营便搬来了京城。当今圣上为仁宗建了一座气派的道观。魏公，请。魏公大驾光临，小道诚惶诚恐。地宗发生了什么事？魏公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何须请教小道？无非是当年骂了你一句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，便嫉恨如今。大更人掌握着一块地书碎片，你要吗？那是地宗的东西。义父，打探出消息了吗？那女子到手不愿说，但地宗肯定出事了。这些年天灾频发，人祸四起，大凤的气数不对劲，各大修行体系也陆陆续续暴露了问题。我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了。义父是不是多虑了？那天我们去司天监，监正说天下一切正常，窥探天机的人说的话最不能信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地宗近况。地宗门人向来低调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我说了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，我已经同辈无敌了。蠢到无敌吗？不是蠢到无敌，是无敌。姐姐说，府上跟我一样大的孩子，没人能打得过我，我是最厉害的。因为府上只有你一个智童，姐姐没骗你。走走，大哥，我们去吃早饭饭吧，我饿了。老爷，林月似乎到了出阁的年纪。娘，我还不想嫁人，这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啊？18岁再不婚配就成老姑娘了，二哥都还没娶嫂嫂。你二哥即使要婚配，也要等春闱之后，不急，先把你的婚事定下来。明月确实到了嫁人的年纪，哎，一转眼就长大了。长大，
我记得大锅说过，女孩长大了捣蛋，琪琪长大了，琪琪是捣蛋鬼。凌月就算要嫁，也得嫁个像大哥我这样的优秀大丈夫啊！婶婶就是嫁了如我一般优秀的二叔，才能过上穿金戴银的日子。宁爷说的没错。哼。对了，明日起我得回云麓书院准备秋闱。嫁人？是哪了？大锅，我还要包子。辞旧，女儿要出嫁了。辞旧就是有出息。大哥，哦，我不想嫁人。放心，回头我和辞旧还有二叔通气。家里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娘做主？去你！哎呀，我吃饱了，该去上班啦。又是这个铜锣。寻常铜锣没资格向魏公禀告事务，因为他们头上还有银锣和金锣，而魏公也不会召见铜锣。这个新来的铜锣待遇真好，逢着他来，魏公就召见他。魏公，这次又有什么事？来抱您大腿的。昨夜地宗的金莲道长找上门来了，他没有伤害我，也没有收回地书，反而邀请我加入天地会。天地会？哦，看来大佬对我这次的情报很感兴趣。天地会的发起人正是地宗的那位金莲道长，以及他幕后的地宗门人。天地会的核心成员共9人，同时也是地书碎片的持有者。他们以碎片序号为代号，不以真名示人。目前只知1号在京城，背靠不小的势力；2号在云州，热衷于剿匪，疑似朝廷的人。互相不知道身份。金莲还和你说了什么？他说地宗出了问题，他要清理门户，因此成立了天地会。出了问题？仔细说。地宗到手，入魔了，这影响了几乎全部的地宗门人。因为有地书的庇护，只有少数人保持清醒，逃离了宗门。于是他组建天地会，将地书碎片赠予分散天下各地的天之骄子，扶持他们，以求将来清理门户时能获得助力。到手入魔了，难怪紫莲变得阴森邪异。你觉得金莲告诉你这些是为什么？我不对，差点就说出不知道3个字了。以魏渊的老谋深算，肯定不是在我这里寻求答案，他在试探我的水平。地宗的异常，天地会里所有成员都一清二楚。金莲道长如实相告，是在向我展示诚意。地宗行踪隐蔽，打更人至今还不知道功德入魔的内幕。魏公的意思是，金莲道长以我为媒介，想秘密与您达成结盟。以后你就是打更人在天地会的碟子，负责打探其他成员的真实身份。必要的时候，衙门会给你一定的帮助。是，刚才我要是表现的迟钝些，会不会收回地书碎片，换一个聪明绝顶的下属顶替我，潜入在天地会当2五仔？大人物的试探如清风扫面，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出错了。你已是练气境，该尝试修炼绝学了。去藏经阁挑一样吧。你惯用刀还是剑？绝学？刀？选绝学的时候，记得挑选简单纯粹的刀法，过于复杂和花哨的一概不要。武者与其他体系不同，没有太多的神意，只有怪力，因此武者越纯粹越好。将来你踏入高品境界，就会明白这个道理。谢魏公指点，我将来也要成为这样有逼格的大佬。给，魏公的手书。喂，你什么时候抱上魏公这条大粗腿呢？魏公主动召见我的。魏公主动召见铜锣。不过许明彦这甲上的资质是魏公亲自评的，他有意栽培实属正常。不愧是我手底下的铜锣，
嘿嘿嘿。刀谱共407部，全在这里了。哇，头儿是不是要问我哪部刀法最强？绝学分2种，一种是技，一种是道。后者你就别想了，前者没有强弱之分，只看人。没有满意的，都1个时辰了。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有选择困难症。最近有没有新的刀谱绝学入库？啊，有的。司天剑那边前几天送来了几部绝学，换了几千两银子。几千两银子？许明彦，你运气不错。几千两银子的绝学，品质比里面的刀要好。我估计有某本刀法之道的残篇。道？拥有道运的绝学，通常是高品武者所创，蕴含了他们一生的武道感悟。想要成为高品武夫，这类绝学不能碰，因为那是人家的道。但残篇可以学一学，你去找来。是。大人，都在这里了。天地一刀斩，是这名字的人，大概不是中二就是偏执狂。我好想把这书扔掉。冷静，冷静，先往下看。世上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一刀斩断的，包括天地，敌人也是如此。任何多余的招式和偏杀都是对武道的羞辱。我只出一刀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我就要他了。巡视街面是遇到位的事儿，我们主要是负责那些飞檐走壁的家伙，只做瞭望，实善无极。除非遇到大案，否则呀，不要胡乱飞檐走壁。京城水深，明里暗里的高手不计其数，乱走无极的话，指不定哪个犄角旮旯飞来一剑，把你给干掉了。当然，打更人肯定会替你报仇、收尸以及发放抚恤金。抚恤金是多少？铜锣300两银子。300两银子，足够妻儿过上富足的生活。300两银子，现在只能找身价暴涨的福香5次。是啊，然后你妻子改嫁，别的男人花你的钱，与你的媳妇恩爱，还打你的儿子。我突然庆幸自己还没成家立业。哎，对了，宁烨，你的绝学是什么？有何特点？实战性很强，爆发力更强，就是不太持久。劈出一刀后，我会进入短暂的虚弱期。这部绝学开头的这句话就是金玉良言，本质就是1秒真男人，砍完就虚脱了。好处是爆发力强，也许修行到高深处能越阶砍人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先过把瘾。嘿嘿嘿嘿嘿，这是3位大儒让我转交给大哥的。这是什么书？这书里记载的是各大修行体系的绝学，3位大儒把各自收集到的法术给拼凑起来，送给你。我仿佛闻到了一股酸味。儒家6品叫儒生，这个境界的核心是学习，能把见到过的法术付之笔端，记在纸上。大哥以气机引燃纸张，便能施展记录在纸上的法术。哇，儒家简直是无敌辅助啊！多谢，替我传话3位大儒，改日我会登门拜谢，与他们探讨诗词。所谓礼尚往，3位大儒无缘无故的送礼物，自然是有道理。许久没见我的学生宁烨了。老贼，是我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学生。大哥走吧，别打扰我读书，明日我再回书院去。此就别吃醋，大哥还是爱你的。望气术，哇，原来这就是气，天地万物皆有的气，皇城方向都是紫气。这道气的颜色五彩斑斓，与代表皇家的紫气截然不同，却住在皇城。金莲道长说过，我与那位乘坐皇家专用马车的女子会有一段渊源，而道长给那位女子的评价是气象瑰丽万千。难道这道清气也在皇城方向？采薇说过，
清气代表着儒家或者道门，所以那是人宗。教坊司的颜色怎么是碧绿色的？教坊司的女子很多都是罪臣的家眷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回头问问采薇，绿光代表什么？怎么绿光没了？那边是司天剑，司天剑是什么色呢？让我看看。我的眼睛！许宁夜！好喜！你怎么了？疼！给我看看。疼啊！我的狗眼要瞎了！我的太和这狗眼要瞎了！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我堂弟是云麓书院的弟子，今日赠了一张记载王气术的纸张给我，然后我用王气术看了看司天剑，像两根针插进眼睛一样疼。用望气术看观星楼，莫不是个傻子？你知不知道监正大人很喜欢待在观星楼的八卦台上？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术士体系的巅峰是咱们那位监正大人？这个倒是知道。那你用望气术看监正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司天剑的术士与打更人来往比较频繁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怎么回事？红光是在向我们示警，通常用在搜捕、缉拿的情况。可能是哪组的打更人发现了可疑人物，看红光的距离离我们很近。爷爷，你眼睛还没恢复，负责界面巡逻。我和广啸上午得分头瞭望，照顾好自己。好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？其余2人呢？分头行动了。发生何事？平远伯被杀了，负责该区域的2位同僚被击伤，贼人以秘术逃脱，暂时不知所踪。平远伯，伯爵被杀。你继续加紧巡逻，我去通知城门口的守卫。虽然大凤如今宣贵势力下滑，但伯爵终归是伯爵，府中必然养着高手。而那位凶徒竟能杀死伯爵，打伤打更人，从容而去，不是一般的高手。毫无疑问，一旦遇上，很危险。但以我欧皇的体质，应该是撞不上的。帝叔来消息了，哪个家伙大半夜不睡觉的水群？我被困在了内城，面临打更人的搜捕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6号就是那位凶徒。道长放心，如果我难逃此劫，我会把地书留在营地，您明日循着气息找来便是。在京城，尤其是内城，想要逃脱打更人的搜捕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4号出场了。我与仁宗的道手有几分交情，只是灵宝殿在皇城，和尚帮不了你。你这不是相当于没说？4号与女子国师有交情，青莲道长没骗人，地书持有者都不是泛泛之辈。2号管6号叫秃驴，4号管6号叫和尚，所以6号是佛门的人。地书的持有者们虽然各自防备着自身身份的暴露，但却有着一个帮派的香火情。果然是他，6号竟然承认的这么快，太耿直了。那天我问他是不是天地会的人，他也毫不犹豫的承认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出家人也不犯杀戒呀！半夜摸到平远伯家，把人家给宰了，是几个意思啊？金莲道长认为1号有能力帮6号，即使有打更人和御刀卫封锁，有司天剑的术士即将出面，他仍旧认为1号能帮6号。是，那老六是唯一知道所有人身份的，1号的身份地位可能比我预估的要高啊。6号杀了平远伯，所以1号不愿帮6号。2号是个热心肠的，至少表面如此。6号是佛门的人，耿直不说谎。
4号与仁宗道手有交情，身份未明。9号是金莲道长，1号是朝廷的人，体魂窥屏，地位很高。这狼人杀挺有意思，我也来装个，不是人前显圣。6号，我可以考虑帮你，但我得先知道你为什么杀平远伯。你可以不回答，拒绝我的好意，但不要说谎。如果6号是恶人，我就把他投出去，减少天地会里的狼。在此之前，还得先骗取到6号的藏身之处，免除后患。夜闯平远伯府，斩杀平远伯，重创打更人，从容藏身，这绝对是中品的高手，甚至更强。如果他事出有因，我就力所能及的帮一帮。6号，我可以考虑帮你，但我得先知道你为什么杀平远伯。3号能提供帮助？3号真的只是儒家弟子吗？这个时候，如果没有合理的身份，即使在内城行走，也会被当场缉拿。他能使唤御刀卫，或者打更人。金莲道长笃定3号能帮6号化解危机。3号绝非普通的儒家弟子，他必然有更隐秘、更高层次的身份。金莲道长这次招揽的新人非同小可。我的一位师弟失踪了，失踪了1年，我怀疑他被人拐卖，以秘密渠道送出了京城。经过多方打探排查，我锁定了一个睚眦组织，他们拐骗掳走女子和孩子，卖给青楼、丐帮以及其他需要女人和孩子的地方。他们不仅贩卖孩子和女人，也掳走修行者。真正的用意我还没查出来。最后，我发现那睚眦组织背后的东家竟是平远伯。我潜入平远伯府中，逼问师弟下落无果，便将其斩杀，超度罪孽。2号这是个愤青，其实可以举报平远伯，杀人实属不智。不过由此推断出6号刚直鲁莽冲动，以理服人。我是有原因的。1年中，我救出了许多孩子，他们有的被斩断手脚，匍匐在路边乞讨，机灵些的被训练成窃贼。而最令人发指的是，我曾经救出过个孩子，睚眦将他伪装成黑狗，叫几句讨吉利的话，以此取悦不知情的百姓，讨要赏钱。此言当真？自然。你成功说服了我，虽然我讨厌五夫以利犯禁，做事不动脑子，但我依旧愿意帮你。我现在有点认同3号了。性情中人，有空一起喝酒。多谢阿弥陀佛。你藏在哪里？平远伯府外的水渠里。我明白，等我消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怎么帮6号度过这次危机呢？带人离开内城，但沿途有御刀卫和打更人停留，我也就只能在我巡逻的辖区内睁只眼闭只眼。时间紧迫，得想一个万全之策，不然等御刀卫和打更人封锁了周围，再层层排查，我想救6号都没有办法了。想要救6号，就得同时瞒过打更人和司天剑的术士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得做到2点：一，帮6号找个藏身之所；二，帮他盖住气息。前者倒是不难，只要应付过今晚，明早6号就可以伪装成普通人自行离城。以平远伯的地位，还不至于让内城的城门一直关闭着。天亮了肯定得开城门，难的是如何掩盖6号的气息。杀人之后难免会沾染戾气，这绝对瞒不过司天剑术士的忘气术。再与宋青来子交易，不行。元素周期表到现在还没给司天剑送过去。而且宋青和我一样铁骨铮铮，这种事情想让他帮忙有点难，除非我把楚采薇那个小美人泡到手，把人收入地书里。地书虽然会收人，但天地会成员们都没提这个茬儿，估计气息无法掩盖，还是会被忘气术给找到。最后一个办法，
这也是我敢在地叔聊天群里装的底气。哼！很好，这房间没人，准备工作完成。平远伯府距离我这儿不远，6号在平远伯府外的水渠找到了。发现了。6号，你藏身的水渠边，土墙上有一枚剑矢，上面有你需要的东西。我在临街的青书客栈准备了一个房间，2楼第6个窗户是开着的，速去。这是3号给我的东西。一夜障梦，3号果然是儒家学子。这个收有气息的能力，这不是寻常5品德行剑能做到，至少是4品君子剑。3号的身份错不了，非但是儒家弟子，而且还是被某位大儒看中的学生。金莲道长说的没错，地书碎片的每一位持有者都是天之骄子。那个就离开了，再拖延下去，大根人的高手聚集过来就危险了。我气势内敛深沉，神俊非凡。大根人果然人才济济，青书客栈第6个窗户果然开着。这么日不用装。虽然知道6号是佛门弟子，不可能是妹子，但金莲还是有些失望。9号是金莲那个老淫婢，6号是个苦大仇深的鲁智深，其他几个网友总该有漂亮妹子。大根人排查过来了，接下来得挨过这一关，6号才算安全。凶徒杀人之后，气息必然染上血光。几位通过望气术有没有发现异常？没有啊，是许天才。下去，快下去！有发现了。第2个就隐藏在附近，随时会出手袭击。这铜锣竟连刀都没冲出来，专业素养过低。许公子，许公子，您很久没来司天剑了，宋钦师兄一直在念叨你。念叨我是想找我要债吧？许公子，改天一定要来司天剑喝茶，我们也想向您请教炼金术。向他请教炼金术，向来骄傲看不起武夫的司天剑术士，如此避无避忌。改日吧，办案要紧，麻烦几位了。哪里，这是应该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继续。这人的态度忽然转变，留下几个人排查这条街，其余人跟我走。是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的那位同僚与你们认识？我们认识他，他未必认识我们哦。许公子是炼金术领域的超级天才。宋钦师兄，你们听说过吧？监正老师说过，他是100年一遇的炼金术天才。但是知道宋师兄最近常说一句话是什么吗？许凝偃真乃无师也。明日去问清楚，他跟谁的，把人要过来。遇到未经封锁的周边，我们得沿街排查。青书客栈，藏身的地方，妙啊！我与霆锋、广啸从这座客栈搜起，你们去别处，分头行动。可以。关于突击酒店这事儿，我上辈子没少干，往往是小姐演技太浮夸，害得隔壁房客睡不着觉，怒而举报。叫你们！我要举报隔壁噪音扰民！开门！谁啊？几位差爷，怎么了？查房！查房！搜捕人犯。人犯！几位差爷，请进。门打开。大更人。下一间。差爷，怎么了？下一间。这间房怎么锁住了？这里头没人住。不管有没有住，都要检查。是。这是2楼的第6个房间，6号的藏身之处。大光头，你可得给我躲好。看来
6号还不算扯，床铺整整齐齐，没有移动的痕迹。走，去下一家排查。虽然6号有一叶障目加身，但如果睡了床，店小二就会觉得奇怪。差爷慢走，慢走。那肯定就瞒不过心思细腻的孙楚风，以及默默观察不爱说话的朱广孝。打个人进客栈了，6号，你没被发现吧？我躲在房梁上，没有动屋子里任何东西。老聪进饭了。暂时是安全了。3号，我能说吗？君子坦荡荡，有何不可？不过2号，你想知道的话，需要同等的情报来换取。我对万妖国的历史以及万妖国余孽很感兴趣。萧氏矿案件，疑似万妖国余孽在暗中谋划，得帮下春哥试着查一查这个案子。哦，又一个新人物冒泡，可以可以，群聊就是要热闹，这样才能消息共享。目前已经冒泡1、2、4、6号，以及金莲9号和我这里3号，还有7号和8号没有登场。3号给了我一页纸，记载着儒家隐匿气息的法术，我才能从水区里出来。没有，3号为我准备了一间客房，法术隐匿了我的气息，我这才能瞒过沿途打更人的眼睛，躲在客栈里。3号给了6号一张儒家隐匿气息的法术的纸。3号真的是儒家弟子，而且是深受师长重视的弟子。我们天地会终于也有儒家的弟子了。对，在打更人已经反应过来，药剂人手封锁周围的情况下，3号怎么可能给予6号帮助？除非他本身就住在内城，恰好也在相同区域。云麓书院的杰出弟子，最近有宿在内城的，回头派人查一下。等等，你把客栈说出来，我怕1号举报你。1号不会的，如果他要举报我，会直接说出来。3号，我欠你一条命，来日定会报答。大光头这是在变相跟我透露1号的行事作风。举手之劳而已。5号，该交换情报。万妖国覆灭于500年前，佛门率西域诸国踏平了万妖国。据说最后那场焚山之战里，佛陀亲自出手了。等下，你刚才说佛陀真的存在吗？跳出品级之外的只有仙佛，但那种人物真的存在？反正我的长辈们是这么说的，可信度极高。只要你清楚万妖国的领袖是什么境界的话，1品。阿爹与我说，那是半步武神。半步武神，是说差点就超越1品，成为武夫体系的神。5号似乎很了解万妖国的历史，他不就是万妖国余孽吗？万妖女皇是半步武神，贫道记得地宗典籍里记载，她是1品才对。具体我也不清楚，毕竟那是500年前的事了。万妖女皇陨落后，万妖国的妖众持续抗争了1甲子，最后只能逃离南疆。但500年来，万妖国余孽一直没有灭绝，他们拥有很强的凝聚力，怀揣着复国的梦想。而这一切的原因是，万妖国的公主还在，她是万妖女皇的遗孤，是万妖国余孽的领袖。万妖国公主是什么境界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万妖国都有哪些强大的妖物？我只知道万妖国的历史，但对于万妖国的现状倒是不太清楚。毕竟万妖国暗中积聚势力，并不活跃。这最多就是给我科普了历史，对萧氏案没有太大帮助啊。3号，你问万妖国的情报做什么？毕竟儒家与万妖国并无交集。你觉得我会回答？对了，有件事得问一下老道长。金莲道长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出了点状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是出门捡银子，次数很频繁。他什么都不做，光是捡银子就能过上衣食富足的生活。我怎么捡钱？你们光是捡银子就能过上富足？地宗修功德，是否也有类似的事情出现？
功德加深，意味着福星高照。冥冥中给予的反馈是做事一帆风顺，无病无灾，每每都能逢凶化吉，而不会具体为捡银子。意思是说，功德缠身的人做事会一帆风顺，但这是一个笼统的大范围的福气罢了，而不是单纯的捡银子。这么说，我那狗屎般的运气与地中的功德并不是一个概念。我以为老天爷赏饭吃。下线一定要说呀！你们这群没素质的网友！城门的守卫比往日多了1倍，甚至还有4天间的术士在场。不是，下一个。不是，下一个。幸好3号昨晚替我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，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消灭杀身后的煞气。养生堂是朝廷的福利机构，专门收留鳏寡孤独。虽说是官办，但院子里办事的只有几个老吏员，勉强能看住院子里的孤儿和老人。藤原大师，您终于回来了，您可莫要再带孩子进来了，堂内已经揭不开锅了。贫僧会解决银子问题。贫僧也想天天出去捡银子。不如东海大吉大利。阿弥陀佛。平远伯被杀案的第2天就席卷了朝堂，勋贵集团上下震怒，与勋贵向来不和的文官集团也很重视此案。督察院御史甚至上书弹劾魏渊，元景帝狠狠地斥责了京城5位的指挥使以及打更人指挥使魏渊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打更人衙门对此案的态度极为消极？也不用奇怪，那平远伯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从其他同僚那儿听说了一些内幕，平远伯私底下养了伢子，专门干拐卖人口的缺德事儿。魏公巴不得这些帝国蛀虫死个干净呢，还指望打更人给他报仇？但终究落了朝廷的面子，朝堂诸公不会就此罢休。马上清查了，死个平远伯，没人会在意，过阵子也就消停了。只是辛苦了我们，衙门刚下令加强内城巡逻，不知道朝堂诸公会怎么对付魏公，他们等这个机会很久了。书中记载万妖国的信息倒是不少，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万妖女皇的描述。九尾天狐。打更人的暗读库里并没有记载佛陀出手，所以5号是怎么知道佛陀出手的？5号属于什么势力？还有关于万妖国的其他卷宗吗？有是有，不过不在钉子库房。算了，先去一趟好气楼。以我目前铜锣的身份，还没有权限能进其他库房。我要来一次胆大的操作，以此博取魏渊更多的信任和赏识。请魏公平退左右。屏退左右。卑职有事禀告。我堂堂金罗，竟被区区铜锣要求屏退。你2人先离开，杨艳，你们相互监督，不得偷听。是。这个小小的铜锣，才加入打更人没几天，就频频得到义父召见。为了与他谈话，义父还支开我和杨艳。好小子！哼，堂堂金罗，竟被手底下的铜锣越过，他显然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喂，我在挑拨离间，你倒是给些面子。他的资质如何，你清楚。魏公想培养他，你也清楚。但他不把你放眼里是事实。你觉得我会在乎？对，他到底是你手底下的兵，这份香火情存着。哼，无趣，还是去大牢找我的玩具们好好玩玩。属下有平远伯案的情况汇报。天地会杀死平远伯的是天地会的6号。理由呢？ 6号的一位师弟
被睚眦组织拐走，生死未知。他循着线索顺藤摸瓜，锁定了平远博。许七安私放人犯，同罪并处。果然，卑职知罪。卑职自知罪孽深重，惶恐了一日一夜，但终究逃不过良心的谴责，才选择与魏公坦白，是杀还是流放，任凭魏公做主。只是卑职的良心，并不是针对那该死的平远博，而是自觉愧对魏公的信任和栽培啊！卑职今日与同僚闲聊，得知魏公被陛下责难，被朝廷诸公抓住把柄，趁机攻击。卑职再想到魏公待我恩重如山，恩重如山就过分了，直接说原因吧。不是，大佬，你说话怎么不按套路来啊？你还是混官场的吧？原因是这样的，平远博暗中培养睚眦组织，在京城贩卖人口，谋取暴利。睚眦们拐骗孩子和女人，卖去青楼，卖去黑作坊，培养成窃贼，甚至斩断手脚掌，裹上黑狗皮。倒茶。是，大佬，这事已经原谅我。你对天地会了解多少？对地宗的金莲了解多少？根据衙门调查，平远博确实养着睚眦组织，但那个6号真的是为了所谓的师弟，没有别的目的。也许平远博还涉及到了其他事，也许睚眦组织做过什么，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。这些你有想过？经查期间群魔乱舞，再过4日就是下祭祖的日子，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。魏公他在教我做事，在给我分析，他是真的想培养我，他把我当手下，我就想叫他爸爸，我真是太卑劣了。魏公教训的是，不管怎样，你做得很好，先下去吧。这件事我会派人调查，你继续潜伏在天地会，短期内的目标是揪出1号。卑职一定全力以赴。啊，这次赌对了。想要地位稳固，想要往上爬，必须要学会站队，学会抱大腿。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得不停地刷魏渊的好感度，赢得他的信任。而魏渊最后对我说的话，也是我的想法。我对6号、对天地会还没有100%信任，能对付老6的还是老6，所以遇到困惑的时候，找魏渊就没错。当然，一个成熟的25仔必须要有其他骚操作。嫡叔来消息了。6号，我得到消息，打更人已经掌握了来历不明的线索，很可能对你不利，你要做好准备，及时撤离。仅隔1天，打更人的动作这么快？等等，3号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3号，你是怎么知道打更人内部消息的？你觉得呢？果然，只要涉及到京城高层的事，1号就格外在乎。此刻天地会的成员们肯定都在窥屏，等着我的回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给你们一个合理又劲爆的解释。儒家正统之争延续了200多年，我们书院不可能坐以待毙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云麓书院在打更人衙门安插了碟子。1号，你可以试着把我找出来。这既是挑衅，也是试探。如果1号回应，或者暗地里真的这么干，那我就可以由此反向锁定他的身份。打更人是直属于皇室的衙门，也是魏渊的一言堂，等闲势力根本插不进来。即使存在安插碟子的情况，也绝对不会是中高层，而是底层的家伙，根本没资源和能力排查碟子。然而1号并没有回我，1号不愧是个聪明人。我这几天会格外注意。3号，我又欠你一个人情。阁下行侠仗义，风光霁月，是我辈之人效仿的对象。施主大善，你也别感激得太早，人情迟早要让你还。这一波既加深了魏渊对我的信任，又送了6号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以及在天地会众人心里留下一个乐于助人的形象。血赚，1号对我似乎越来越有兴趣了。如果真是朝廷高层，绝对会在云麓书院里查，但他查不到的。就算真的锁定了3号可能是许七安这个真相，我还可以把2郎推出来顶。我到底是朝廷里的人，
被1号发现真身，我会很被动。二郎是云路书院的亲儿子，比我底气更足，而且目前和1号没仇没怨，问题不大。四舅啊，大哥这么爱你，你回馈大哥一点也是应该的。许宁燕，你个白嫖的混球，每回去找福香姑娘都不要钱。就是，刚回来就被这俩货调侃。啊，今日我去暗毒库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就告诉你。爸爸，这个秘密就是，你不是我亲生的。奶奶的，揍他！许七安，跟我们出来一趟。啊，李大人，你手底下这位铜锣我带走了，今后他在我手底下办事儿，咱们做个交接。开什么玩笑！赤裸裸的劫走我的宝藏男孩，我会同意。李大人这是何意？侯大人又是何意？可我不是一个金罗手下的，没有这个规矩。是江大人让我过来提人的，是他看中这小子了。江大人是哪位？哎，你傻愣着干嘛？过来呀！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江金罗看上了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江大人是不是还要八抬大轿抬我过门？去回复江大人，我不同意。什么？你一个银罗敢拒绝江大人江金罗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现在就要提人。你有意见就自己去找江大人吧。姓陶的，要是敢动我的人，你们就别想着踏出这个门槛。哎，你们那同僚什么来头啊？怎么江金罗点名道姓的要他？没什么来头，只是他去教坊司不要钱。去教坊司不要钱？怎么就不要钱了？不能说，他给了我们1两银子做封口费。这里2两银子，说吧。因为是我们请客呀。揍他！把银子还给我！哎呦，同僚一场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！许七安此人，竟是当初睡银案中表现突出的长乐县小快手。尹远博被杀案是我负责，虽说魏公替我挡住了朝堂各方的压力，但我不能因此懈怠，这样会让魏公质疑我的能力。许七安此人擅长缉拿办案，正是我需要的人才，而且他与司天监术士来往密切，交情莫逆，我可以通过他向司天监购买法器，武装下属。好，那李玉春就是不给人，把我给赶回来了，还说如果您要人，可以亲自到他那里去。好，我亲自去。许七安这人，我今天要定了。杨金罗，卑职有事报。说，江金罗要抢人。抢谁？抢铜锣许七安。哦，义父，那是你俩的事。假上资质的铜锣肯定要握在手里。姓江的敢抢我的人，老子把他脑浆子打出来！杨金罗，可否把许七安调到我们回家？不可能。哼，偏要的。按规矩办。行。什么规矩？当然是打架，这是魏渊定的规矩。只要有矛盾，那就武力解决，但一定要在衙门的演武场。听说了吗？似乎是因为一个铜锣才打起来的。怎么可能？区区铜锣能让2位金锣大动干戈？我怎么感觉自己成了红颜祸水？那天平远伯被杀时，这位江金罗与我有过一面之缘，想来是见我与司天监的术士交情甚笃，想收入麾下。而杨金罗不同意，原因十有八九是我假上的资质。春哥与我说过，魏公很大方的给了我假上的评价。啊，魏爸爸这么大方，纯粹是因为我的那首诗啊！我承受着这个资质不该有的压力。杨业和江律说没有过节啊，应该不是借个由头算旧账，就是说他们争抢的那个铜锣有问题。那铜锣叫许七安，睡银案那人，只是如此，还不至于大动干戈啊。回头去问问魏公。太快了，素人根本无法捕捉。还有，这2位金罗战斗时，气机是内敛的，要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，把人衙门都得夷为平地。你就看个热闹，别那么认真啊！
金罗之间的战斗1年里都不会有几次。哦，你觉得谁会赢？纯以肉身和力量对拼，金罗之间差距不大，所以每次金罗打架都不分胜负的。这一架看着很久都不会结束。走，去吃午饭。杨艳还得继续打熬体魄，不然再过10年，气血下滑，你终生无望3品。别只知道锤炼枪艺，律中则过分在乎自己的气血，想一直保持巅峰的体魄。但你真正该做的是把刀艺融入拳脚，战力会提升一大截。听魏公的意思，我是无望3品。3品已非凡人之境，靠的是机缘，而非苦修。我们那位镇北王沙场征战10载，徘徊生死边缘数10次，向死而生。你们都差了些火候。既然不分胜负，人事调动的事就不提了。但卑职有一事请教，铜锣许七安究竟有何奇特之处，让杨金罗如此看重，不愿割舍？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知道你要问，特意准备了，自己看吧。假上，再打一架，生出个叫吧。魏公，你不能因为杨艳是你的义子就有所偏袒。你若不给，就把这事儿传出去，看看杨艳能不能扛住其他金罗。放肆！他之所以在杨艳手底下，不是因为杨艳，而是李玉春。银罗李玉春，此人性格古板，不知变通，死阵里。李玉春能测试许七安的品性，许七安也需要一个性格刻板的人当领导。换了任何一位银罗，都会与他产生矛盾。你呢？怎么相中这块金子的？平远伯的案子颇为棘手，正好许七安此人擅长断案，我便想将此人调到麾下为我办事。但真正让我看中的是另一件事。平远伯被杀当夜，我带着司天监的几位望气师追踪凶徒。几位白衣见到许七安后，对他的态度极为恭敬，恨不得取悦他。甚至司天监的宋钦都赞许许七安是无师。宋钦是监正的亲传弟子，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？这监正为何地？今日倒是挺坚持啊，没有苏兄半路的服侍我洗澡，反而让丫鬟服侍我洗澡。怎么回事？刚刚那一刹那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我竟罕见的睡过头。大人，你的马。昨晚的娘子真是水灵灵的呢，你说是不是呀，许大人？是呢。这声音有点耳熟。为什么还是你在这儿？今年这次京察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大老爷们的家眷要冲入教坊司了。咱们有福了。说起来，福香姑娘名满京城后，现在连见一面都难了。但是昨晚福香姑娘有陪客人，真是好福气。你们羡慕恨的对象就是我侄儿。许兄，我们走了，下次再约。好。二叔，你下贱！那么漂亮的人嫁了你，你不好好珍惜，跑来教坊司鬼混。再过3天就是陛下祭祖的日子，这段时间应酬会比较多，你莫要和你婶婶说。我去买几个橘子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怎么突然就被你占便宜了？墨橘子皮汁液，二叔老道啊！二叔，皮别丢，给我。有用不到，给你。你瞒你老婆，我瞒你女儿啊！我刚买了橘子，又新鲜又甜，尝尝。林英，好酸呀，好酸。大郎，有客人到了，老爷喊你过去。知道了，把院门关上，你进来。你不是要去主宅吗？人不走还关门，还要让我进屋子。大郎想对我做什么？难道……人呢？回去了？还想直接拎老张翻墙了，省得他再绕路回去。啊，采薇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再不去司天监，下次来的就是宋师兄了。
差点忘了给宋清的元素周期表。改天吧，改天我就去。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吧？我肯定准备了。你撒谎！我用望气术看了。宋师兄说拖欠了这么久，你得连本带利的还。你写在蓝皮书里的炼金知识有些深奥，司天剑的炼金术师们一时琢磨不透。年底了，宋师兄希望你给我们开堂讲课。好吧，但我需要准备半个时辰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监督你。对了，小妹妹，这个糕点你想吃就吃一点吧。你认真的？这小孩一直觊觎我的糕点，狼子野心。算了，反正一个小娃也吃不了多少。走吧。啊，那天你说过要做好吃的给我。你竟然还记得啊！下次吧，等做出低配版的鸡精，我下面给你吃。你羞不羞啊？我妹妹就吃你一些糕点，气成这样。我准备留着听你讲课的时候吃的，而且那是一点点嘛。我的糕点呢？我2两银子买的糕点呢？一大包的糕点呢？谢谢姐姐，糕点真好吃。不就是糕点吗？我帮你买，几个钱啊？2两银子。别让宋师兄等急了！驾！小乌马，你快跑起来！哼，你可总算来了，再不来我亲自去你府上了。我违背了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，替你干了坏事，结果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来你啊！这不是来了吗？宋师兄最近研究嫁接如何？这是我最近的动物嫁接理念。听说你加入了打更人，哎，帮我找个死囚出来，我要做实验。这个回头聊，我现在要兑换承诺，我可不想被监正一巴掌拍死。宋师兄的炼金术明显走歪了呀，我得用我深厚的化学知识将掰直。徐天才终于来讲课了，除了此时身在外地的白衣，从9品到6品都来了。要开始了，别吵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讲课结束，我在司天剑的地位会再次提升。等我超师取悦云露书院的大儒，抱稳魏爸爸的大腿，不久的将来，我是否在京城横着走？有这3股势力撑腰，只要不做大逆不道的事，我就稳如老狗。诸位对炼金术有什么了解？开课之前，我们先谈一谈炼金术。长公主，这么巧，魏公也是来找监正的。是，太康县境内发现了消石矿，但被采集一空，疑似万妖国余孽所为。臣怀疑还有妖族潜藏在京城，想请监正开天眼，搜出魑魅魍魉。长公主呢？我来找采薇。魏公觉得平远伯的死是否与妖族有关？平远伯和妖族扯不上关系，他没那个价值。这观星楼怎么一个白衣术士都没见着？司天剑这是发生了何事？登楼快5层了，楼内竟空无一人，也没人来迎接。长公主，魏公，本公子进楼来至此，只见到你一人。司天剑发生何事？我也不想见长公主，不，我也想去7楼，可我还有事情没办完，师兄们不让我去。许公子在7楼开堂讲课，传授炼金术知识，师兄们都去听课了。莫非是宋清曾与我说过，许谦是炼金术奇才？难道义父，司天剑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姓许的？上楼一看便知。这个问题我知道，炼金术的本质是等价交换，从事物中提取出精华，变废为宝。唉，啊，宋师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的不对吗？整个司天剑在炼金术领域，唯有宋师兄让我敬佩，是位可以比肩的高人。宋师兄的意思其实是说，在座诸位说的都对，但不全面，所以都不算对。本来呢，我只答应宋清师兄传授一门知识给你们，
结果宋清师兄非要我连本带利的还，那我就多讲一些，讲广一点，透彻一点。天，果然是他！谢宋师兄，谢许公子。许公子，快开始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原来江立中说的都是实话。这个童女只能在我麾下，谁都别想抢。炼金术的本质是等价交换，这是提纲挈领的准则，但它并不形象。只有宋清师兄这样的炼金术大师，才能体悟这句话的真意。不愧是宋师兄。一到炼金术，外行人下意识的就想到仙丹药剂，稍微懂一些的脑海里浮现的肯定是金属，但这只是炼金术的其中2个领域，我把它们归类为医学领域、材料领域。大部分的炼金术师都只在这2个领域里钻研，偶尔会蹦到其他领域，但唯独宋师兄，他的目光已经在另外一个独立的领域里。来了，重点讲到我嫁接生物的领域了。也许这一次的授课将会是我踏入全新炼金领域的重要一步。宋清是监正的亲传弟子，也是司天监公认的炼金术第1人。臣妾在炼金术领域不肯晋升，只对炼金术着迷，对高品阶无屑一顾。其他4品、5品的师兄在炼金术领域都不如他，总是捣鼓一些可怕的炼金术，甚至还因此被监正禁闭。许西安的炼金术真的高深到这个地步了，竟然能指点宋清。宋清师兄的研究方向是生物领域，没错，炼金术不只针对死物，活物同样在炼金术的领域里。许公子，监正老师说过，生命不在炼金术领域的范围内。那是因为宋清师兄的方法是错的，所以监正大人批评了他，但他的方向没有错。我当然不会和监正抬杠，即使我辩论赢了，万一监正老头不开心，一巴掌把我拍死。我们从矿石中提取金属，从药材中炼制丹药，但我们无法从金属中提取药剂，无法从药剂中提炼金属，这是为什么？药材是药材，矿石是矿石。许公子这问题好生奇怪。药材中能提炼金属，我们岂不是能在白米饭中提取金银？你说呀，快说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极少见到这样的宋师兄，难道许天才说的是真正高深的炼金术知识？中了正起劲的时候被领导围观了，我这么一说，是的策略是人前加成，专门越不快越好。而对魏渊的策略是表忠心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装一个无伤大雅。眼下的情况显然不是小小的装了，而是直接一字马了。但要换个角度想，在领导面前展现自身价值，也是一种博取关注、增加筹码的有效方式。他是谁？竟生得如此美貌。这就是我本次开堂讲课要与大家说的重点。万物之中存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物质，这些物质构成了我们眼中的万千世界。用最简单的例子解释，一枚丹药需要10几味、几十味药材炼制，但各个药材之间明明功效都不同，为什么？因为某些药材之间的细微物质特性相近，所以它们能彼此反应融合。提炼金属也是同样的道理。那本残缺的炼金秘籍里记载了一个细微物质相近特性的口诀，我把这部口诀称为元素周期表。我知道了，我的活物炼金术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相近特性。对呀，猫和树怎么可能会有相近特性嘛？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2种东西啊！宋师兄不愧是炼金术的奇才，领悟能力出众。你这么理解倒也勉强合理。我虽明白了你的道理，但活物间的相近特性又如何验证？活物炼金术的正确方向究竟在哪里呢？问得好，我就这时候掰直你。活物炼金术的方向是细胞。细胞，细胞，我也不太懂，反正不关我事儿。
成功了是我教导的好，不成功是你资质愚。这是我送给司天剑第2本蓝皮书，里面记载了元素周期表的口诀，我的个人注解，以及宋师兄活物炼金术的正确方向，都在里面了。细胞是一个生命的开始。这蓝皮书简直就是炼金术的宝藏！书里面写着什么？好想知道，好想知道。刚才许宁也说过了，活物领域过于深奥，你们的境界没到。等师兄我参悟透彻，自然会代师传授。谢宋师兄，宋师兄不愧是我辈楷模。化学包含的领域方方面面，比如电化学、核化学、量子化学。我也是一知半解，不好再讲下去，也不好把肚子里的存活全部一口气掏光。他们又不是福香，不值得我倾囊相授。这次讲课便到此为止。价交换这种事要细水长流。谢谢公子传授之恩。司天剑的术师对一位武夫行弟子之礼，恐怕是司天剑建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。仅凭此，许七安这个人就足以在史书上留下寥寥一笔。师妹，长公主找你来了。魏公，这位是长公主。长公主像打个人举荐我的长公主，有女怀芬芳，提提步东乡，峨眉分翠羽，明眸发青阳，回音贯白羽，声响流四方。妙哉应愿得，一配许七安。谢长公主举荐之恩。刚才你说的炼金术秘籍，是卑职幼年时得遇高人指点，传授了一本炼金秘籍。如果长公主或魏渊提出要看，我就说自己不慎一试，但内容都已经记在脑海里。靠着相同的知识，嫖完司天剑的白衣，再白嫖一次长公主和魏渊。词就说的不错，这位长公主有点东西的，至少是个很聪明的女人。许七安，你随我一起去见监正。监正，术士巅峰的监正，你来了。他仿佛在跟我说话。我来了，许久没有下棋了，监正大人可否陪魏某手谈一局？魏渊竟然堂而皇之的与监正肩并肩。监正大人这段时间可有在专心看人间？年老昏花，看不清了。地宗到手入魔了，物极必反，功德成仙，岂有那么简单？魏某收到消息，有万妖国余孽潜伏在京城，都是小角色。没记错的话，仁宗是19年前搬来皇城。之前陛下苦求仙道，天地人三宗不予理睬。最近万妖国余孽在京城周边有所行动，再过3天，便是陛下祭祖的日子。监正可要好好看着京城。云州的匪患越来越严重了，陛下无心剿匪，让人忧心啊。睡银案幕后的炼金术士，监正可有看法？当日你修武道，我曾预言大凤将出一位2品，可你最后自废修为，没意思。为何不走儒道？与云麓书院的读书人凑不到一起，不去。25年前，本座问你可愿做我弟子？魏某无心术士。精彩绝伦，小友替我教导学生，我也赠小友一份礼物。还有这种好事？这是炼金术，这明明是魔法。炼金术不应该是在瓶瓶罐罐里提取分离物质吗？监正露这一手，仅仅是赠送礼物而已。他在打我脸，他在跟我说，
小伙子，你对炼金术一无所知，还不谢过监正。谢谢监正大人。既然能白嫖，脸什么的已经不重要。有了这把刀，我的战力至少上升1个台阶，不，2个台阶了。啊，采薇姑娘，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去桂月楼吃饭。晚些时候要入皇城，今儿歇在长公主府上。明后2天要值夜，那等大后天陛下祭祖之后，来我家吃饭吧。干脆制作简陋版鸡精吧。桂月楼的消费还是有点贵。一箱面条给我吃吗？静候佳音。会驾车吗？不会。正经人谁开车呀？给，你来驾车。你看领导这是要赔我。监正，本宫一直有个疑问。公主请说。仁宗搬入皇城，捕获父皇修道，19年来不理朝政，云州匪患难平，各地灾难频发，朝廷对南疆的掌控越来越薄弱，北方各部狼子野心，大奉内忧外患。您在等什么？啊？公主，你别理这糟老头子，年纪一大把了，能活几年是几年吧。司天监就一个女弟子，所有人都宠着她，也就她敢这么说监正。采薇，你和那个铜锣很熟？那许宁燕是个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我觉得她挺有趣的。嘿嘿。开始吧。官府的人应该走了。我的藏身之处是被发现了吗？啥子情况？焕然一新，井都修好了。恒远大师，你回来了。你不用去化缘了，朝廷刚刚拨了款，弥补了往年拖欠的银两。下午还派工匠修了院子。拨款？是啊，200两银子呢。院子里的孩子和老人们来年的开支有了。我明天打算给每人配套冬衣。哎呀，真及时啊！要不然很多老伙伴都挨不过冬天了。那个神经病大半夜的水泉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1号、3号，你们是不是发现我的藏身之地了？死光头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吵什么吵？发生了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没想到藏身之处这么快就暴露了。现在说了也无妨。我借住在东城的养生堂，我把救下来的孩子都送来了这里。养生堂一直苟延残喘地维持着，这里有几个同样没地方去的老吏员，还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、孤寡老人。可是今天，朝廷忽然记起了这个地方，派人修了院子，弥补了往年拖欠的银两。在这之前，老吏员曾经去过几次户部，都给赶出来了。我知道，没有特殊拖欠原因的话，是不可能有银两拨下来的。如果是打更人找过来倒是正常，但1号和3号能这么快查出我的藏身之地，属实有些吃惊。不是我，不是1号，那只有3号了。 3号不愧是云麓书院的读书人，他因为平远博的案子查出了6号的跟脚，但没有采取任何对6号不利的举动，反而默默无闻的在背后帮助。3号是你做的吗？不是我没有，你别抬举我。我沉默并不代表我承认。等等，前天我把6号卖给了魏渊，以魏渊的手段，再根据我提供的线索，要查出6号的位置并不难。6号救了那么多孩子，如何安置？换成是我，第一选择肯定是查京城各处的养生堂。除了魏渊，谁能使唤得动朝廷的人？查出了杀死平远博的凶手，却没有缉拿，反而弥补了拖欠养生堂的银两，遣人修了院子。
魏延。他说我脸蛋长了虫子，虫子在吃我的肉，我要毁容了。啊，你这不是毁容，你这是美的冒泡。你娘骗你的，婶婶也是蔫坏的人，连自己的幼女都骗。什么是美的冒泡呀？就是将来肯定比你娘和姐姐漂亮，成为优秀的捣蛋鬼。哎呀，你这口刀不错呀。司天剑送，我要说是监正老头送，估计也没人信。万一信了，传扬出去还会惹来觊觎者的目光。法器？不是法器，没有铭刻阵法，唯一的特点就是硬，像我一样。对了，后天是陛下祭祖的日子，你们应该有过几次经验了吧？我们只要守着桑坡边缘就行了。祭祖大典在桑坡举行。桑坡是皇城外的小湖，恰好在京城5卫军营的拱卫之中。祭祀流程由太常寺和礼部负责。打更人的任务很简单，维护秩序，保护皇室宗亲的安全。外围的巡逻有御道卫、金吾卫等皇城禁军。今日的任务是日巡，日巡有日巡的好处，除了打更人之外，还有巡城的御刀卫、府衙的捕快等。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拍靴子啊，这么精致啊！这让我们可以有时间摸鱼，累了可以勾栏听曲儿。勾栏听曲如何？好啊！掐住！徐公子又见面了，多日不见，吕捕头愈发英姿飒爽。两位也别来无恙。喊他许公子，但我们就是2位，合着我和广孝只是俩没有名字的小角儿啊！对了，三水街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也在你们巡查的范围内。命案？既然遇上了，就一起去吧。死者是这位妇人的丈夫，膝下仅育一10岁独子。至于死者，书房各处完好，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也没有翻窗的脚印，房梁上同样没有。熟人做的，门窗完好，房梁没有脚印，基本排除是闯入书房刺凶。死者坐姿端正，从趴桌的角度来看，是一瞬间死亡，没有挣扎。正常人在家里书房坐着，应该是放松的、惬意的，不应该是这么端正的、一丝不苟的坐姿。这说明死者与凶手是认识的，不但认识，还是让他非常敬畏或害怕的人。另外，死因乍看是割喉，但我猜真正的死因是前额这里。凶手手法很利索，没有割喉管，而是直接把侧面的颈动脉给割断了，一看就是老手。但割喉并不会造成当场死亡，而这位小奇官直接趴在书桌上死掉了，没有挣扎，没有让鲜血溅得到处都是。由此推断，死因并不是割喉，真正让他当场死亡的是，凶手击碎了他的额骨，大脑受到了致命伤，导致死者没有反应的机会，没有挣扎的机会，当场去世。死后僵直遍及全身，尸斑不在位移，角膜相当浑浊，估计死亡时间超过17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凶手是在夜里杀人的。我建议从这几个方面追查：一、府衙近期开的夜行评书；二、询问御刀卫是否有在附近遇到可疑人物；三、询问负责夜巡该区域的打更人；四、询问家属死者近期的人际交往情况。这就好了，给出方向了。这才多久？可惜他已经是打更人，府衙要不过来。如果有这么一个优秀出色的同僚，真是人生一件快事。吕捕头，刚刚问完话了，死者近期没有与人结仇，昨夜也没有客人来访。死者只是一个小奇官，排除了仇杀，那会是什么原因让凶手深夜入宅杀人行凶呢？把刘汉的夫人带过来。好。家里是不是突然多了些银子，或者刘汉与你说过些什么？前几天，夫君他倒是说过要带我们离开京城，去外头过潇洒的日子。具体是多少天前？好像是1旬左右前吧，记不太清了。他收了贿赂，被人灭口了。但是，一个金吾卫小奇官会因为什么事被灭口？没记错的话，
金吾卫负责内城的东城门和皇城的东城门，或许我们应该去见一见刘汉的直属上司。啊，刘汉的上司是金吾卫百户，虽然都是百户，但金吾卫的地位可比玉刀卫要高太多了。后者是单位保安，而前者是领导的保镖。我们要上门问话，得有衙门发的牌票做凭证。此事甚是蹊跷，不过皇城守备森严，一个小小奇官翻不起什么了。照例问话便是，金吾卫自己会查。另外，陛下祭祖的日子马上就到了，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这件事上。牌票给。好。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已经有同僚去通知了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这不来了吗？周百户，你手底下可有一个叫刘汉的奇官？忘记术。是。他死了。什么？刘汉最近可有异常？没有异常。他值守东城门期间，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出入皇城？没有，守卫皇城的士卒众多，单单贿赂一人是没用的，除非贿赂全部，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贿赂你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只是例行问话，周百户何必动怒？陛下祭祖在即，我们也不想关键时候出岔子。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。问话结束了，望气术看得怎样？他没说谎。或许刘汉是因为其他未知的事情被灭口。这件案子暂且搁置吧，祭祖大典为重。后天就是皇帝祭祖的日子，这案子得往后挪了。庚子年10月15甲子日，宜祈福、斋教、祭祀先祖。今日便是皇室祭祖的日子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内城的城门就会关闭。身为玉刀卫百户的二叔，在今天会被调到内城戒严。内城百姓要求待在家里，不准出门。类似的祭祀在开春时还有一次，就是祭天，祈求今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从昨日开始，内城的客栈便被逐一排查，江湖客通通被赶到外城，酒楼歇业，客栈不得留宿。桑坡是一片小湖，紧挨着皇城，打更人被安排在桑坡边站岗。桑坡不是普通的湖，它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，与大凤那位开国皇帝有关。相传桑坡古称玄武湖，湖里住着神兽玄武。有一次，大凤的那位开国皇帝起兵失败，带着残部逃到桑坡时，弹尽粮绝。正绝望之际，湖水沸腾，玄武劈波斩浪而来，他背上插着一柄斩天灭仙的神剑。玄武说他在此地等了数百年，等一位天命之人。说完，奉上神剑，踏波而去。那位开国皇帝得了神剑，在湖中悟道3年，破关而出，重新集结兵力，从此百战百胜，推翻了腐朽的前朝。统一中原后，大凤便在桑坡建立帝都。桑坡是大凤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，有着非凡一般的象征意义。因此，大凤皇室每年都会在桑坡举行祭祖大典。湖上的庙里供奉着的那位，便是开国皇帝的法相。刘邦还斩白蛇起义呢，也不知道这段传说的水分有多大。哎，祖祭结束后，我们去教坊司吧。我可以当个令官。不行，你必须一起玩，这样显得我们感情深厚。他是想让你把福香姑娘也喊上。许妮，你老往湖面看什么？我总觉得桑坡湖阴森森的，让我不舒坦。闭嘴！你是被风吹凉了。桑坡是大凤圣地，是开国帝君正道之地，莫要胡说八道。高品武者耳目聪慧，你这番话要是被听去，是要被治罪的。来了。啊，这位就是沉迷修道的大凤皇帝，长公主怀庆也在里面。安审已毕，恭迎陛下。哦，这架势
感觉比上辈子最高会议还要庄重啊！我需此行，我需此行。啊，地叔聊天群有人说话。我记得今天是大凤凰氏祭祖的日子，1号、3号是不是？算算时间，今日确实是祭祖大典。当年我也曾参加过皇室祭祖。当年，4号，你当年也做过官，而且地位不低。4号做过官，4号不是与仁宗女子国师有交情吗？正因为当过官，所以与女子国师相识。哼，有意思了。1号没有回信，3号也没有回信。2号在这个时候传书，显然不是真的关心皇室祭祖，而是一个试探，试探3号和1号的身份。以地叔和持有者之间的联系，即使睡着了也会被惊醒，所以不存在因休息错过的情况，除非有紧急情况无法回信。但是1号和3号不可能同时有紧急情况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说明2人都在参加祭祀，无法在众目睽睽中掏出地书碎片回信。哎，认真点，不要做多余的举动。啊，知道。不妙啊！我是云麓书院的弟子，没理由也没资格参加皇室祭祖，这下身份露出破绽了。不过1号既然也没有回复，哼，他也在现场，会是谁呢？3号不是云麓书院的弟子吗？众所周知，云麓书院几乎断绝了仕途，纵使有，也没资格参加皇室祭祖。难道3号不是云麓书院的弟子？不对，若是如此，之前的事怎么解释？除非他以其他身份参加了皇室祭祖。云麓书院安插在朝廷各部的人，那会是什么衙门？什么身份？4号，你当过官，你来分析分析，3号是啥情况？我心里的确有了猜测，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2号，你又不在京城，即使知道了3号和1号的身份，又能如何？这俩都开始帮着3号说话了。地书碎片一直传来悸动，好想看，好想看。总感觉桑坡阴森森的，好像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机感。救救我！听风广啸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？没有。你是指祭祀的乐曲？确实有点让人震耳发聩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啊，这个声音的方向是桑坡湖里传来的，是谁？是谁在求救？声音突然没了，是我幻听吗？打更人负责警戒四周，是不能回头观礼的。方才逾越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又来了！救救我！大凤开国皇帝正道的桑坡湖，皇室历年祭祖的地方。救救我！传来渗人的求救声，而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人听到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冷静！你们对桑坡了解多少？救救我！立刻告诉我，这非常重要。哟，3号回复了，你真的在祭祀现场，在桑博？桑博是大凤开国皇帝正道的地方，大凤立国后选在桑博定都。不过玄武的传说无据可考，可信度不高，但神剑是真的有。湖心高台那座庙里供奉着开国皇帝当年使用过的佩剑，那是象征着大凤气运的神兵。确实如此，当年山海关之战，元景帝进庙请出神兵，亲手赠予镇北王。山海战役能打赢，除了魏渊用兵如山，镇北王的战力不可忽视。庙里供奉着神剑，是剑在向我求救。先不说剑有没有自我意识，他向我求救做什么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求救声开始震荡着我的元神。还有没有？我要更全面的信息。
但凡是历史中记载的，不管真假，我都想知道。有，当年修订史书时看过一段记载，桑博如今被京城5卫的军营拱卫着，防卫严密，任何人都不得私自靠近。是任何人。在500年前，当时的太子乘船在桑博游玩，不慎跌入湖，被侍卫救上来后，大病一场，从此得了癔症。半年后，被人发现溺死在桑博里。皇室认为是太子触怒了祖先阴魂，招惹来惩罚。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便封禁了桑博，只在祭祖时开放。太子跌入湖中得了癔症，他是不是与我一样听见了求救声？会不会也重蹈覆辙，最后被发现溺死在桑坡？桑坡必然存在着什么秘密，绝非触怒祖先阴魂。但那位倒霉的太子不知道此事，要不然绝对不会在桑坡划船游玩。可想而知，这个秘密恐怕只有历代皇帝才知道。但是，当初知道内幕的皇帝，为什么没有封禁桑坡，非得太子挂了才做出举措？3号为什么问这个？救救我！我不行了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许宁燕，你怎么回事？能不能撑住？这时候不能掉链子。救救我！要是打断，我惊扰了陛下的祭祖。救救我！是死罪啊！义父，那边情况不对，你看看情况，把他带走。是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诡异的求救声，也是在针对我的元神。头头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求求你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别喊了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闭嘴！雍特克，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微臣失职，微臣该死。所有人退出祭台，不得靠近。是。求救声没了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而且，这座传说中供奉着神剑的庙，居然穿了个大窟窿。看来是祭祖出了问题，桑坡的秘密重现于世了。先去跟大部队会合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身体如何了？啊，这几天练功太勤快，受到了反噬，好在已经缓过劲来。对了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永贞山河庙轰然炸了，庙里冲出一道剑气，引得整个桑坡沸腾，是地震。但看现在的情形，似乎不是刺客。所以，那座庙顶的窟窿是被剑气洞穿的。神剑既然有这威力，那刚才向我求救的，肯定不是剑影之类的存在。到底是谁向我求救？啊，对了，接过，接过。长公主无恙。啊？无恙。卑职便放心了。怀庆，这小铜锣对你甚是仰慕啊。仰慕谈不上，知恩图报罢了。怀庆姐姐的魅力，京城上下皆知。云麓书院的学子对你如痴如醉，读书人尚且如此，何况是打更人呢？有趣有趣。平安，肃静。
皇室宗亲都知道，长公主和二公主不和。长公主是皇后所出，二公主是陈贵妃所出，地位还是有差别。不过，贵妃比皇后更得宠。年少时，二公主喜欢挑衅长公主，处处找茬。还吃了你个书呆子！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天家勾心，然而来人，把他擒下！长公主偏偏是个霸道且特立独行的。哄奴才，长公主，奴才不敢。侍从不敢，长公主便自己亲自动手。怀庆，你敢？信不信我告诉父皇？父皇最疼我了。从南打到北，从北打到南。宫里的丫鬟侍卫不敢来，最后惊扰到了修仙的元景帝。陈贵妃带着鼻青脸肿的女儿控诉长公主：“家，你要为凌安做主啊！”怀庆，他欺负我。元景帝打算严惩长公主，便喊她去御书房。然而长公主早有准备，带着《礼记》《通典》《功律》等10几套书，往御书房逐一摆开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引经典句，感慨陈词，最后打赢了官司。元景帝郁闷地盼长公主无罪释放，自己闷头回去修仙了。只是成人之后，长公主便内敛了许多。一品又怎么样？本该有漫长寿元的你，还不是受到人间气运所累，又比普通人多活了几年。我20岁登基，打败了所有敌人，终于坐在了那个位置上，无人再能与我并肩。可最后我才发现，最大的敌人是时间。幸好。祭祖大典继续，全体铜锣各自回到值守的位置。他没有解释刚才异常的原因。奇怪，按理说，祭祖时遇到这种事是大凶之兆，元景帝应该勃然大怒才对。可他对此似乎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没有怒斥魏公和禁卫军统领们。也许他知道异变的真正源头。桑坡湖果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，而这个隐秘多半与我听到的求救声有关，甚至这场异变就是因为我引起的。但桑坡本身就有秘密，而且是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的秘密。可能这场骚乱本身就会发生，只是因为我的特殊听见了不该听的声音。至于我身上的特殊，大概就是这莫名其妙的减签 buff。刚才那是剑气吧？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剑气，就算是鸳鸯剑意的张金罗，也远远不及。哎，笑死了！刚才还以为有刺客，这么可怕的刺客，怎么可能进得了京城？咱们京城可是有监正和国师坐镇的。你们说庙里到底有什么？是开国帝君当年征战沙场使用的佩剑。是，原来是他，让2位金罗大打出手的铜锣。你知道什么？自己去问老前辈。你小子，我们去教坊司玩玩吧。对，好不容易祭祖结束了。老铜锣、银锣都知道，当年山海关战役，元景帝请出神剑，赠与镇北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镇北王是亲王，元景帝的亲弟弟，真正的封号是怀王。镇北王是对怀王的敬镇，因为他镇守北方，震慑草原各部。亲王有很多，但镇北王只有一个。祭祖大典有惊无险，我们仨今晚是去教坊司呢，还是去教坊司呢？
地叔聊天群来消息了。哎呀，早上定是吃了不干净，我去上个茅房。1号、3号，祭祖结束了，出了什么事？闹这么大动静？道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元景帝祭祖遭遇刺客了，死了吗？这肯定，2号绝对不是朝廷中人，除非他这辈子都不打算和1号以及我见面。2号这个愤青，要是活在我那个年代，分分钟会被顺着网线摸过去，请到局子里喝茶。我正在打坐，突然看见桑坡方向一道剑光冲破云霄，进入当日云麓书院，清气冲霄。那把镇国宝剑是大奉开国皇帝的佩剑，大奉立国后，他日日受到国运洗礼，成了与大奉国运息息相关的宝物。按理说，这样一件重器是不会出现异常的。什么？镇国神剑复苏了？是不是有1品强者去了大奉京城，引动了那件神兵？要不然，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能让镇国神剑复苏。我只关心大奉的皇帝死没死，他要是死了，姑奶奶我就告诉阿爹去。我来了，5号是个妹子。告诉你阿爹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出兵攻打边关啊，抢大奉的粮食和女人。不出所料，5号果然是异族，要不然不会那么清楚万妖国的历史。万妖国在南疆，5号应该不是北方诸部的人，南蛮子还是东蛮子？祭祖已经结束，永镇山河庙内的神剑复苏，造成了一些动静。神剑现在已经重新沉寂，元景帝进入庙中1刻钟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哎，不出所料，桑坡果然有秘密。这个秘密恐怕只有皇室知道。道长了解多少？贫道只是出家人，并不知道什么隐秘，只是在剑气冲霄之前，贫道看见有魔气在皇城方向凝聚。贫僧也察觉到了，竟是一闪而逝。也就是说，祭祖时有大妖或者魔道之人靠近京城，所以让镇国神剑应机复苏，惊退了那位神秘高手。虽然京城有监阵坐镇，但如果对方同样是世间顶级的高手，那确实可以刹那逼近皇城。1品高手屈指可数，谁会在这个时候进犯京城？尽管大家都觉得是1品高手来犯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来源于桑坡本身。金莲道长，剑气冲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1个时辰前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1个时辰前，而3号询问桑坡相关信息，恰好是1个时辰前，几乎是同步。3号当时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关于桑坡的一切。3号是儒家学子，通晓史书，他不可能不知道桑坡的历史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的传书询问？如果是我参加皇室的祭祖大典，中途发生了这件事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说明情况。但3号没有，3号很有目的性的询问桑坡的历史。3号绝不是蠢货，相反，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。他是云麓书院的学子，不该多此一举的问这些，除非他有了什么发现，因此怀疑自己之前读过的历史，怀疑自己对桑坡的了解是不对的。难道并不是1品高手来犯，是桑坡出现了问题，而3号窥探到了1、2。3号，你知道些什么对吧？你当时也在场，在你问完桑坡的情况后，镇国监立刻产生反应，这绝非巧合。你是云麓书院的学子，你肯定知道桑坡的历史。书院的藏经阁里记载的桑坡历史，只会比我说的更详细。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你为何如此一问？不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况且当时这样的情况下，根本无法考虑维持人生。因为你对自己的认识产生了怀疑，你觉得以前学到的桑坡历史很可能是错误的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哎，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呀。
4号真是大推理家呀！虽然猜测是错误的，但不得不承认，4号非常敏锐，是所有人里反应最快的。不愧是曾经入朝为官的读书人。等等，这么说的话，问题本身来自桑坡，而不是有一品高手入侵。这就要问3号了。我确实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。什么内幕？3号，桑坡真的有隐秘？你知道什么隐秘？能告诉我们吗？阿弥陀佛，小友请说。大家似乎对这件事很关注。也对，毕竟事关大凤的镇国宝剑，这等顶级的机密，没人会不好奇。并不是一品高手来袭，这点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了。但是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金莲道长，我觉得天地会存在一个弊端，不解决这个弊端，天地会永远只是松散组织，对大家的帮助也有限。小友请说。诚然，互帮互助、信息共享是天地会的宗旨，但过于理想化。我可以把这个隐秘告诉大家，但我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分享了这个秘密，而像1号这样喜欢沉默偷窥的人，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啃着嗟来之食。1次2次之后，我就会变得不愿意分享信息、分享秘密。说谁啃着嗟来之食？说的就是你，就你最喜欢窥屏。道长，天地会的大家彼此天南海北，并不相识，本质上是缺乏信任基础的陌生人。试问，谁愿意对陌生人无私奉献呢？小友此言甚是有理。道长，我有个思路。举个例子，我将桑坡的秘密以500两黄金的价格在天地会售卖，想要获取信息的人可以通过地书与我传输，而道长则帮忙封禁那些无意购买地书碎片的人。当然，我不是在乎黄白俗物之人，但如果谁没有等价的信息，我可以允许你们用黄金和白银交易。实不相瞒，贫道虽然知道封禁地书的法术，但贫道伤势尚未痊愈。当日前回地宗，惊醒了道手的一缕元神，地书被封禁，贫道也受了重伤。若非如此，贫道不会如此狼狈。就是说，这期无法开启私聊功能了。不如这样，你可以向我们公布秘密，我们则给你一个承诺，可以用等价信息交换，也可以用金银购买。但是这依然有漏洞，比如我用等价的秘密与3号交换，3号不亏，但我的秘密却被其他成员毫无代价的汲取。另外，我们分处天南地北，就算想买你的秘密，如何把银子送到你手里？在金莲道长伤势痊愈前，不如我们这样，我可以把隐秘告诉你，你们用等价的信息和金银交换，但可以赊账，不需要现在就支付报酬。4号的担忧就不存在了。至于2号的顾虑，我暂时没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你依旧可以拖欠，将来用等价信息换取。我没意见。我也是。那就按3号的想法来。我没问题的。我也是。7号和8号为什么始终没有说话？7号从去年开始便不知所踪，8号必死关，就暂时将他们2人排除吧。 7号的地书碎片在我这里。他因为某些原因假死脱身，避难去了。那我没问题了。关于桑坡的隐秘，我听到桑坡传来了求救声。谁在救？不可能！真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。这个隐秘的价值极高。桑坡底下会不会囚禁着什么存在？你们觉得呢？果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。哇，大凤的僧铺里封印着绝世魔头。喂喂，1号、3号、4号，你们都是大凤人，有没有想起什么？不用问了，1号显然不知情。众所周知，1号是朝廷的重要人物，这意味着可能只有皇室，甚至远景帝一人知晓。我会试着查这件事。3号，如果我有进展，可以用来抵消你的信息吗？这得看你能查出什么。
你是去生孩子了吗？拉这么久？是死鬼，那是你的崽。许妮，晚上去教坊司吧，我约几个同僚去，咱们一起去耍耍，混久了就是自己人了。杨金罗和江金罗的事情后，衙门里嫉妒你的人不在少数，私底下都看不惯你。你需要多应酬交际，而不是整天只与我和朱广孝混。对，我常常私底下听到别人说你坏话。加入打更人员，确实忽略了同僚间的应酬，主要是整天面见魏渊，与司天剑术士混迹一处，眼界有些高了。好，你帮我找几个相熟的同僚，我们晚上去教坊司玩，影梅小阁包场，我来搞定。成。义父，有什么发现？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桑坡里有什么秘密？这不是你该知道的。忘记今天发生的事，不许追查，不许私底下议论。是。明夜呢？福香花魁真的会见我们？我听说他很久没有陪客了，梅影小阁会让我们包场吗？教坊司这地方最喜欢的是读书人，打更人虽监察百官，但与官员是相互制衡的关系。礼部巴不得他们在教坊司乱来，就能抓住机会弹劾打更。说是福香花魁不愿招待我们，我们也只得悻悻离开。这个脸就丢大了呀！去，告诉你家娘子，我要包场。呀，杨公子，我这就去啊！娘子知道您大驾光临，肯定高兴坏了。放我们进去了！放我们进去了！各位，请入座。福香本就是颇有盛名的花魁，那首《暗香浮动且黄昏》问世后，身价水涨船高。听说他早已不再陪客，寻常人是不可能请动他的了。而这小子竟能包下梅影小阁，来，喝！来碰一个！哎呀，别那么拘谨嘛，难得放松啊！诸位同僚，徐某不胜酒力，我先休息了，你们好好玩。去吧，我们懂的。许郎很少带同僚过来吃酒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前几日，两位金罗看中了我，他们都想招我入麾下，便在打更人衙门打了一架。招小人眼红了？红眼病自古有之。许郎早说，奴家好替你招待一下同僚。适才席间都没怎么搭理其他同罗。不必。这样喝酒才痛快。许郎，你好坏。奴家一身的酒味，先去洗洗。楚采薇说过，碧绿色就代表着妖气。那天夜巡时，清楚地看见绿光在教坊司上空一闪而逝。这意味着，平日里达官显贵们喝酒取乐的地方，竟隐藏着妖孽。这回记得千万别去窥探司天剑，免得又被剑正闪瞎狗眼。教坊司内并无妖气，是妖孽已离开，还是用特殊的方法隐藏？许郎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没什么，出门吹着风。妖孽没找到，这里倒是还有一个小妖精。哦，许郎，为奴家赎身好不好？这谈钱多伤感情，人家只要当个妾就好了，只想在许郎身边侍奉。咱们这种真挚的感情，不应该夹杂同修。你就是想白玩我，
玩腻了就把人家一脚踢开。这都被你发现了。你是教坊司的花魁，给你赎身没个4、5千两根本不可能，而且礼部还未必会答应。奴家这些年也攒了些钱的，而且我寻人打听过了，铜锣只需3年就能在内城买个院子，许了赎我。其实上辈子我遇过这类女孩，很懂得去撒娇，要这个玩那个。只是奇怪，这样一个艳名远播的花魁，正逢蓬勃发展，即使要从良也早了些吧。再说我只是个打工人，以福相的段位给4品大臣做妾也绰绰有余。此事不急，等我攒够了银子，再为你赎身。宁燕，早安！昨晚过得可尽兴？宁燕可真是人才，你让我知道以前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且无趣。回头再教你们几个更有意思的玩法。还有更有意思的？同僚关系密切了许多人。3位大人，李大人有请。好，今天要去抄家，你们仨代表我去。同样的话，我还是要重复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。1刻钟后在前院集合，跟着其他同僚一起过去。竟然是抄家！抄家是打更人业务之一，对象是犯官，所以抄家便是抄没家产，家中财物一律充公。此人是户部周侍郎的下属。这就是说，此事是税银案的后续。哎呀，你是第一次参与抄家，有些规矩不懂。我跟你说说啊，抄没家产时，吏员会在前院点齐值钱物件，记录在册，然后带回衙门，但他们自己是不参与搜刮的。哦，那我听头的意思。嗨，你别管他，头就是死脑筋，不知变通。咱们得合理的为自己谋求利益。这确实是较为合理的谋求利益。宋霆锋与我一样，不愿去敲诈商贾，勒索百姓，但眼下是去抄家，抄的是贪官污吏的家，银子本身就不干净，抄的是大俸，不是百姓的羊毛。这次抄家是由一位银罗带队，4组铜锣和24名白役组成，每3位铜锣分属不同的银罗。多队组成的制度是为了相互监督、相互检举，只是时间久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都拿一点，相当于谁都没有。大人，这是我们的凭票。3个迟到了。你们没迟到啊？收到春哥的消息后，我们马上就过来了。虽然说路上说话走得不快，但绝对没超过1刻钟。还敢躲？大人，大人，是我们迟到了。大人您莫要生气，耽搁了正事儿，还有好活等着您呢啊！他在针对我，可我并没有得罪他。怎么想抽刀？你配吗？要是抽刀，我就死定了。滚进去吧。我们后面明明还有铜锣未到，那家伙却不管不顾，摆明是在针对我。但是我并没有得罪他呀。你刚才幸好没抽刀，不然你就完蛋了。我没那么傻，对银罗抽刀是大罪。他姓朱，是衙门里最年轻的银罗。但我不认识他。嘿，他父亲也姓朱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朱金罗？对，这朱成柱是最年轻的银罗，也是咱们京城衙门最被看好的年轻俊彦。在宁燕出现之前，前日里我与他手下的铜锣喝酒，听他说起朱银罗很不喜欢你，不止一次说过你不过是区区铜锣。你跟老子穿小鞋是吧？那就别怪我在魏爸爸耳边煽风点火。给我围起来！驾！昨日才知道老爷问罪入狱，府里正要走关系呢，怎么打更人今天就来了？嘘，小声点儿，不想活了。你们留在这里，哪儿也不能去。结束后，我要搜你们的身，
若是敢中饱私囊，一律处罚。这仨小子也有今天。许妮，忍住，这招不能顶住，不然会被他们修理得很惨。喂，断人财路，这狗东西！对不住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哎，说啥呢？你的手伤得重不重？啊，那狗东西用气击了。寻常上司殴打下属，顶多就是皮外伤，绝不会暗度气击。可见那个姓朱的是何等的心胸狭隘。就凭这个伤，就可以去告他了。回头找头去，头不会忍的。哎呀，别给头惹事儿，算了吧。下次见到他，绕着走，只能认栽。会去告状的，不过不是春哥，是魏爸爸。后院传来的，怎么回事？文书上明明说只抄家不连坐。许是府中女眷生得漂亮吧？他们想玩玩，这种事也是常有的。许女月，别冲动！狗屁！爷来了！放开你，放过我！不要！他家闺秀的皮肤止水呢。走开！走开我！走开！走开！再过来我就再见！放下我！你继续，我记住你名字了，回头我亲自找魏公告状。喂，你等等！我记住你名字了，你敢就继续。我去！我会告诉魏公的，你敢就继续。哎，等等，别误会！我记住你名字了，会上报给魏公的，你继续。没见到那姓朱的，最后一间房。给老子滚出去！你敢碰他，我回头去魏公那里告你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小子竟敢！邪恶，是死活的东西！澎湃的气机。哎，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令人刺激的事情。你会怎么做呢？先说不说。林月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，你知道后果的，不能拔刀。去年铜锣攻击银锣是大罪过，便是当场格杀也是咎由自取。姓朱的把女孩拖到院里当众凌辱，先是试探刺激，也逼你出手。其二，练奇境怎么打得过练神境啊？地位和实力都不允许。这姓朱的是要置你于死地。你敢碰，我就向魏公告状。你可以去告状，得在我享用了小美人之后。我有了金罗父亲斗体，凌辱几个犯官家眷怎么了？多大点事儿，而且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每年那么多的犯官抄家流放，家中女眷即使不被连坐，就真能平平安安脱身？不要！求求你！要付出点什么？不要！田凤，送来。许宁夜，就等着你拔刀！魔攻击银锣，当场格杀！集中一封藏击。什么？银罗法器拳？死了！仅仅是这么一刀啊！甚至我连他出刀的瞬间都没看清。救人！
快救人！没死，没死！快，输送紧急！丹药，我这有丹药，得快点把朱银罗送回衙门救治。希望没事。许宁燕可麻烦了。啊，不妙！宁燕，你逃吧。好，那一刀抽干了我所有的气气，身体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更何况，我要是逃了，我叔叔婶婶怎么办？值得吗？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，值得吗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总有些东西要高于生命。不能让朱银罗的手下先动手。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此人与我同属李银罗麾下，犯了此等大罪，我们也有责任。铜锣许七安袭击上级，目无法纪，必须交由衙门审理。我们会押送他返回衙门。诸位继续抄家。好，万一人犯逃脱，也不关我们事儿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抄家。黄孝，你找几个我们的同僚带他回衙门。先走一步，将此事禀告给头儿。切记，莫让朱银罗的手下押送，看护住许宁燕。驾！把个人办事，滚开！统统滚开！哎呦，干嘛呢？快点，得快点！驾！别吓死我！差点撞到我。头儿！许七安险些杀了朱银罗，速速救他！朱广孝和诸位同僚正押着他返回衙门，朱金罗很快就会得到消息，怕许七安连进衙门的机会都没有。走，赶紧找杨金罗，其他的边走边说。是。姓朱的想凌辱犯官女眷，许宁燕阻止，两人起了冲突。许宁燕一刀将朱银罗斩伤，命悬一线。出发前，朱银罗特意针对刁难许七安。凌辱犯官女眷，待会儿见了杨金罗，你再说一次。但是有一点切记，不能提朱银罗刻意刁难许七安的事儿。我懂。如果把衙门里的冲突说出来，杨金罗或许会认为许宁燕与朱银罗的冲突是夹杂着私人因素的，这就相当于是结仇斗殴。而不提，许宁燕纯粹就是秉公执法。抄家队伍的组成结构，便是为了防止中饱私囊，相互监督。但许宁燕依旧犯错了，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他的正确操作是回衙门举报，而不是私自动手，还造成了上级重伤。在任何衙门，下犯上格杀上级，是要被判腰斩的重罪。他还有救吗？不知道。杨金罗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杨金罗，朱一罗趁着抄家欲凌辱犯官女眷，然后事情就是这样。你朱金罗的脾气，不怕许七安回不来了？我知道了。朱阳，四平人，是打更人衙门的10位金罗之一。早年参军，从一位大头兵一路积攒军功成了百户，随后被魏渊看中，招入打更人组织，重点磨练。他算是魏渊的嫡系金罗，地位仅比2位义子差一些。朱阳有3个儿子，老大文不成武就，读书半吊子，在吏部任职。唯独老三朱成柱天资极佳，更是打更人衙门最年轻的一人，很受朱阳器重。金成耀，快！继续输气机，不要断。我儿情况怎么样？刀伤再深半寸，心脏就被剖开了。到时就算是司天监的术士，也回天无力。是法器银罗替朱大人挡住了致命攻击，侥幸保住了性命。但是刀气侵入腑脏，不将气机拔出，朱大人最多再撑半个时辰。司天监的术士什么时候来？已经派人去请了。
很快就到。谁干的？铜锣许七安，李玉春麾下的。齐安，江陵中和杨艳之前争的那个小人物，一个小铜锣，竟能伤到我儿。集结的时候，那小铜锣迟到了，朱一罗教训了他一顿，没想到怀恨在心。抄家时，朱一罗不过调戏了一个犯官女眷，他便拔刀砍人。我也是听回禀的铜锣说的，虽然稍微改了一下，毕竟也不好说。你儿子凌辱犯官女眷，被人砍了。那许七安竟在押回来的路上，估摸着快到衙门了。姓许的，以下犯上，格杀上级，会被判腰斩。后悔吗？怕死是怕死，但绝不后悔。那犯官的家眷没有被连坐，他们本可以全虚全伪的领。我曾一直告诉自己，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规则，要努力让自己融入其中。和光同尘，是我跟辞旧说的，同时，也是跟我自己说的。怎么回事？刀自己飞起来！我的刀怎么也……格杀上司未遂，按律当斩，你保不了他。斩也是我来斩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动我的人？行，此事由魏公定夺。魏公，我儿朱成柱被铜锣许七安斩成重伤，生死一线，现在还没脱离危险。集结时，那个小铜锣迟到了，我儿教训了他一顿之后，怀恨在心。抄家时不过调戏了一个犯官女眷，他便拔刀砍人。望魏公替卑职做主，严惩铜锣许七安。义父，我这有不同的说辞。朱成柱趁着抄家，欲凌辱犯官女眷，被铜锣许七安阻止。朱成柱非但没有悬崖勒马，反而将犯官女眷拖入院子，欲当众凌辱。许七安劝阻魏公，由我儿出手。你放屁！分明是铜锣许七安挟私报复。你们呢？说清楚。你快说！魏公面前，我说话也发抖啊。魏公，集结时我们并没有迟到，但朱银罗刻意刁难，动手殴打我与许七安。抄家时，他强行把我们3人留在前厅，不准进内院。我等只有照做，直到后院传来女眷们的哭喊声，许七安再也忍不住冲了过去。他喝退了其他铜锣，却对朱银罗无可奈何。朱银罗知法犯法，非但不收敛，反将女眷拖到院中，打算当众凌辱，以此来逼迫许七安出手。狗陷上司，同样是死罪。魏公明鉴，此事在场铜锣有目共睹。实话实说，保你们无事。许七安3人的确没有迟到，宋廷芳所言属实。朱银罗确实将女眷拖入院中，欲当着我等的面凌辱，言语中对许七安多有挑衅。这便是多对结果的好处。若铜锣们都是朱金罗的手下，说辞会变得千篇一律，将矛头指向我。即使如此，也该由衙门来处理。什么时候轮到小小的铜锣来处罚？况且，凌辱犯官女眷，轻则罚俸，重则禁闭降职，最严重的也只是革职。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衙门里的打更人都在观望。我不信魏公会偏私一个铜锣，即使他曾被2位金锣看中。朱成柱知法犯法，无视刑律，即日起革职，永不录用。铜锣许七安攻击银锣，致重伤，罪大恶极，即刻押入监牢。魏公，7日后于菜市口腰斩。7日后，腰斩。魏公，愿以身心奉煞臣，不为自身求利益，可是真心话？自然是真心话。耳时耳录，民脂民膏，
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这同样是我的真心话。义父，真要杀那小子？当然，我是帮杨业问的。我的处罚有什么不对吗？对是对，只是义父舍得杀他。我曾说过，他是天生的武夫，那股子义气罕见，而且能一刀将炼神境陨罗斩成重伤。他才踏入炼气境多久？头儿，对不起，许宁燕她陪我喝会儿酒。我知道你俩有私藏，当只是偷偷喝。头儿是个古板偏执的人，相熟的银罗说他墨守成规，不熟的银罗取笑他不知变通。但不管熟与不熟，衙门里没有人真的瞧不起他，相反，都是心怀敬佩的。尽管嘴上不会说，头儿的古板表现在方方面面。再来，比如当值时从不饮酒。走。头儿都喝了好几碗了。我知道魏公有他的难处，许七安确实做错了。凌辱一个犯官女眷又怎么了？罪不至死啊！哼，他个蠢货，差点把人给砍死，砍的还是银罗。我以为我够蠢了，没想到这家伙比我还蠢。早知道不收他了。闹心！魏公能怎么办？就算他资质好一些，事儿闹得这么大，整个衙门的人都在观望，难不成公然偏袒？那魏公的威信何在？将来谁还会服魏公？好了，现在一个革职，一个腰斩。秉公处理。往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衙门里的人都会规规矩矩的。许七安死的不冤，值了。唉，让头自己冷静冷静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朱银罗差点被一个铜锣给砍了。砍他的人就是许七安，哦，就是李银罗的手下。李银罗这是整哪一出？走，跟着他去看看。卑职李玉春，严禁20年入职衙门，一直恪守本分，尽职尽责，以肃清贪官污吏为信念，以报效国家为目标。6年来兢兢业业，不曾渎职违法，不曾收受贿赂，不曾欺压良善。原以为一腔热血换来天朗地清，然16年来，目睹诸多同僚欺压百姓，讹诈商贾，每每抄家，贪墨银两财物，奸淫犯官女眷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心无法，如何执法？心无正，何以正人？今日我李玉春不忍了。不请辞而去，立刻斩我！唉，3进宫了，上辈子当警察，这辈子竟成了牢房常客。云麓书院的大儒们可能会来闹一闹，但他们毕竟是无官的白身，走官面行不通，物理方法同样行不通。毕竟这里是打歌人衙门，司天监的术士肯定会尝试救，可除非见证出面，而让堂堂见证出面，我的身份还不够。唉，许七安啊，许七安，你在福相那里尝到温暖，就忘记社会的冰冷了。过了2个月还没把采薇勾搭上。地书碎片也被搜走了，不然我可以尝试让1号救。不知道他的咖位够不够？不行，天地一刀斩的体力亏空太严重了，我得先睡一觉。这个读书人真让人讨厌。打从进了衙门，
来到这里，他始终是昂着头，挺着胸，看人不是用眼睛，是用鼻子，与云麓书院的其他读书人一个德行，与司天监的白衣同样一个德行。哼，油头粉面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你说谁是女子？是在下唐突了，敢问姑娘芳名？南宫金罗，人给您带来了。辞旧啊，这位大美人是高品武夫，一个8品的小书生，要懂得能屈能伸。我想杀人！哼，一炷香时间。辞旧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书院读书吗？昨晚你的一位同僚到府上传信，告诉了你的遭遇。父亲连夜赶到云麓书院通知我，我拿了老师的手书，又是举人身份，才准进来探监。家里人都很担心你，娘一宿没睡。这是林英也很担心你，早上只喝了1碗粥。难为他了。老师的建议是让我求长公主，她或许能救你。至于老师他们，魏渊与书院的关系并不好。辞旧，你不责怪大哥吗？大哥学艺不精，竟没劈死那杂碎。这才是读书人嘛！对不起，我会救你出来。既然来了，帮大哥做一件事。辞旧，带银子了吗？自然带了。你去找玉头，就说要取回我一件物品，那是一面玉石小镜。你拿着镜子，到东城的养生堂找一个和尚，与他说请帮忙传话。3号被关在打更人地牢，请求帮助，许七安。相信聪明的1号看到传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因为在地书聊天群里，在京城又有权力的只有1号，而且1号还欠我一笔债。另外，让雪二郎取地书碎片，是我对魏渊的一个试探，试探他是否真的对我起了杀心。铜锣、腰牌、佩刀、制服都不能带走。这就是大哥说的玉石小镜。殿下，客人来了。云麓书院许新年，见过长公主。辞旧找本宫何事？许新年我倒是认识，以前在云麓书院求学，有过几面之缘。直到派人查了许七安，才算对许新年有较为深刻的印象。辞旧，我明明从未与长公主正式结交，她竟记得我的字。辞旧堂兄遭遇大难，请长公主出手援救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堂兄做事固然冲动，但一片赤诚。他若不出手，那可怜的孩子就遭了朱银罗凌辱。义之所在，不轻于权，不顾其利。堂兄非读书人，但这份赤诚让我被读书人肃然起敬。长公主不是耳根子软的女子，她很有主见，甚至有点霸道。这样的人做事有自己的理念，这下难搞了，看来只能出杀手锏了。这是老师和慕白大儒、右平大儒的手书，请长公主帮忙。失礼了。本宫知道了，但打更人衙门隶属于皇室，却只听令于父皇一人，本宫只能尽力。谢长公主。殿下，遣人去打更人衙门询问魏公，查清楚铜锣许七安与银罗朱成柱的冲突。是。不能把筹码都倾注在长公主身上。她虽然应承了此事，但愿出几分力，尚未可知。父亲去了司天监，不知道那群术士有没有办法救大哥。来年春闱，我一定要告状，让我爬得更高，掌握更多权力，不然什么事都做不成。老爷，赏点钱吧，我7天没吃饭了。7天没吃饭，你早就死了。算了，老爷，赏点银子吧！我10天没吃饭了。老爷，我也是啊。老爷，
我想吃饭。老爷，商量吧。老爷，商量吧。我想吃饭。老爷，商量吧。不吃饭。八品修身境的儒生能规范他人言行，掌握言出法随最浅层的运用。堂内可有一名和尚？您指的是恒远大师吧？他走了有2天了，说是有了师弟的消息，要离开几天。我也不知大师何时归来。这样，许七安平日与朱银罗有仇怨，小人特意打探过了，两人素不相识，只是那朱银罗确实私底下表达出对许七安的嫉妒与怨憎。城主室的家眷是否遭连坐，冲入教坊司？不曾。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卑职打探过，集结时许七安并没有迟到，但遭了朱晨柱的殴打，可见他是有心挑事。这些年，打更人的确屡屡做出凌辱犯官女眷的事，有些本该冲入教坊司的，倒也无关紧要。但那些本不该被牵连的，亦时常遭遇魔爪。类似的事屡见不鲜，只是没人愿意为那些犯官家眷做主罢了。卑职还打探出，当时朱银罗有逼许七安出手的意图，他也成功了，只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铜锣，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我知道了。元景帝禁欲修道20多年，寝宫已经成了宫中妃子们的禁地。对于元景帝禁欲修道，嫔妃们自是怨声载道，只是元景帝从不留。陛下醒了。作为一个子嗣众多的皇帝，嫔妃早已可有可无。什么时辰了？寅时1刻，陛下请喝茶。祭祖大典后，朕便心神不宁。白驾灵宝冠，朕要随国师修道静心。是。陛下，这钟声！陛下，桑博发生了爆炸，永镇山河庙被毁，只守了300禁军殒命，无一生还。通知魏渊，立刻带人进宫。通知国师来此见朕。通知监正，就说永镇山河庙毁了。国师，桑博底下的东西出来了。贫道已知晓。神剑呢？回陛下，属下已派人捞取。幸好镇国剑完好无损。陛下，桑博并无异常。并无异常。伤亡将士的尸骨何在？抬上来！魏公，您看，其余士兵的死状都与他们一样，全都变成了一具干尸。陛下，臣等并未察觉有强敌侵入，也许这场异变真正的原因与前日祭祖大典的事故有关。甚至桑博之所以爆炸，巡逻士卒之所以暴毙，怕并非强敌入侵，是桑博里隐藏着什么秘密。魏渊，跟朕来一趟御书房。宫中禁军在明州示警。长公主殿下，衣服。快进庄。长公主留步，没有陛下旨意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大更人和各军中的高嫔武夫都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若非强敌来犯，宫中禁军绝不会明中示警。可如果是敌国强者入侵，场面又太安静了。而且
司天监的人没有来。怀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子哥哥，你等等我！情况暂时未知。魏公，永镇山河庙塌了，是贼人所为，但早已不知所踪。陛下命我半月内查出真相，抓住凶徒。我已与陛下坦诚说明，此案绝不好办。几位殿下，陛下有请。当初父皇为政无所为，华发早生，30出头便鬓角霜白，可父皇随这位仁宗到手修道20年，反而满头乌发，气血和身体都好转起来。我要这太子之位有何用？我是，朕依旧心神不宁。陛下有心病，还得心药医。朕确实有心病，朕一直在等国师与朕双修。这是你当面说的吗？10年前，父皇便提出要与国师双修，国师没答应。父皇甚至下了诏书，要封她为仙妃，国师还是没答应。父皇还得倚仗国师修仙，最后只好作罢。外人只以为父皇是贪图国师的天姿绝色，但后宫佳丽3000，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手？那位被誉为京城第1美人的王妃，当年可就是宫里人。但当时已经禁欲修道的父皇，愣是没碰她一根手指头。父皇梦寐以求的是长生。无需担忧，已经没事了。父皇，是否与祭祖大典的异常有关？林安，靠你了。父皇，桑坡是我们的皇室禁地，这贼人竟能潜入桑坡，还破坏了太祖皇帝的庙，那是不是也能潜入临安的府里啊？临安好害怕。在这么多皇子公主中，临安最受宠，因为会撒娇，知道怎么讨父皇的欢心。父皇是个强势、掌控欲旺盛的人，他一定不会喜欢才华横溢但性格霸道的长公主怀庆，但绝对喜欢柔弱无害、依仗自己还会撒娇的二公主临安。胡说八道！皇宫禁地岂是贼人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父皇，是在门口遇到魏公，他隐晦地向儿臣表达了难意，估摸着是想儿臣帮着求情，多宽限几天。父皇，儿臣正好认识一位破案高手，若他能参与此案，半月之内必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怀庆又想提拔自己的人了。皇子皇女扩充势力的方式有2种：一，拉拢朝臣，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拥戴者，但远景帝的掌控欲强烈，帝王心术炉火纯青，包括太子在内的其余皇子都不敢明目张胆的结党。2，提拔心腹，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。任务难度太大了，眼下并不是提拔心腹的好时机。我倒要看看，怀庆你怎么做？哦，怀庆有什么人选？打更人衙门的铜锣许七安呀，就是祭祖那天表现得非常仰慕姐姐的那个铜锣，姐姐还与他有说有笑。这话好歹歹毒。长公主还未出嫁，尽管父皇这几年痴迷修道，我们的婚事都不爱搭理，但堂堂公主招蜂引蝶怎么回事？父皇应该听过此人，他便是在税银案中被牵连在内的御刀卫百户许平志的侄儿。朕记得是有这么个人，还炼制出了假银。若不是假银保存不变，耗年甚巨，朕就让司天监大量炼制了。不止如此，此人在长乐县当值时表现优异，屡破命案。既然如此，你不必多此一举吧？父皇明鉴，昨日但铜锣许七安与一位银罗发生冲突，一刀将其斩成重伤，以下犯上，依照律法当腰斩。如今人在地牢里关着，儿臣愿请父皇允他将功赎罪。哦，既然怀庆为他求情，朕就允他将功补过，协同办案。若半月内抓不出毁坏太祖庙的真凶，朕直接斩了他。谢父皇。哎呀，被怀庆给抢先一步，
未必是好事。此案连魏渊都觉得棘手，怀庆只是走一步嫌弃。那铜锣若真能破案，是意外之喜；若不成，怀庆也没损失。他本身就是要腰斩的。哼，怀庆心真黑。对了，哥哥，永贞山河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嘘，此案不简单，否则魏渊不至于愁容满面。其中的秘密，恐怕只有父皇才知道。当然，将来我也能知道。至于什么时候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扎小人诅咒的女子国师。林安，怀庆，干嘛？没什么。怀庆，你太过分了。只是考教一下林安的武艺。林安要是不服气，也可以考教一下本宫。我要告状，去父皇那里告。来日吧。父皇现在哪有心思打你？哼，怀庆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抢过来。看来不需要义父费神救他了。哼，你以为昨晚义父为什么要和长公主说那句话？昨日长公主派人调查许七安和朱成柱冲突事件的始末，想来是对他比较上心的。义父昨夜特意暗示了长公主，长公主趁机向陛下举荐许七安，让他戴罪立功。如此一来，许七安便能名正言顺的脱罪，谁都说不得什么。可如果许七安半月后没有破案，那他就只有假死，然后入江湖。许七安这号人从明棋转暗棋，义父竟然如此看重他。对了，遣人通知李玉春，陛下特准许七安戴罪立功，他李玉春官复原职，隆重一点。宁烨，宁烨，你不用死了！该死，是我真到了！陛下允许你将功补过，戴罪立功。陛下，我操！1号是陛下？不对，应该不是。怎么回事？嘿嘿，就是这样了，差点以为你要被腰斩处死了。原来如此，桑坡发生了爆炸，永镇山河庙喷了。没想到昨晚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也就是说，之前的猜测没有错，那个呼救声不是针对我的，只是某种特殊的原因。桑坡里传来的呼救声是朝着谁？庙里供奉着的神剑呢？唉，我知道的不多，因为你的事儿，头被革职了。你关入地牢后，他跑到浩气楼下痛骂了衙门，当众打魏公的脸。真可！话说，芋头说玉石小径已被辞旧取走，不出所料，魏渊并没有想杀。即使没有陛下特赦，魏爸爸想必也会换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救。啊，那边在干嘛？李罗官复原职，李罗官复原职。活该！哟，恭喜李银罗复职！嘿嘿，恭喜呀，李银罗！李罗官复原职。哎，头官复原职可喜可贺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，对不起这个人。对。春哥这是被魏源给整了呀！昨儿你当众打他脸，今儿再敲锣打鼓的打你脸，他以后轻易不能得罪魏渊了。哎呀，身上臭烘烘的，还是先骑上我的小母马回家洗澡。我回来了，爷爷。长公主这么快就出手了？长公主？难怪元景帝会知道我们这号小人，原来是长公主在元景帝面前举荐，但也不排除是魏渊抓住机会，为我制造了将功赎过的机会。哎，这2天让婶婶担心坏了，听辞就说婶婶为了我彻夜未眠啊，惭愧惭愧。对了，父亲昨日去司天监，想请白衣术士们求情。但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监正病了。什么？监正病了？一品术士生病了，而且还是以救死扶伤起头的修行体系的术士，会不会
与桑坡的异变有关，总不可能是监正把自己关在八卦台看人间，看着看着给风吹感冒了。至于具体情况，不得而知。我这就去御道卫营找父亲，安他的心。好，我待会儿看完灵月和灵音，还得回一趟衙门。对了，那面镜子被我留在书房了，回头大哥自己去取吧。你让我找的那个和尚已经离开，说是有了师弟的线索。辞旧没找到6号，我就说嘛，1号怎么可能是我？这件事1号根本不知情，还是我的魏爸爸和长公主靠谱。大国出事了，没人跟我玩了。大国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，这是谁家的蠢小孩啊？啊！我回来啦！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没事了，大哥回来了。啊，还是这个时代的妹妹好啊，软萌可爱。去通知下人，烧点热水，我要沐浴。是，大哥抱我了，大哥抱我了。我要去告诉娘，娘肯定不知道你回来了。你这么开心，是不是因为晚上可以吃3碗饭了？我怕大国怎么知道的？大国真厉害。帮大郎烧水沐浴，我拒绝。不要。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忙。你帮大郎烧水吧。林英啊，大哥用肉跟你换鸡蛋好不好啊？不要，娘说大哥上次骗我包子。大哥怎么会骗你？大哥只是……二哥教我的。蜀人果然都不是好东西。哎，林英啊，这面不能吃，口水是有毒的。是吗？会死吗？死是不会死，就是会肚子疼好多天。那就好。先去拿回我的玉石小镜，再去找魏爸爸。啊，这是我入狱期间二郎对我的处境分析，以及对司天剑和云龙书院能否产生作用的评估。我这小老弟还是有几把刷子的。这件案子，我让金玉堂、春风堂、镇邪堂3堂联手去办，主办官是你。我是主办官？陛下亲自下的口谕嘛。我懂了，魏公想通过这件事提拔我，所以直接委任我为主办官，而不是协同办案。桑坡底下是不是封印着什么东西？桑坡里封印着某种东西，这个真相是义父今早才告诉我的。南宫也是在昨晚桑坡发生变故，联想到那天义父在库房里查阅资料卷宗，这才隐隐有些猜测。可是这个小铜锣竟然直接道出桑坡底下封印着东西。说说你的推理。桑坡虽然是我们大凤的禁地，但对外人来说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，恐怕就是镇国神剑。但这份卷宗上写着“镇国神剑无碍”，那么贼人的目标就是其他东西了。所以贝日猜测，永镇山和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，而这东西又为什么要放在桑坡？我猜测，那东西需要镇国神剑来封镇。魏公是知道的。陛下没有明说，但我心里有了几分猜测。至于你的任务，查出炸毁永镇山和庙是何人所为，追回那东西的事与你无关。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，告知杨金罗便是，他会出面。陛下赐下了一面金牌，除了后宫和几个特殊的地方，你凭此牌可以畅通无阻。魏源已经给我指了明路，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，就通知衙门，通知杨金龙。这个暗示足够明显，我只是探路的卒子，负责追踪的猎狗。实在不行，我大不了假死脱身，远离京城。是，魏公。
听说监正病了。老东西。头，马上召集金玉堂和镇邪堂2位银龙，在衙门前院接风，速度！你是头，我是头。我现在是陛下钦点的主办官，今儿起咱们就各论各的，我管你叫头，你管我叫大。头，帮大人去请2位银龙。各论各的，觉得哪里很奇怪。集合！此次任务共3位银龙，加12名。昨夜桑坡发生爆炸，永镇山河庙被毁。陛下龙颜震怒，命令衙门半月内查出真相，抓住贼人。我奉陛下口谕，亲自追查此案，尔等协同办理，务必全力以赴，报答皇恩。办好了会所嫩模，办不好菜市口砍头，真想补上这句。出发！是。这些都是杨艳手底下的银龙，大伙还算听话。没想到一个爆炸，长廊和汉白玉高台也凭空消失了。谁能想到，前几日还曾在此地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。许大人，我下去吧。那你就与我一起下水吧。高台坍塌的断裂口距离水面有1丈多。一个小小铜锣当主办官，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什么。不行，能见度越来越低，不能再往下潜了，我得先上去。这些石柱以汉白玉高台的地基为中心，排列规律如此独特，似乎是某种阵法。在大凤京城，能布置阵法的只有司天监的术士，也就是说，当年司天监也参与了永镇山河庙的建造。由此可以推断，知道桑坡秘密的除了当今圣上，还有监正那个糟老头子。所以，监正生病是真的，或者是因为永镇山河庙坍塌造成。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图谋桑坡秘密的势力，破坏永镇山河庙的贼人，绝对是王者级段位。我一个小铜锣掺和其中，感觉随时会被神仙打架殃及池鱼。就算我查出真相了，皇室能容我？柱子上好像有东西，这上面雕刻的是什么字？我上来了。这才多久，这小子的气机竟如此浑厚了？你这气机可不像是新进的炼气境。我就是每天打坐2个时辰而已。还是别说这个了，那姓杨的不服你，刚才上来跟我们分析了一通水底的情况，还算有些收获，并且说，如果你的分析和他一样，他就服气。从高台的断裂处，可以推断出爆破点在庙里，而不是水土。此外，火药多半是在祭祖大殿后藏进庙内的，且距离祭祖大典结束不超过1个时辰。如果是提前藏入庙内，火药气味重，陛下当时进入庙内肯定会闻到，因此只有祭祖结束之后才有机会。1. 去把负责收尾的当差、大理寺吏员、礼部吏员通通缉拿，逐一审问。这件事，杨银罗你去办。2. 通知衙门，向陛下要几位司天监的白衣过来协同办案。头，你去办。我要司天监的采薇姑娘来帮我。米银罗，你随我去一趟工部，我要火药厂的进出记录。这么大的火药，不可能偷运出去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看一看牺牲士卒的尸骨。没想到这小老弟思路清晰，逻辑缜密，任务安排的有条不紊。换成我们，估计没这么快给出这么清晰明了的方向。你还会验尸？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一件大事。我只是个小小的铜锣，遇到战斗还得3位大人努力。所有士卒死状如出一辙，都是被某种妖法吸干精血，身上没有其他伤口。这份手段，不是我这个小小的炼气境能对付的。金牌在此，把近1个月内火药的生产、使用记录都给本官拿上来。是，大人都在这儿呢。账册是很容易造假的，其中最普遍的手法就是夸大使用量，这样多余制造的火药就可以私藏。但这些手段都经不起查，
任何犯罪都有蛛丝马迹，给我查，查出端倪，每人赏银20两。是，徐大人。徐大人，大理寺和礼部各有3名吏员失踪，宫中当差的也有3人失踪，负责祭祖大典收尾的相关人等，全部被刑部和京兆府联手扣押，他们拒绝向我们交人。杨一罗正在与刑部的人对峙，僵持不下。哦，敢跟我们打更人抢人？刑部和京兆府同样收到了陛下的命令，负责查案，都是皇命在身，便不触我们了。杨一罗身上没有御赐的金牌，让小人火速赶来通知大人。皇帝同时让刑部和京兆府掺和此案，这并不行。许多大案都是多方共同调查，单凭一个衙门人手有限，多方共同调查的好处显而易见，但弊端也同样明显，那就是抢功。我必须在此案中立下举足轻重的功劳，朝廷才能免除我的死罪。如果寸功未立，怕难逃蔡氏口砍头的处罚。走，过去要人，谁敢阻扰我办案，绝不客气。刑部奉旨查案，擅闯刑部，阻碍办案者，格杀勿论。刑部不可能不知道打更人也奉命参与此案，却故意把我们拦在外面，这分明是故意恶心我们，故意给我们使绊子。闯刑部者，死！本官奉旨查案，跪下。哼，刑部同样奉旨查案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不过大人要进刑部也行，容我派人通传。至于多久啊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刑部这是要把这条线索给掐断，把我拖个几天。他们该查的查完了，该收获的收获，或者线索并没有价值，估计才会把人交给我。而我是个戴罪之身，时间就是生命。你非要走，就别怪我动用金牌的特权了。先斩后奏！你区一个铜锣，敢在刑部门口杀人！早知道的。头，死了啊！尽管打更人平日嚣张，但也从未见过在六部任何一个衙门的大门口当街杀人的。冲突归冲突，但杀人的话，事件就升级了。这小子杀的还是刑部的人。这破绝学就是3秒真男人，根本不足以支撑我打持久战。将来还是找机会换一个吧。奉旨办案，阻碍者杀无赦，还不退下！你太冲动了！刑部大门外杀人，还是有官职的人，你不怕事后追究吗？我还有事后吗？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挡我办案者就是要我命。刑部和打更人向来不对付，再有京兆府抢功，这些人就是我办案的绊脚石。我不心狠，往后会有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人跳出来阻扰我。我今天砍了一个不长眼，明天其他不长眼的就会忌惮、害怕。同在杨金楼手底下的2位尚且质疑我，不信任我的办事能力，更何况是京兆府和刑部。许大人，倒是我们想屈你。本官许清安，诸位大人有礼了。没想到他也来了。陈府爷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吕捕头也在。如此大案，打更人竟连个金锣都不派遣，本官明日定要上书弹劾。打更人查案何须向你们刑部交代？听说刑部扣押了大理寺、礼部以及宫里的诸多当差，并阻扰我们打更人审问。尚书大人，敢问这是何意？孙尚书这是要端茶送水，我偏不吃这套。去。好，许大人请坐，椅子搬来了。啊！此人甚是厚颜无耻！哎，大人，刚刚那个姓许的，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简直目无王法！尚书大人，刘公公，
这群打更人在我刑部门口杀人，杀的还是有官职的将领，何其狂妄，非得严惩不可。来人！慢！本官奉旨查案，刑部从中作梗阻扰办案，本官手持金牌，先斩后奏。另外，本官怀疑刑部与贼人勾结，是炸毁永镇山河庙的元凶。孙尚书，不如跟我去打更人衙门走一趟。孙尚书是手握大权的正二品，朝堂诸公之一，这小铜锣竟敢这么说话，完全不把孙尚书放在眼里。府尹大人，这大胆，敢诬陷尚书大人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刑部破不了的案，来破！还有，刑部敢阻扰我办案，不一起杀，够不够清楚？打更人衙门怎么回事？魏渊怎么回事？派了个愣头青来办案，这不是把把柄往我们手里送吗？就凭这番话，抓进刑部大牢，就能让他一辈子出不来。待明日刑部联名参魏渊一本，看他怎么解释。果然是年轻气盛，锋芒毕露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铜锣，他是长公主举荐，陛下亲自点名的打更人衙门主办官。对了，之前他因为斩伤上级，被魏公判了7日后腰斩的处刑，陛下仁慈，准许他戴罪立功。陛下钦点的主办官，难怪敢这么狂！斩伤上级，7日后腰斩，难怪杀意这么重。这是个穷途末路的狂徒，破案是他唯一的生机。这样的人最容易走极端，若是逼急了他，恐怕会拉几个陪葬。都坐下吧，桑坡案牵扯甚大，陛下重视程度比税银案更高，特命我为总督，督促你们办案。打更人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回头再去找你们谈话。这太监明显更偏向，准确的说是打更，是魏渊的关系。是，大人，您的金牌。第2阶段的立威效果很好，把我自己塑造成穷途末路的莽夫形象，能够解决接下来的很多问题。刑部和京兆府的人再想抢功，就得先掂量一下。至于后续会引来什么麻烦，我就不管。一来，我相信魏公会替我遮风挡雨；二来，若我最终办不成案子，也不用管什么后续，要么死，要么永远离开京城。3个衙门内部都有人失踪，这些失踪的人极有可能是谍子，帮助贼人暗中偷运火药。诸位对这件事怎么看呢？本府已经派人查过9位死者的家属，他们都还在京城，但对于亲人的失踪却毫不知情。失踪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本府推断，那9人不是逃跑，而是被灭口了。3个衙门里必然还隐藏着谍子，更隐蔽的谍子，是他们杀人灭口，清算了那9位知情者。既然我能留下来参加了会议，那么被扣押的人用途就不大了。只要听刑部和京兆府官员们的谈话，就能知道我想知道的信息。恐怕不只是大理寺和礼部，就连工部都有谍子。卑职调查过他们的家境、人际交往，以他们的能力，根本不足以从火药厂偷运出那么多的火药，所以工部必定有人暗中协助，且官职不小。火药是朝廷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，各种保密、防盗措施非常严格且齐全。若是没有工部高官协助，此事办不成。官职不小啊！没想到京兆府的这位女捕头分析的逻辑清晰，合情合理，简直让人刮目相看啊！刘公公身侧的小太监似乎在做笔录，难怪刑部和京兆府众人都没有顾虑的交往。所以，这是要拿给元景帝看的。皇帝老儿对这案子的重视程度远超税银案。也是，桑坡底下出来的那东西不知道是什么，
不是极端可怕、极端重要的东西，不会被封印在三魂。许大人，别一直沉默。切，这个小铜锣能给出什么线索？听一下。府尹大人，刚刚你还在神游来着，怎么突然就认真起来了？忘记了吗？许七安啊，睡银案的许七安。原来是他，难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原来是睡银案里力挽狂澜，破解了假银谜团的那个小捕快，没想到进了打更人衙门。难怪陛下钦点他为打更人衙门的主办官。不出意外，小太监这份笔录是要交给解元帝过目。虽然共享了信息给这群狗东西有点亏，但功劳已经记在纸上，确实有些收获。针对吕捕头的推测，我提出几点疑问。今早我去桑坡看过，想要炸毁整个永镇山河庙，炸毁高台，需要的火药量极其庞大。是的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也去桑坡看过了。问题来了，吕捕头刚才也说，火药是朝廷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，各种保密防盗措施非常严格且齐全，偷运出这些火药本身就非常困难，更何况是抹除相应的痕迹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做到这一点？工部尚书，或者2位侍郎。什么？如果是工部尚书和2位侍郎，那么一切就合理了。以他们的手腕和能耐，买通宫中当差或大理寺、礼部吏员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只是，这是不是太蠢？你是说，偷运如此规模的火药，即使手脚做得再干净，也经不起查的。我相信能当上尚书和侍郎的，还不至于这么蠢。既然不是他们，那除了工部，还有哪里能提供那么多的火药？有没有可能是城外运进来的？外城先不说，内城是要收取进城税的，守城的士卒会检查货物。停车！停车！皇城就更不可能，火药那么显眼的东西，你傻还是我傻？除非运送进来的是原材料，而不是火药。原材料？火药的原材料里，硫磺和木炭都不是珍贵的东西，尤其冬天，京城耗炭量非常可怕。但硝石是大奉严格管制的东西。等等，硝石？硝石矿？什么？硝石矿？对了，我们4人之前亲自勘察过大黄山，在那里发现了硝石矿。如果真是他们所为，那9位失踪者是怎么回事？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争取他们逃离京城的时间，让我们误以为火药出自工部，以为是朝廷内部被安插了碟子。背锅侠就你了，我先逃一步。火药是出自你们那儿的。什么？难道内部有碟子？调查的重心就转向了工部和礼部、大理寺卿。举起双手，接受调查。他们在说什么？总觉得我们少看了一集。这样的话，有个疑点解不开，他们是怎么把火药运到桑坡的？很简单，那9位失踪的吏员应该是被收买了，或者遭遇了胁迫。我更偏向前者。吕捕头说的有道理，妖族能把火药偷运进桑坡，必定存在同伙。如果没有朝廷内应，他们不可能办到。先不说朝廷里的二五仔，妖族为什么要炸好桑坡呢？准确的说，他们图谋桑坡底下的封印物。这个封印物对他们有什么用？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9位失踪者，3个宫里当差的，3个礼部的，3个大理寺的。他们是如何瞒过头僚，将火药偷运进来的？你是说，单凭3个人是无法瞒着同僚偷运火药的？是啊，为什么刻意把这9人分开？如果这9人全是同一部门的，没准还有可能。我最欣赏许公子这一点，聪明，能够立刻领会我的意思。要是能一直和他议事就好了。所以，帮助他们的人，必定还有其他人，而这个人，一定要具备自由进出皇城，或者能把火药送进皇城的能力。金吾卫小奇观的案子，这件案子发生在祭祖大典前一天，金吾卫小奇观是被灭口的。灭口之前，向妻子透露过要带一家人离开京城。他死之前，正好当值。妖族驱赶灰户是为了采集大黄山里的硝石矿，制作火药炸毁永镇山河庙，放出桑坡里的封印物。之所以用火药，是因为皇宫守备森严，无法强闯。
但火药可以，只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运进去。不管是司天监的监正、仁宗的女子国师，亦或者禁军中的高频武夫，他们能察觉出强者入侵，但无法察觉出火药这种死物。刘汉只是个小棋官，没那么大的能耐可以瞒着上级将火药放进皇城，他只是个办事，而指使者就是他的上级，也是这位上级把他灭口。但是只要把刘汉的上级金无畏百户抓起来拷问，一切就水落石出了。而最可疑的人就是金无畏百户周赤雄。刘公公，诸位大人，在下在工部那边还有点事，先行告退了。打更人跟我走。是。许七安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是不是案子有进展了？快说！虽然很欣赏许公子，但大家也没什么特殊关系，又不是未婚夫什么的，帮他拖一拖时间已经很讲义气了。徐大人，我们去哪儿？捉拿人犯。头儿怎么还没回来？请人要请一上午呢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采薇姑娘不在司天监，进宫去了。我在皇城门口等了许久，才等她出来。采薇姑娘，多日不见，一发漂亮了，又去长公主那儿蹭吃的。哼，这个时候，将来迟早要让她吃俺老孙一棒。嘘。闵一罗，你拿着我的金牌去皇城东门口，捉拿周赤雄、周百户，其他人随我去州府拿人。哦，好。因为不知道周百户今日是否当值，所以需要兵分两路。皇城是天子脚下，等闲不会发生冲突，也没人敢。但同样，不是轻易说拿人就拿人，得有腰牌开门，所以去一个银楼就可以。而直接到周百户家捉拿，他很可能会狗急跳墙。我刚施展完天地一刀斩，战力下滑严重，所以需要2位银楼的陪伴。刘公公，诸位大人，如果不出所料，这件事背后极有可能有妖族插手。妖族？你有何依据？数日前，卑职与许大人曾经一起调查过太康县境内大黄山妖吞吃灰户的案子。妖物吞吃灰户？是，年中时，大黄山山脚河流来了一头妖物，吞吃数百名当地灰户。卑职与许大人共同处理此案，在大黄山发现了一处被采集干净的硝石矿。这果然是拖延时间的好办法，因为说的不是空话，大人们听得格外认真。所以刚才卑职和许大人交流时，层层剖析，发现火药也许不是来自工部，而是与大黄山硝石矿有关。九州妖族有2大阵营，西北方的妖族诸部，南疆的万妖国。没想到此案竟涉及了妖族。南疆万妖国早已在甲子荡妖中灭亡，剩下的余孽苟延残喘。西北方的妖族与北方诸部结成联盟，共抗大凤和西域诸。硝石矿背后主使的是哪一个妖族势力？哦，确有此事。府衙也是在前些日子刚刚受理此案，当时负责处理的就是吕捕头。如果能早些发现硝石矿，桑坡案兴许就不会发生。年中出现的妖物吞人案，为何一直压到现在？明明全都是因那太康县令毒齿，无视灰户性命。妖物如此强大，太康县令也难办呐。杂下会如实禀告陛下。对了，许西安去做什么？他即使妖族有了火药，又如何瞒过大凤禁军和守城的侍卫，将火药偷运进桑坡？问得好，这便涉及到另一个案子。另一个案子？桑博爆炸案竟然牵扯到这么多的事件。陛下祭祖前一天，金无畏小旗官刘汉无故死在家中，同样也是我与许大人处理。当时许大人就推测出他是被人灭口，只是这与硝石案并不存在交叉，
我等并未联想到这些。金无畏小机关被灭口，我要偷运进桑坡，那姓许的刚才许大人想起了此事，豁然贯通，这才匆匆离开。下令抓捕金无畏所有百户，速去！案子剖析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清楚，抓住金无畏内部的碟子，就等于立了头功。许七安处境堪忧，此案是他将功赎罪唯一的希望，我也算尽力了。案中案情讨论在前部分都只是争论，并无实质内容。直到许七安的加入，案情才开始清晰明确起来。案子的进度快到让我吃惊。按照正常的流程，要把2件案子联系起来，恐怕得2、3天的时间。如此看来，陛下命这个许七安担任打更人衙门主办官，是有深意的呀。小云子，今日起你就留在打更人衙门，负责督促他们办案，及时向我传递消息。是。开门，打更人办案。白户老爷生病，不见客，回去吧。哼，当老赖。2个人守住大门，其他人跟李英罗、杨英罗进去。你是主办官，你怎么不成？山海关国战的时候，你见过陛下冲锋陷阵呢？你，哼！本来想送你一颗大力丸的，算了。大力丸？那是什么？当然是能补一补你的身子，气血亏红成这样，只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了。给我一粒，晚上请你吃饭。请吃饭？能，够你用一段时间的。铁骨铮铮猪踩味，我就喜欢这么有骨气的女孩。一股怪味，还有点辛辣。吞下去后，胃里暖洋洋的，非常舒服。脱力的感觉也恢复了不少。哎，事先声明啊，我这是绝学带来的负面效果，并不代表我就是阮小二。阮小二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好东西。人不见了。府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。周志雄呢？白户老爷，他带着夫人和少爷小姐们出城省相亲去了。那你为什么说他生病？白户老爷这么交代，小人便照说。什么时候走的？祭祖大典结束当天。白户老爷犯了什么罪？小人不知情啊！除了一些珍贵的古董字画被带走，府上的一切陈设都完好无缺。周百户逃了。现在说这些还太早。府上没有藏尸，近来也没有人死在这里。也可能被特殊手段掩盖了。你们可以掘地3尺，搜一搜。没必要了，死也好，逃也好，这条线索都断了。不过8成是逃了，毕竟府上的人亲眼看见过周百户带着家眷离开。许大人，祭祖大典后，周百户便请了长假。长假？许七安，周百户逃了。大人，刚才打更人来过，但他们扑空了。周百户已经逃出京城了。这……哎，干爹，陛下派人来请。知道了，把卷宗拿来，今儿咱家带回来的那个。是。刘荣，朕派人督促案情，这都1天了，有什么收获呀？陛下，以陛下的秉性，他越是这副姿态，心里越是烦闷。问案情是假，这是要发脾气。这是今日案情汇总，奴婢正要给您看，幸好早有准备。一篇废话，
刑部和衙门的人越来越不中用了。打更人衙门那边呢？陛下在后边呢。传令，太康县令渎职，致大荒山周边灰户死伤数百人，立即革职，收押大牢，明年秋后处斩。衙府捕快吕清提拔为六扇门总捕头。陛下没有提到许七安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戴罪之身，他的业绩提成要放到最后。奖励就是他的命，奴婢领命。根据陛下的口谕，后边的内容应该是让他很满意的。看来陛下心情抑郁是因为其他事。通知下去，解除内外城的惩戒。遵命。宁燕，你回来了。宁儿，让厨房把饭菜热一热，端上来。来，趁热快吃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来，喝一杯。有时候在梦里梦见过自己被来，笑着嘴，再喝。看着两目交错的屋顶方位。哎，这个世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每天过着点蜡烛会油灯的生活。突然想起一句话：无心安处是吾乡。这个世界总归还有人在夜晚等我回家，多喝几杯，在厨房给我热点饭菜。回了这里就明白，我不是孤身一人。韩叔，你不会这就不行了吧？年轻人看不起谁呢？来，干了这杯！干了！桑坡被炸了，陛下命我彻查此案，戴罪立功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但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。我知道，我只负责查案，不负责追索。总得试试吧，不是我只能跑了。这应该不会连累到你们，毕竟我也没犯什么大罪。我从未想过为皇权买单，若是查不出案子，逃跑是必然的。只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家，可能不久的将来就要彻底告别了。我的罪是搏杀上级，虽然是死罪，但距离家人连坐还差得远。在大凤，连坐是非常严重的罪过。一般人想连坐都没资格。想要达成株连多族的罪名，需要满足以下几点：一、谋逆；二、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；三、对皇室造成重大损失；四、站错队。而我这种顶多就是个死刑犯，逃走了那就是逃犯，牵连不到叔叔身上。你们想明白就好。你从小就执拗，那是以前的我。现在的我善变，我又不傻。实在不行，你就去云州。云州？那里匪患严重，又被称为匪州。2号也在那儿。那里匪患严重，朝廷的影响力是最差的。即使你被通缉，逃到那里也会很安全。心若狠一点，直接落草为寇，既能磨砺武道，又能掌控局势。许多被朝廷通缉的要犯，江湖中的亡命之徒，都喜欢往云州回去。有道理。相对于其他地区，躲在云州更安全，越乱的地方越安全。如果我是周百福，我会逃到哪里？私通妖族，炸毁桑户，完美达成满门抄斩的成就。要么离开大凤，要么躲在云州。肖老弟，还得是你啊！不许去云州。为什么？你去云州做什么？落草为寇吗？朝廷年年剿匪，万一将来派辞旧去云州剿匪怎么办？忘记你俩那天立下的约定了吗？
什么约定？哦，同事操哥，还真忘了，没想到二叔还记得，看来是真的放在心里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不去允州就是，我去西域。西域的父亲又漂亮又热情。大哥，喝碗牛奶补一补。这可是凌月亲自上街买的，今天中午的鲜奶。林一今天喝了2大碗，给他姐姐揍了一顿。这时代的牛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，原汁原味，顶多就加热消毒，但是又腥又骚，实在是不好喝。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改良牛奶，以后靠这门独门秘法赚大钱？好吧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除这股味道，学校老师没教我。我记起来了，读中学的时候，父母给我订了牛奶，我自己不喝，每次在兜里送给女生，以为这就是爱情，后来才发现，自己其实是一只舔狗。唉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诗人黄庭坚写下这首诗的时候，大概和我也是同样的心情吧，心里都在思念着一些人，也许也是这样一个寂静、凄风苦雨的夜晚。嗨，人不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元景帝被刺杀了！不是，这小老弟怎么回事啊？3两句不离元景帝登天的话，他是吃你家米了还是偷你家银子？昨天内外城都封禁了，禁止任何百姓出入，我便料定出事了。桑坡被炸了，永镇山河庙被摧毁，封印在桑坡里的东西不知所踪。哦，你说什么？桑坡被炸，永镇山河庙毁了？1号，你确定不是在戏弄我们？开什么玩笑！桑坡是什么地方？那里的守备是何等森严？3号，你想说的是不是这个？是的，桑坡毁了，永镇山河庙底下的封印物去向不明。真是难以置信的消息，有相关线索了吗？1号。哦，有意思。金莲道长竟然没有问身为打更人的我，而是直接问1号，这是不是说明他认为这种高层次的秘密，1号知道相关线索的概率要高于？这件案子交给了打更人衙门、刑部、府衙3方处理，具体消息我并不知道。连朝廷里地位极高的1号都不知道具体详情，那3号肯定也不知道了。巧了，我们书院通过相应的渠道，倒是得知了不少秘密，大概理清了案件的脉络。什么？3号知道？3号，你们书院的手伸得有点深啊！1号都不知道的事，书院却知道了。你在书院什么地位？普通学子真的能知道这么重要的隐秘吗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他们会怀疑我的真实身份，但在缺乏有力作证的情况下，反而会越想越乱。除了1号不好忽悠，但我和1号暂时没有冲突，而且我对他的身份心里也越来越有数。那么你们要用什么来换取我的消息呢？3号要是做生意，肯定会是个成功的商贾吧？我近来只顾着修炼，没有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，就先欠着吧。我在忙着剿匪，等我弄清楚云州背后操纵各个寨子的势力，我就可以还3号的债了。莫名其妙又欠债了。我最近倒是有一个重要消息，3号，我用这个和你交换桑坡案。不过，这个消息会暴露我的身份。哼，你是南疆人吧？似乎还有些好战。应该是某个古族里的贵族。你们都知道？是不是很明显啊？你对万妖国的历史了如指掌，口口声声自称老大，而且之前你自己也透露，阿爹地位颇高。5号似乎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。
和我的草莓姑娘是一个级别。好吧，老娘就是南疆古族的人，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。我有一个重要消息要说，古神初步复苏了。古神，超越品级的存在，古石体系的开创者。昨天，极渊里溢出了一缕古神气息，寨子里养的低级蛊全部暴毙，高级蛊发狂攻击族人，老娘的本命蛊也险些失控了。阿爹说，时隔数千年，古神终于复苏了，但这并不是好事。不是好事。古神是混乱的根源，吞噬和繁衍烙印在本能中。如果他复苏的话，南疆所有生物都会成为他交配吞噬的对象。他会把整个九州变成只有蛊的世界。还有这种事？神是这样一种生物，也太邪恶了吧！所以，我们古族正在召集强者，打算过几天潜入极渊查看情况。这确实是让人震撼的消息。道长，古神沉睡的原因是否也是被封印了？不知道，古神存在的年代过于久远，人类还没有学会使用文字前就已经存在了。你可以问5号，不过单凭古神复苏这件事本身，恐怕价值就已经超过你的桑坡案了。5号提供的信息价值超过我的桑坡案，我不服。3号，你想要知道古神的其他信息，可以选择和我交易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哥哥还没成亲，听说你们大封的镇北王妃是世间第一美人，我要她做我嫂子。你在想屁吃？有这能耐，我自己独上其身不是更好？凭什么把美人让给你哥？一个王妃不够，长公主也是个绝世大美女，还有我们大凤的国师，我一起给你打包送过去。好呀好呀。如果只是这些废话的话，那我要休息了，请2位3缄其口。好的，我不闹了。我只知道古神是古尸体系的来源，是世间所有蛊的源头，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。到我了。桑坡底下封印的东西，或许与妖族有关。目前大凤官方已经初步确定，炸毁桑坡的势力很可能是妖族，但不知道是北方的，还是万妖国余孽。妖族？怎么又和妖族扯上关系了？妖族为什么要炸毁桑坡底下的封印物？桑坡案背后牵扯的内幕绝对不简单。要想解开这一切，大概只有弄清楚桑坡底下封印的是什么东西。我并不担心走漏一手消息会引来天地会成员对我身份的猜测，因为当时在议事厅里开会的官员有很多，刑部、府衙、打更人都在其中。云麓书院获得消息的渠道也不一定是打更人衙门。桑坡的守卫严密，就算是高品强者也无法潜入。妖族怎么炸毁桑坡？火药从哪里来？这件事朝廷已经查清楚，太康县境内大黄山发现过消石矿，但已被采集一空，采集者正是妖族。1号，你的消息渠道不行。另外，私通妖族的碟子已经查出来，是金无畏的百户周赤雄，不过他带着家眷潜逃。那么这条线索就断了。这倒未必，不久后朝廷肯定会发布通令，周赤雄要么离开大凤，要么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们觉得他会躲在哪里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云州。很好，我的目的达到。我就是想借此展开话题，让2号帮我留意云州，看能不能抓到周赤雄。但按照我的人设，就不该对一个逃犯这么上心。2号，你在云州颇有势力，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周赤雄？这么漂亮，在1号心里，2号似乎比官府更加靠谱。我拒绝帮你。我会提供报酬。不，我拒绝帮你。 1号和2号似乎关系不怎么好，其他人也不劝劝。是因为我加入之前他俩有个冲突或过节？这样不行啊！2号不帮忙的话，云州那么大，怎么救出周赤雄？
我得出面，这样既能卖1号人情，又能收回2号那里的欠款。2号，你帮我留意一下周赤雄，就当是还了上次的债。至于1号，很抱歉，你又欠我一个人情。2位觉得如何？行，给3号一个面子，我会替你留意的。云州这一片我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想找人不难，只要周赤雄在云州，我就能把他揪出来。2号口气这么大，云州匪患严重，流民遍地，官府示威。如果2号是朝廷里的人，不敢这么打包票；不是官府的人，却天天热衷剿匪。2号是个侠义心肠的人呢。对，很好，交易达成。3号不愧是读书人，换成平时，1号和2号说不准要掐起来。金莲道长拉3号进天地会，确实走了一步好棋。不错不错，自从3号加入天地会后，地书传讯就开始活跃起来，众人交换信息的次数开始增多。所以，妖族为什么要觊觎桑博底下的封印物？应该是北方妖族干的。历史上，大凤与南疆的万妖国没有什么冲突。北方妖族与大凤势如水火，南疆万妖国则与西域佛门不死不休。听头说，北方诸部和北方妖族近年来时常骚扰边关，似乎有重启战事的征兆。那么，北方妖族暗中下绊子，在京城搞事情也就合理了。所以，桑博底下到底封印着什么呀？让北方妖族图谋了这么久。小妹妹，你是否有许多问号？叔叔不能回答你，因为叔叔也想知道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肯定是让大凤皇室焦头烂额的东西，希望不要祸及京城内的普通人吧。对了，司天监监正生病了，你们怎么看？云麓书院得到的隐秘消息，桑坡湖底确实有阵法，我判断是司天监的手笔。假的，1品高手怎么可能生病？监正透露出的态度，可能是不想参与这件事。4号是个聪明人，因为他的想法与我差不多。监正不想参与这件事，这种暧昧的态度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应该守卫京城吗？3号，我现在就可以偿还一部分债务。关于桑坡的信息，价值可能不大，你想听吗？价值不大，还想还上一次的债？这个1号有点过分了，反手薅我羊毛。也行，反正周百惠这条线索断了，我得重新寻找突破口，非常需要桑坡的相关信息。我且听听吧。我查阅了关于桑坡的卷宗，发现一个很显眼的时间点，或许桑坡底下封印着的东西就与此有关。500年，大约在500年前，当时的太子在桑坡游湖，不慎落水，从此精神失常，不久后溺死在桑坡里。但是在500年前，还有一件大事，史书上虽然只有寥寥几句，朝野上下却对此讳莫如深。我相信3号应该想起了吧？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想起来。我甚至都没读过史书。难道是夺位？夺位！500年前，大凤皇室发生过一起叛乱，叛军首领是平海王，也就是后来的武宗皇帝。尽管武宗一直以清君侧来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，但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后世史官讳莫如深，只敢写天清之年，妖孽横生，武宗与东方崛起，平定大乱。现在的大凤皇室都是当年武宗的后人。这和桑坡案有什么关系？这丫头确实脑子不太聪明。1号是怀疑永镇山河庙里镇压的封印物与500年前的皇室有关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监正为什么要装病？难道桑坡底下封印着500年前皇室的某个重要人物？涉及到篡位的往事，是皇室不愿意多提的禁忌，所以只有元鼎帝一人知道。那么500年前那位太子的死，就绝不是偶然，是被报复了。因为也是皇室成员，算是家事，所以监正故意装病，不想参与。北方妖族搞这么一出，就是想让大宋京城陷入混乱，甚至朝局动荡，好趁机在北方搞小动作。桑坡案的水比我想象中的要深。
你还是跑路吧，感觉跑路的风险都比参与刺案的风险要低。对了，差点忘了桑坡底下的字，顺便也问一下天地会的人。等等，我要是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字体吗？这种问题就太蠢了。万一这是古代字体，岂不是暴露我文化水平低？云路书院的马甲就挂不住的。桑坡底下的封印上刻着一些字符，非常有意思，我觉得应该和你们分享。这是免费的。这样的，这是佛文。佛文？佛文怎么会出现在桑坡封印法阵里？嘿嘿，群里有个低智商的群员还是很好的。按理说不应该啊，如此隐秘的事，皇室不可能让佛门的人参与。看来暂时是无解了。对了，最近怎么没看到6号发言？6号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早已离开城东的养生堂多日，贫道会负责找到他的。这光头怎么老是遇到麻烦？下线要说呀！你们这群没素质的家伙！如果桑坡底下封印的是前皇室的强者，那事情就麻烦。知道这种隐秘的我，肯定会被砍头的吧？不，如果对方堂而皇之的闹事公布身份，我反而不怕被远景帝灭口。魏渊说过，追索封印物的任务有其他人办，我不必插手。我的任务应该是找出桑坡案里的谍策。不对，白天在议事厅与吕青讨论案情，得出的结果是9名失踪者不可能瞒天过海，将火药偷偷运进永镇山河庙。而周赤雄是金吾卫，金吾卫只负责守卫，不负责祭祖大典，也就是说，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永镇山河庙。周赤雄不是幕后主使，他只是案件里的一环，负责把火药送进宫，其他人负责把火药藏进永镇山河庙。他背后还有更高层次的黑手，幕后黑手与妖族联手，主导了桑坡案，放出了永镇山河庙里的封印物。我真正的任务是揪出幕后黑手。陛下最近上朝愈发勤快了，经查在即嘛。去年经查，陛下可没那么勤快的。自然是因为桑坡案了。今天陛下要发脾气了，尔等少触怒眉头。本官只是个文臣，桑坡案与本官与我们无关。哦，那与谁有关呢？与谁有关？当然是与京城5位的统领有关，当然是与负责保卫京城与皇室的打更人有关，自然也就与打更人衙门的首领魏渊、魏青衣有关。魏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，当朝再没有比他权力更大的宦官，即使是陛下身边的大太监，手里握的权柄也不大。唯独魏渊不同，他既是打更人衙门的首领，也是督察院的都御史，这2个衙门都有督察百官的权力。陛下的意思非常明显，魏渊是我的刀，你们谁不听话，刀就会落在谁脖子上。哼，眼下永镇山河庙被毁，坐镇已久的陛下今日上朝，显然是有满腔怒火要发泄。魏渊必定首当其冲。陛下，前夜有贼人闯入桑坡，炸毁永镇山河庙，实乃我大奉之旨。魏渊身为打更人首领，护卫皇城不周，臣请陛下将此僚斩首，以平众怒。刑部这只狗东西！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朝堂上的攻坚与菜市口买菜是一个性质，通常是往大了说，动不动就斩首、抄家，甭管事情大不大，砍狗头就对了。皇帝要是不同意，那就会砍价，从斩首到流放，从流放到革职。请陛下将此僚斩首示众。你便流放吧。是。请陛下将此僚流放边疆。你便革职查办吧。是。反正不能开口说革职，得给皇帝一个砍价的空间。请陛下将此僚革职查办。你们几个小老弟，不给朕砍价的机会？你傻吗？当然是砍他狗头啊！那便无罪吧。谢陛下开恩。永镇山河庙被炸毁，打更人衙门没保护好皇城安全，
确实有责任，但不能否认，大更人衙门一直以来都很好的守护着皇室安全。魏渊，你做的不错。怎么回事？陛下竟然直接驳回了我们对魏渊的弹劾，甚至对他进行了褒奖。好你个魏渊！肃静！可不能就这样放过魏渊。大更人许七恩在刑部衙门口公然杀害守卫，藐视朝廷，臣恳请陛下严惩此贼，万门抄斩。陛下，刑部指使侍卫阻扰大更人办案，居心叵测。臣怀疑刑部孙尚书与贼人勾结，炸毁桑坡，请陛下将其革职，押入天牢，由臣来审问。臣附议。太胡言！陛下，刑部有大问题，臣等附议将刑部众官撤职查办。陛下，魏渊这是污蔑，其心可诛啊！铜锣许其安本就罪责在身，做事难免偏激，尔等应协力办案，而不是互相阻扰。若再有下次，朕严惩不贷。虽然我料定许七安无事，只是没想到陛下竟亲自为那小铜锣说话。自今日起，解除城门封禁，朝中官至6品以上，皆不得离开京城。退朝。你去喊凌烟起来吃早食。小时候养成了惰性，长大后就难纠正了。二叔是嫌饭桌不够热闹吗？入冬了，神神和灵月都被床封印了，没有起来。被子离不开我，我最暖了。这二郎某事没到就回云路书院。今天早上院长要开堂讲课，我得出门了。你们叔侄俩吃早食吧。谁呀？这么早？大郎想做什么？刚才蒙蒙亮就来敲门，大郎莫非是想趁机对人家做点什么？我来喊凌音起床的。我在瞎想什么呢？起来吃早食了。那你倒是起来呀！得出杀手锏。今日的早餐是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泽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。莫要睡了，大哥给你唱首歌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就不开，夫君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不是我要的早食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蒸花鸭、烧雏鸡、烧泽，酱鸡啦！你这就记下来了？知道就不喊他了，吵得我胸闷。天啊，我终于体会到婶婶的艰难了，婶婶辛苦了。快去赶紧吃完去上班吧。魏公，等等咱家。刘公公，何事？咱们誊抄的，魏公可以看看。改日进宫，请公公小酌几杯。每每上朝前，我都会模拟朝堂局面，上朝后复盘。我以为本次上朝必定会被弹劾，必想顺势责难。我猜的没错，桑坡案确实成了政敌攻讦的由头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事情竟这么轻描淡写的就接过了。义父在看什么？原以为今天会被陛下责难，没想到顺利过关。顺利过关？
没有人趁机攻讦义父。自己看吧。纸上记录的是昨天刑部和府衙众官员对案情的酌情分析，分析的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三坡案想要查出点眉目，没个3、5天不可能。等等，什么？谢许这小子，大黄山的硝石矿，小器官被人灭口，金无畏私通妖族，整件三坡案的脉络居然一下子清晰起来。是个办案的好料子。办案的好料子，是指许七安？哼，你倒是走运，捡了个这样的好苗子。嘿，这正如1号所说，500年前确实有过武宗皇帝篡位的事。除此之外，500年前的皇族除了那位大奉的开国皇帝，其余人员的资料记载都很含糊，应该是被销毁，只留下名字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桑坡里封印的那位强者，绝不是那位被堂弟平海文篡位的等人。众所周知，武者在练气境之前，善恶无是时候未到，而且根据资料记载，那位被篡位的皇帝14岁就有了子嗣，所以不可能是他。给我查500年前任何一位3品以上的高手，都不能错漏的。是。对了，采薇姑娘，手拿开，休想偷吃。我忽然想起一事，油炸鱼丸子好吃吗？好吃的。我想吃，但不是吃这个。那是吃什么呀？想痴的看着你呀。你这个不对，这话听起来暧昧，但和东土子说的下流之言又不同，所以我该不该生气呢？但我若不生气，黄花大闺女的尊严何在？对了，有件事想请教采薇姑娘。什么事？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司天剑的旺气术？高品强者都能够收敛自身气息，不过这是相对的。我是7品风水师，那能瞒过我的旺气术的高品武者，少说得5品、6品都不行。我的旺气术看不出哎。那是，我是8品炼气境，那么能瞒过我的旺气术，周师兄得是6品铜皮铁骨境。奇怪，用旺气术看他也是没说谎，而他显然不是。除此之外呢？那就是法器喽。世上法器分2种：一，我们司天剑的镇尸刻录阵法炼制成的器具；二，机缘巧合之下获得神异的物品。后者种类很多，比如千年古树遭遇雷击，才能的雷击刃便蕴含了至刚至阳的威能；又比如高品强者随身携带的物品，常年累月受到气息温养，具备了某种神异。不过这一种大多是那位高品强者某项能力的延伸。京城有没有屏蔽气息的法器？我们司天剑倒是有，其他地方我得回去问问宋师兄。好吧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许大人，500年前疑似高品武者的人员都罗列出来了。官方的记载里不会写明某某某是极品强者，都是通过500年前有资格载入正史的将领们的事迹来推断品级。比如镇北方，镇守北方数十年，毫无疑问，他必然是高品强者。名单上以4品武者最多，3品寥寥无几，2品没有，就更别说1品。能被封印在桑坡的2品是底线，难道我的思路是错的？封印的不是人，而是物品。等等，监正的职责是坐镇京城，是大奉的守护神，至少这一代的监正是这样。那么当年的武宗想要篡位，必定绕不开监正这一关。采薇，我们的师傅是不是初代监正？不是呀，师傅是第2代监正。那么初代监正是怎么死的？这个倒是不知道哎，师傅从来不说师祖的过去。我知道了，知道桑坡底下封印的是谁了。难怪这个秘密只有元景帝知道。怪监正会生病，怪北方妖族要谋划这一出好戏。是初代监正，桑坡底下封印的
是初代监正。初代监正要是脱困而出，京城就要大乱了。京城，不走，赶紧逃走，带着叔叔婶婶一起走。初代监正脱困，必定会引起腥风血雨。那可是一品啊！整个京城变成凶火场。冷静。袁景帝让我待在立宫，那么魏公就有责任看住我这个死刑犯。我若跑了，会连累魏公。当然，这不是最主要的。我固然可以跑，但京中的百姓跑不掉。如果京城中真的发生一品高手之间的决战，会死多少人？全都是人命啊！袁景帝这老鳖孙，自己倒是在皇宫里为众多高手护卫，可城里的普通人怎么办？是一品强者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我根本插不上手。唯一的办法，把事情捅出去，自然会有高个儿去听。遇事不决，斩魏渊。案子进展不错，可惜线索又断了。朝廷已经对周赤雄发布通缉令，但半月内找到他不现实。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卑职猜测，周赤雄后面还有黑手，只是没有线索。这起案子比税银案更加复杂麻烦，线索虽然断了，但我对后续的侦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。一，从屏蔽忘记术的法器方面着手；二，在有能力将火药运输进桑坡的名单中排查，但这个方法注定耗神耗力，还不一定有结果。魏公，如果半个月后，卑职还是没能查出真相了，届时我会安排你假死脱身，你就去江湖吧，做打更人的暗线。衙门的情报网遍及13州以及各大江湖势力，不暗中养着碟子是做不到的。你的性格不适合正途，江湖才是你的天地。其实如果没有桑坡案，你现在已经在我的安排下离开京城，去江湖做本座手中的一把刀，见不得光的刀，是不是觉得委屈？我既欣赏这样的你，又不喜欢这样的你。大更人衙门的诸多弊端，我心里清楚，但人性本就如此，光暗交织。像李玉春那样的人有多少？如果打更人里全是李玉春这样的人，那打更人就做不到压制满朝文武。道理我都懂，所以人性需要时时敲打，常常威慑，才能治理清明。魏公是不是过于纵容了？也得看时机的。大凤官僚风气腐败，颓势已成。要想改变这股风气，得和光同尘，然后逐一击破。当你前方没有绊脚石的时候，才是你一展抱负的时候。魏渊的意思是，等他将来斗垮政敌，在没有拦路石的时候，才能腾出手来整治这些乌烟瘴气的风气。你在官场受规矩束缚，不得不和光同尘，否则只会闯一次又一次的祸，或者被磨光了棱角，失了武夫的张狂气焰，怎么看都是不划算的。但入了江湖，你便没有顾虑。但凡惹你的、挡你的、碍你眼的，只管用刀去斩，平心而行，不必顾虑规矩与律法。所谓以力犯禁，便是此理。不少武者在过程中迷失了本心，成为了冷血无情的刽子手，这是你要注意的。可我若去了江湖，大哥，你这小兔崽子！大哥，宁燕呐，卑职还是不想去江湖，我想尽自己的努力去试试。想想上辈子当社畜时，我要派你到外省去拓展市场，长期驻外。我不想去。不，你想。魏爸爸不会也……没事你就退下吧。居然没强求。不，我还有事。
请魏公平退左右，卑职有要事禀告。又要逼退我们？天地会的事啊，卑职确实在天地会收到一个消息，来自南疆贵族。入口微苦，回味风干，真是好茶。天地会内部的5号是古族的人，有些地位。昨日通过地书传信，说是极原里的古神出现了复苏征兆。甲子当妖前，古神由古族和万妖国压制着，倒也无事。眼下万妖国灭亡，故土遍地佛寺，顶级高手也不多。古神真要复苏，单凭古族恐怕抵抗不了。地宗到手入魔，古神出现复苏征兆，云洛书院清气重消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在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。各方动荡，往往也意味着大乱之年。这些年，佛门扩张的野心越来越盛。佛门当年灭万妖国，是为了传教扩张？难不成是为了天下苍生？说吧，有何事要禀报给我？卑职已经查清桑坡底下的封印物，此事涉及到500年前的一桩密事，恐会酿成大祸。卑职实力低微，不敢隐瞒。封印物是监正，初代监正。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严景帝至今都没有公布情况，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。可是初代监正若是与现任监正起了冲突，那京城以魏公的智慧，能懂我的意思。最近有感觉丹田胀痛吗？为何突然岔开话题？确实，这段时间练气吐纳，总感觉丹田胀得难受，肚子像有股火在烧，想排泄出一些东西，但又感觉排不出来，都想着改日找福香姑娘帮忙了。不错，这代表着你已经在炼气境登堂入室。往后，这股胀痛会冲到中丹田，然后是上丹田，那时你就可以踏入炼神境。我读书还可以，练武就不行了。一些经验可以指导一二。等你胀痛转移至中丹田，我会让人送一部观想法给你，这样能提升踏入炼神境的速度。到了炼神境，你得重新打熬体魄，争取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。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。魏公虽然聪明绝顶，但练武没什么天赋，心里推会了。多谢魏公栽培，卑职甘道徒弟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也不是愣头青，可有些时候比愣头青更愣。这不是愣，这是原则，是信仰。马列主义了解一下。不是，这也是我与这个时代的隔阂。那卑职就先行告退了。还有件事，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下。陛下今日下旨解除成绩。这不合理，这不可能。元景帝的态度有问题。初代监正脱困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当代监正和皇室。这样的处境之下，正常的操作不应该是关门打狗，永绝后患吗？开城门是几个意思？向初代监正示好，大家和平共处。不可能。元景帝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皇帝，但不是蠢货。而且，当代监正也不会同意元景帝背叛革命。对，监正那个糟老头子的态度也很奇怪，居然装病。这其中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目的？比如，初代监正被封印500年，不复巅峰，正藏在某处养伤，故意开城门是为了引蛇出洞，正好趁机将战场转移出京城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是的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要兵分3路行动。第一，司天监的楚采薇负责打探掩盖气息的法器下落。好。第二，闵山与杨峰2位银罗继续核实公布的火药生产使用记录。是。第三，剩余的与我前往府衙审问太康县令。太康县令？为何审他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妖族是怎么知道大黄山有消失矿？当然是有人与妖族合谋。大黄山在太康县地界，县令绝对有问题。原来如此，许铜锣心思缜密，
经验丰富，金牌果然不是无缘无故赐予的。各位，分头行动。哎，头，你说为什么陛下不招来4天剑的术士，挨个的质问朝堂诸公？你刚还让采薇姑娘去查屏蔽汪邪说的法器，术士也是人，是人就有可能被收买。普通小案子无所谓，涉及到滚滚诸公，肯定不能光靠术士一张嘴，远景地气多疑，都有旺盛的权欲。哦，懂了。爷，你和4天剑的采薇姑娘很熟对吧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身子有些虚，我想帮他求一些补身壮阳的药。告诉你朋友，俄罗斯转盘少玩点儿。俄什么盘？没啥。今日的课堂就到这里，大家定要发奋刻苦学习。念叨了2个小时，人都要晕了。从来处来，回来处去。三坡怎么被炸了？我大奉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，竟被宵小之徒毁坏。果然，都是一群废物。若是我云麓书院坐镇京城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儿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司教，回头踏青游山去。寒冬腊月的踏青，喝西北风吗？黑发不知勤学子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许慈旧儿今世修身境，早就与我们不同了，恐怕是不屑与我等为伍了。朱退之，当日送子阳居士去青州时，本该是此人得到子阳大儒的玉佩，奈何被自己横插一个。此人与自己关系不佳，前些年互相口吐芬芳。青天白日，莫要冤枉人。我何时与你为伍？许新年，别以为成了8品就可以目中无人，你不过是提前了一步而已。我不费吹灰之力踏入修身界，我骄傲了吗？我前些日子拜访了长公主，得她赏识，我骄傲了吗？我待会儿要去请教老师，巩固修为，聆听7品境的神意，我骄傲了吗？呀，我真是让人既羡慕又嫉妒。你笑什么？有些人的脸丑，就像一桩冤案。别走！我要跟你决斗！退之何必与他争论？别冲动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不管是嘴皮子还是手脚功夫。这些人一辈子不搭理他们，就觉得可以上蹿下跳。论吵架，我许慈就一生不弱于人。诸位大人有何事？提审犯官，太康县赵县令，可有府尹大人手书？没有，请回吧。哼，没有手书就想提取人犯，打更人是不是太嚣张了？在外头是要让你们3分，这里好歹是府衙，说提审就提审的吗？混账东西，竟敢阻扰打更人办事，还不速速让开！狱卒，带各位打更人下去地牢里。这边请。少尹大人，这不合规矩。屁话，命都没了，还管这些？大人何意？那人叫许七安，刑部门口当街杀人的许七安，就是这个疯子。你想给他陪葬？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府衙的地牢是什么？我跟这里的杰瑞还有小强略有几分交情。起来，大人要问话，起来，听到没有？不好，开门。是。叫你起来没听到吗？耳朵聋了？死了！来迟一步了。太康县令是昨晚连夜捉拿下狱的。我要办事，速速跟我们回去。今早收到消息，就立刻赶过来。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。凶手要么是府衙内部的人，要么一直监视着赵县令的动向，不然无法及时杀人灭口。没有中毒迹象，死前没有挣扎的痕迹。尸斑刚形成没过多久，死亡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，死因暂时未明。留2人看着尸体，其他人随我去见府尹。人犯死在府，
陈汉光这个府尹得背锅。许大人，找本官何事啊？我来提审太康县赵县令，结果发现他今早死在狱中，是被灭口的。什么？太康县令被灭口了？吕大人，此事属实。就早朝结束后回府衙补了一觉嘛，怎么就发生了这种事？很明显，老臣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。大人觉得，妖族怎么发现消石矿？大房山一个平平无奇的地方，连附近的灰户都不知道有消石矿的存在，怎么妖族就能发现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与太康县令有关。今日过来提审，没想到慢了一步，他已经被灭口，此案线索又断了。陛下命我半月内查出真相，实在太难了。对了，司天监今日来了个小宦官，要求我准时汇报案情进展。许大人，府衙愿协助大人，府衙的3房6部都可以由人调遣。陈大人慷慨，赵县令无故死在大牢，是意外。经查在即，这个死刑犯与桑坡案有。这么大一个把柄，如果公布出去，陈府尹恐怕要降职。而对我来说，人已经死了，追究陈府尹意义不大。赵县令的验尸报告出了，自然死了，但越没有破绽，越说明有鬼。能做到无声无息，不留任何破绽杀人，道门阴神。道门的阴神又被称为勾魂使者，能在睡梦中取人狗命。道门的话，首先排除金莲道长那个老东西，他跟三幻没有任何关联，那就只有仁宗了。怎么还把仁宗牵扯进来了呢？仁宗是我能调查的吗？听说仁宗到手是国师的身份，地宗到手是2品，仁宗到手也不会差多少吧？两腿一夹就把我夹死了。唉，也不一定是道门，其他体系我了解的不多，现在不能过早下定论。唉，趁着金牌在身，我抽空多看点各大体系的机密内幕。话说，绿布头，近来没有好好休息吧？最近公务繁忙，没想到府尹大人妥协了，居然让我跟着许公子听候差遣。府尹大人前些日子还说这是一次机会，若是能破案，他便能进内阁了。难道是想让我潜伏在许公子身边，当一位碟子？不要胡思乱想，安心辅佐许大人。如果不是许公子及时意识到太康县令有问题，这件事没准就被府尹大人压下来。吕捕头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吕捕头年纪大概25至30之间，年纪轻轻就当上首都公安厅刑侦队大队长，前途无量，而且还未婚。我上辈子身边怎么就没有这样有前途的女性朋友？而时常烦恼男朋友漏电的倒是有。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？半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反而是魏渊的态度是不是太冷淡？魏渊肯定知道点什么。袁景帝的态度暧昧不清，坚正装死，不合理呀！不算大人物之间有什么博弈，初代监正脱困是不争的事实，不能因为他们的淡定而放心。因为身居高位的人未必在意普通人的死活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搞清楚初代监正的事。但魏渊似乎不想我插手其中，担心我被牵连。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曲线救国啊！我将此事隐秘透露给长公主。是提示，不动声色的提示，让他自己去联想，去发现。你们先去衙门等我，我进宫一趟，我要去见长公主。长公主？他竟能见长公主？许宁燕不但与司天监的术士关系好，竟然还与长公主有交情。这也不奇怪。许宁燕能进打更人衙门，全赖长公主推荐。皇城等于缩小版内城，外城住的是平民百姓，内城住的是达官显贵，而皇城住在这里的是王公大臣。至于宫城，又称为皇宫，是皇帝的家，住的是妃子和皇子皇女。成年的皇子皇女必须要搬出宫城，住到皇城。只不过潜心修道的袁景帝不甚在意，这方面规矩变得松懈了。因此，现如今许多成年的皇子皇女依旧住在宫城，长公主也是。
通融一下，通融一下。这是攻城，即使你有陛下御赐的金牌，进不去就是进不去。我去，清一色的顶级跑车。嘿，看来不用通传了，拿回去吧。第2辆马车是长公主的，你看车身黄绸上绣的那个庆字。哎呀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往后还有麻烦老哥的时候，我打算抱住长公主这根大粗腿，将来说不定会时不时来联络感情。提前与侍卫打好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啊，行。俗话说，烟能撬开男人的嘴，钱能得到男人的心。一起吃海鲜，怎能让你和他成为同道中人？此乃社交3要素。啊，对，第1辆马车是太子殿下，第3辆是2皇子，第4辆是2公主。估摸着是要去哪儿开宴席，你若是能参加，记得要好好表现，平步青云不在话下。多谢长公主，卑职许七安，有事求见。跟上。是。第4辆马车，这是2公主，皇帝的女儿，就是漂亮啊！长公主偏清冷些，恰如雪山上的一朵莲花。明知道她高贵优雅、清丽脱俗，也偏偏忍不住想亵玩她，然后看她出窘迫、羞涩的姿态。至于2公主，在我那个时代就是妥妥的夜店女王。哦，2公主把长公主的席位给抢了，长公主则没去坐2公主的位置，与她隔了一处，有趣，有趣。所以长公主和2公主关系不……我们也有一阵子没出来游玩了。是呢，今日阳光甚好。这湖里是不是养着什么东西？宴会开始，太子负责带话题，主持宴会。雅令有很多种，抛开现场作诗这种高端局，飞花令是雅令中难度最大的。例如，太子开了个头，以水为题，首字是水，2皇子的诗里第2个字就要是水字，以此类推。第1轮结束，7皇子绞尽脑汁也没想起那首诗的末尾是水字，被罚了1年。8皇子早些年就夭折了，9皇子负责把这个飞花令延续下去，与太子一样，首字为水。接着到了2公主，有了，疏影横斜水清浅。嘿嘿，长公主的贵气是在骨子里，这位2公主更像一只美艳华丽的金丝雀。这首诗我听过，似乎是长乐县的某个学子所作，被士林誉为有名绝唱，古今第一。唉，可惜啊，这等精彩绝艳之作，竟是赠给一个继子，暴殄天物。哪里暴殄天物了？福香花魁得了此事，身价暴涨，一跃成为大凤王朝顶级明星。而我顺势与他达成友好的管鲍之交，分明是双赢。怀庆，到你喽。长公主虽博学多才，但对诗词涉猎不多，莫为有诗水字的诗词凤毛麟角。呀，怀庆是咱们京城第1才女，小小诗词总不会对不上吧？2公主确实有点表，以后就叫你表表吧。怀庆才华出众，以往都力压王景，如今难得在他最擅长的领域打压一下。你瞅我干啥呀？长公主，你可以知道我见你有事，事先便薅一把羊毛，以示报仇。怀庆看他做什么？我一直在等怀庆摇头认输，然后我就可以出来跟他说：“你终于承认自己是个银枪蜡样头了吧？”哼，谁知道怀庆一条不慌，还和那个小铜锣眉来眼去。末尾含水的诗，我只想到这一句。最后不知天在水。怀庆这个臭姐姐，
是有这把刷子的。这首诗，怀庆，三哥怎么没听过这首诗啊？这是新作的诗。你耍赖，瞎编一句糊弄我们呢，罚酒3杯。即兴作诗也是可以的，不过怀庆，你得做一首完整诗才算。大哥此言甚是。是卑职新作。一个打更人啊，是他。你一个铜锣，做什么诗？他叫许七安，堂弟是云麓书院的学子，宋子阳居士便是他所作。林安先前念的那首诗，亦是许七安的作品。啊，那首名噪一时的《绵阳亭送子阳居士之轻舟》，原作者竟然就在眼前。这个仰慕怀庆的忠狗，便是写出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。这么说来，我和福香花魁的行为被长公主严密监控着。也是，当初打个人跟踪自己，正是这位怀庆公主授意。那么有关我的情报，长公主自然知晓。可我听说教司坊那位姓杨名林，是长乐县学子，是卑职化名。刚才那句诗我听着不错，最后不知天在水，哼，有意境，让人忍不住想知道后续。是啊，让人愈发期待起来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心跳的，啊，好诗，好诗啊！这是七绝还是七律啊？没了，只有这2句。啊，莫要开玩笑！后面呢？后面呢？三皇子这模样，真像上辈子催更的那些读者呀！啊，即兴作诗，真没了。我平时虽会网络一些优秀诗词，但也只是记得最精华的几句，这首后面真不记得了。许宁燕，陪本宫去散散步。是。岂有此理！可惜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没问他桑坡案查的怎么样了呢。是他，难怪觉得许七安这个名字耳熟。你找本宫何事？卑职查案遇到了点麻烦，目前所有线索都断了。这些本宫都已经知道了。他已经知道了。以长公主的能耐，知道我查出来的这些情报并不困难。妖族为什么要炸永镇山河庙？这是一个疑点，也是本案的突破口。先验证是不是初代监正。如果是初代监正，那么和妖族勾结的对象就可以锁定一个大致的范围。永镇山河庙之下，确实封印着一个可怕的强者或者物品，而这个秘密，只有父皇才知道。长公主连这都知道了，她已经意识到永镇山河庙底下有封印物。是的，看了我的调查卷宗，以长公主的聪明才智，能推测出这一点并不奇怪。只是没想到长公主竟坦然地与我说起此事。要知道，永镇山河庙里的秘密，可是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。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可愿为本宫效力？卑职定为公主肝脑涂地。当然，这也正是我想要的。这一套流程我可熟了，上辈子在警局工作也是这么向领导投诚的。当然，这只是工作上的盟友，互利互惠，而不是给皇权当狗。说吧，查出什么来了？果然还是得如实相告。刚与长公主结成盟友关系，需要展现自身的价值，而且也需要长公主觉得自己这个小老弟很强很不错。想搞清楚桑坡的封印物，缺不了长公主的帮助。根据卑职调查，周赤雄背后还有黑手操纵这一切，也是那位勾结的妖族。何以见得？太康县赵县今晨死于府衙地牢，我怀疑他是被人灭口。卑职一直在疑，妖族为什么要炸毁桑坡？幕后黑手又为何要勾结妖族？我派人查了一切关于桑坡的案子，发现一件非常诡异的事，锁定一时间点，500年前。
长公主竟毫无波澜。辞旧说的没错，这个女人胸有沟壑，且深不可测。500年前，当时的太子不慎落水，后得了癔症，不久便溺死在桑博。本宫记得有这一段往事。而500年前，武帝重振朝纲，肃清宵小，有一个人是他避不开的障碍——初代监正。初代监正，监正为何装病？陛下为何对桑坡封印物秘而不宣？底下的东西为何镇压500年还不死？司天监术士为何对初代监正的过往一无所知？当然，这只是卑职的猜测。只是如果非要在500年前找一个符合条件的强者，非初代监正莫属。所以，你找本宫是？卑职是想查一查外面找不到的卷宗。卑职在桑坡里发现了封印阵法，而阵法石柱上刻有佛文。佛文？待宴席结束，本宫带你去文渊阁。谢过长公主。玲珑，此兽唤作玲珑，乃中州独有的灵兽，性格温顺，相传是古时候人皇的水中坐骑，吸食人间紫气，故而被历朝历代的皇室养在宫中，寓意紫气东来，人族正统。还有，此兽自带旺气术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府里看到的就是他呀。灵儿，换人了，让我们也玩一玩。玲珑虽然性情温顺，但同样骄傲得很，会攻击接近她的普通人。灵安是皇女，才能与她玩在一起。怎么了？啊，玲怎么今日玲珑反应这么大？我只是想吹口哨让她扭头，借此让下盘不稳的灵安坠水，谁想直接将灵安甩飞了。长公主的风格怎么有点像云露书院的读书人，腹黑的很呢。哦，长公主在云露书院求学。侍卫，快救人！快将宁安公主救上来！玲珑果然更喜欢怀庆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怀庆的紫气比灵安更强？似乎也不太对，玲珑对我们都不太热情。你看她卑躬屈膝的样子，我只在小时候看过一次，当时她面对的是父皇。快看，怀庆过去了。除了腹黑之外，长公主的好胜心其实很强。我怎么感觉她是在看我呀？甚至我有种莫名的感觉，她在等我。怎么回事？玲珑似乎不让我靠近她。这不妙啊！咦，玲珑不让怀庆上去，怎么回事？玲珑今天心情不好？不对，她那么自叹，就是在等人成器。不能再僵持下去了。试想，一头吸食紫气的灵兽，不买皇女的账，结果却等一骑，绝对不是好事。估计是我身上那奇怪的运气造成的。但我宁愿自己慢慢摸索，也不希望秘密曝光啊。但在这个世界，并不会因为你不知情而免除罪过。趁长公主还没联想到我身上，长公主，这怪物危险的很，我们快离开吧。走吧。是。得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林安，殿下，快披上，小心感染风寒。我要告诉父皇，怀庆，本宫和你没完。与本宫何干？分明是玲珑今日情绪暴躁，失控导致。反正你告的也不止一次了。临安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话说玲珑确实不对劲，刚才发狂的有些奇怪。咦，他怎么还在岸边？他盯着我们这边呢，叫的还很委屈似的。许是心情不佳吧？玲珑不是普通兽类，
自然也有脾气的。宴席就散了吧，先带林安回宫。走吧，文渊阁。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地，共有7座阁楼，里面藏书浩渺如烟海。不愧是皇家藏书阁，查了1个多时辰，找到了许多初代监正的相关资料。此人自创术士体系，却历来神秘。他辅佐初代皇帝开创了千秋伟业，本该是配享太庙的从龙之臣，但关于他的记载，却在500年前戛然而止。很明显，这是被人从历史中抹去了，而抹去他的人，毫无疑问是武宗皇帝。如果当年武宗皇帝抹去了初代监正的记载，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在文渊阁里找到任何相关资料的。不可能在文渊阁找到任何相关资料。你不是说在桑坡家的石柱里发现了佛文？我们可以尝试从这里寻找突破口。此女胸有沟壑。不能看，不能看。毕竟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可能在凝视你。我记得《大凤地理志》里有相关记载。而这个深渊，我现在还不敢招惹，除非将来我能让深渊羞涩的挪开目光。我翻阅了《大凤地理志》，发现大凤立国之初，京城并没有佛寺，也没有佛门中人传教。但在500年前，突然有一座佛寺出现，叫做宝塔寺。宝塔寺，宝塔寺最兴盛之时，每日香客如云，达官显贵出入不断。一座寺庙，就买下了近100顷良田。但随之而来的是朝廷的灭佛行动，宝塔寺渐渐凋敝。现在京城里的几大佛寺与宝塔寺都没什么关系，有一脉保留了下来，更名为青龙寺，地址在西郊的白凤山。喂，你有在听吗？别吵，打断我思路。上本宫，别吵。恕我未愿让我把目标锁定在幕后黑手。至于初代监正的事，不必我插手，但这些事是绕不开的。只有弄清楚案件的核心关键，才能继续追查下去。以目前来看，桑坡案的脉络是这样的：武宗皇帝当年篡位成功，将初代监正封印在了桑坡，用镇压气运的神剑辅以法阵封印。而这个秘密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。北方妖族联手朝廷内部二五仔，炸毁了桑坡封印，放回初代监正，试图让大宋京城乱起来。他们好在北方趁机作乱。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，我的调查对象有2类：一，试图光复前皇室的人；二，试图篡位的人。是宗亲，前皇室已经是500年前的历史了。第一种可能性不大，那就是有人想篡位。这个假设比较合理，但缺乏证据。能与北方妖族秘密结盟，又是宗亲，是北王。有什么发现？我怀疑你叔想当你爹，但我没证据。污蔑亲王，死罪。推理就像做数学题，但凡有一个疑点得不到证实，答案可能就会偏移108000里。所以现在我要做2件事：一，确认桑坡底下封印的是初代监正，这是我所有推测的核心。而要想确认这件事，我就必须弄清楚佛门在这里能扮演着什么角色。二，我要确认杀赵县令灭口是不是道门人做，如果是，道门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？与镇北王勾结，那我就得找到证明他们勾结的证据。这道题的解法必须在1个星期之内完成，如此即使做错，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。若是10天之内案情进度仍旧不大，那我只好抱着魏爸爸的大腿哭着说：魏爸爸，这号废了，重建一个吧。至于明天的任务，一，查一查各大修行体系的资料，确认赵县令死亡真相；二，拜访青龙寺，了解当年的秘辛；三，拜访镇北王府，见一见那位被誉为京城第一美人的王妃。卑职有了些眉目，只是结果尚未出来之前，不敢与公主胡言乱语。本宫烦了，就到这吧。速速下马，跟我们走。临安公主要见你。临安公主，她与长公主一样，我身上又贴着长公主的标签，恐怕没什么好事。我有皇命在身，
负责查案，你回禀临安公主，改日。呵呵，临安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，你这金牌啊，在这里不管用。底气这么足的吗？根据宴席上的观察，夜店女王不，临安公主刁蛮任性，虽不像林月妹子那样打一拳会嘤很久，但落了水还是会委屈的哭唧唧的，不是心机深沉之辈，可能会被刁难，但谈不上什么鸿门宴，小心些就是。带路吧。哇，哇，殿下真棒！哎，嘿咻！殿下，许七安带到。哎，小童们不许躲！这球，小妹妹，你这球技不太行啊，连肩膀都没擦到。射偏了。饶你一次，你随本宫进来，其他人在外边候着。怀庆年少时有段时间曾经熬过鹰，鹰眼最锐利，普通人无法与他长久对视，因此在熬鹰过程中，必须用更锐利冷静的目光压制他。一旦熬鹰者挪开了目光，就失去了成为鹰主人的资格。怀庆熬鹰的目的是锻炼锐利的眼神，以至于二公主至今还不敢与怀庆长久对视。于是，二公主试图以眼神的注视来逼迫我服软。与怀庆长公主不一样，二公主这双水汪汪的桃花眸，盯着人的时候，还真有种欲说还休的多情。许七安，听说你是怀庆的忠犬？是的，我叫八公。八公是什么？是忠犬。你在戏耍本宫？不敢。哼，本宫给你个机会，现在立刻投靠我，摆脱怀庆那个女人，否则……投靠你？我现在已经抱住了陈公主的一腿，委冤的大着。再投靠你的话，我岂不是成了三姓家奴？抱歉，卑职已经发誓要为长公主做牛做马，肝脑涂地。那我也要你给我做牛做马。那你有草原吗？情况我大概已经懂了。二公主见我受长公主赏识，是长公主身边的马仔，长得帅会写诗，说话又好听，便生起嫉妒之心，想把我从长公主身边抢走。二公主莫要强人所难了，既然答应给长公主打工，就不能再投靠其他人。哼，你若不愿意，我现在就大喊非礼，告诉侍卫，你试图调戏本宫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是个人才。以后每日午时过后，你就来这里见本宫，供本宫差遣。殿下，卑职有差事在身，要查桑坡案。也是哦，那明日就算了。等本宫想使唤你了，你再来。是，这下我倒是看明白了，这女人就是瞎胡闹，不是真的要我办事，纯粹是为找茬长公主。嘿嘿，怀庆，你的忠犬是我的了。嘿嘿，刚才的威胁其实也没什么杀伤力，堂堂公主的名声，换我一个小朋友的狗命，血亏。你退下吧。是，正是因为看明白了，我才改变态度答应二公主，就当是陪小朋友玩，随便应付一下。这是本宫的信物，可凭此进宫，侍卫不会拦的，但只能到本宫这里，其他地方你去不了。这么大方，你怕是个锤子吧？今后卑职一定尽心尽力效忠殿下。完事儿，赶紧先回衙门一趟。这不是那姓朱的他爹吗？对了，周金龙啊，令公子伤势如何呀？命大，死不了，恐怕得许大人先行一步了。我会在路上等等他的，毕竟相识一场。好好查案。走好啊，周金龙。赵县令的死有些眉目了，未必是道门所为。今天下午，陈副营请了4天监的白衣，
审问了夜晚当值的狱卒和胥吏，确认了他们没有问题。进一步确认，赵县令的确在凌晨时分无声无息地死在监牢里。道门阴神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也能无声无息地绕过守卫和狱卒。但今天查过资料之后，发现还有一个体系能做到这一点——巫师。巫师？你听说过巫神教吗？巫神我听头你说过，是品级之外的仙神级人物。巫神教是巫神创立的教派。巫神是东北诸国共同信仰的神奇。巫神教在东北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正如西域的佛门至于诸国，大凤是皇权至上。北方部落同样如此，但西域和东北是神权至上，教派才是真正的主宰者。巫神在元神领域能与道门比肩？不，元神领域没有任何体系能与道门相比。但巫师四品又叫梦巫，可以编织梦境，在梦境中杀人。70年前，北方妖族和巫神教因为领地发生过战争。根据打更人的碟子传回来的情报，有一支数量2000的妖族士兵在军营里无声无息的死亡，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所有人都枕戈而息，进入睡眠，但再也没能醒过来。4品巫师，怎么又把巫师给牵扯进来了？这太难了。神宗现在是大凤的国教，到手是国师，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殊荣。他们帮镇北王谋朝篡位的好处是什么？就不可能再往上升了，满级了呀！所以，巫神教参与的可能性更大。如果杀死赵县令的是梦巫，那么桑幻背后的势力，幕后黑手，方妖族，东北巫神教。幸好也不是一无所获，至少现在能初步排除人宗，案情有了些许进展。头儿，把这事禀告给魏公吧。我总感觉庚子年尾是大乱的开端。咱们只管破案，别吃着地沟油的命，操国家设计的心。先回去了。采薇姑娘来了，吃吗？肉的。感动，这吃货把我当自己人了。有什么线索啊？我问过了，宋清师兄说，排除宫中的部分法器以及司天界的法器，京城地界能屏蔽旺气术的法器，大概只有佛门有。不是那些凡人的佛寺，是青龙寺。青龙寺，集合！今天一起出任务的有金玉堂、镇邪堂、春风堂、京兆府捕快以及司天监的采薇姑娘，共计24人。今日要离京，桑破案中牵扯势力太多，得尽量多带一些人手。闵银罗和杨银罗继续负责核实公布的火药生产使用记录。是。虽然我认定火药不是出自宫本，但出于谨慎，目前还不能停止公布的调查。其余人，随我先去趟皇城。出发。是。除了采薇姑娘和持有令牌的许大人，其余人等在外面候着。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。话说这采薇姑娘是皇城常客，想来来想走走，地位很不一般。长公主是不是赐你一块玉佩？呐，喂，有点眼熟，林公主给的。我现在是临安公主的人，她可赏识我了。见长公主不赐玉佩给我，连忙给一个，表示自己比长公主更值得投靠。她可真傻。大哥莫笑二哥，你哪来的底气嘲笑夭夭？是啊，不是每个女子都有采薇姑娘这般冰雪聪明啊。镇北王的封号是怀王，又是元景帝的亲弟弟，因此府邸名字叫怀亲王府。本官许清安，乃陛下钦点的桑破案主办官，有事拜见王妃，速去通传。王妃不见任何人，请回。这同样是陛下的命令，即便是长公主想见王妃，也得看我们王妃的心情。速滚蛋，少拿鸡毛当令箭。原来陛下亲赐的金牌是鸡毛，连亵渎陛下，犯下了大不敬之罪。我现在要缉拿人犯，谁敢阻扰，格杀勿论。不妙，你是嘴快说错话了。这位大人，刀下留情。头儿，王妃不在府中，
去了何处？卑职只是守门的，哪里知道王妃的行踪？不过她确实不在府中，今早刚出城，与你们也就相隔半个时辰。本官现在要缉拿人犯，尔等若是不想被判包庇同僚，就助我拿下此人。什么？王妃确实不在府中啊！看来真不在府上。采薇姑娘，我们走吧。咱们堂堂亲王府的侍卫，等闲王公贵族来了，都可以不给脸面，可对方手里握着金牌，又逮住了下属的把柄。哎，咱们这王妃有点意思，长公主都见不得。王妃身份很特殊的。特殊？怎么特殊？这是秘密，这些事你少打听，对你没有好处。不准用吃的贿赂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忍不住。这辆马车不是？马车的主人拜托过我投壶，用黄金400两换了菩提手串。对了，金莲道长说过，马车里的女子会与我有段渊源。会是谁呢？金丝楠木是皇室专用，长公主和二公主的马车不是这样，所以是宗室里的某个郡主，或者皇帝的妃子。不，肯定不是妃子。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就算是妃子，也得是婶婶那个级别的美妇才行。留一人看马，其余人随我登山。你留在此处吧。是。今天不捡银子，改捡香囊，这料子绝非一般的富家千金用得起。南枝还挺香。前面的人，你们等等，这是我们家娘娘掉的。你们家娘娘？别多问，快把香囊还回来。什么香囊？你给我等着！宁烨，别惹事，那是皇家专用的马车，要是查案期间惹出事端，即使将来戴罪立功，可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，现在的努力就白费了。顺哥，你不懂，那女子与我有缘。官差大人，方才那人捡了我家娘娘的香囊，却拒不归还，实在是卑鄙无耻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娘娘一定会找你算账的。哦，看我了。啊，走了？嗨，看来缘分未到。算了，走吧，去见见青龙寺住持。大更人怎么来了？大师，这施主稍安勿躁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是青龙寺的监院，法号恒清，几位大人里边请。走。我们青龙寺是大凤京城地界唯一一座修佛道的寺庙，乃西方正统传承自西方的大乘佛法，供奉的是佛陀。行了，别跟我扯这些，喊你们方丈出来，本官有事要问。我来之前做过功课，青龙寺的方丈是5品立着，比我们中任何一个都能打，但也不必怂，因为佛门体系的前期不擅长战斗，除了8品武僧。佛门9品叫沙弥，这个境界很有意思，核心秘诀是守戒，3年内不破戒便能戒生。乍一看很简单，其实不然。佛门戒律森严繁杂，也许在无意之中就会犯戒。8品是武僧，与武者没太大差别，很能打。后面的7品法师、6品禅师都不怎么能打，到了5品律者，才算有了质变。值得一提，我在衙门案牍部里查阅资料时，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：9品沙弥的下一品级是法师，直接跳过了8品武僧。资料上没有写为什么，我猜在佛门体系中可能存在2条完全不同的路子。方丈在打坐，不便打扰。几位大人有什么可以与我说？寺内可有屏蔽司天剑旺气术的法器？大人这话是何意？寺里没有这样的法器。
大师，出家人不打诳，贫僧所言句句属实。是不是度过了九品沙弥境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谎了？阿弥陀佛。非暴力不合作。唉，看来这注定是一场没有收获的行程。大师，你可知最近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桑坡案？这秃驴，稍安勿躁，我是这案子的主办官，是陛下钦点的。这不是因为我简在地心受陛下赏识。唉，正好，这件事也憋在我心里很久。既然到了寺里，就与大师好好说说。前些日子，我奉命去抄一个犯官的家，陛下仁慈，没有连坐府中家眷。可是抄家时，几位同僚见府中女眷漂亮，便起了歹意，欲强行凌辱。其中一位女孩只有12、13岁，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，当即阻止了她，与上级发生了冲突，并险些斩杀了上司。我的好友说是我太冲动，正确的做法是先行忍下，待事后再向衙门举报。可那样一来，女孩已经遭了毒手。都说佛法无边，普度众生，请问大师，我到底做的是对是错？没想到许七安被判死刑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桩事，他和其他男人果然不一样。没想到这个朝廷鹰犬还是个热血心肠之辈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只需问心无愧，便可不沾因果。大师也觉得我做错了。施主心善，慈悲救人，何错之有？可朝廷为什么要判我死罪？人世间如苦海，身在其中，便意味着身不由己。很多时候，善心未必有善果。然而，他虽会迟到，却不会缺席。桑坡案乃冥冥中自有的天数，也是施主的转机。大师，我悟了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澄清大师说，大凤是苦海，桑坡案是皇室的报应。愣着做什么？抓人呐！韩树大师62高龄，作为五品律者，卡在这个境界20多年。佛门体系讲究一个悟字，有些高僧参禅数十年，直到圆寂无法更进；而有些僧人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刹那顿悟万法，直接省略了数十年的功修。韩树大师既可能是前者，也可能是后者。没有顿悟之前，谁都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顿悟，这就叫做薛定谔的顿悟，量子佛法。方丈，方丈，寺里来了一群打更人，把恒清监院给绑了，说他诋毁朝廷，蔑视皇室，丢下大狱。知道了。走，都让开！可恶的打更人，竟敢压了恒清监院！哪位师兄愿做带头的？大家一拥而上，将监院抢回来！大师不要怕，去了打更人衙门，只要乖乖配合，很快就会放你回来。真是恶魔！阿弥陀佛，贫僧盘树。韩树方丈，本官有事要询问方丈。什么？平阳郡主？在大凤王朝，郡主称谓的女子总共有以下几类：皇帝庶女、皇太子女、亲王、王女。严格来说，除了皇后所生的长公主，其他3位公主都是庶出。但元景帝这辈子就4个女儿，勿以稀为贵，每位公主都有封号，所以称呼他们时前头没有郡字。如今太子虽有女儿，但年纪尚幼，不可能与私奔这种事有牵扯，因此推断，这位平阳郡主是宗室王女。当初那件事，西域佛门可有相关记载？大人，贫僧
只问一件事：桑坡底下的东西真的逃离了？千真万确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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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这反应是不是有点过激了？桑坡底下封印的，是不是初代监正？贫僧不知桑坡底下封印着何物，但有一句话自宝塔寺时便流传下来：桑坡魔物出，天下大乱。当年的宝塔寺便是为了镇守桑坡封印而建，后来朝廷害怕佛门昌盛，实行灭佛，佛门的高僧纷纷退回西域，只留下青龙寺这一脉。离开前，高僧们千叮万嘱，让我们这一脉密切关注桑坡动静，一旦有异常，立刻汇报。这听起来，怎么感觉佛门比大凤皇室更在意桑坡封印？初代监正正是一品，天下大乱什么的，倒也不算夸大。毕竟一品是世间巅峰。贫僧只知道这些，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没了。啊，这一招闪现有点小。快中午了，各位大人留在青龙寺享用斋饭吧。好。青龙寺的斋饭真好吃。这斋饭掺杂了黑米、小米、玉米，蒸之前淋了芝麻油，米粒饱满，晶莹剔透，香气扑鼻。素菜也做得很用心，色香味俱全，确实不错。哎，女施主，别光顾着自己吃了，小僧来化缘了。你与我吃的不一样嘛。小僧不化斋。那化什么？小僧，没什么。这恒清监院被我套路了一次，是生气了吗？一路上都没有说话。对了，大师，你可认识一位叫做恒远的和尚？大人怎么知道？那天让新年去养生房寻6号，但6号早已离开。新年转告我时说，丽媛告诉他恒远大师离开了，据说有了师弟的线索。我这才知道恒远这个法号。这秃驴就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，你别管我怎么知道，现在是我问你话。6号还没有消息吗？尚无消息。奇怪，6号也许发现了什么，或者身处极其危险的境地，不然不可能这么久还不回信。青莲道长，你还没有定位到6号地书碎片？想必是被什么秘法给屏蔽了。哎，大光头怎么老是遇到麻烦？他一直在调查师弟失踪的案子，也许是遭遇了平远国背后势力的报复。不，他是发现了师弟的线索，但结果是一样的。不管怎样，6号都遇到大麻烦了。如果地书碎片落入外人之手，那我们只能像当初那样，不再进行任何传输。如果辗转到地宗手里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面临危险。大家并不仅仅是担忧6号的安危，若不再进行地书传信，天帝会好不容易营造的消息交换模式将名存实亡。最坏的情况，一旦落入地宗之手，寻常地宗道人我们倒不怕，万一地宗到手，要亲自收回地书了。1号和我还好，躲在京城，地宗到手有所顾虑，其他人就危险了。对了，请3号帮忙吧。如果3号能动用云麓书院的关系，暗中协助金莲道长，那么寻找6号的难度会大大降低。我怎么感觉自己成了工具人？6号的身份以及现状是我刚得到的第一手资料，现在传出去的话，身份暴露的风险很大。我得打一个时间差，除非天地会成员们都知道6号的根兆。你们知道6号的身份吗？我指的是佛门弟子这个信息之外。不知道。6号自称是云游的佛门弟子，打算在京城常住一段时间。6号在冒充外地人，这个和尚的脑子
比鲁智深要强一些。这件事你们不用管，我会与金莲道长接洽。关于6号的情况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道长，你今晚能否来一趟我的住处？我有事与你相商。3号竟然摸清了6号的根脚，听话中之意，似乎对他的近况也有一定的掌握。他们明明只有过短暂的交汇，果然云麓书院的读书人能力都很强。3号有点意思，他入会最晚，那展现出来的手腕、能力已经敏锐，让人啧舌。期待将来回京城时与他见面，到时候得好好领教一番。哇，那你千万别查我的身份呀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3号，关于桑坡案，你手里是否有更准确的消息？这几天没有关注桑坡案，才不告诉你，得去一趟浩县。魏公下了半辈子的棋，最开始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到后来渐入佳境，打败一位位国手，不知不觉已经找不到敌人了。上次就跟监正下棋，就打了个平手。但棋盘外的敌人却多得让人头疼。何事？卑职要向魏公汇报案件的进展。昨日凌晨，太康县的赵县令在下狱当晚遭了灭口，此事府衙暂时秘而不深。赵县令死状甚是古怪，没有中毒，没有伤口，死得自然而然。你有什么看法？卑职查阅资料，发现能做到这件事，除了道门阴神，再就是东北的巫神教。桑坡案涉及到了妖族，东北巫神教。卑职绞尽脑汁，左思右想，朝中除了内部，还有谁能同时勾结这两大事？除了这里，这些话不得与任何人说。可卑职难以再查下去。退下去。是。魏公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准备马车，本座要进宫。这事得有人牵头啊，总感觉没什么线索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唉，难啊！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外面我们都走遍了，结果现在难呐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能怎么办呢？这到底查还是不查呀？这查也没办法呀。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镇北王远在边塞，我不可能跑到边塞去查。再说也不敢查，除非陛下亲自下一道圣旨，否则单凭一块金牌查不动那尊大神。身在边塞，倒是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但世上是没有完美犯罪的，只要做就会留下线索，关键在于我能不能抓住这些线索。镇本王不在京城，但他需要一个代言人，因为代言人必定是朝中的某一位。可惜魏爸爸不肯帮我，如果能请到圣旨，那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好在今日的青龙寺之行没有白费，青龙寺的恒慧和尚是一个突破口，而想顺着这个突破口往下查，就得想办法找到6号。宁燕，长公主有请。怀庆找我做什么？这都是想我了。昨日国师炼了一炉金丹，正回头派人送你一颗，1枚金丹换3枚棋子，不过分。不过分。陛下阵营有点乱，臣替你清理一番。这些年来，朕最倚重的还是你，魏渊。朕常常会想，如果你当年没有进宫，而是走科举正途，帝国就多了一位冯武将，朕也不必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事伤神。臣现在不一样在给陛下作诗吗？父皇与魏公之间的对话，简直是雾里看花。一个只修修道20年，依旧能牢牢掌控朝局，帝王心术，炉火纯青；一个以宦官之身，执掌打更人衙门，文韬武略，让无数读书人汗颜。他们之间的对话，一定要品，细品。桑坡案查得怎么样？府衙和刑部递交的卷宗一塌糊涂。朕记得
打更人衙门的主办官是那个罪犯铜锣，姓许，对吧？许七安。哦，魏渊竟如此郑重地说一个小铜锣的名字。他是个可造之才。小奇观和周赤雄的案子就是他给查出来的，我要出处也是他点名的。这么多天过去，他那边有什么进展？听刘公公说，那小子早出晚归，记录的宦官寻都寻不到他。还真有些发现，太康县的赵县令昨日凌晨死于府衙地牢。陈府尹已经禀明此事，死因自然，没有外伤，也无中毒，更非窒息等其他外在手段，要么是道门阴神，要么是东北的巫师所为。下了这么多年，没一次能补的。无趣。听说3日前，玲珑忽然发狂，将林安掀入湖中。当时林安陈玲珑在水边嬉戏，是怀庆吹了声口哨，惊扰了玲珑，这才将林安掀入水中。但有一点，儿臣没有想到，玲珑反应过于激烈。除了身为天子的朕，玲珑对皇子皇女差不多是一视同仁，包括太子。按理，只要没登上95之尊的宝座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父皇，不止如此，玲珑不但甩开了林安，他颇为兴奋地游向了怀庆，甚至以头撞岸，趴伏在岸边等待怀庆启程。怀庆启程了。奇怪的是，当怀庆打算启程时，玲珑却异常抗拒地逼退了怀庆。哀家，朕要去看一看玲珑。殿下，当时除了怀庆公主，身旁还有谁？巧了，魏公手底下那位铜锣也在。许七安。魏公不去吗？魏公请上轿。不过那铜锣着实有趣，本宫怎么也没想到，区区一个铜锣，竟有如此诗才。当日我们在湖边摆宴，他为了替庆解围，竟现场作诗。太子这是在告诉我，我手底下的这个铜锣已经是怀庆公主的人。他又写了什么诗？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诗，前半首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案子有何进展？他问的应该是青龙寺的调查结果，因为昨天我们才在文渊阁查出宝塔寺的兴衰和如今的传承，确实有些眉目。没想到，至今为止，这个小铜锣还没有让本宫失望过。办事能力一流，嗅觉敏锐。当初向打更人衙门推荐他，本宫便有了收为己用的想法。不过在本宫的预想中，流程是观察、暗示、施恩、拉拢。岂料许七安这个人出乎意料的灵活识趣，把最后一步提前完成。回禀公主，小奇观案发生时，卑职曾经施展望气术观察周赤雄，当时他并没有异常，如今才知道是用特殊法器屏蔽了望气术。臣排除了司天剑和宫内的几件法器，多方调查，发现青龙寺便有一件可以掩盖气息的法器。当然，现在无法肯定周赤雄身上的法器一定便是青龙寺的。青龙寺那件法器，如今可还在？早已丢了。卑职正要向公主禀报此事。大概在1年前，青龙寺一名叫恒慧的和尚动了凡心，与女香客私奔逃离了京城，还顺势盗走了那件法器。私奔便私奔，为何要盗走法器？这女人果然聪明，一语点出问题的关键。此事有待查证，这件事还得长公主帮忙。我？殿下知道平阳郡主吗？平阳？此事当真？这是青龙寺的盘树方丈透露给卑职的，是真是假，得查了才知道。平阳是誉王的嫡女，也是本宫的堂妹。你见过我三哥吧？他向来以读书人自居，与其他皇兄皇妹不同，三哥的启蒙恩师是誉王叔。
王叔是位博学多才的读书人，曾在张慎大儒座下求学，精通兵法，曾官至兵部尚书，甚至传言他将入内阁角逐首辅。这不可能，内阁不是只有读书人才能进入。再说，首辅权力比魏渊还要大，元景帝放心让一个亲王担任首辅？誉王叔背后有勋贵集团，以勋贵之身执掌内阁，以前是有过这样例子的，且不是个例。但大凤国祚连续至今，勋贵渐渐被挤到了朝堂边缘，早已没有能力角逐首辅位置。所以，誉王是勋贵集团推出来的扛旗人，背后涉及到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的斗争。誉王妃是位颇有才情的才女，可惜红颜薄命，只给誉王叔留下一个女儿。王叔是个长情之人，至今都没有另立王妃，对这个亡妻留下的孩子视若珍宝。但在1年多前，平阳突然失踪了。当时父皇出动了禁军，满城搜寻，司天监的术士出动了大半，但都没有找到平阳。这件事对誉王的打击很大，没过多久就卧床不起，积郁成疾。司天监的术士也对此束手无策，因为心病难医。禁军满城搜寻，司天监术士配合，仍旧没有找出平阳郡主的下落，所以需要那件法器来遮掩气息，不然很难带着平阳郡主离开京城地界。难怪恒慧要偷法器，原来如此。你继续查，若是遇到麻烦和无法绕过的阻碍，尽管找我。是。对了，听说昨日林安找过你。这话听起来就像昨天前女友来找你了。啊，是的，林安公主非要我投靠她，给她做牛做马，还赏赐了1块妖玉给我。为什么不拒绝她？林安公主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她便大喊非礼。这个理由总够了吧？你们皇家姐妹撕扯，我只是个小虾米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哦，以你的聪明，应该能看出这种虚张声势的危险。这女人外表看着冷若冰霜，内在其实很霸道啊。卑职明白，卑职这就把妖玉还给林安公主，与她断绝来往，从今以后只效忠殿下。我发誓，从今以后与夭夭恩断义绝，只给你做牛做马。二公主，你不能进去啊！滚！这是你……我去，夭夭怎么来了？果然，无才，你敢背叛本宫！你忘记自己是谁的人了？不妙啊！哼，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上辈子，顶多就是一句话：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这次换来2巴掌。给老娘滚！哼，渣男！搁在这个古代，说不定换来碗口大的疤。哥，轻点砍。放心，得劲儿。卑职是过来向长公主请教问题，有关桑坡案的。哼，你不会来请教我吗？林安最大的优点就是自信。长公主替我接过火力了，你们常会把我当个小透明就好。怀庆，许七安是我的人了，他收了我的妖玉，已经答应为我效力。良禽择木而栖，谁让有些的人小气巴拉呢？既要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草，我就大方多了。你想要用我的人，可以，得先我答应。但今天本宫心情不好，不想让你使唤我的人。怀庆又是这副不在乎的姿态，真令人讨厌。你想去干嘛？还不跟本宫走？两位殿下，卑职是打更人，效忠的是陛下。闭嘴！我终于看懂了，他们矛盾这么大，不是单方面的。娇蛮任性的夭夭喜欢挑事，强势霸道的长公主欢迎一切挑战，而我只是一个夹在中间卑微的小舔狗。赶紧做出选择。二公主见谅。
卑职还有公事要与长公主相商。这句话的态度，便是明确表示我选择长公主了。我又输了，又一次在怀庆面前丢尽颜面。对方趾高气昂的坐着，让一个小童罗来削我的脸，我从没这么委屈过，也没这么挫败过。长公主，有关桑破案的进展，卑职再与您细说一二。哎呀，玉佩还没还给二公主，那卑职先行告退。二公主去哪里了？那边。好像偷江的野狗。二公主，请留步。二公主，啊，殿下哭了，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吧！狗奴才，你跟着本宫做什么？想图谋不轨吗？临安公主没有走，也没喊人，还可以抢救一下。卑职对殿下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啊，许七安，你当本宫是好戏耍的？这个怀庆的忠犬，两面三刀，竟然还想脚踏两只船，简直可恶！要不是他诗写得好，又得怀庆看重，本宫才懒得搭理这种臭男人。或许在二公主眼里，卑职是个左右逢源的无耻之徒，卑职无法反驳。但这块玉佩，请公主收回去。这么好的玉佩，莫要跟着我陪葬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二公主是大方的，从没有哪位大人物愿意把贴身的妖玉赐予，卑职万分感动。二公主待人以诚，卑职又岂是不知好歹之人？可能我与二公主没有缘分，请收回。你刚才说的陪葬是什么意思？我原以为二公主应该是查过我的。这个还真没有。莫非是腰斩罪？听怀庆说，他是因为刀斩上级，被判了腰斩之刑。这和怀庆有什么关系？长公主对桑破案很是好奇，希望掌握最新案情。她说只要我定时汇报，便答应案情结束后，不管我能不能戴罪立功，她都可以替我向陛下求情。卑职就想着，二公主待我真诚，可我是个罪人啊，无法报答二公主的赏识之恩。于是我就想答应长公主，待我脱罪之后，再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你为何不由我说？父皇最宠我，我替你求情，岂不比怀庆稳妥？殿下竟然愿意为我一个刚刚相识的童罗，向陛下求情。原来他是觉得本宫不会帮忙，所以把怀庆当作救命稻草。自然，本宫从不亏待自己人。殿下，卑职现在只想买一块地。买地？它的名字叫死心塌地。之前我是想着和怀庆争玩具，现在则是真心觉得有个这样的下属也不错。哼，狗奴才！搞定！遇到这种2选1的情况，永远不要想着解决问题，而是要思考怎么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我还是他。核心要素，分化他们，逐个击破。长公主是个性格强势霸道的女人，而且聪明。二公主，我与长公主还有事，请您。所以在较为公开的场合，要偏向她，给她面子。二公主娇蛮任性，但她城府浅，是个被宠坏的公主，小性子很多，却容易火。二公主，卑职也是无可奈何，卑职的心始终都是在二公主您那儿的。只要我巧舌如簧，就能让她转嗔为喜，是个需要甜言蜜语的女人。不但化险为夷，还让二公主答应了替我求情，为将来买了一份商业险。我的应对之策简直堪称完美，还不花1分钱。这狗奴才竟对我的玉佩像对待珍宝一般。做戏得做全套。那卑职就先行告退。急什么？你是本宫的下属，本宫还要差遣你呢。
哼哼，我难得撬了怀庆的墙角，当然得让其他兄弟姐妹都看到，这样才能让怀庆没面子。殿下，请吩咐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又没了怀庆那个讨厌鬼，本宫要去找玲珑玩，你跟着本宫，本宫就不带侍卫了。是。你怎么回事？林安从小陪着你玩，前日为何无缘无故掀他下水？玲珑这种上古异兽是子气而生，与妖族不在同类。若是非要少一个同类，那就是同为上古异兽的古神。玲珑数量极少，寿命悠长，历来作为皇室的半身神兽而存在。不管是大凤还是前朝，宫里都养着这种异兽。奇怪，当时玲珑也是这般趴伏在岸边，但似乎比现在更加恭敬，更加战战兢兢。玲珑是历代皇帝的水中坐骑，相传远古时代，妖族与人族的领域并不像现在这般泾渭分明，而是一种相对混居的状态，因此时常会有人族被妖鬼吞吃，或者妖族遭遇人族受威。人类不善水性，对河中妖孽无可奈何，唯独人皇能轻而易举地入水搏杀妖族，依仗的便是玲珑这种水陆两栖的异兽。时至今日，大风的皇帝当然不需要入水搏杀妖族，水中坐骑就成了观赏性的生物。六子修道后多年没有亲近你了，想来你也很寂寞吧？真羡慕父皇啊！父皇，别伤了他。是。如这条遇水，他在湖中太凶了。陛下，玲珑他怎么回事？玲珑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，他要去哪儿？玲珑作为皇室正统的象征，一头吞吐紫气修行的灵兽，绝对不容有失。拦住他！是。父皇，玲珑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未见过玲珑这般失控。她本该性格温顺的，对待我们几个皇室兄弟姐妹都非常和善，从不展现暴威。他在逃啊？什么？玲珑在逃跑？为何父皇又逃形容？他在害怕什么？恐惧着什么吗？可是，什么地方能比皇城更？可恶！玲珑鳞甲坚硬，刀剑难伤，发起光来实力不容小觑啊！没事吧？又不能伤到他，赤手空拳难以制服。陛下！李安，保护李安！这算什么结格温顺？方才看到玲珑发狂，我刚想说公主此地危险，卑职护送你回去，这玲珑就默契的一头撞过来了。这头灵兽很强大，实力绝对不低于6匹5伏，只能逃了。公主，我们得……现在这种状况，保护公主！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李安，小心！这我不会是感应到我来了，特地冲出来找我的吧？这表情像极了害怕的孩子见到了家长，欣喜若狂的扑到爸爸怀里一样。什么？玲珑停下来了？啊！竟然不敢逾越雷池一步！我竟然轻易的读懂了他的情绪。玲珑让我逃跑，准确的说，是一起逃跑。他很焦虑，很害怕，似乎受到了什么威胁。但在我面前，他冷静、安定了许多，但恐惧仍没有减弱。他想让我带着他一起跑，或者他带着我一起跑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李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父皇，卑职见过陛下。做得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陛下，卑职许其安。你就是许其安？是，卑职查案时遇到了一些难题，特意进城请教长公主殿下。把刀给朕看看。好刀。监正送的。监正？监正竟会送一口宝刀给一个小铜锣？陛下，
许七安精通炼金术，与司天剑的术士交情不错。微臣有次还见他在给炼金术士讲课。朕想起来了，水银案中你展现过炼金术技艺。魏源只是在帮我塑造能臣的形象，增加我本人的重量。什么魏源？是魏爸爸。父皇，许七安救了我，你要赏他。是该赏赐。大更人许七安救临安公主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，绫罗绸缎500匹。黄金1000两？父皇，他刚才救了儿臣的命，儿臣要还他一命。儿臣请你免了他的死罪。朕已经准他戴罪立功，破了桑坡案，自然会免他死罪。金口玉言岂能半途更改？那他要是没破案，还不是死路一条？你赏他黄金1000两有何用？到时候朕自会酌情处理。本不想在许七安面前说这些话，省得他有恃无恐，耽误了查案。期限仍旧是半个月，你若能破案，朕自然免你死罪；若不成，即使有临安求情，朕不杀你，也要将你流放边陲。听明白了吗？谢陛下。这笔投资赚大发，即使最后没能查出桑坡案的幕后主使，我也不用死，顶多是被流放。嘿嘿，流放这种小事儿，有魏渊，有临安，有怀庆，作为3姓家奴的我，完全不愁啊！把这畜生给我拖回府里。哼！行，你自己滚回去。刚才临安公主为我求情时，她目光凌厉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是认为我在蛊惑诱导临安。传闻没错，袁鼎立确实是个掌控欲很强的人，也是渴望长生的皇帝，对权力都有着强烈的渴望。真累啊！在这种权术高手面前，我完全不敢做太多的小动作，可能一个眼神，一个表情变化，就让人家猜出内心的想法。我的演技还是可以的，诚惶诚恐的表情笨得不错。陛下何必与一头禽兽置气？这狗东西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朕与他说话爱答不理，玲珑不会无缘无故发狂。委员，传朕旨意，加强皇城守备力量，宵禁后不得任何人出入皇城。是。那畜生刚才怎么突然熄火了？可能是性子发完了。难道说……不，那也有些过于荒诞了。难道许七安？如果说上次玲珑毫无征兆的发情绪，是因为怀庆身边有许七安，那么这一次许七安可不在附近。玲珑发狂另有原因，不过那么多的侍卫都治不住他，偏偏到了许七安面前就变乖巧了。不可能。许七安的背景我查过，履历清白，平平无奇，非要将他和玲珑牵扯在一起，倒是有些牵强了。玲珑的突然安分，也有可能是发泄完情绪，或者不愿伤害临安公主。恐怕陛下也是这么想的。镇北王有些年没有回京城了吧？是有些年头了。明年春后就召他回来吧，朕也想他了。魏公，那玲珑是怎么回事？这么危险的凶兽养在皇城中，不怕伤人吗？玲珑素来温顺，非皇室之人，只要不触碰它，就不会被攻击。没有例外吗？没有例外。魏公，我查出一些事情，让这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卑职有些拿捏不准。说。卑职今日去了青龙寺，得知了一桩秘闻。青龙寺有个和尚，法号恒混，1年多前与常来寺中的女香客互生爱慕，
于是偷盗走青龙寺中一件可以屏蔽气息的法器，携手私奔。那位女香客便是失踪许久的平阳郡主。为何先前禀报时没有说？因为想着先去长公主那里刷好感度了。在没有明确线索有用前，不敢误导魏公。要不是青龙寺那一件法器，谁又知道呢？魏公，茶我煮好了。第一杯要先倒掉，不能直接喝，太苦，掩盖了茶的甘甜。卑职是粗人，没有经验，你在教我做事？你打开看看，这是陛下赐的金丹，它能强健体魄，增长气机。博士练了几个月，也就练出一路，千金难买。它是你的了，这东西对我没用，对高品武者作用不大。思来想去，目前最需要提升修为的人是你。本座既然说过要培养你，自然不会无的放矢。谢魏公，果然甜到最后应有尽有。你消化金丹后，气机应该能充盈至丹田，到时候就得提前学着观想，提升元神。如此一来，你的修行进度会比同境界武者快至少1/3。这就是背靠大组织抱大腿的好处啊！我要是散修，恐怕得跟二叔一样，死死卡在炼气境。幸好当日做了最正确的选择，选择与魏渊坦诚不公，得到他的赏识和信任。魏公，炼神境下一品级是铜皮铁骨，这个该如何修想？等你到了炼神境巅峰，气血与元神会达成交融，此时体魄会迎来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。转变期间，以棍棒敲打身体每一处，如铁匠锻铁，去除杂质，凝练钢铁。那是古法，时代变了，现在武者炼体用的是药浴。还好。对了，卑职查阅资料时，发现五品画境的相关描述大概是赋予身体每一个部位生命，使其如臂驱使，又超然独立。身体是一个整体，本身就有生命，何来的赋予每一个部位生命这种说法？具体修行方法，等你境界到了再说。现在知道的越多，越容易多想，平添忧虑。好了，你在这里服用丹药，我看看这枚金丹能不能助你充盈中丹田。胃在发烫，脸像有一团火。趁现在赶紧吐纳，运转周天。胃部的热力消退了，气机充盈全身，状态竟前所未有的好。现在的我，即使对方有铜锣法器护身，也能一刀斩杀炼神境的银罗。不错，你果然是难得一见的武道天才。册子里记录着观想时的法门，你照着上面学。这幅画卷就是你要观想的东西。观想的法相会影响武者的心境，这种精神是绘画者烙印在画中的。我挑了许久，觉得这幅法相最适合你。桀骜不驯，仿佛世上无所畏惧。魏公，我可以与别人一起观想吗？是我二叔。你只需要3个月后归还画卷便成，期间你用来做什么，送给什么人，我不在乎。任何一部法相图都是价值连城的，如果损坏了，你下半辈子的俸禄就没了。一副竟搞这小子观想图！哼，一副。知道了，下棋时他就暗示我了，咱们这个皇帝可以容忍贪官污吏，但容忍不了别人对他权威的一点点挑战。我安插在皇宫里的碟子被拔了3个，再等等。陛下赏赐你的黄金绸缎很快就到了。许大人，久等了，陛下的赏赐到了。哇，你这是发达了呀！我不管，下个月的教坊司都得你请。胡说八道，我连勾栏都不去的。吕捕头还在呢，你们拿去给兄弟们分一分。吕捕头，别推辞。您放下我，我也在他们队伍就好了。一锭黄金5两，兑上白银40两，一次打赏出260两。
这小弟太阔绰了。这些赏银是在皇城时救了临安公主，陛下赏赐的。事情不方便讲。不是因为桑坡案的进展赏赐的。我忽然觉得银子有些烫啊，真是受之有愧。这几天辛苦各位了，本官从不会亏待同僚。对了，采薇姑娘呢？许是回司天监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一定又在哪个酒楼风流快活。有了这些房钱，将来就算自己离开京城，家里也有足够充裕的银子，彻底弥补了顺银案的损失。凌云可以经常去桂月楼吃饭，婶婶又可以喜滋滋的买首饰、衣服。凌月的嫁妆，凌月还不急着嫁人。二郎将来进了官场，也不至于没有银子打点关系。二叔也可以不用把所有钱补贴家用，能多去几次教坊司。唉，太热了，让外头的奴才降一降炭火。听临安公主的，降降炭火。是。母妃，孩儿夜里宿在这里陪您睡好不好？好。陈贵妃40出头，肌肤却依旧紧致。撇开那位倾国倾城的皇后，后宫众多佳丽里，就属陈贵妃的最能打。于是4位皇女中，也只有临安能与长公主一较长短，一较高下。其实临安在锦绣宫留宿并不合规矩，毕竟妃子们晚上是要伺候皇帝。今日玲珑突发狂性，差点伤了临安，父皇和侍卫们救援不及。是不是哪里受伤了？给母妃看看。孩子差点就见不到母妃了。这群奴才怎么回事？一头畜生都收拾不了，险些伤了我儿。后来呢？是太子救了你？太子哥哥哪有这本事？每次怀庆欺负我，他都只动嘴皮子，不帮我打怀庆。跟娘说说是怎么回事。我今天收了个小铜锣，是前天，今儿带在身边打算差遣，正巧就遇到这事儿，便是他救了我。铜锣是打更人？知道母妃不喜欢打更人，因为那些都是未冤的人，但他是我的人。陛下有赏赐吗？自是有的。本宫这里也得赏赐，回头我派人到库房取一些首饰送过去。那许仙安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？哈哈，我从怀庆那里抢过来的。怀庆知道吗？知道呀。那他没有教训你？敢教训我，我回头带着许千安去见他，既有了保护，又能气他。清明的天空，烛灭灯笼，古色古香的建筑。真是后悔当初没有学画画。老张，大郎，今日你怎么从大门回来了？俺府里的过来搬东西。搬东西？大哥好多天没准时回家吃饭了，我会剩点菜给大哥吃的。过几天是不是该发月俸了？其实已经把这个月的月俸透支了。年纪年关，同僚之间应酬送礼，都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反正宁远也没娶媳妇儿，先借他的俸禄应付一下。年底还得给林月、林英、大郎、二郎做衣服，银子又不够了。要不是大郎和二郎以人格担保，银子都用来跑关系办正事儿了。我都怀疑这家伙是去鬼混。虽然大郎是个讨人嫌的，但性格倔强，从不说谎。二郎是读书人，从小一板一眼，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他们是不会骗我的。我想买一匹云锦。二郎春闱之后，若是能中，身份就不同了，不能老穿以前那件袍子。再珍贵，一件也撑不起场子。林月到嫁人的年纪了，厨子里的衣裙该翻新了。税银案的时候，咱们都掏空家底了。最初1个月的米面还是我问同僚借的，等明年吧，明年一定买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碰到墙。做什么呢？这么吵？轻点，轻点儿。好漂亮！哪来的这些？大郎带回来的，说是陛下赐给他的。啊，陛下赐的？莫非是桑坡案破了？宁远人呢？在门外。
陛下总共赏赐了500匹绸缎。啊，500匹！这些丝织品种类丰富，有绫罗、绢锦、缎纱等，织工精细，纹路精美。这里任何一匹丝织品都比那些铺子里卖的昂贵绸缎好不知多少。这样昂贵精美的料子，竟然有500匹！我去帮忙。解决桑破案后，咱们便去教坊寺玩吧。说起来，教坊寺24名花魁，我只见过福香，改日要逐一拜访。你与福香不是相好吗？你现在应该做的是给他赎身。你为什么古人总喜欢公车私用？还是三观和思想有分歧啊？哎，二叔，你别搬这些，你搬这个。这是啥？是什么闪瞎了我的狗眼？哇，别碰脏了！娘是在开心什么？这些东西是陛下赐给大哥的，又不是你的东西。那个，我对大郎还是挺好，是吧？挺好的。大哥是你养的赔钱货。死丫头！老爷手里的是什么？瞎了没？瞎了。喉咙好干，累了一天都没喝一口好茶。宁烨，你坐，婶婶给你泡。牛奶没有吗？有，婶婶这就给你热牛奶去。娘啊，想吃蒸蛋，婶婶这就让厨房给你做。来，热牛奶。婶婶这就没诚意了，我想吃婶婶亲手做的蛋。婶婶去给你做。哎，隔壁院子里丢了好些脏衣服，我这种没爹没妈的倒霉蛋只能自己洗。宁烨这话说的生分了，婶婶视你如己出的，婶婶来洗。原主一直积压在心里的执念终于散去了。二叔，不然我们把这宅子卖了，到内城买一座大宅子。内城大宅子？卖宅子？这是祖宅，说卖就卖的。况且我和你父亲就是在这个宅子里长大的。不卖就不卖，8000两银子足够在内城买一座更宽敞的宅子。二叔，我是不是你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私生呢？宁烨啊，爹爹不是故意的。大哥，宁烨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愁死了！人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候，下意识做出的举动是最符合内心的。二叔表情没有心虚和震惊，婶婶脸色也没有猜疑和惊怒。可以率先排除我是二叔的私生子了。我这么想不是没道理的。想想以前，经常有人说我是新年，这是你儿子，长得跟你真像。哎呀，你家闺女真漂亮。开个玩笑嘛，我从没见过亲生父母，又跟二叔长得这么相似。哎，对了，婶婶见过我母亲吗？自然见过的。你母亲怀着你的时候，我还照顾过她一段时间。你母亲啊，可温柔了，不像你。我闭嘴，差点习惯性的怼侄儿。那你老哥呢？那是你老子。哎，爷奶死得早，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长大。你爸天赋比我好，可惜死在山海关战役中。酒饱饭足，黄金放在家里不安全。下午打更人衙门里这么多同僚目睹，万一心生歹意攻上门偷盗，反而会连累了婶婶和妹子。得将黄金收入地书碎片。天天练啊练，也没见你练出花来。确实，我早就达到练气境巅峰，再怎么练，气机也不会增强。可通往炼神境的大门却牢牢紧闭。老爷，你说你要是突破下一个境界，是不是能升职？这是自然。许宁烨那混小子，可把他给得意坏了。
老娘要不是为了绫罗绸缎和内城的宅子，才不认他，也喷他个狗血淋头。哎，不知不觉就长出息了。想当初从老爷手里接过他的时候，小奶猫一样大。二叔，有件事忘了和你说。到书房？不用，二叔你出来，门口说几句就走了。叔侄俩在外面说什么呢？说了什么呢？是不是他偷偷给你私房钱了？啊？老爷，我终于等来希望了，炼神境的希望。是宁夜吗？你来了。我来了。你不该来。话何解？我们不是约好今日密会吗？不，我只是玩个梗，与道长开个玩笑。桑坡案查得如何？这个案子非常复杂，牵扯了太多的势力。我查到现在，线索多且凌乱。说实话，我当了这么多年捕快，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。我们一般都靠监控。我搜集到的线索以及我的推测就是这些了。加入天地会至今，我和金莲道长已经达成初步的信任。桑坡案与金莲道长没有利益相关，是个当盟友的好人选。如果他逃进京城避难只是表面原因，实际是为桑坡案做铺垫，灭口赵仙梦的也是他，那可真是猛炸。现在看谁都是坏人。所以你怀疑镇北王是幕后操纵者，他与北方的妖族、东北的巫神教达成协议，试图篡位，于是炸毁桑坡，释放出初代监正。道长觉得呢？这一切乍看起来合情合理，可是不管是初代监正，亦或者镇北王，你都没有确凿的证据。镇北王常年戍守边关，贫道对他了解不深，你也如此，贸然判定他图谋不轨，有些武断。再者，镇北王是3品武夫，将来未必不可能重接2品，他愿不愿意当皇帝还是两说。呵呵，当然了，自古权力动人心，贫道若是说他不会谋反，亦是一种武断。冲2品和当皇帝并没有冲突吧？这本就是我的假设，还未求证。等我搜集了证据，镇北王是不是幕后黑手，便一目了然。只是道长啊，我有些查不下去了。原景帝虽然命令我负责此案，可镇北王是亲王，手握重兵的亲王，我不可能堂而皇之的查他的府邸。司天监的老监正正在装病，我同样不可能去观星楼质问他，难办得很。哦，原景帝，哎呀，很多年没听到朝廷鹰犬敢如此称呼他的了。我似乎忽略了些什么。忽略了什么？施主脑后生反骨。胡命，你胡说，别冤枉我！我对陛下忠心耿耿。说回正事，此案水深得很，道长有什么教我的？你在天地会里假装儒家弟子的时候，倒是机灵得很。我就知道你这个老东西，肯定一边看着我们在群里勾心斗角，一边露出一抹笑。嘿嘿嘿嘿嘿嘿，贫道为你分析分析，你刚才的描述中有几个不对劲儿的地方。道长请说。第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是监正的袖手旁观。倘若镇压在桑坡的是司天监的初代监正，最焦虑的应该是他才对，但他很安静。也有可能这个阴险狡诈的老东西早就不在观星楼了，暗中行动也未可知。初代监正和现任监正必定势如水火，理由很简单，知府被镇压了，不尔心安理得的当着监正执掌司天监，很明显是塑料师徒情破裂了，要不然以监正1品的实力，仁宗到手也拦不住。第二个不对劲的地方
是原景帝。桑坡案发生的第2天，他取消了惩戒。呵呵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哪有放虎归山的道理？2个问题我思考过，我当时的猜测是，或许就是打开城门，引蛇出洞。我无法接触，掌握到监正和元景帝的状态，层次太高了。是这个道理。你找我谈话，不只是这些吧？6号。与桑坡案有关，准确的说，恒远和尚的师弟或许与此案有关。他无故失联后，我愈发肯定了这个猜测。师弟，你果然已经去过青龙寺，知晓了恒远的身份。青龙寺有一个和尚，法号恒慧，1年多前与玉亲王的嫡女平阳郡主私奔，玉亲王深受打击，卧床不起。这件事的背后牵扯到勋贵和文官2股势力的斗争。恒慧和尚为了带平阳郡主躲避搜寻，盗走了青龙寺一件屏蔽气息的法器。我怀疑那件法器后来落入了金吾卫百户周赤雄的手中。所以你想通过恒远查一查恒慧的消息，以此来验证猜测。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突破口。道长，你还记得吗？恒远说师弟是被掳走的，而青龙寺的方丈说恒慧是私奔。恒远离开青龙寺调查的途中，可能得到了某些线索。你希望我能帮你找到他？拜托了，道长。这次随部族里的长辈出来历练，目的地是古神沉睡的极渊。等我弄清古神复苏的原因，就可以在天地会里公布情报，让所有成员都欠我一笔债。当然，前提是这个原因不会对古族带来危险。琳娜，严肃点。其他哥哥都有嫂嫂可以骂，就你没婆娘，整天只知道骂我。听说大凤的女人水灵水灵的，脸比馒头还要白。莫桑，我帮你抢一个媳妇回来。切，婆娘漂亮有什么用？我需要的是手撕豹子的女人。可是我听一个朋友说，大凤的镇北王妃很漂亮，长公主也很漂亮，还有人宗到手，个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。那你帮我问问你朋友，到底多漂亮？不对，你哪来的这种朋友？不告诉你。古族有7个部落，既是古神的受益者，也是镇守者。相传古神沉睡之后，他的精神化作了心骨，他的气血化作了力骨，他的毒液化作了毒骨，他的肝脏化作了药骨，他的欲望化作了玉骨，他的眼睛化作了天骨。这就是古族7个部落的由来。古族里还有一个传说，古神复苏之日将收回他的力量。古族没有人希望这位与神佛并列的上古异兽复苏，其中天骨代表着古神的眼睛，能观测天地万物自然规律，因此天骨部负责制定律令。古族根据天骨部的指示劳作耕种。天骨婆婆，你等等我。此外，天骨部还精通占卜、看相的秘术。小娃子，找婆婆什么事？朋友的朋友，最近遇到了些奇怪的事。他运气特别好，好的离谱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他那定是福星高照之人，是个行善积德的好人吧？3号算好人吗？大概吧。可是他的运气是捡银子，天天捡银子。啊？捡银子？这算哪门子的运气？小娃娃净瞎说。这立谷部的小娃子突然跑来我们天谷部这瞎说什么呢？快回去吧。闭嘴！小丫头，你那朋友在哪儿？快说，你快说呀！一个小丫头的戏言，竟让天谷婆婆如此激动。阿爹，好像出什么事了！
我去看看。天谷婆婆，怎么了？父亲，她好高啊，是天谷部的首领。丫头，你说呀，婆婆等着呢。婆婆有些急，她这是怎么了？也想和3号的朋友一样，天天捡银子吗？前面怎么了？为何不走了？去通知各部首领稍作休整。来，丫头，我们到那边说话。龙图，你不许跟过来。龙图，怎么回事啊？或许你们该问天谷部的人。丽娜就是跟婆婆说了句戏言，谁知道婆婆这般激动。说了什么？丽娜有个朋友天天捡银子。丫头，与婆婆好生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近来结识了一位朋友，他说他有一位朋友总是莫名其妙的捡钱，为此感到苦恼，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怎么捡银子？捡多少？除了捡银子，还有什么特殊？事无巨细，你跟我说清楚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是朋友的朋友嘛。但听我那朋友说，好像只要捡银子就能过上温饱富足的生活。那个人在哪里？好像在大凤京城。大凤京城？不可能，不应该的，在哪里都不可能在大凤京城，这没道理。此事情况有异，像我这般聪明的早已察觉出来，否则婆婆怎么会拉我到僻静处说话？婆婆，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的那个朋友应该就是天天捡银子的人，而不是所谓的朋友的朋友。3号竟然骗我，没想到他是这种喜欢骗人的坏蛋。我还觉得3号是个侠肝义胆的读书人。部族里的老人不是说读书人都是铁骨铮铮、刚直不阿的吗？多年前，2个小偷出于某种目的，潜入大户人家，偷走了一件很重要的物品。那东西至今下落不明，偷东西的贼也再没有出现。大户人家里，有的人知道东西被偷了，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此事。偷走了什么？是很重要的东西。裂谷中弥漫出毒瘴，催生出富含毒性的植被以及各种毒虫猛兽。这是一个天然的蛊虫养殖场，为古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。真是鲜美的空气啊！我要女人！你快看他，是月谷的毒。没什么大碍，喂几口水给中毒的人喝，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了。莫桑，那人是谁呀？柔家圣人。我一直在搜寻恒远的下落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我只知道他还在城中，不知他在何处。您无法通过地书定位？我还记得，当初那位9号好像是通过地书锁定自己位置的，而且不需要太久。按理说，6号失踪至今接近1旬，金莲道长本该已经找到他。我才6号，或者说地书被封印了。啊？被封印的话该怎么办？这是在为难我胖虎。除非我能近距离靠近，这1旬里，我徒步走遍了大半个外城，采用最愚蠢、最稳妥的方式搜寻。如果恒远的地书碎片距离我不到30丈，我就能立刻感应到它，即使被封印。不用怀疑，这是天地至宝本就有的位格。这逼格！如果有6号的消息，我会立刻通知你。
你出面比我出面更好，我也需要打更人的力量。这里毕竟是京城，是打更人的地盘。对了，魏渊对这个案子是什么看法？没什么看法，只是让我好好干活。道长何故如此看我？魏渊恐怕想把你变成打更人的暗线吧，或者把你赶出京城。能把地书碎片交给你，说明他足够重视你，可是又不在案情上对你有任何指点，这证明他巴不得你触怒元景帝，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。不对，魏渊只是有些袖手旁观，但顶多是放任自流，不关心也不插手，凭我自己本事去办。你太小看魏渊了，此人以宦官之身执掌大权，以宦官之身统领数10万大军打赢山海关战役，连镇北王都被他压了一头。果然是塑料父子情。不过我想不通，魏渊为何逼着你离开京城？他并不缺应酬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去平远伯府一趟，但那里守备森严，我有手段进去，但没有无声无息制服人的手段，想请道长帮忙。你想去找平远伯的嫡子？恒远说过，弟子恒辉是被伢子拐走，他不会无的放矢。既然现在找不到恒远，那就先尝试从平远伯这里寻找突破口。而他已经死了，他还有嫡子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为什么不主动上门询问？平远伯毕竟是世袭勋贵，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我无法采取报道，而正常调查容易束手束脚。想要得到答案，白和黑的手段得相辅相成。道门在元神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，让他乖乖配合，说出一切能说的信息，应该能做到吧？你倒是挺有经验的，这和你以前的人生阅历不匹配呀。有些车看着很新，其实公里数高的吓人。此话怎解？意思是你只看到了我的表面，而一个人的人生永远比卷宗上的文字更加精彩纷呈。有道理。好了，你放开心神，我俯身到你识海里。什么？你又是元神出窍？我的身体受了伤，实力大打折扣，而我的阴神完好无损，这能更好地发挥我的实力。内城有宵禁，我无法堂而皇之跟你出去。普通铜锣我可以隐瞒，但若是被金锣看到，对你我都没好处。而且京城卧虎藏龙，威胁不一定只来自打更人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你想把我的元神变成自己的形状，也太过分了吧？范爷这老东西会在我内心里有前世的记忆。那如何是好？委屈道长了。这位打更人为何肩膀站着一只黑猫？今晚的夜巡没见过你，宵禁时间出来干什么？奉旨查案。是。平远伯府就在附近了。一叶障目，儒家的言出法随。难怪3号要把自己塑造成云麓书院的学子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堂弟是书院学子，他本人似乎也和书院有莫大的关系，要不然怎么会拥有刻录法术的书籍？云麓书院的读书人向来看不起武夫，为何会赠他这等宝物？准备好了。你为何如此熟练？行动之前想起了2件琐事，想请教一下道长。说。玲珑是否只亲近皇室城？理论上是这样。理论？玲珑喜食紫气，而不是喜欢皇室成员。还有一事，今日我去皇城查案，听说玲珑莫名发狂。道长，
桑坡底下的封印物进城了。玲珑天生掌握旺气术，且非一般的炼气术能比拟。他能感应到一般人感应不到的东西。难怪楚彩为了旺气术看不到异常，这学艺不精啊！所以，这就是玲珑为什么要跪舔我的原因。他能看到我身上古怪的运气。这么说，监正也能看到。桑坡的封印物进城了，玲珑感觉到了威胁，所以狂性大发，一心逃离皇城。明天想个办法把这件事透露给魏渊。按照居住习惯，主人一般住在东边最大的院子里，是这儿了。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道长你也好这一口，他应该就是平远伯的嫡子，直接通进去吧。结束后我们再进去，那个时候是男人最松懈的时候。道长，你会后悔的，根本不知道武夫的可怕，会等很久呢。好吧，我承认你是对的，终于结束了。也就这样，走。哼，有什么东西来了？什么人？擅闯平伯府！跑！快跑啊！这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。怎么了？有刺客！我看是谁敢擅闯！你是什么人？讨债的。是你？你已经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你死的。我死了，又从地狱里爬出来了。救命！来人！来人啊！这手仿佛来自地狱。干尸！被发现了！操！天地一刀斩！竟然毫发无伤，他是我一刀斩不断的敌人。而面对这样的敌人，秘籍给出的建议不是再斩一刀，而是……道长，道长，保重啊！第一次直面高品强者，可怕，太可怕了！如果没有金莲道长舍身救我，下一个回合我必死无疑，根本没时间施展魔法书中的法术。就算有金莲道长相助，魔法书里的法术多半也无法与他抗衡。什么人？是我，许大人。我弄了一股血腥味。平远伯府遭遇刺客袭击，本官奉旨查案，与刺客状个正着。平远伯府又闹刺客，刺客休闲，你们不要轻举妄动，赶紧示警。是。我先回去养伤，你们在此等候支援。若是遇到穿黑袍的人，不包括我，记得一定要躲避。是。什么在跟着我？是道长。道长，你哪儿找来的橘猫啊？道长，我刚才完全失去了战斗的念头。普通人见到大虫，逃跑是本能的反应，而你与他之间的差距，比猫和大虫的差距还要大。道长，你这么比喻真的好吗？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被镇压在桑坡底的封印物。幸好磕了很多大力丸，缓解了天地一刀斩之后的虚弱。何以见得？当日永镇山河庙爆炸，学师周边的300名禁军全部身亡。死状如出一辙，变成了干尸。原来如此，那你猜错了。桑坡底下封印着的不是初代监正。如果是初代监正，不会去杀一个小人物。平远伯嫡子死前极为惊恐，似乎认得黑袍男子。
除非杀死禁军的是潜入桑坡炸毁永镇山河庙的人，但这个可能早已被否定，不可能有高手潜入桑坡。我知道，并且我心里隐约有了猜测，只是还需要验证。我阴神遭受重创，极大可能要跌境了。我需要你帮贫道一个忙。道长，请说。正好愁怎么报救命之恩。替贫道找骆玉衡，求一枚聚元丹。骆玉衡，仁宗到手，勉强算是贫道的师妹。道长，你在地宗辈分还挺高啊！堂堂仁宗到手是你师妹，对吗？没你道姑，有什么信物吗？把地书给他看便成。至于能不能取来，他心情吧。看他心情。仁宗与天宗势如水火，地宗与两宗的关系不算紧张，但也谈不上多好。你们这道门也太干了，相爱相杀的一家人嘛！我明日便去试试。我明日再来找你。江金罗，平远伯府被灭门了，平远伯的家眷，包括府中下人，无一生还。肉质很干，就像风干的腊肉被磨成了粉。平远伯被杀时也是我值守，怎么倒霉的事全摊我身上？江金罗，屋里还有一个生还者。你是谁？我是平远伯的妾室。当朝达官显贵纳妾频繁，年岁相差极大。一旦父亲死去，这些妾室只有2个选择：要么和丫鬟一样干活，要么依附新的继承人。当然，这种事摆在台面上，肯定要斥责的。你有听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我当时正与大郎欢好，事后便沉沉睡去。让他穿上衣服，带回打更人衙门。江金罗，没有找到平远伯嫡子的尸体。不用找了。大人，外床这里有情况。江金罗，在这里。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卧室的情况。除了凶手之外，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。是谁先发现平远伯府异常的？2位值守的铜锣。喊他们过来。你们发现状况时，附近有什么可疑人物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，案子也不是我们发现的。不是你们发现的？谁？是铜锣许七安。许七安。韩叔方丈去西域了。施主那天离开后，方丈便走了。贫僧这回是真不知道原因。这么快就撇清干系，你对我有多大的心理阴影？韩树方丈说过，青龙寺的职责是盯着桑坡底下的封印物。那天他就表露过西行的打算，不知道老和尚会不会在途中顺手收一只猴子当徒弟？那一定很有意思。本官要麻烦大师一件事，我要看恒慧的画像，如果寺中没有，请立刻寻人去画。请稍等片刻。还好只是这事儿，还以为他又要闹什么幺蛾子。大人，请看。尽管气质大变，但五官依稀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昨夜那个黑袍男子，果然就是恒慧和尚。青龙寺的恒慧和尚本身就可能涉及到桑坡案。6号恒远又信誓旦旦地说师弟是被伢子拐走的。再根据昨夜平远伯嫡子与黑袍男子的对话，若非昨夜状态糟糕，急需休息，当时就该选择连夜出手。真的是恒慧，真的是恒慧，怎么会审他呢？他和桑坡底下的封印物有何干系？这样看来就不是初代监正，难怪现任监正一点都不急，还装病。可是不是初代监正，又会是什么？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封印物在福慧身上。区区一个和尚，不可能谋划起这惊天大案，他背后还有人。莫非郑美王？一睡醒就在餐桌上，太好了！大哥呢？甭管他，
那大哥的肉包该我了，好香，香就快吃。不是这里的香。许宁月呢？这姑娘怎么不请自来了？在睡觉吧？不在，我就是从那院子里过来的。哦，你想吃吗？那姐姐分你一点。云烟，姐姐是客人，要等她吃完你再吃。好的，只要有吃的，都好商量。真能是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咦，怎么吃都没了？小丫头趁我不注意偷吃了。姐姐，你是消遣我吗？平远伯府的事情我知道了，让你抓捕的睚眦组织可有进展？一直在暗中调查，没有惊动任何衙门和势力。平远伯死后，他们开始蛰伏，但因为没有受到打压，暂时还都留在京城，随时可以收网。这么看来，平远伯嫡子继承了睚眦组织，趁着他们还不知道平远伯嫡子被杀，收网吧。是。有话便说。平远伯嫡子被杀时，许七安也在现场。我虽不知道他为何潜入平远伯府，但他应该是见过凶手的。魏公，铜锣许七安求见。正好，你上来吧。见过魏公。江金罗说，你昨晚去了平远伯府。卑职是去查案，桑坡案。平远伯早在桑坡案之前就死了，除了一个睚眦组织，根本没有线索证明平远伯和桑坡案牵扯。这许七安不会是在撒谎吧？查到什么了？江金罗先下去吧。魏公，我确实见到了昨晚的袭击者，也确认了他的身份。是什么人？青龙寺的恒慧和尚，也就是盗走青龙寺法器与平阳郡主私奔的那个和尚。我怀疑他身上有桑坡的封印物。何以见得？平远伯嫡子的死状与当日阵亡的禁军如出一辙。你做得很好，这是非常有用的线索。卑职先行告退。既然魏爸爸一心想包养自己，我已经不强求他帮忙，我只想在衙门安静的上班。怎么回事？平远伯的案子是江金罗在办，老子儿子都是本官处理。许七安当即把恒慧和尚的事情告知江律中。就是如此。江金罗，咱们应该携手处理此事，这样你非但破了平远伯的案子，同时还参与了桑坡案，而这件案子我已经查得差不多了，有功劳一起赚吗？此言极是。一个高频五副的大手忽悠到阵营，魏渊不帮我自己找帮手。律中，随我进宫一趟。是。应该是平远伯嫡子被杀的事情，让元鼎帝震怒了。如今之计是找到恒慧，抓住他，一切谜题便能解开。而要抓住恒慧，找到6号是关键。6号是恒慧的师兄，恒慧应该不至于杀人灭口。许宁夜，采薇姑娘，我今早去徐府找你，你不在；刚去了打更人衙门，你还是不在。宋霆锋说你可能去教坊司找福祥鬼混了。他这是在污蔑我的人品。教坊司那种地方，我从不去的。娜娜，你别来用望气术。虽然我是正人君子，但并不希望被人用望气术盯着。他们说福祥是你的相好。不是。真不是？啊，福祥是我刚交的朋友，并不是相好。哦。说回正题，4天剑观测到魔气了，与桑坡案被炸当天一模一样，我特意来通知你。此事我已知晓，险些是死在对方手里。哎，你那个大力丸还有吗？改日吧，我没带在身上。我不要改日，我要今日。行吧，我黄昏前去你府上，我还要去找长公主，先走啦。这吃货不是去长公主府，就是去酒楼风流快活。在下许七安，打更人衙门当差，奉陛下口谕彻查桑坡案，想求见国师，望2位道爷通传。大人稍等。这是不见的意思呀。到手在练功，不见外人。大人请回吧。看来皇帝的金牌确实不管用，
只能暴露帝叔的存在。麻烦两位道爷再帮我带句话呗。大人，到手有请。倾国倾城，倾国倾城啊！感觉像是刚刚30的亲叔女，又感觉是熟得递出蜜汁的美妇人。再仔细看，还能从她身上看到纯情妖艳杂糅在一起的魅力。我竟然会生出一种得想办法把这个女人娶回家的感觉。是我太久不近女色了，还是人宗特有的修行法门？魅惑。是金莲让你来找我的。正是。金莲道长一时受了重创，肉身也有伤，托我过来求一粒聚元丹。你是天地会的成员，手持几号地书？3号。我嗓音真好听，有质感，有磁性，像现代的声优一样。你的命数很奇怪，生辰八字告诉我。他也能看穿我的异常。我八字是奇怪。过世如何？申猴。申猴，意思就是平平无奇。看来他也看不穿我的具体情况，就像金莲道长那样，隐隐约约能感受到而已。聚元丹，拿去。谢国师。魏公，您可来了，陛下派我在此恭候您，赶紧去吧。陛下在御书房大发雷霆呢，那几个老东西刚才在陛下面前弹劾你。哎呀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总之，小心为上。刘公公和魏渊是一个阵营的。魏渊是整个宦官集团的精神领袖，任何朝廷大臣想在皇宫里安插眼线，千难万难，但魏渊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桑坡案到现在还没破，你们掌握的线索这么一个小小铜锣多，朝廷养你们2人有何用？朕要你们何用？平远伯府的灭门案今日传遍朝野上下，王公贵族们陷入了莫名的恐慌中。他们一边上书弹劾魏渊，严查凶手，一边暗中加强府中护卫力量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有人说是妖族强者入侵京城，肆意杀害朝廷重臣，祸乱朝纲；有人说是佛门在暗中捣乱，目的是传教中原，逼迫大凤王朝臣服。昨夜为何让凶手逃脱？大更人渎职，陛下一定要严惩魏渊呐！魏渊，3天内你要是查不出凶手，朕就革了你的职。陛下何必动怒？修道乃修心，莫要乱了心境。陛下，大更人接连2次放任凶手逃离，臣怀疑魏渊勾结外族，包藏祸心，请陛下严查。陈府尹觉得呢？府尹虽是4品，但管辖着京城周边24县，权力之大，不比这些6部尚书弱势。这种情况，两边都不能得罪。桑坡案还没结束，现在又闹出平远伯府灭门案，陛下莫要动怒，需心有静气。臣觉得应该听听魏公怎么说。陛下，平远伯案与桑坡案是同一个案件。什么？微臣已经查出平远伯灭门案的凶手是谁了。是谁？请陛下屏退左右。魏公，魏公啊！不知道平远伯府灭门案的凶手是何方妖孽？张尚书，此案涉及桑坡，不便透露。等真相大白之后，尚书大人自然会知晓。魏公慢走啊！刘公公，魏渊与陛下说了些什么？各位大人，别为难咱家了。刘公公挑一些能说的便是。这案子呀，是打更人衙门的铜锣许其安在办，魏公里头说的话都是打他那儿来的。许其安，
修道的女人就是不一样，玉雕的美人似的，愣是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瑕疵。地宗道手是2品，人宗道手想必也不会差2品的话，说仙子也不为过了。请问玉亲王府在哪？那边。错，桑坡案的侦查思路要变一变，先不查这么多。我有预感，只要查清楚恒惠和平阳郡主的事，查出这对苦逼情侣和平远伯府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桑坡案或许就能破，不需要半个月。我感觉就这几天了，也许会更快。青莲道长晚上会来找我，我要记得向他问问仁宗动手是什么情况。明明是裸婚道，却有着魔性般的魅力。本官是陛下钦点的桑坡案主办官，有事求见玉王，劳烦替我通传。这位大人随我来，我们家王爷要见你。这就是元景帝的弟弟，当朝亲王。明明40出头而已，看起来却比元景帝还要苍，脸色苍白，瞧起来病怏。铜锣？什么时候皇兄会特许一个铜锣当主办官？下官许七安，玉王没听说过我。桑坡案作为如今京城热搜榜第1的头条新闻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官吏小将，都应该关注着。想起来了，是有听说过，不过本王不理朝政多时，一时间没能想起来。看来平阳郡主的失踪对他打击很大。你找本王有何事？下官奉命调查桑坡案，查来查去，发现这件案子竟然与玉王有关。本王早就半隐退了，应该不是攻坚污蔑。说说，怎么回事？1年多前，青龙寺有个叫恒惠的和尚，与一位女香客有了私情，两人私定终身，带着青龙寺的一件能掩盖气息的法器逃走。因为那位女子的身份非同一般，若不携带掩盖气息的法器，根本逃不出京城地界。那名僧人叫恒惠，玉王未必知道她的名字，但想来您是识得女子，她就是您的嫡女平阳郡主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平阳自有知书达理，怎么可能会和野和尚私奔？来人，来人，把这个贼人给我拖下去砍了！唉，这样的消息，任哪个父亲听了都会心态崩溃。都退下吧。是，我并不惊讶。平阳失踪前，我曾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，但他竭力反对，还曾说自己有了喜欢的人。何其荒谬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是她一个女子可以自己做主的？她怎么知道别人不是在欺骗她，对她另有所图？虽然我不认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这一套，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，自由恋爱确实无比之美。毕竟没办法像我那个时代一样，分分合合成为一个理所应当的常识。我听了这番话，勃然大怒，打了他一巴掌。没多久，他就失踪了，定是被那个野男人拐跑了。我是这么想的。最开始，我恨他咬牙切齿，恨他不知廉耻，恨他给宗室丢尽脸面。可时间过得越久，我越想他。我只想他回来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叫我一声父王。其他的，我统统不在乎了。也许你再也见不到他。那晚恒惠和平远伯嫡子的对话中，不难听出恒惠是死过一次的人。恒惠尚且如此，那与他私奔的平阳郡主，我来这里并不是要揭玉王的伤疤，也不是为了告知你与平阳郡主私奔的男人是谁。你有他消息？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本王是太懒。许大人若是能帮本王找到他，本王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将来必定回报。我来此正是为了这件事。平远伯府灭门案，王爷听说了吗？
还不走？王爷与平远伯关系如何？他亦是勋贵中的一份子，以前倒是常有往来。不过，平远伯野心勃勃，不甘心手中现有的权力，他与文官眉来眼去，被其他勋贵所厌弃。听说王爷差点进内阁。陛下去年确实有这想法。内阁现在是王振文的天下，尽管有其他党派和委员制衡，但也只是堪堪保持平衡。我背后有勋贵，又是宗室，陛下想扶持我进内阁，搅一搅浑水。文景帝很厉害，虽然常年不理朝政，动不动就撒币败家，但代政10几年，仍依旧保持着对朝局的高度掌控。这份权术堪称炉火纯青。王爷现于府中静养，收益最大的是谁？首辅王真文以及兵部尚书张凤。那原本是我的位置。唉，我累了。想知道的信息基本都清楚，本官先告辞了。按照誉王的话推断，平阳郡主与冯慧私奔之事，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局，搞不定的，难道还搞定你？反而正主人什么手段做不出来，这个可能性极大。会是谁？王首辅、张尚书，亦或是两者都有？但这里有个问题：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的斗争，与桑坡案与妖族有何干系？除了远景帝外，还有谁知道桑坡底下封印着东西？不好，彭慧下一个报复的目标不是首辅就是兵部尚书。驾！魏公可还在宫中？已经离开有半小时了。来不及了！驾！魏公，魏公，卑职有事禀报。停车。魏公，卑职有急事禀报。你这汇报断断续续的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？什么事？彭慧的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是兵部尚书或者王首辅，这两人若是出了意外，魏公你就麻烦了。一儿呢？还没起来呢。让他1刻钟内穿戴整齐，到书房见我。是。爹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收拾细软，立刻离开京城。啊？现在就去。好。老爷，为何还不放行？守城的士卒说，陛下有旨，6品以上的官员，包括家眷，不得离开京城。哟，采薇姑娘来了，省着点吃，大力丸很贵的，1粒2两银子。1粒就是我半个月的俸禄啊！楚采薇其实是个隐形的富婆啊！采薇姑娘，进来喝杯茶吧。嘿，太阳马上下山。你此时请我入院，居心何在？走了。等桑坡案结束，制作简陋版结晶，犒劳一下这丫头了。喵。门没锁。骆玉衡怎么说？金莲道长是不是开启了什么新世界的大门，或者特殊癖好？聚元丹已经拿到。有了聚元丹，不出多日。我的修为就能恢复。聚元丹功效这么好，道长要是恢复的话，地书聊天群就能私聊了。话说，都是出自道门，为何道长还要向仁宗求丹药？地宗不擅长炼丹？聚元丹的成本大概是100两黄金，而有些药材即使有银子也买不到。原来不是地宗水平差，是他仁宗毫无人性。今天有什么收获吗？原来如此，你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恒慧和尚和平阳郡主的私奔涉及到朝堂党争，只是我不明白，恒慧既然还活着，为何早不出来晚不出来，偏等到桑坡案之后才出来？而且以他的实力和水准，还不够格参与桑坡案。他背后还有势力，我原以为那个势力是镇北王。
如果不是为了造反，那么释放出封印物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折腾了半天，结果只灭了一个平远伯。道长，你说会不会是誉王干？释放出封印物，杀光仇人？你的意思是平阳郡主已经死了，誉王为女复仇？这个可能性不大。誉王若是知道此事，以他亲王的身份，想报仇不需要做得这么极端。而且，为什么你的思路永远停在宗室身上？镇北王的嫌疑愈发的轻了，我可真是小媳妇闹和离，前功尽弃。你说话还挺好听的。如果没有侯贵的出现，封印屋一直潜伏，我会保留对镇北王的怀疑，认为对方是在憋大招。但恒惠和尚目前的所作所为，实在与封印物的逼格不相符，好歹试着去杀皇帝。唉，桑破案始终笼罩着谜语。贫道觉得你或许进了误区，镇北王也好，誉王也好，都是宗室。你之所以会怀疑他们，不是因为桑坡底下的封印物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。是的，排除监正和元景帝，佛门也知道。佛门是当年的主导者之一。桑坡封印解除后，青龙寺的盘树方丈西行去了，可见对此的重视。妖族，我一直把幕后主使锁定在皇室宗亲范围内。如果被封印的是初代监正，这个猜测合情合理。可是，如果不是初代监正的，那么知道桑坡封印的就不只是元景帝、监正、佛门，还有一个势力被我忽略了，那就是封印物本身所属的势力。封印500年依旧没有被磨灭，绝对是极其可怕的顶级强者。这样的人物不会是散修，会不会是妖族呢？聚元丹，我今天见到国师了，和我想象中的有些不同。非你以为的仙风道骨，可能还比教坊司的女子更诱人，让你垂涎欲滴了吧？啊，哪里哪里，我见过的美人很多，但从未不受控制的心猿意马，这只能是国师本身问题。他果然有问题。你以为仁宗为什么叫仁宗？骆玉衡为什么要当国师？骆玉衡是前任仁宗道守的女儿。据我所知，道门3宗除了天宗绝情绝义，仁宗和地宗都是可以正常婚配的。道长有没子嗣？年轻时倒也想过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感情便看淡了。至于男欢女爱之事，简直俗不可耐。真的是俗不可耐，而不是人到中年不得已。啊，奇怪，来的时候这儿有堵墙的吗？嗯，是我多心了吗？谁？刚刚明明没人在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有刺客！侍卫！侍卫！我在兵部尚书府布置了传送阵法。是谁？哼，在京城竟然有人不知道我是谁。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哼，你以为我在那里？其实我在这里。4品术士，区4品，也敢阻我？区4品也敢阻我？说得好，非常有气魄的话，给了我极大的启发。尔等区4品武夫，也配在我面前隔岸观火啊！这不来了吗？皮铁骨，我说，慈悲为怀。
身体就突然出现了一丝犹豫。一群没用的武夫，还得靠你们爷我。必发杀机，天发杀机，人发杀机，杀！退后！可恶，让他给跑了！这家伙是什么来头？我指的是那条手臂。手臂？据我观察，那条手臂不是他的，魔气之可怕，我平生仅见。据我观察，从头至尾这货明明都一直背对着人家，所以杨千嬅，你眼睛长背上的。他走之前，我回头偷看了一眼。能不能转过身好好说话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容我拒绝。杨某人做事随心所欲，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。我仔细观察过监正老师和魏渊，他们一个总喜欢站在瞭望厅，背对着你们；一个总喜欢坐在八卦台，背对着我们。而我们会觉得魏渊和老师都非常有高人风范。有没有人上去揍他？这么看来，根据目前已有的情报，那只手就是桑坡底下的封印物。桑坡底下的封印物，我倒知道永镇山河庙前阵子被炸了，但我没怎么关注。我前日刚回京，今天就代表司天监过来帮忙围剿一位狂徒了。那个和尚多半就是横会了。如果能抓住他，就能知道平阳郡主的下落。平阳郡主，1年多前失踪的那个平阳郡主，当时司天监术士几乎倾巢出动，动静闹得很大。桑坡案发生才几天，你们打更人竟然把案件查得这么清楚了？等等，我怎么没听司天监的师弟们说起？别告诉我你们没请他们协助办案，你们打更人办案的本事可没这么强。按理来说，桑坡这样的大案，司天监的术士不可能不和我说，毕竟司天监常常协助朝廷办案，但我完全没听说过横会平阳郡主的信息。我们打更人甚至没出动金罗，办案的是名平平无奇的铜锣。这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语气那么得意干嘛？铜锣？你们与我说说。这位铜锣你应该认识，因为他在司天监很有名。我听过关于许七安的传闻，知道他曾在司天监讲课。许七安？刚回司天监我就知道这号人了，竟然给师弟们讲课。没想到桑坡案也是他办的，看起来干得还不错，又大出风头，是个劲敌。那只手臂什么来历？不知道，但它的主人绝对是2品以上。我对武夫体系不太了解，当然也不屑了解。这人离京数月，病情愈发严重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哥今日休沐。睡过头了。鸡腿都长。这么过分？哼！昨晚林英吃剩了一只鸡腿，他没舍得吃，带回屋里了。今早起床发现鸡腿不见，他认为是我和娘偷了鸡腿。大哥最擅长破案，大哥替你做主。果然大哥最好。问过照顾他的丫鬟，丫鬟说林英半夜起来吃掉了，但他根本不信。那你吃了吗？我没有。丫鬟说他是闭着眼睛吃的。我们在他床头找到了鸡腿骨头，啃得很干净，是他的吃法。大哥，一定是姐姐吃的，姐姐骗人。你是嘴吃掉，但你脑子不知道。大哥已经知道是谁吃的。谁呀？是鬼。鬼！不要吓孩子。
林英别怕，鬼撒上盐巴，放油里炸一炸，比鸡腿还好吃。爷爷，魏公刚派人来请，寻你去好奇楼。你没说我迟到吧？我说你在茅房里窜稀。魏公，许仙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参见，你笑什么？没笑。昨晚恒会出现了，目标是兵部尚书府。那几位金罗？恒会打伤的。昨晚衙门在兵部、尚书府和首府府上设了局，4名金罗再加上监正的3弟子杨千焕，5名4品高手都没留下恒会。 5名4品高手齐上阵是我没想到的，不过桑坡底下的封印物就该是这样的位格。什么来路看清了吗？一只断手。果然是那只古怪的手。魏公，这是几品？至少2品。一只手便有此等实力，主人该是什么境界？大概率是1品吧，否则不可能是封印，而不是灭杀。那封印物到底什么来头？是不是与妖族有关？ 此事涉及一桩极大的隐秘，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。一只断手，一个强者，牵扯了司天监、皇室和佛母，还牵扯到500年前的历史。恒会身上有屏蔽气息的法器，目前能肯定的是，他还没有出城。我今早已向陛下禀明情况，你继续查你的。 兵部尚书人呢？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府中。卑职这就去调查。张尚书是2品大员，注意分寸。4品以上不使用望气术，这是规矩。但你依旧可以带上术士。这是说，虽然术士的指控无法当作证据，但可以为我提供参考。是。你六龙。 这个混账小子越来越大胆了，没这胆子，敢刀斩上级。只可惜便宜了杨业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小子的资质是……就你多嘴。资质怎么样？什么评级？甲。不是己，难道是甲上？魏公。 甲级资质的我，不至于瞒着我。难道真的是甲上？不可能啊！甲上的资质几十年都没有过了。但他们的态度，不就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没有礼物争取铜锣许七安。看魏公的意思，隐瞒，恐怕就是为了避免金罗之间因抢人起纷争。我可以暗中谋划，把人争取过来。嘿，年轻人看重的不就是银子和女人吗？义父，陛下那边什么态度？尽快找出恒会的下落。经查期间，就算是我，也招架不住海量的弹劾。魏公被逼得说这番话，说明情况非常严峻。我等一定竭尽全力。别光嘴上说，近来朝堂流言说衙门里金罗一个顶一个的不中用。 查案办事全靠一个铜锣。义父对许七安愈发看重了，这件事一定要办好，早日揪出恒会。好在这种差事许七安是做不了的，倒也不担心小铜锣又蹦出来抢功。带路。大人这边请。尚书府真是气派，这套宅子怎么也得1万两白银吧？1两白银，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 1两白银也想买我们尚书府，粗鄙的武夫！呀，好带路，狗才！见过尚书大人。天宫里的公公说，许大人办案神速，能力过人，不但桑坡案进展神速，还查出了平远博灭门案的真凶。尚书大人过誉，此人话律。你是想问本官与那凶徒有何关联，竟被对方深夜寻仇上门？ 正是，本官也想知道。本官更想知道，平远博命案距今已有10日，为何大根人还没有抓到行凶者？
本官还想知道，为什么大根人一而再、再而三放任歹徒行凶？上来就给我下马威！尚书大人息怒。我今日虽没上朝，但也知道昨夜情况的后续。没想到5名高品武夫协力出手，仍旧没有拿下对方，反而是4位金罗受了伤。打根人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本官自然看在眼里。可惜监政病重，无法出手，害得我等担惊受怕，害得尔等疲于奔命。先开口给我下马威敲打一番，下一刻态度反转，博取同情心和共鸣，让人不知不觉产生被认同般的感情。玩政治能玩到2品的人，确实都不简单。平远伯灭门案的真凶与昨晚袭击尚书府的歹徒是同一人，他是青龙寺的和尚，法号恒慧。恒慧，本官不识得此人，为何要夜袭本官府邸？既是青龙寺的僧人，许大人为何不去找青龙寺的人，而来本官府中？恒慧区区一个和尚，自然不值得尚书大人认识。不过1年多前，他与女香客私奔，从此杳无音讯。那位女香客是平阳郡主。平阳郡主？平阳郡主竟是与人私奔的？表情完全没有破绽，只能寻找别的突破点。张毅，张公子可在？来了。他就是张毅。这黑眼圈和宋清龙一较高下呀，看来是位时间管理大师。张公子，你可认识一个叫恒慧的和尚？不认识。那你可认识恒清？不认识。那你可认识恒远？不认识。你可认识平阳？不认。平阳郡主嘛，自然是认识的。完全是在敷衍。我问完了，多谢张尚书和张公子配合。刚才问话的过程中，哪些话是真，哪些话是假？没一句真话。你指的是谁？父子俩都是。最后一句话是真的。那个肾亏的家伙说认识平阳郡主那句。张凤睁眼说瞎话我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张毅也在说谎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张毅参与了冯慧和平阳郡主的私奔。如果张毅不是知情者，那么张凤没理由把这种机密事透露给儿子。有些时候，不知情才是最好的保护。而且以张毅时间管理大师的形象，明显不怎么靠谱。我要是张尚书，绝对不会和不靠谱的人提及可能灭门的案子，即使他是我儿子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晚恒慧杀死平远伯嫡子时说的是来讨债。这案子越来越扑朔迷离，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感觉已经快逼近恒慧和平阳郡主私奔案的真相了。弄清楚了他俩的事，桑破案才能继续查下去。多日来高强度的查案奔波，是时候需要放松放松，缓解一下精神压力。许久没来，甚是想念。反正都是睡觉，睡家里和睡福香床上区别不大。福香多次派人传信说很想念我，想请我去影梅小阁喝茶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约一下吧。我打算去找清官人。清官人不划算，公抬的有些高。大凤的清官人并不是真的卖艺不卖身，清官人更像是一种炒作。我都说了，我这种男人不适合娶妻生子，银子存着也没什么意义。我是要娶媳妇儿的。况且福香院子里的打茶位价格过高，而福香又是你的相好，我们留在影梅小阁，只能跟侍女一起住。走了。都怪我太优秀了。这位可是许公子啊！共青楼被熟人认出来。许公子，我家明艳姑娘想请公子喝茶。明艳？明艳以武扬名的大花魁，与之前的福香同等级。当然，福香现在一波成功的炒作早已今非昔比，力压教坊自众花魁。学武的呀！众所周知，舞蹈和瑜伽的功效是一样的。带路。许公子跟我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这！哎呀，几位姐姐，大事不好！许公子让人抢走了，就在院门外，给明艳院子里的小厮半途抢过去了。什么？敢抢我们家娘子的男人？娘子最近精神恍惚的，也不太高兴，是在想许公子吗？一个臭男人，我想他干嘛？
大娘子为何每晚打茶围，总让我去外头问喜公子来了没？唉，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，就像甘蔗啊，甘蔗，最开始是甜的，吃着吃着，会发现最后是一口的渣。即便是渣，甜的时候也是真的甜。你觉得许郎怎么样？啊，嘿嘿，特别厉害。啊！你不觉得他和其他男人不同吗？是比其他男人要温和，没有看不起咱们的那种倨傲态度。不过盯着娘子胸脯看的时候，却也不比外面那些男人干净到哪儿。男人都好色嘛。最近教坊司流传半首七言，惊艳程度不差，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据说是宫里传出来的。我听来打茶围的客人说，是皇子公主们行酒令时所作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位皇子竟有如此诗才。娘子，娘子，许公子可算来了教坊司。酒菜招待，让他在外头等着吧。这男人快1旬没见了，花前月下时就喊我小甜甜，兴致过了便叫我冷落。哼，索性就一个男人而已，犯不着为他牵肠挂肚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许公子被明艳娘子的人给半途抢走了，现在已经去了人家的院子。什么？更衣去清池院。奴家注意许公子有段时间了，可惜许公子逢着来教坊司，便直奔影梅小阁。今儿个可算让我逮住机会了。害怕唐突家人吗？这位花魁与福香是一个等级。当初福香是30两银子一夜春宵，这位应该也差不多，还没算打茶围的银子。我今儿没带那么多银子，黄金倒是不少，只是它无法当作流通货币。娘子，福香来了，我们拦不住。看来福香对公子情深意重，视为进兰了。想挑拨，被一个风尘女子视为痉挛，在这个时代的男人眼里，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听说许郎来了教坊司，奴家也想来凑个热闹，和明艳姑娘一起伺候。这话说的真有水平，既宣布了主权，又敲打了明艳花魁，还能讨得我欢心。试问哪个男人不想同时被2位花魁服侍？怎么好麻烦姐姐特意过来？我和许公子说一些悄悄话，姐姐一来，反倒不好意思说了。许郎最近忙于公务。那晚些时候到影梅小阁，奴家为你揉揉肩，按一按穴位。这个臭女人，自己得了大便宜，成为燕明远播的名妓也该知足了，没道理把男人死死拴在身边，不给教坊司里的姐妹分杯羹。娘子，几位花魁都来了。什么？许公子好。这架势，真想拍个照发朋友圈啊！可恶！各位姐妹，请随我一步到堂内，这里位置不够了，打扰了。整得跟真姐妹似的，也是一个都虚情假意，是不是投过来的目光暴露他们在暗中较劲的事实？都是人精。你们可知道“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”这半句七言？自是知道，多美的句子！据说是皇宫里流传出来的。那你可知是谁所作？阿雅知道。不止，但我知道一些别的事儿，教坊司里没有的。快说快说！我见过这种表情。上辈子女朋友和闺蜜聊起奢侈品包包时，
差不多也是这副姿态。这首诗也是在行酒令中诞生的，当时参与酒席的都是皇女公主们。是长公主？这个便不知晓了。虽然只有半首，但水平不输许公子的咏梅。但奴家觉得许公子的诗才独一无二，那半首诗想来是灵光乍现，不比许公子这般才华横溢。哼，马屁精！奴家对公子仰慕已久。是啊，是啊，许公子近日可有佳作？近来才思枯竭，没有新作。毕竟本官也无法时隔3、4天就做一首诗。啊，真可惜。时隔3、4天，许公子最新作不是那首赠福香的咏梅吗？再往前是赠子阳居士的天下谁人不识君。2首诗都有些时日了，传唱甚广，但热度慢慢降下来。时隔3、4天是何解？这是说他3、4天前又有新作。宫中传出的半句七言是前世，宫中的诗词传入教坊司自然是要点时间的。这么一算，时间差不多吻合。许公子，公子的新作是？莫非当日陪着怀庆公主参加酒宴，有感而发，便做了这半首七言。是他？许了。大凤舞诗才已久，怀庆公主以前没有佳作流传，忽然多一首佳作，本来就反常。只是听到消息时，实在无法与许七安联系在一起。等听到他刚才的话，想到他打更人的身份，以及他超凡脱俗的诗才，大胆试探一下，没想到真的猜中了。他竟然能进皇城，能参加王子公主们的酒宴，这代表着许七安是某位皇子皇女的心腹。容貌还算俊朗，又是打更人，手握权势。便宜了福香，得把他抢过来。